合欢宗地牢深处，法阵汇聚的阴冷湿气沿着石壁滑落，在黑暗中凝成玄阴水珠，一滴一滴刺入陆凡早已寒意浸透的衣襟内。他盘膝坐在角落，咬着牙，默不作声，引玄阴寒气入窍，锤炼着剑鞘那一柄剑胚。唯有眼中偶尔闪过的一丝金光，显露出他并非寻常囚徒。大师兄，牢门外忽传来低沉的声音，带着几分刻意的劝诱。你的元阳龙体与师娘的元阴凤体，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师父将你关进大牢，绝非真疑心，你是天剑宗卧底。若你能自废元阳龙体，表明心迹，师父自然会考虑放你出来。阴影里，陆凡背对着师弟，唇角勾起一抹冰冷刺骨的弧度。哼，自废道体，再修真剑，这和死有什么分别？陆凡的师父叫岳之衡，明面上是这代合欢宗宗主，暗地里才是天剑宗潜伏多年的卧底。陆凡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他也来自天剑宗，奉命监视野心勃勃的岳之衡。不知岳之衡对他起了疑心，还是忌惮他这个潜在合欢宗继承人，现在决心要将他倒提回去。若非这元阳龙体受合欢宗长老会庇护，不可加刑，他早已死过千百回。岳之衡，陆凡心中冷笑，目光锐利如刀。你最好祈祷我永无出头之日。他凝视着墙角一只正贪婪汲取阴晦之气的阴影虫，只见一缕微不可察的剑气掠过，将其无声灭杀。否则，不在你身上捅出10万个窟窿，我陆凡2字倒着写。光阴在黑暗中无声流淌。数月之后，合欢宗不再太平，地牢虽与世隔绝，但上空仍能时常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与法宝碰撞的山崩地裂之声。剧烈时，整座地牢都随之簌簌颤抖，碎石尘埃不断落下，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崩塌。这日，陆凡正在打坐中，默默锤炼着体内剑胚。嘶啊！生锈的沉重牢门忽地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骤然洞开，久违的天光刺入，驱散了如墨黑暗。大师兄，大长老有请。一名弟子站在门外，语气复杂。当陆凡踏出地牢，久违的天光刺得他双眼微眯，下意识地抬手遮挡，待视野逐渐恢复，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骤然一滞。举目望去，昔日灵气缭绕、雕梁画栋的宗门已化作一片焦土，灵风崩摧，宫阙倾颓，断壁残垣间弥漫着术法肆虐后的死寂。好一场惨烈的大战！陆凡心中凛然，对那位素未深交却以铁腕平定乱局的大长老生出了12分的忌惮。合欢殿内，昔日华美恢宏的合欢主殿，此刻已满是激战的痕迹，穹顶琉璃瓦破碎，露出大片灰蒙的天空，白玉地砖皲裂，随处可见焦黑的法术残痕。上首原本属于宗主的主位之上，此刻端坐着一袭烈焰般红衣的大长老秦望舒，他凤目寒威，缓缓扫视全场，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磅礴威压，无人敢与之对视。侧下方，宗主岳之衡面色灰败，气息紊乱，显示受了极重的内伤。陆凡垂眸，瞬息间将所有情绪死死压入眼底，对着主位上的秦望舒恭敬一礼：“弟子陆凡拜见大长老。”目光扫过狼狈的岳之衡时，陆凡那份刻骨的冰寒与杀意几乎凝成实质，虽一闪而逝，却让修为大损的岳之衡脊背莫名一凉。陆凡才刚刚站定，秦望舒锐利如刀的目光便落在他身上，仔细探查，察到他的天赋异禀。他红唇微不可察地惊起了一瞬，白皙的脸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绯红。不愧是元阳龙体。秦望舒轻咳一声，强行压下体内玄阴之体因那只阳气息而引起的微妙共鸣与悸动。旋即，他目光倏地转向气息萎靡的岳之衡，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岳之衡，你修为已受重创，以后就由陆凡和苏云长双修吧。”陆凡闻言，猛地抬头，嘴巴惊得能塞进一个鸡蛋。苏云长是他的师娘，云长她毕竟是陆凡师娘。岳之衡挣扎开口，嗓音沙哑：“若行此等之事，玄门正道将如何看待我合欢宗？”玄门正道。秦望舒嗤笑一声，笑声中满是毫不掩饰的不屑与讥讽：“我们合欢宗行事，何曾需要看那些道貌岸然者的脸色？再说，”他语气骤然转冷，目光如冰：“那些伪君子配吗？他们自己男盗女娼的勾当，莫非还少了？”岳之衡双拳骤然握紧，骨节发出不堪重负的脆响，指甲几乎要掐入掌心。“你今天就和陆凡割断师徒关系，让出宗主之位。”秦望舒语气冰冷，宣判着他的结局。陆凡身为宗门大师兄，身负元阳龙体，继任宗主，名正言顺。届时苏云长视为道侣，还是宗主夫人，谁又能再多智慧？陆凡心神俱震，整个人都是猛的。穿越此界，一直没等到系统，修行全靠一步一脚印，一路攀爬。卧底10年，隐忍负重，所求不过活命与破局。命运曲折离奇，运气终于来了。岳之衡在做最后的挣扎，他望向那道静立在殿柱旁的素雅身影，嘶声道：“大长老，宗门铁律，双修之事，重在你情我愿，不可强求。”云长他。秦望舒目光一厉，骤然打断，声音拔高，蕴含着怒气不争的凌压，响彻整座残破的大殿：“我已给了你数年时间，是你自己境界停滞不前，咎由自取。你多年来明里暗里打压陆凡，真当我不知？你口口声声指认他是卧底，我看办事不力，心怀鬼胎的你才最可疑。”他的声音如同寒冰撞击，
字字诛心。苏云长的元婴凤体已经等你多年，合欢宗不能再耽搁。何况元阳龙体与元婴凤体本就是天作之合，如今合欢宗危在旦夕，你又不成器，这能怪谁？陆凡正在原地，心神激荡，视线却本能地锁住了那道身影，师娘苏云长。她一袭素雅流云裙，身姿窈窕，宛如月下仙姝，眉如远山寒带，目似秋水横波。此刻那清丽绝伦的容颜上染着的淡淡幽凄，非但不损其美，反让她如同晨间带露的幽兰。她美得惊心动魄，直击灵魂深处，让人望之一眼便心惊摇曳，难以自持。陆凡恍惚间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拜师入门的那一日。他恭敬奉上拜师茶，他微微轻身，伸出一只纤纤玉手，那手指如薛葱，根根细腻，银白温润的不像凡尘之物。随着他衣袖的轻滑，一股清冷幽邃，如空谷幽兰悄然绽放的暗香，瞬间弥漫开来，无声无息地钻入他的鼻尖，烙印在他的神魂最深处。那一刻的惊鸿一瞥，那绝美的侧影，那纤倩玉指，那缕蚀骨幽香，成了陆凡此后10年无数隐忍蛰伏的夜晚里唯一带有温度的记忆。他曾无数次在无人处与指尖凝出一缕微薄的灵气，试图模拟复现那味道，却终是徒劳。有些东西独一无二，见过闻过便再也无法从生命中剥离。这份源自少年时期最初始的悸动与仰望，在岳之恒多年打压下，非但未曾磨灭，反而发酵成一种深沉而执拗的求而不得的执念。如今这轮高悬天际，他曾只能仰望的明月，竟被命运亲手推到他面前，近得仿佛触手可及。殿内死寂，只剩下岳之恒粗重而不甘的喘息声。秦望舒冰冷而极具压迫感的目光扫来，落在陆凡身上。陆凡，宗门规矩不可强迫，你可愿与师娘苏云长结为道侣？殿内落针可闻。咚咚咚，陆凡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内剧烈搏动的声响，每一次跳动都震耳欲聋。10年蛰伏，陆凡已经看清太多，他早已不是那个对师门之命唯命是从的青涩少年。什么卧底任务，什么正邪之分，都见鬼去吧！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唯有实力才是永恒的真理。现在先他妈坐上宗主之位再说。陆凡的目光掠过岳之恒那怨毒绝望的眼神，最终坚定地毫不回避地定格在苏云长那清丽绝伦却又带着淡淡幽凄的脸上。就是这一刻了，他腰背挺直，踏前一步，不再是那个隐忍蛰伏的弟子，而是即将执掌自己命运的枭雄。他抬起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以及一丝让所有人都心头一凛的决绝。能得师娘，能得云长圣女为道侣，是陆凡毕生之幸。他顿了顿，目光灼灼，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响彻大殿。我求之不得。他这句话是对大长老说的，目光却死死锁在脸色煞白的师傅岳之恒身上。刹那间，整个合欢殿内落针可闻，空气仿佛凝固。下一刻，所有视线齐刷刷地投向了那一直沉默却决定着最后答案的绝美身影——苏云长。合欢宗大殿，岳之恒听到陆凡求之不得的话，一口逆血险些又要喷出。他怎么敢？他怎么能在自己面前如此赤裸裸地表达对师娘的觊觎？陆凡，你这逆徒！岳之恒嘶声低吼，声音因极致的愤怒和伤势而颤抖破碎。然而无人理会他的无能狂怒。此刻，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到了那道素雅的身影之上。苏云长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他抬起那双秋水般的眸子，先是从容地，甚至带着一丝淡漠地扫过面色铁青、身躯微颤的岳之恒。那目光里没有留恋，只有一丝被耽误多年的清冷怨怼。随即，他的视线落在了挺身而立的陆凡身上。他被陆凡那毫不掩饰的灼热如岩浆的目光锁定，娇躯几不可察的微微一颤。那双清澈如秋水的眸子里，复杂的情绪如云涛翻涌。陆凡那压抑了10年，此刻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深沉爱意与占有欲，他并非无所觉。甚至在那些年被岳之恒打压的灰暗时光里，他偶尔投来的带着温度与仰慕的目光，也曾在他古井无波的心湖中投下过不少涟漪。他无意识地轻抬起自己的左臂，素白的流云袖口自然滑落，露出一截银白如玉、纤细玲珑的手腕，以及小臂上那一点嫣红如血，意味着元婴未施的手工杀。刹那间，大殿内响起了一片极力压抑却依旧清晰的抽泣声，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那一点朱红之上，随即又猛地转向面如死灰的岳之恒，目光变得无比玩味、讥讽，甚至带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打压了徒弟一辈子，结果连自己道侣的原因都让徒弟。凤婴之体，空守多年，真是暴殄天物啊！活该！如今真是便宜了陆师侄。这些低语如同毒针，狠狠刺穿着岳之恒最后的尊严。他猛地抬头，怨毒无比地瞪向高座上的秦望舒。若非此前大长老一直阻挠，自己早就娶了苏云长的原因；若非此前玄门正道围攻，他被迫迎战却又不敢动用天剑宗功法，导致修为几乎被废，今日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此战，这女人迟迟不出手，恐怕等的就是这一天。秦望舒将岳之恒那恨恨的一眼尽收眼底，神色不变，心中却是一片冰寒算计。宗门需要龙阳凤婴合璧来稳固根基，
陆凡本人于他更是另有大用。至于岳之衡，一个无用且可疑的弃子罢了。云长，秦望舒开口，声音带着最终决定的威严。陆凡之心，天地可见。你元婴凤体，久旷至今，于你自身，于宗门，皆非幸事。如今局面乃大势所趋，你意下如何？苏云长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积压多年的郁气尽数吐出。他再次看向陆凡，看着他那坚定而灼热的目光。终于，他朱唇轻启，声音清冷如玉石交击，回荡在寂静的大殿中，却又无比的清晰。云长，愿尊大长老之命，与陆凡结为道侣。他没有再看岳之衡一眼。这句话轻飘飘的，却像是最锋利的刀刃，彻底斩断了与过去的所有牵连，也为陆凡的证明给予了最郑重的回应。好，秦望舒府长一锤定音。岳之衡，即刻起，你与陆凡师徒名分已断，卸去宗主之位，于后山撕过衙面壁，非诏不得出。宗门资源一律停供。两名执法弟子上前，毫不客气地将气息萎靡、眼神绝望的岳之衡架起。在被拖出大殿的最后一刻，他死死地盯着秦望舒，眼中是滔天的恨意与不甘，却已无力回天。处理完岳之衡，秦望舒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传遍大殿：传我法旨，3日后举行宗主继位大典，并与云长圣女共结双修之好。此言一出，殿内众人神色各异，多少人对这位即将一步登天的大师兄嫉妒或者羡慕。陆凡，秦望舒看向他，你暂居宗主侧殿。云长，你熟知宗门事务，多辅助陆凡。旋即，他再次看向陆凡，语气放缓，却带着更深沉的意味。陆凡，随本座侍女去领取宗主信物资源，熟悉宗主权责。有些事，本座需亲自交代于你。陆凡领命。陆凡躬身，声音沉稳，他心潮澎湃，却强行压制。众人散去，陆凡看着前方那窈窕动人的背影，鼻间萦绕着那魂牵梦萦的幽兰暗香，10年隐忍的爱意与此刻一步登天的野望交织在胸中，几乎要喷薄而出。陆凡深吸一口气，快走几步，来到正要转身离去的苏云长面前。师娘，他低声唤道，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与情动。苏云长脚步微顿，侧过头来看他，阳光下，他清丽绝伦的侧脸仿佛镀上了一层柔光。就在陆凡以为他会依旧清冷相对时，他那原本清冷的看不出情绪的脸上，唇角竟微微勾起了一抹极淡，却足以倾国倾城的弧度。那笑意很浅，转瞬即逝，却如同冰雪初融，春水微澜，瞬间击中了陆凡的心脏。他心头猛地一热，一股冲动涌上，本能的伸手去抓住他那近在咫尺的藕白纤手，将压抑了10年的爱慕尽数倾吐。陆师兄！就在此时，一个略带戏谑的清脆声音响起，只见一名容貌俏丽的侍女不知何时出现在廊柱旁，正是大长老秦望舒的贴身侍女沈清秋。侍女笑盈盈地看了看陆凡那僵在半空的手，又看了看耳根微红、迅速收敛笑意的苏云长，打趣道：大长老吩咐了，让我带陆师兄去领取宗主印信、服饰，并商议大典事宜。至于梯计划吗？他拖长了语调，还是留到洞房花烛夜那天再细细与圣女说也不迟呀。陆凡闻言，只得悻悻地收回手，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但更多的是一种被点破心思的燥热。苏云长脸上的那抹红晕更深了些，他飞快地瞥了陆凡一眼，对上他那灼灼的目光，立刻如受惊的蝶般移开，对着侍女微一颔首，声音低不可闻：既如此，云长先行告退。说罢，他几乎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转身离去。素雅的裙摆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那缕幽香也随之渐渐飘远。陆凡望着他含羞离去的背影，再看向眼前笑盈盈的沈清秋，心中那股掌控命运的豪情与对3日后的无限旖旎期待，如同野火般蔓延开来。3日后，他将不再任人揉捏的弟子，而是合欢宗宗主。而被他仰慕了10年的苏云长，终于被他揽入怀抱中，跟着沈清秋穿过依旧残留着几分战火痕迹的朗武亭台。陆凡领取了象征宗主身份的玄黑色鎏金袍服，一枚触手温良刻有合欢密纹的玉质宗主印信，以及一个装有灵石与丹药的储物袋。陆师兄，大长老在凝香殿等你，有要事相商。沈清秋将陆凡引至一处更为幽静、灵气也明显浓郁几分的宫殿外，便脸认一礼，悄然退去。凝香殿，殿名旖旎，殿内更是暖香浮动，沁人心脾。与主殿的残破不同，此处陈设极尽雅致奢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能让人心神放松却又隐隐躁动的异香。陆凡步入殿中，却见内里轻纱垂幔，隐隐绰绰，透过一层薄如蝉翼的纱帘，可见后方是一方氤氲着热气的宽大浴池。池水似是乳白，水面上铺满了深红、浅红的玫瑰花瓣，浓郁的玫瑰香与殿内原有的暖香交织，形成一种独特而诱人的气息。而纱帘之后，那道烈焰般夺目的红衣身影正背对着他。秦望舒似乎并未察觉他的到来，又或者根本不在意。他伸出纤长的手指，缓缓解开了腰间的束带，那袭象征着他无上权威的云锦红衣自他肩头悄然滑落，露出线条优美、光滑如缎的背部肌肤，在朦胧的纱帘与氤氲的水汽中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陆凡呼吸骤然一紧，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类动。以他的目力，完全可以穿透这层薄纱，将内里风光一览无余。但他立刻死死垂下了眼帘，目光聚焦在自己脚下的玉砖缝隙，
不敢再多看一分。美则美矣，却可能是致命毒药。他深知这位大长老的危险。来了。秦望舒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与白日大殿中的威严冷厉截然不同。他并未回头，径自步入浴池，任由温热的池水淹没那具足以令众生颠倒的洞体，止于修长脖颈与精致素颜在水面之上。是，大长老。陆凡躬身应答，声音平稳，尽量忽略鼻尖萦绕的混合了玫瑰与他独特体香的馥郁气息。进来。池中的声音不容置疑。陆凡身体微僵，还要本座请你不成？秦望舒的语气微沉，带上了些许凌压。陆凡不敢再迟疑，应了声是，绕过纱帘，走到了浴池边。蒸腾的水汽扑面而来，带着湿暖的甜香。他依旧低垂着眼，不敢直视水中景象。下来。秦望舒靠在池壁，花瓣遮掩了水下风光。他歪着头，看着岸上身材挺拔却显得有些局促的陆凡，红唇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本座有话与你说，隔着这么远，难道要本座仰着头与你喊话？陆凡深吸一口气，知道避无可避。他褪下外袍与鞋袜，指着中衣，步入了温热的池水中。还好，秦望舒只是带着一抹浅笑扫了他一眼，并没有再提进一步的要求。水面花瓣厚密，遮掩了水下的尴尬，让他不至于过分失态。他在离秦望舒一臂多远的位置坐下，温热的池水包裹上来，鼻尖尽是玫瑰与他身上传来的魅惑气息。此次让你继任宗主，原因有三。秦望舒开门见山，声音在氤氲水汽中显得有些飘渺。其一，月之恒无能，玉女宗、青云宗等正道联盟，此次敢如此欺上门来，皆因他只会内斗，打压异己，却无壮大宗门之能。合欢宗需要一位更有潜力的领袖。他顿了顿，先只撩起一捧带着花瓣的池水，任由其从指缝滑落脖子锁骨上，目光似乎落在荡漾的水波上，又似乎穿透了水波，看向更深远的地方。其二，关乎本座自身修行。他终于侧过头，那双凤目在水汽中显得格外深邃，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魅惑。我合欢宗有一秘法，分食欲、明情、炼心、炼神、合道，大自在六境。本座困于炼心巅峰已久，欲要突破至炼神，须寻一合适之人，种下情种。他的声音忽然贴近，一股温热的气息伴随着低语，吹拂在陆凡的耳廓。你身负元阳龙体，心智坚韧，隐忍多年，是绝佳的载体。本座要在你身上种下此情种，借你之情磨砺我心，助我破境。陆凡只觉得耳根一麻，一股热流自耳畔瞬间窜遍全身，心脏狂跳。他猛地抬头，恰好对上秦望舒近在咫尺的眼眸，那里面仿佛有漩涡，要将人的魂魄吸进去。大长老。陆凡闻到他吹气如兰，喉咙有些发干。秦望舒却已退开些许，仿佛刚才那暧昧的接近只是错觉。他自池边凭空取出一枚非金非玉的黑色令牌，递给陆凡。这是合欢阴阳秘典的传承令牌，乃我合欢宗无上秘典。陆凡接过令牌，触手冰凉，瞬间让他燥热的心神清明了几分。其三，秦望舒继续道，语气恢复了之前的淡然。本座修为已至金丹后期，日后冲击元阴境时，需要你元阳龙体相助。他脸颊微红，看着陆凡意味深长地道，所以你需要尽快提升修为。原则上，合欢宗内所有女弟子皆可为宗主所用，助你精进。听到这话，陆凡低垂的眼帘突然抬起，意味不明地看了秦望舒一眼，那眼神谨慎中似乎又带着一丝探寻与大胆。秦望舒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目光看得一怔，他意识到回旋镖飞回到了自己身上，白皙的脸颊上竟飞起一抹极淡的红晕，在氤氲水汽中格外动人。他既未出言呵斥，也未明确同意，只是微微移开了视线，仿佛在说，只要你有本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苏云长元婴未破，得其一半修为，足以让你筑基道台更为圆满，甚至直冲筑基中期。陆凡，这天大的好处，本座可是为你备好了。他的声音忽然贴近，温热的气息伴随着馥郁的芬芳，再次吹拂在陆凡敏感的耳廓，带着一丝蛊惑人心的低哑。你说，你该如何谢我？那个字尾音微微上扬，像一片羽毛，轻轻搔刮在陆凡的心尖上。陆凡只觉得那气息钻入耳中，化作一股热流，瞬间席卷四肢百骸。他呼吸一滞，几乎能听到自己如肋骨般的心跳。他强行压下身体的躁动，目光微垂，落在他近在咫尺、被水珠润湿的红唇上，声音不禁带上了几分微哑。大长老所赐，陆凡铭记于心。今日之恩，他日大长老突破金丹瓶颈时，陆凡定当倾力以报。陆凡知道，大长老对自己如此提携，说1000到1万，无非是希望自己快点成长，助他突破到元婴期罢了。秦望舒闻言，红唇的弧度果然深了些许，看来对他的反应满意。他终于缓缓退开些许距离，将话题引回正事，语气已恢复平静。明白就好，3日后的洞房花烛，把握好机会。陆凡握紧了手中的令牌，沉声道：陆凡明白，定不负大长老期望。去吧。秦望舒重新慵懒地靠回池壁，闭上双眼，挥了挥手。陆凡起身，湿漉漉地踏上池边，运功蒸干衣物，再次对着池中那道在花瓣与雾气中若隐若现的绝美身影行了一礼，这才转身大步离开了这间令人心跳加速的凝香殿。身后玫瑰池中，秦望舒缓缓睁开眼，看着陆凡离去的背影，红唇微勾，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来：还有，我知你对苏云长感情甚深，
但你圆阳龙体新婚之夜也无需对他过分客气。凝香殿外，夜风微凉，陆凡快步走出殿门，直到玫瑰和秦望舒玉体暖香被山风吹散大半，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他闭上眼，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方才的景象：氤氲水汽、玫瑰花瓣，以及水下深处让人血脉喷张的阴影。该死！陆凡暗意咬牙，运转识海灵石，将那幅几乎烙印在脑海深处的画面强行压制。可就在他以为心神将定时，识海深处忽然传来一阵奇异的悸动，那感觉微妙而清晰，仿佛心底某扇尘封已久的门被一缕春风悄然吹开了一条缝隙。陆凡心头一凛，立刻内视识海，只见识海中除了那处剑鞘，不知何时竟新开了一处幽微窍穴，正散发着淡淡的红色光晕。这是情窍。陆凡心中一震，在这个世界，修行有两条并行的路径：一是丹田灵海，通过吐纳天地灵气，淬炼真元，提升修为境界；二是开辟道窍，感应3000大道本源，领悟法则玄妙，提高神通威能。开了剑窍，便能感悟天地间游离的剑意剑理，修行剑道事半功倍；开了火窍，便能亲近万火之源，遇火控焰如臂食指。其余诸如水窍、雷窍、风窍，莫不如此。每开一窍，便意味着在对应大道上拥有了登堂入室的资格。此刻，陆凡第二处道窍秦窍竟被秦望舒暗中打开了。秦窍深处，一粒微不可察的光点静静悬浮，如同种子扎根于虚无之中。秦种，陆凡心头又是一震。秦望舒的动作好快，要知道，开道窍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须得感应大道本源，还要以特殊法门冲击对应关窍，其间艰难，万人中未必能有一人成功。秦望舒不但谈笑间悄然帮他打开了秦窍，还种下了秦种。大长老这实力，陆凡脑海闪过秦望舒在自己耳边吐气如兰的样子，猜想他大概就是那时候给自己种的秦种。他为了修炼，倒是费煞了苦心。不过，我现在是合欢宗主，本就需要修炼秦道。陆凡仔细感应着新开的秦窍，心中念头飞转，秦窍被打开，倒也省下了我自行寻找和冲击窍穴的无数水磨功夫。确实，寻常修士中其一生能打开1、2个道窍，便算机缘不浅。陆凡虽被种了秦种，但秦望舒也给他开了一处道窍，倒没让他吃亏。这意味着他陆凡已是剑秦双道同修之身。陆宗主这么快就出来了？一个带着笑意的清脆声音打断了陆凡的思绪。他抬眼看去，只见廊柱旁沈清秋不知何时已等在那里。他倚着朱红廊柱，双手抱胸，歪着头看他，那双灵动的大眼睛里满是意味不明的笑意。他目光在陆凡微微泛红的耳根和略显凌乱的衣襟上扫过，嘴角弧度更深。大长老的交代可还详尽？陆凡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轻咳一声道：“还好，就是。”话到一半，他目光无意中掠过沈清秋笑盈盈的脸庞，落到他因双手背在身后而自然挺起的弧线惊人的胸脯。少女身姿已初具规模，在合欢宗特有的修身衣裙衬托下，更显玲珑有致。尤其此刻他微微前倾，带着狡黠笑意凑近说话的姿态，那股青春鲜活的气息扑面而来。嗡！就在这一瞬间，陆凡识海深处秦窍虚空中央那枚安静悬浮的秦种忽然轻轻一颤，紧接着数条纤细如发丝的光须从种子底部悄然探出，如同植物的根须，缓缓扎入了秦窍周围的虚空之中。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心弦被轻轻波动的微妙感应，顺着某种玄之又玄的联系，反馈到陆凡心神之中。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几条新生的根须与自己看沈清秋那一眼有着直接的因果。陆凡心头一凛，立刻移开视线，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再乱看他。合欢阴阳秘典中有记载，秦道修行，首重秦窍，窍开则秦生，秦生则种落。秦种一旦扎根，便会随着宿主情感波动而生长，开花结果，最终反哺重情者。难怪秦望舒说要以我磨砺道心，突破炼心境。陆凡暗自思忖，我这元阳龙体倒成了他重情的最佳土壤。秦种生根，对应心动之念，只是略看了沈清秋一眼，秦根便已发芽。秦望舒种的秦种还真是霸道。就在这时，凝香殿内，秦望舒正慵懒地靠在浴池边缘，闭目养神，感应到陆凡情动，他凤目蓦地睁开。他那是自己秦窍虚空，陆凡的秦种根须已生进其中，竟滴下3滴晶莹纯净的清露。陆凡这小子那么快就对沈清秋动情了？秦望舒先是一怔，随即红唇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嘻，品质还蛮纯净。他将一滴清露引入指尖，细细感应，样子看起来颇为满意。以陆凡对师娘10年的感情，3天之后的洞房花烛夜，恐怕……哈哈！秦望舒笑得合不拢嘴，几乎能想象到那时清露如泉涌的景象。也就在此时，他神识悄然从凝香殿内扫出，掠过沈清秋微翘的臀线、纤细的腰肢、挺起的胸脯。这丫头确实有吸引男人的本钱。最后，他神识落在陆凡身上，只见他正强作镇定地站在廊下，耳根却泛着可疑的红色。陆凡像感应到什么，心中一惊，连忙收敛心神。咦，陆师兄你怎么突然脸红了？沈清秋不明所以，反而凑得更近，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满是好奇，是不是想到了3日后将和云长圣女洞房？就沈师妹。陆凡连忙摸摸鼻子，
正色打断。夜风吹过他微微发烫的脸颊，却吹不散心底那缕因情种生根而泛起的异样燥热。若无事，我便先回侧殿了。3日后大典，诸多事宜还需准备。说罢，不等沈清秋再调侃，陆凡几乎有些仓促的转身，运起身法，朝着宗主侧殿方向疾步而去。身后传来沈清秋银铃般带着几分得意的轻笑。宗主侧殿，此处原为岳之衡独居修炼之所，如今已焕然一新。岳之衡的旧物尽数被清理，换上了符合陆凡身份的陈设。殿内燃着凝神静气的檀香，与宁香殿那撩人心魄的暖香截然不同，总算让陆凡翻腾的心绪渐渐平复下来。进士玉榻上，陆凡盘膝而坐，面前悬浮着那枚非金非玉的黑色令牌，合欢阴阳秘典传承令牌。岳之衡老贼虽然也修合欢阴阳秘典，但传授给陆凡的只是最基础的弟子篇，真正的核心秘法、双修要诀、情道玄奥，全都藏在这枚令牌之中。现在终于能看得明白了。陆凡深吸一口气，神识缓缓探入令牌，刹那间海量信息涌入识海。合欢阴阳秘典，不愧为合欢宗立派之本，炉鼎双修之理，情欲共生之法，阴阳采补之术，无数玄奥经文、观想图录、运功路线如星河倒悬，在陆凡识海中徐徐展开。其中更有一篇专为元阳之体与元阴之体双修量身打造的秘法龙凤和明诀，以元阳引元阴，以龙息唤凤鸣，阴阳交融之际，可得他半数修为。陆凡虽然已经从秦望叔那里知道此事，读到这处，瞳孔仍然一缩。师娘是筑基后期修为，而陆凡仅仅是筑基初期1层。若得他经纯元阴一半，陆凡至少能冲到筑基初期3层，甚至筑基中期。修仙艰难，陆凡虽然是元阳龙体，却同时是最下等的五杂灵根。师娘这一半修为，或许能顶得上他10年苦修。更何况现在陆凡虽有宗主之名，却没有一宗之主的实力，再加上这卧底身份，就像一个炸弹，不知道何时会爆炸。多一分实力，便多一分活命机会，这天大的机缘绝不能错过。陆凡沉下心来，开始逐字逐句参详龙凤和明诀的精要。3日后，他定要取得师娘元婴。整整一夜，宗主侧殿的静室中灵气氤氲，陆凡盘膝于玉榻之上，合欢阴阳秘典的黑色令牌悬浮转动，散发出悠悠玄光。他全身经脉中元阳之气如大江奔涌，依照龙凤和明诀的路线循环往复。当东方天际泛起第一抹鱼肚白时，陆凡终于缓缓睁开双眼，眼底深处一龙一凤2道虚影纠缠盘绕，一闪而逝，最终引入瞳孔深处。成了！他轻吐一口浊气，那气息竟在静室中凝而不散，隐隐化作阴阳交泰的太极图案，旋转3周后才徐徐消散。陆凡起身活动筋骨，只觉浑身气血前所未有的旺盛，元阳之气充盈4肢百骸。虽然修为境界仍是筑基初期，但根基已被龙凤和明诀夯实的如磐石般稳固。他如今有种清晰的预感，只待师娘元婴入体，便可一飞冲天。推开进室门，陈风带着山间清冽与远处隐约的喧嚣一同涌入。陆凡站在殿前高台，放眼望去，合欢宗经过1天1夜的紧急修缮，虽仍有断壁残垣，但已不复昨日那般狼藉。数10艘大小不一的灵舟在山门广场起起落落，卸下成堆的建材物资。更引人注目的是，数千凡人工匠在修士的指挥下，如蚁群般穿梭于宫殿楼阁之间，描金的、绘彩的、挂红的、喜庆的颜色开始覆盖前日战火的焦黑。连隶属宗门的个大世家也来了。陆凡目光扫过山门处鱼贯而入的一队队人马，他们或乘华丽车辇，或驾飞行法器，服饰各异，却皆显贵气。身后随从捧着各色礼盒，在晨光中泛着珠光宝气。陆师兄，起来了！沈清秋不知何时已来到身侧，一身首席侍女身青色束腰长裙，衬得身段玲珑，晨光中笑靥迷人，都是来给陆师兄贺喜的。他顺着陆凡的目光看去，轻声介绍道：“那是青阳县王家，掌管宗门一处银矿脉；那是白河郡赵家，世代为宗门培育灵草；还有，那是临江府孙氏。”陆凡微微点头。合欢宗在大黎皇朝管辖10几个县域，下属世家数十，这些势力平日分散各地经营。如今宗主更迭，大婚双喜临门，自然都要前来朝贺，祭祀礼数也是表明立场。他看了一会，不久后视线不自觉地飘向后山撕过崖的方向，岳之衡就在那里，不知那老贼此刻情况如何。对了，陆师兄，沈清秋想起此来目的，语气忽然变得有些微妙。有几位特别的客人，您得去见见。特别？沈清秋眨了眨眼。尹木山苏家，云长圣女的父母，昨夜子时便到了。尹木山苏家，师娘的父母。陆凡心头一震，他从未听师娘提起过家人，原以为他出身寻常，或是宗门自幼培养的孤儿，没想到他居然家世如此显赫。尹木山苏家祖上曾是9州天下第一旺气世家，此届修士不知道尹木山苏家的，可以说少之又少。旺气术观天地气运，查王朝兴衰，断个人命格。据说鼎盛时期，苏家一句断语，可定皇朝更迭，可决宗门兴亡。更惊人的是，陆凡曾在宗门典籍中读到，苏家在数百年前曾举族搬迁到过天庭上界，
端的是此界最顶层的势力，就是那个得罪了上界某不可说神族，被打回下界的苏家。陆凡声音干涩，不敢相信。没错，就是那个苏家。沈清秋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虽说苏家被打落凡尘后地位一落千丈，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说你娶了云长圣女，是不是捡到宝了？确实，陆凡摸着鼻子苦笑道：苏家即便落魄，也远非我可比。这桩婚事是我高攀了。合欢宗虽然辖地数千里，在数百万凡人眼中高高在上，但在修仙界名声确实不怎么样，被正道斥为邪魔外道。沈清秋被他这番坦诚逗笑了。陆师兄不必自荐，你想想，这样的家族为何要搬到我们合欢宗地盘？又为何让嫡长女加入我们合欢宗？是啊，以苏家曾经的辉煌，即便落魄，也还有许多选择。不说九州之外的各个天下，即使是大黎皇朝，正道宗门也众多，哪一个不比合欢宗名声好听？陆凡还在思索，沈清秋忽地笑了，那笑容里有一丝狡黠。苏家是做什么的？望气世家，他们最擅长看的就是气运。他凑近些，吐气如兰，说不定啊，陆师兄你身上正有他们看中的气运呢。陆凡心头又是一震，气运。他想起了秦望叔在凝香殿中那意味深长的话语，想起了自己识海中心开的情窍，想起了这10年隐忍后突如其来的转折。走吧。沈清秋转身引路，苏家主和夫人正在迎客轩等你呢。对了，他回头眨眨眼，苏夫人年轻时可是名动九州的角色，据说当年求亲的人能从隐木山排到东海去。迎客轩位于合欢宗东侧，临崖而建，云海在轩外翻涌，霞光透过雕花木窗洒入，将整个轩室映照得如梦似幻。陆凡踏入轩内时，第一眼便看见了那对夫妇。男子约莫40许人，面容清癯，双目深邃如古井，穿着一袭洗得发白的青衫，朴素的不像世家家主。但他只是静坐在那里，便有一种渊庭月至的气度，仿佛与周围天地融为一体。而一旁的妇人，陆凡呼吸滞了一瞬，他终于明白为何沈清秋要特意提起。苏夫人看起来不过30出头，一袭月白长裙，发髻简单挽起，斜插一支碧玉簪。她眉眼如画，肌肤胜雪，倾国倾城的容颜与苏云长有7分相似。那是一种经过时光打磨的美，不张扬，却让人移不开眼。难怪能生出苏云长那样的女儿。陆凡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随即收敛心神，上前一步，躬身行礼。晚辈陆凡见过苏伯父、苏伯母。陆宗主不必多礼。苏父苏观澜声音温和，却带着一种莫名的穿透力，仿佛能直抵人心。他起身虚服，目光在陆凡身上停留片刻，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精芒。陆宗主可否走近些？陆凡依言上前。苏观澜伸出一指，指尖并无灵力波动，却在空中虚化一圈。刹那间，陆凡只觉得周身气机被引动，体内元阳之气不受控制的微微一荡，连带着识海中的情窍都轻轻震颤。果然，苏观澜眼中金芒大盛，凝视着陆凡头顶虚空，但金色氤氲正在缓缓升腾，隐隐有龙鳞之纹，龙气隐现，虽尚未成形，却已扎根命格。他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意，转头向身旁的夫人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陆凡心头巨震，龙气。他忽然想起沈清秋的戏言，难道苏家真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气运？别吓着孩子。苏夫人嗔怪地看了丈夫一眼，起身走向陆凡。她步履轻盈，裙裾微漾，那股如兰似麝的幽香飘来，竟与苏云长身上的味道相似，却带着成熟女子特有的馥郁。她走到陆凡面前，仔细端详，那目光温柔中带着审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得陆凡都有些局促。忽然，苏夫人笑了，那笑容如春花绽开，整个迎客轩都亮了几分。好孩子。他拉起陆凡的手，掌心温软，元阳之体纯粹无瑕，根基扎实。更难得的是，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柔光。你对云长的情谊做不得假。他说着，眼圈竟微微泛红。这些年苦了你了，也苦了云长那孩子。陆凡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离家10载，卧底合欢，再无人用这般慈和关切的语气同他说话。那些隐忍的岁月，那些深夜的挣扎，此刻仿佛都在这句话中得到了慰藉。伯母言重了，他低声道：能得云长垂青，是陆凡毕生之幸。还叫伯母？苏夫人试了试眼角，笑道：该改口了。陆凡一怔，随即郑重躬身：岳母大人。哎，苏夫人应得清脆，眼中满是欢喜。她忽然想起什么，从袖中取出一个巴掌大的锦囊，塞进陆凡手里。锦囊入手温热，已经现绣着精细的龙凤纹，触感细腻柔滑。明日大婚，这个你收好。苏夫人压低声，凑到陆凡耳边，温热的呼吸拂过耳廓，带着成熟女子特有的馥郁香气。陆凡耳根一热，却听她继续道：里面有2粒丹药，红的那粒给云长，金的你服下，记住，行宫至阴阳交融时再服，自有妙用。他说着，脸颊竟也微红，眼中却闪过深意。这丹药叫天命龙皇丹，能激发你们体内潜藏的龙凤本源真血，具体功效你明日便知。陆凡握紧锦囊，心中惊涛骇浪。天命龙皇丹，宗门典籍记载，此丹来自上界，丹药本身就内含有一丝龙凤真血。苏家果真搬迁到过上界，此丹药能激发我们体内龙凤真血。好了，
苏观澜轻咳一声：“夫人，让陆宗主先去忙吧，明日大典，他还有许多事要准备。”苏夫人这才松开手，却又忍不住替陆凡理了理衣襟，柔声道：“孩子，去吧，云长在后山莲池边等你。”陆凡行礼告退，走出迎客轩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苏观澜正负手站在窗前，望向云海深处，那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萧索，却又透着一股尘埃落定后的苍茫宁静。苏夫人则低头抚摸着腕间那只古朴玉镯，唇角含笑，眼中神色温柔而笃定，仿佛一件悬了多年的大事终于在此刻落定。这对夫妇果真不简单。后山莲池，碧水连天，时值初夏，满池莲花初绽，粉白相间，在晨风中摇曳生姿。池畔水榭中，一道素雅身影凭栏而立，正是苏云长。她今日一身素雅流云长裙，腰间系着青色丝绦，衬得腰肢不盈一握，晨光洒在她身上，为她镀上一层柔和光晕，恍如画中仙子。陆凡走近时，他正望着池中游鱼出神。师娘，他轻声唤道。苏云长浑身一颤，缓缓转身，见到陆凡，他眼中闪过惊喜、羞涩、慌乱，种种情绪交织，最终化为一片柔和。你来了，声音轻柔，如春风拂过莲叶。陆凡走到他身边，与他并肩而立，两人一时无言，只有清风拂过莲池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的鸟鸣。你父母？陆凡斟酌着开口。我见过了。苏云长低应一声，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袖。他们可曾为难你？没有。陆凡摇头。岳母大人很和善，岳父话不多，但也对我很好。他顿了顿，转头看他，你们家是不是早就算到了今日？我是你的真命天子。苏云长接过话头，却摇了摇头，没有。他望向莲池深处，声音飘渺。我父母确实早算出，我和家族的气运都落在合欢宗，但契机什么时候到，却始终难以预料。他侧过脸，目光盈盈落在他面上。我等了这些年，直到昨日之前，我都不敢确定是你。陆凡心中一动，那你为什么？他望着他清丽的侧脸，一字一句问。这10年来，始终暗中护着我。苏云长睫毛轻颤，我哪有？你有。陆凡打断他，声音低沉而坚定。你可还记得我被岳之恒关入地牢那些年？他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岳之恒暗中加强了玄阴法阵，寻常住激进修士待上3日便要经脉冰结，我却能撑过数年。你以为真是我天赋异禀？苏云长呼吸一滞，陆凡继续道，声音里藏着10年积压的情感。我被押入地牢的第2夜，牢房地面的石缝里便多了一小解暖阳浴，那浴水不过指节大小，却能让我挺过那段最难熬的开头。他望向他，目光灼灼如星。更不用说之后每个7日，总有人送驱除寒毒的汤药到牢房。那人我一直想不明白是谁。苏云长嘴唇微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还有岳之恒让3师弟放的那些阴影虫。陆凡向前一步，靠近他。阴影虫专是修士灵力，我出入牢时一夜要灭杀上百只，可半月后那些虫子便少了起来。是不是你只派3师弟去了大黎皇朝？苏云长闭上眼睛，长睫轻颤。陆凡却还未说完。我17岁那年下山执行任务，遭人暗算，身中伏骨剧毒，回宗后师父借口闭关不见，是你连夜赶来，用本命真元替我压制毒性，撑到宗门药师抵达。他每说一句便向前一步。5年前师父让我去探索古修遗迹，那根本是个死局，是你暗中让人将一枚破镜符放在我行囊。你知不知道那符果然救了我一命。3年前我在剑法上陷入瓶颈，是你无意间遗落一本剑道札记，上面恰好有我需要的感悟。陆凡已走到他面前，目光如炬。还有无数次我被师父罚到撕过牙洞口的石盒，枕边悄然出现的伤药，修为滞涩时恰到好处的点拨。他深吸一口气，声音陡然转柔，却更重地撞在他心上。师娘，这些事你以为我不知？苏云长闭上眼睛，长睫湿漉，沾了细碎晶莹。半晌他才睁开眼，眼中水光潋滟，不知是水汽还是泪意。我看你被岳之恒欺负的可怜。他声音微颤，而且他深吸一口气，像是鼓起毕生勇气，一咬牙，我确实喜欢你。从你入门那日奉茶时抬头看我那一眼，我便知道你眼里有光，不该被埋没在这泥潭里。陆凡心中剧颤，10年隐忍，10年仰望，10年求而不得的执念，在这一刻轰然决堤。他忽然伸手一把将他拉入怀中。苏云长轻呼一声，下意识挣扎，却被他紧紧抱住。陆凡那力道大的惊人，仿佛要将他揉进骨血里。他能感觉到他胸腔中心脏狂跳的震动，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男性气息与淡淡的檀香。渐渐的，他停止了挣扎，任由他抱着，甚至悄悄将脸埋进他肩头。陆凡感受着怀中温软的身躯，鼻尖萦绕着魂牵梦萦10年的幽兰暗香，只觉得此生从未如此幸福圆满。他低下头，抵着他的额头，呼吸交缠。这10年，他声音沙哑，我每一天都在想，若是能这样抱着你，便是即可死了也值。傻子，他轻声说，眼中终于漾开笑意。那笑意如冰雪消融后的第一缕春光，美得惊心动魄。他抬起手，轻轻抚上他的脸颊，指尖微凉。明日之后，陆凡望着他，一字一句如立誓言。
你我便不再是师徒。苏云长点头，耳根泛红，如晚霞浸染。陆凡低下头，贴近他耳畔，温热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今夜，让我再叫你最后一次。他停顿，感受到怀中娇躯的轻颤，然后用气声将那2个字送入他耳中：师娘。苏云长浑身一僵，随即软倒在他怀中。他脸颊红透，连脖梗都泛起诱人的粉色，那抹羞涩比满池莲花更要动人。你，他声音细如文瑞，却带着一丝娇嗔，不许再叫了。陆凡低笑，笑声震动着胸腔，也震动着他的心。好，不叫了。他凑得更近，几乎吻上他耳垂。那明日之后，我就叫你夫人。陆凡。苏云长羞得抬手捂他的嘴，眼中水光盈盈，嗔怒的模样竟有几分少女娇憨。你再这样，我走了。说是要走，他却仍在他怀中，手也未松开。陆凡握住他的手腕，轻轻移开，目光落在他藕白手臂上那一点因红如血的手工纱。他低下头，轻轻在那点朱砂上落下一吻。苏云长却浑身一颤，仿佛有电流从手臂窜遍全身。他咬住下唇，眼中水汽更浓，却倔强的没有躲开。陆凡紧紧抱住他，感受着他全身的轻颤，嗅着他发间的幽香，又轻轻亲他修长的脖子。再等等。他难以自持，声音轻如梦呓，带着颤抖的期待。明天晚上，我便是你的，完完整整都是你的。3日时光转眼即过，合欢宗上下张灯结彩，喜气迎门，数百峰头阶挂红绸，从山门至主殿，一路铺就锦绣地毯，两旁菱花竞放，异香缭绕。山下喜庆的唢呐声一阵阵传来，欢快的曲调在山谷间回荡。唯独思过崖上，岳之恒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每一声唢呐传来，都像针扎在他心头。苏云长本是他的道侣，如今却要眼睁睁看着他嫁给自己的徒弟，这让他无地自容，彻底沦为整个九州修仙界的笑柄。更让他抓狂的是苏云长的原因，那本该助他突破金丹期的天大机缘，眼看就要被自己最厌恶的徒弟夺走。已经连续3天了，你还没有太上长老的消息吗？岳之恒一脚踢翻洞口宋戴尔送来的汤药，对着他咆哮。宋戴尔是陆凡的师妹，也是岳之恒的弟子，她极美。如果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家世显赫的苏云长，岳之恒宁肯丢了师徒的脸面，也要与他结为道侣。岳之恒受伤落魄之后，还能听他使唤的人已经不多。宋戴尔因着他平时对自己总比别人好些，是为数不多的还肯为他奔走的人。他今天穿的是合欢宗内门弟子的淡粉纱裙，腰身束得极紧，勾勒出诱人的臀部。作为宗主都暗中贪恋的对象，宋戴尔的容貌在陆凡这一代年轻弟子中确实算是最拔尖的。太上长老云游四海多年，现在还在不在九州天下都不知道，哪里是2、3天能联系上的？宋戴尔撇了撇嘴，语气里透着些许不耐烦。合欢宗太上长老忘情老祖正是岳之恒的师傅，也是当初撮合岳之恒和苏云长婚事的前代宗主。岳之恒找他，无非是想请他为自己主持公道，推翻大长老的决定。可忘情老祖云游天下已有10余载，行踪飘忽，岂是说找就能找到的？那思过崖洞口的禁制呢？你有没有想办法？岳之恒继续咆哮，眼中布满血丝。他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一手教出来的女弟子，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宋戴尔却越发不耐，双手抱胸，这个动作让他本就饱满的胸脯更显挺翘。崖洞口的禁制只有大长老和宗主的令牌才能打开，弟子去找他们俩，不是找死吗？他觉得自己现在还能不离不弃，帮师傅做事已经是仁至义尽。如果他再这般骂骂咧咧，他就打算掉头而去了。岳之恒看出了他的心思，突然语气一转，变得温柔。对不住，为师知道你辛苦了，如果你能找到令牌，让为师出来。他伸手入怀，取出一枚小巧的青铜铃铛，铃身刻满繁复的符文，隐隐有灵光流转。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想要这个炼心铃吗？宋戴尔眼睛一亮，死死盯着那枚铃铛，拼命点头。炼心铃是岳之恒早年所得的一件异宝，对修炼合欢宗功法、提升修为有大用。宋戴尔觊觎此物已久，多次讨要，岳之恒都未松口。岳之恒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渴望，心中冷笑，这丫头终究还是太年轻，太好拿捏。他面上却露出慈和笑容，你能拿到令牌救我，这个铃从此之后就归你。宋戴尔点头如捣蒜，转身就要离去。岳之恒看着他雀跃的背影，心中稍安，却见宋戴尔才迈出不到3步，忽然又转了回来。师傅，大长老那就别想了，至于大师兄，他年纪轻轻，却谨慎的像个老狐狸。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这是要拿命去拼的差事。岳之恒打量着他妩媚的身段，翘起而诱人的臀部，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他压低声音暗示道，陆凡那小子如今春风得意，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他当的宗主之位，又娶了你师娘，心中定然志得意满。男人在这种时候防备最是松懈。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再明白不过，让宋戴尔用他的姿色和身体去接近陆凡，伺机盗取令牌。他说出这话时，心中其实像被毒蛇噬咬过。宋戴尔虽然比不上苏云长倾国倾城，但也有别一番妩媚的滋味。以后若有机会，他还是极想将他收于胯下的，现在却要亲手把他送到仇人的床上。岳之恒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陆凡，
都是因为陆凡夺妻之恨，夺位之仇，现在还要夺最后一个忠心于他的女人。岳之衡眼中涌起滔天怨毒，但面上却努力维持着平静。宋大儿不置可否，只是倚在山壁上叼起一根野草，目光望向远处云海，不知在想什么。他侧脸的线条优美，鼻梁挺翘，长睫毛在眼睑头下淡淡阴影，阳光从洞口斜射进来，照在他脸上，肌肤细腻得看不见毛孔。岳之衡看着他这副模样，心头一紧。他忽然想起，就是这张娇媚的脸，这副年轻饱满的身躯，这些年来曾给过他多少的幻想。现在这具身体却可能要属于陆凡了。不是可能，是他亲手推过去的。岳之衡几乎要改口，但想到陆凡得到苏云长原因后修为暴涨，自己就真的永无翻身之日，他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他明白宋大儿这是在等，他知道自己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妥协。两人僵持片刻，终于岳之衡咬牙将炼心灵从洞内静置的缝隙中丢了出来。你先拿去。铜铃滚到宋大儿脚边，宋大儿眼睛一亮，连忙弯腰捡起铃铛。他弯腰时，纱裙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片雪白细腻的肌肤和诱人的沟壑。他本来只属于他岳之衡的。岳之衡看得喉咙发干，心中那股不舍和嫉妒几乎要冲垮理智。宋大儿却浑然不觉，喜滋滋地将铃铛拿在手里看了又看。他指尖轻轻摩挲着铃身上的符文，恨不得立刻输入灵力，彻底将它炼化为己有。你可一定要尽心尽力啊！岳之衡看着他那副痴迷的模样，心里突然有点慌。这丫头虽然貌美，但性子跳脱，做事有时候不太靠谱。可他现在除了他，还能指望谁呢？但想到宋大儿这些年来虽然性子跳脱，却还算讲信誉，心里又稍微安定了些。果然，宋大儿虽没口头答应，但还是略点了点头，这才转身哼着小调下山去了。宋大儿一路下山，在山腰处碰见了苏云长的侍女雪颜。雪颜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正往思过崖方向去。两人擦肩而过时，宋大儿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笑道：“哎呦，这是师娘想在大婚之前毒死我师父吗？我劝你们少动这样的心思，我师父连我送的汤药都不吃。”雪颜脸色一黑，像是被说中了心事，手中木盒微微一颤。宋大儿也不阻止，只是轻蔑一笑，扬长而去。他走路的姿态极为好看，腰肢轻摆，臀线在纱裙下勾勒出诱人的弧度。山风吹过，纱裙紧贴身体，更显身段玲珑。雪颜站在原地，脸色变幻不定。他看着手中的木盒，又望了望思过崖的方向，最终还是一咬牙，继续往上走去。到了思过崖洞口，果然如宋大儿所说，岳之衡看都不看那木盒一眼，只是冷冷道：“拿走。”雪颜也不多言，默默将木盒放在洞口，转身离去。走到半路，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木盒，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神色，终究还是以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留下木盒往山下回去了。这时候，索索声再次传来，山下陆凡和苏云长的婚礼大概快要开始了。宋大儿赶到山下时已是43刻，陆凡与苏云长的婚礼庆典已然开始。合欢宗主殿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各封弟子、附属世家、往来宾客黑压压站了一片，空中还悬浮着数十艘灵舟，人影绰绰，皆是前来观礼的各方势力。宋大儿挤到了靠前的位置，他特意换了深水绿色长裙，裙摆绣着精致的蝶恋花纹，腰系银丝绦，更衬得腰肢纤细，胸脯饱满，发髻梳成流行的飞仙髻，插一只碧玉步摇，行走间步摇轻晃，样开几分娇媚。不少年轻弟子目光都在他身上流连，喉结悄悄滚动。宋大儿却浑然不觉，只是紧紧盯着场中的陆凡，眼中神色复杂。师傅的话在耳边回响，陆凡那小子如今春风得意，男人在这种时候防备最是松懈。可看着场中身姿挺拔，元阳之气隐隐有龙吟相伴的陆凡，宋大儿心里突然没底，打肯定是打不过，只能以身色诱，但这般场合该如何寻到机会？庆典正行之要紧处，广场中央一株高于100丈，枝叶如华盖的千年古树静静矗立，此树名为奇运灵树，乃是各宗门气运的象征，通常是开宗立派时祖师手植。合欢宗这棵灵树已有数千年，汇聚了合欢宗及辖下数百万凡人的香火气运。树身须数10人合抱，枝干球节如龙，叶片呈心形，四季常青。那碧绿的叶子实为香火气运所化，叶落谁身，便是灵树赐福。陆凡站在灵树下，仰头看着这株千年古木，心中百味杂陈。10年了，他清楚记得初入宗门时还是个16岁的青涩少年。那日拜师典礼后，岳之衡领着他来到这棵灵树下，要他焚香叩拜，祈求宗门气运庇佑。陆凡虔诚跪拜，心中默念着天剑宗的训诫，也念着对未来的期许。可那日灵树纹丝不动，一片叶子都未曾落下。岳之衡当时脸色就不太好看，冷哼道：“灵树有灵，不赐福于你，说明你与宗门缘分浅薄，日后需更加勤勉，方有可能得到认可。”那时的陆凡还当真了。此后10年，每逢宗门大典、祭祀之日，他都会特意前来，在灵树下恭敬行礼。他见过太多同门得到赐福。二师弟第一次突破炼气后期时，灵树落下一片半黄叶子，岳之衡当场赏了他一瓶聚气丹。三师妹在宗门大比中夺得头名，灵树连落3片碧叶，他
他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内门执事。就连去年刚入门、身具通明剑体的小师弟，也在入门仪式上的了2片赐符，一时轰动全宗。唯独陆凡这个宗门大师兄，从未得过1片，一次都没有。弟子们私下纷纷议论，还宗门大师兄呢？连灵术都不认可的大师兄，算什么大师兄？岳之衡更是借此打压，连宗门气运都不眷顾你，说明你命格与合欢宗相冲。若非看在元阳之体的份上，早该将你逐出师门。那些年，陆凡每次经过这棵树下，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那郁郁葱葱的华盖，那随风轻响的枝叶，在他眼中不是祥瑞，而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他在这宗门里格格不入的尴尬处境。他甚至怀疑过，是不是自己卧底的身份被灵术感知到了。可转念一想，岳之衡不也是卧底？他为何能稳坐宗主之位多年？后来陆凡才渐渐明白，灵术赐福看的不是忠诚，而是修士身上的气运，或者说是这人将来能为宗门带来好运的可能。岳之衡当年接任宗主时，灵术曾落下6片毕业加身，那已是近几10年来最盛大的一次赐福，所以哪怕他修为不是最高，资历不是最老，也能服众。师娘就是那时候被忘情老祖许配给岳之衡的。而陆凡一个五杂凡灵根，还被身怀大气运的宗主师父打压，在灵术看来，恐怕此生也就这样了，不值得浪费半点气运，真是势利眼啊！陆凡心中冷笑，他如今已不是当年那个会为此难过的少年。10年磨砺，他早就看透了这修真界的现实，弱肉强食，就连一棵树都知道看人下菜碟。此时灵树下已摆好香案祭品，陆凡一身玄黑鎏金宗主袍服，头戴玉冠，腰悬印信，立于左侧。他身姿挺拔，面容俊朗，虽只是筑基初期修为，但元阳之气充盈周身，隐隐有龙吟之声相伴，令人不敢小觑。右侧苏云长一袭红色凤纹嫁衣，金绣自裙摆蔓延至腰际，广袖流云，叶地3尺，头戴9凤衔珠冠，额前垂落的金丝流苏青眼眉眼，却遮不住那双秋水明眸中流转的清辉。大长老秦望书高坐观礼台主位，一袭红衣如烈焰燃烧。他目光扫过场中2人，想到2人今天晚上的洞房花烛夜，唇角勾起一抹难以压住的笑意。苏云长的父母苏清远夫妇坐在客席首位，神色平静，但眼中藏着欣慰。吉时已到，司仪高声唱诺，一拜天地。陆凡与苏云长转身，面向东方，躬身而拜。就在2人弯腰的瞬间，奇韵灵树忽然无风自动，枝叶沙沙作响，1片、2片、3片、4片，碧绿如玉的叶片从树冠飘落，不偏不倚，恰好落在陆凡肩头、胸前、后背。灵树赐福了！场中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呼。然而灵树的异动并未停止，第5片、第6片、第7片、第8片、第9片，整整9片碧叶，叶脉中流转着淡金色的细丝，如同活物般在叶片中游走，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灵气波动。9片带金丝脉络的碧叶在陆凡周身盘旋1周后，齐齐没入他体内。9片金丝碧叶，灵树赐下9片金丝碧叶，全场沸腾了。奇韵灵树赐福，不但是吉兆中的吉兆，实际上树叶里蕴藏的香火气运，能改善洗刷修士的灵根，增加对天地灵气的亲和程度。它虽然不是什么珍贵灵药，却对修士日后的修为成长大有裨益，因为这几乎是此界唯一能改善修士灵根品质的手段，可谓珍贵之极。寻常弟子得1片普通碧叶已算幸运，内门精英的2片便是宗门重点培养对象。当年岳之衡继任宗主，得了6片碧叶，已是近几10年最高纪录，而今日陆凡得了9片，而且是叶脉带金丝，品质明显最高的碧叶。更惊人的是，今日灵树本因几日前宗门大阵被攻破，气运受损而叶片泛黄，此刻却因陆凡这一拜，整棵树的叶片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碧绿光泽，枯黄褪去，新绿涌出，那绿色浓郁的像是要滴出水来，在阳光下泛着翡翠般的光泽。宗门气运已经恢复。有年长的长老失声惊呼。苏清远夫妇对视一眼，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震撼。他们算到陆凡会的赐福，却未料到竟是9片金丝碧叶，更未料到陆凡与苏云长结合之后，气运交融竟能引动天道垂青，让灵树由枯转荣。秦望书已经站了起来，凤目中金光闪烁，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陆凡身上的气运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深厚。或许合欢宗的未来真的系于此人一身。陆凡此刻却浑身巨震，他感受到9股温热纯净的香火愿力涌入体内，直奔丹田灵根所在。内视之下，那团代表五杂凡灵根的浑浊气团正被金色愿力疯狂冲刷、洗涤，杂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剥离，气团逐渐变得清澈透明。5种灵根属性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不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如同五行轮转，相生相继。凡品灵根正在向地品蜕变。不仅如此，灵根核心处多了一道淡金色的印记，那是气运加持的烙印。从此以后，它吸收灵气的速度将提升数倍，对天地灵气的亲和度也会大幅增强。虽然修为境界没有立刻提升，但根基的改善意味着未来的修行之路会行得更远。五杂凡灵根是修仙界最差的灵根之一，对灵气感应迟钝，
修行速度缓慢如龟爬。而现在，经过9片金丝碧叶的洗刷，陆凡的灵根品质直接跃升到了地品。虽然还是无属性杂灵根，这无法改变，但品质已不可同日而语。当最后一片叶子的愿力完全吸收，陆凡重新睁开眼时，眸中似有金色星点一闪而逝。他抬起头，看向奇韵灵树，那株千年古木此刻光华内敛，恢复了平静，但整棵树都笼罩着淡淡的金色光晕，显得神圣而庄严。树冠上所有叶片都碧绿如翡翠，叶脉中流转着金色细丝，那是气运鼎盛的标志，意味着合欢宗或许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场中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前所未见的景象震撼得说不出话来。9片金丝碧叶赐福，这是合欢宗立派祖师之后再未出现过的殊荣。良久，不知是谁先反应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高呼天佑合欢宗主万岁。紧接着第2个、第3个，黑压压的人群如潮水般跪倒，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云霄，天佑合欢宗主万岁，天佑合欢宗主万岁。观礼台上，秦望舒缓缓坐回主位，唇角笑意更深，他果然没有看错人。苏清远夫妇相视而笑，笑容中既有欣慰，也有如释重负。他们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苏家气运的转折点。人群中，宋大儿呆呆地看着被9片金丝碧叶加身的陆凡，手中的炼心灵不知何时滑落在地，发出叮铃一声轻响。他蓦地惊醒，趁着无人注意到，连忙把铃铛捡起。天运之子呀，我还引诱大师兄吗？宋大儿心下发慌，但想到答应过岳之恒的话，摸了摸衣袖里面的合欢散，一咬唇，起身悄然往存放酒水的厨房方向走去。而此刻的陆凡心中却是一片奇异的平静，他感受着体内灵根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着周围山呼海啸的朝拜，目光却穿越人群，落在了那株奇韵灵树上。10年了，这棵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灵树，今日终于将全部赌注压在了他的身上。不是因为他忠诚，不是因为他天赋，而是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他身上的事。陆凡，灵树终于承认你了。苏云长看着陆凡，眼眶微红，泪水在眸中打转，却绽放出比任何时候都要明媚的笑容。他知道，从今往后，再不会有人敢说他的夫君不被灵树认可，再不会有人嘲讽他是没有气运的大师兄。陆凡握住了他柔软的手，微微点头。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么多，此刻多年委屈得到承认，他也会跟着眼眶泛红。但已经淬火成年的他，心轻易不会柔软，情绪也轻易不会外露。2拜高堂，司仪终于回过神，声音都有些发颤。这一次，陆凡与苏云长行礼时，灵树没有再出现异象，但所有人都知道，刚才那一幕已经足够载入宗门史册。秦望叔坦然受了这一礼，眼中带着深意看向陆凡，苏夫人则已泪流满面，不住地用绢帕拭泪，连连点头。夫妻对拜，陆凡与苏云长面对面站定，隔着珠帘，陆凡能看见他眼中盈盈水光，能看见他微微颤抖的睫毛，能看见他因激动而轻咬的下唇。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弯下腰，苏云长亦同时躬身，两人额头几乎相触。陆凡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混合了胭脂与体香的馥郁气息。这一刻，10年隐忍，10年仰望，10年求而不得的执念，终于尘埃落定。李成，司仪拖长了声音，那声音里也带着激动。送入洞房，场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与祝贺之声，花瓣从空中洒落，唢呐锣鼓齐鸣，整个合欢宗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喜庆之中。陆凡牵起苏云长的手，在众人的簇拥下，向着宗主寝宫走去。他掌心温热，将他微凉的手紧紧握住。苏云长低着头，耳根红透，任由他牵着，亦步亦趋。走过奇韵灵树下时，陆凡脚步微微一顿，他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这株千年古木，树冠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沙沙作响，叶脉中的金丝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微光，仿佛在对他低语祝福。陆凡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势利眼，也许是，但没关系。从今往后，他会让这棵势利眼的灵树知道，他今日的赌注下得有多么正确。宗主寝宫，红烛高照，大红的喜字贴满门窗，锦被绣入铺满婚床，空气中弥漫着合欢宗特有的暖香，那是龙涎香与朱砂、叶荷花调配的合欢香，能让人心神放松，却又隐隐勾起心底最深处的渴望。陆凡将苏云长送入寝宫，按照礼仪，他还要出去敬酒待客。烛光摇曳，映着他凤冠霞帔的绝美身姿，虽然盖头未掀，但那窈窕的曲线，微微交叠放在膝上的纤手，都让陆凡喉结微动。等我回来，陆凡在他耳边轻声说，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苏云长点了点头，头盖下脸颊早已羞红如朝霞。陆凡深深看了他一眼，这才转身出了房门，门在身后合上，隔绝了满室旖旎。陆凡脸上的温柔瞬间收敛，眼神变得锐利如鹰。来人！他低声唤道。廊下阴影中，一名穿着弟子服饰的年轻男子应声而出，单膝跪地。宗主，此人名叫林月，是陆凡之前结识的外门巡山弟子，修为不过炼气9层，但心思缜密，忠心可见。陆凡拿到宗主印玺后，第一件事就是将他调进内门守职司过衙，专门监视岳之恒。岳之恒现在是他的死敌，他可没心大到放任不管。更何况今晚是极关键的一夜，岳之恒那边如何了？陆凡声音平静，
听不出情绪。林月不敢怠慢，如实禀报：回宗主，岳之衡自被押入思过崖后，终日咆哮怒骂，情绪极不稳定。3日前，他曾试图冲击洞口禁制，但被大长老设下的阵法反噬，伤势加重。昨日，宋大儿师姐曾前往探望，两人密谈约半个时辰。宋师姐离开时神色有异，属下不敢靠近，不知具体内容。今日大婚，山下乐声传来时，岳之衡在崖洞内砸碎了所有能砸的东西，嘶吼声传遍半山。属下按宗主吩咐，未加理会。陆凡听着，唇角勾起一抹冰冷弧度。看到仇人痛苦，他自然很满意，但他要的远不止这些。继续盯着。陆凡淡淡道：有任何异动，第一时间禀报。记住，我要知道他说的每一个字，见的每一个人。属下明白。林月肃然应道，身影重新没入阴影。陆凡站在原地，望着思过崖方向。今夜月色明亮，能隐约看见那座孤峰漆黑的轮廓，像一头蹲伏的巨兽。岳之衡就在那里，听着山下属于他陆凡的喜庆乐声，想着本该属于他的女人今夜将在别人身下承欢。这种煎熬，怕比凌迟还要痛苦吧。陆凡缓缓吐出一口气，胸中那股被他欺负了10年的郁气似乎也随之消散了不少。这时宫门外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沈清秋已等在那里，笑盈盈地道：陆宗主，宾客们都等着给您敬酒呢。今日您可是出尽了风头，酒片金丝碧叶啊，啧，怕是今晚全宗上下没人能睡得着了。他今日依旧是一身深青色束腰长裙，只是今夜发间多了一只精致的珠花，在灯笼光下泛着温润光泽。陆凡笑了笑，没有接话。他随着沈清秋走向宴席大殿，心中仍想着方才凌月的禀报。宴席大殿此刻正是觥筹交错，热闹非凡。陆凡端着酒杯，一桌一桌敬过去。附属世家家主往来宾客，无不对他恭敬有加，言语间满是奉承。陆宗主今日得林庶如此眷顾，实是合欢宗之福啊！日后我青阳郡王家，还让宗主多多关照。宗主年轻有为，又得云长圣女这般配，真是羡煞旁人。得空的时候要来我们白河郡坐坐。酒片金丝碧叶，这可是祖师爷之后头遭。陆宗主，我敬您一杯，祝您早日结旦，威震九州。合欢宗的实力，能威震大黎皇朝前代众祖师就含笑黄泉了，还威震九州天下。陆凡心里腹诽，却面带微笑，一一应酬。他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好处。这些往日对他这个大师兄只是表面客气的世家家主，此刻却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表忠心。但他心清如镜，这些人敬的不是他陆凡，而是他今日展现的气宇，是他背后的合欢宗，是大长老秦望舒的威势。若有一日他失势，今日这些谄媚笑脸瞬间就会变成最锋利的刀。进到主桌时，秦望舒正端坐上位，慢条斯理地品着灵茶。他今日为着红衣换了一身玄色经文长袍，长发简单挽起，插一支墨玉簪，妩媚中多了一丝威严。见陆凡过来，他抬起凤目，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陆宗主，酒可喝够了。陆凡不敢托大，躬身：大长老坐。秦望舒指了指身侧的座位。陆凡一言坐下，立刻有侍女奉上醒酒茶。秦望舒挥退左右，这才压低声音，带着几分戏谑：你原杨龙体，今晚可不要让自己受委屈了哦。陆凡想起那日在宁香殿，他说的新婚之夜也无需过分客气，耳根微热，略微点头。陆凡明白，明白就好。秦望舒抿了口茶，简单聊了一会宗内的事务，这才又道：去吧，别让新娘子等太久。今夜是你修龙凤和名诀最关键的一步，莫要辜负了这桩机缘。陆凡本就一直记挂单独在房间内的苏云长，恨不得快点回去。这时起身道了一声是，便告辞离去。厨房外，宋大儿躲在阴影里，看着陆凡将要离开的背影，急得直跺脚。他手中紧紧攥着那包合欢散，指尖都捏得发白。刚才陆凡敬酒时，他几次上前，要么是没有合适的时机，要么就被汹涌的人潮挡了回来。现在他终于要回房，这是最好的时机，再不行动就真的来不及了。宋大儿一咬牙，闪身进了厨房。宴席正酣，厨房里空无一人，灶台上摆着几十壶灵酒，都是为宴席备用的。宋大儿匆匆扫视，目光忽然落在那壶早准备好的龙凤和锦酒上，就是它了。他颤抖打开纸包，正打算将合欢散到这壶酒里。你要敢把这药粉倒进去，你就先把这酒喝光了才出门口。一个清冷中带着威严的女声突然在身后响起。宋大儿浑身巨震，手中的药粉差点洒在地上。他猛地回头，只见厨房门口不知何时已站着一道窈窕身影，月白长裙，发髻斜插碧玉簪，眉眼如画，赫然是苏云长的母亲苏夫人。陆凡一圈酒敬下来，已是月上中天。过了一会，他便推说酒力不支，在沈清秋的搀扶下，拿着那壶和锦酒，向着宗主寝宫走去。宗主寝宫内红烛摇曳，苏云长静静坐在婚床边，听着远处隐约的乐声，手心微微出汗。他知道陆凡就要回来了，今夜他将不再是他的师娘，而彻底成为他的道侣。想到这里，他脸颊发烫，心中既渴望又害怕，心跳如肋骨。门外传来脚步声，沉稳坚定，一步步靠近。苏云长浑身一颤，连忙坐直身子，握紧了衣袖。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陆凡走了进来，反手关上门，将所有的喧嚣都隔绝在外。
烛光摇曳，映着他俊朗的面容，也映着婚床上那抹绝美的红妆。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能闻到空气中飘来的属于他的气息，清冽的男人气息，混合着淡淡的酒香和檀香，还有那股让他身体深处都为之颤栗和渴望的纯正的元阳龙气。终于，陆凡站定在他面前，能清晰地看到他霞配上精致的刺绣纹路，能看到他因紧张而微微起伏的胸口曲线。他伸出手，指尖因激动而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轻轻捏住了那方大红金丝盖头的下缘。苏云长的身躯明显的僵了一下，陆凡动作未停，深吸一口气，缓缓将盖头掀起，珠翠轻摇，环佩叮咚，盖头滑落，露出了那张清丽绝伦，此刻却染上了动人红霞的容颜。今日特意描画过的妆容，眉如远山寒带，眸似秋水横波，朱唇点绛，腮染胭脂。往日那清冷如仙的气质中，融入了属于新嫁娘的娇羞与妩媚，在跳跃的烛光下，美得惊心动魄，令人窒息。她微微垂着眼帘，长而卷翘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颤，不敢与陆凡灼热的目光对视。那白玉般的耳垂早已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陆凡只觉得喉间干渴，一股热流自小腹窜起，瞬间涌遍全身。他放下盖头，声音因有些沙哑：“师娘，你好美。”苏云长脸疼得红了。这句话他不是没听过，当年在影木山苏家，他还是未出阁的少女时，不知有多少青年才俊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可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心跳如鼓，让他浑身发软，让他只想低下头，不敢再看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他真的低下了头，睫毛轻颤，脸颊绯红，那负羞不自胜的模样，比任何刻意的妩媚都要撩人。陆凡喉结滚动了一下，他上前一步，靠得更近。现在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仔仔细细地打量她了，从凤冠的珠翠，到纤细的脖颈，到胸前嫁衣勾勒出的惊人弧度，再到因紧张而略微绷直的脊背，最后回到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这张脸，这双眼，这个人，他想了10年，盼了10年，午夜梦回时不知多少次出现在他脑海中，现在终于真真切切地站在他面前，成为了他的妻子。陆凡压下心头翻涌的激动和身体深处那股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伸出手抚上了他发间那只璀璨的金凤步摇。这凤冠看着都重，他的指尖擦过他的鬓发，带来一阵阵战栗的酥麻。苏云长屏住呼吸，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如肋骨般的心跳，以及烛心噼啪燃烧的轻响。咔嗒一声轻响，凤冠的卡扣被解开，重量倏然消失。紧接着，他修长的手指穿梭于他的发间，一件件耐心地将那些繁复的珠钗卸下，如云青丝没了束缚，瀑布般披泻而下。几缕发丝顽皮地擦过他的手腕，也扫过他裸露的脖颈。他能感觉到他指尖的温度，能闻到他身上雄浑的元阳龙体气息，几乎要将他包裹吞噬。当最后一只发簪被取下，他却没有收回手，他的指尖顺着他脸颊的轮廓，极轻的，仿佛羽毛般滑落，经过饱满的额头，经过微颤的睫毛，经过挺翘的鼻梁，最后停留在他娇艳欲滴的唇瓣上，轻轻摩挲。苏云长呼吸一滞，然后那手指继续向下，划过精巧的下巴，划过润圆的耳垂，最终停在了他嫁衣最上方的那颗盘扣上。那个终于要发生了吗？苏云长竟然紧张了起来，他冰凉的指尖无意间触到他颈间的肌肤，他本能的吸了口气，肌肤瞬间起了一层细小的粟粒。陆凡的动作顿住了，目光从他泛红的耳尖移到他微微颤抖的睫毛，再落到他紧抿的却依旧娇艳欲滴的唇瓣上。他眼底的平静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更沉、更危险的情绪。他低下头，额头顶着他的额头，鼻尖轻蹭着他的鼻尖，呼吸彻底交融。他能闻到他呼吸间的酒气，他能闻到他身上那股魂牵梦萦10年的幽兰暗香。师娘，他唤他，声音阴哑的不成样子，看着我。苏云长心里虽然早就倾心于他，但从未与男子如此亲密接触过的他，此刻心慌意乱到了极点。在他滚烫的呼吸喷在脸上的瞬间，他竟然下意识的想要偏头避开。他的下巴颈被轻轻捏住了，力道不大，却不容拒绝。陆凡强迫他抬起头，与他对视。苏云长睁大眼睛，既好奇又害怕的看着他那双已燃起燎原大火的眼睛。他有预感即将要发生什么，所有的声音都卡在喉咙里。果然，他完全没有给他任何退缩的机会，俯身吻出了他所有未尽的言语。这是一个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却又在触及他柔软唇瓣时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珍重的吻。起初只是唇与唇的相贴，感受着彼此灼人的温度。很快，他不再满足于此，轻轻撬开他的牙关，加深了这个吻。苏云长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只能无力地攀住他的衣襟，如同溺水之人抓住唯一的浮木，在他的引领下沉沦进这陌生而汹涌的情潮之中。意识模糊间，他感觉身子一轻，已被他打横抱起，帐幔不知何时已被放下，将内外隔绝成2个世界。红色的纱帐之内，身影交叠，喘息渐重。他将她轻轻放在颈背之上，俯身再次吻了上去。他的手也没有闲着，顺着他的脖颈下滑，毫不犹豫地打开他嫁衣最上方的那颗盘扣，然后第2颗、第3颗，他的手指微动，探入那松散的金口，紧接着附上他的
他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吟，眼睛瞬间睁开，氤氲着水汽。他知道那是终将发生，干脆紧闭双眼，长长的睫毛上沾染了细微的湿意。还请夫君怜惜些。宗主请功。红纱帐内，苏云长不说那句还请夫君怜惜些还好，这话一出口，更激起陆凡那压抑了10年，本就对他爱得深沉的占有欲。他呼吸陡然粗重，眼中燃烧的火焰几乎要将两人一同焚尽。陆凡的吻不再温柔，而是带着攻城略地的强势，引得家人一阵细微的战栗。一件件嫁衣与寝衣被抛出帐外，散落一地。当最后一件亵衣被褪去，陆凡附身而上，将他紧紧拥入怀中，不留一丝缝隙。他在他耳边落下滚烫的誓言：师娘，从今往后，你只是我一人的。苏云长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被泪水如湿。他没有回答，只是做为了无声的回应。模糊的意识被潮水般席卷，冲散又聚拢。烛火在迷离的视线中摇曳晃动，所有声响都沉入一片寂静深海。那一点朱砂悄然淡去，最终消失无踪。也就在这一刻，异变陡生，陆凡只觉一股精纯至极、冰凉爽冽的阴元之力汹涌澎湃地涌入他的灵海。这股力量与他体内至阳至刚的龙阳本源剧烈的碰撞交融，轰一，仿佛天地初开，混沌炸裂。陆凡只觉得丹田气海剧烈震荡，原本就已达到筑基初期修为壁垒，在这股磅礴力量的冲击下，如同纸糊的堤坝轰然破碎。筑基初期2层，然而力量的增长并未停止。赖凤英之体积蓄了不知多少年的精纯元婴，与他龙阳之体产生了最完美的阴阳和合，化作一股沛然墨玉的洪流，推动着他的修为一路狂飙。筑基初期巅峰，筑基中期，一直冲到筑基中期巅峰，那狂暴的力量才渐渐平息，稳固下来。与此同时，凝香殿内正于静室中打坐的秦望舒，娇躯突然猛地一震，他蓦地睁开凤目，眼底深处有情欲与震撼交织的复杂光芒一闪而逝。他立刻内视己身，只见情窍虚空中那枚和陆凡相连的情种，此刻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只是生出几条细根的情种，此刻已然茁壮成长，密密麻麻的银色根须深深扎入情窍虚空，如同活物般微微蠕动。每一条根须都在汩汩涌出晶莹剔透、散发着情念波动的清露，滴滴汇聚，竟在情窍内形成了一方清澈的水池。这清露积累的速度与总量，远超他过去10年修炼所得。他顺着虚空中那条最粗的主根须，抬头朝宗主殿方向望去。陆凡和苏云长此刻的种种，纵然以他金丹后期新晋修为，脸颊也瞬间飞起惊心动魄的绯红，一直蔓延到耳根与脖颈。好小子，他低声喃喃，声音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威压。但下一刻，他眼眸一眨，突然刷新，恢复清明与深邃。红尘之情，眨眼即逝，哪里有我追求真正的不朽长生好？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底对元阳龙体的颤栗和渴望，双手迅速结印，开始全力调用情窍内那池塘的晶莹清露，运转合欢阴阳秘典，炼心篇。与此同时，思过崖上突然传来一声绝望的哀嚎。噗！正盘坐调息却始终无法静心的岳之恒突然心口剧痛，喷出一口鲜血。苏云长，你已经没啊！他捂住胸口，望向山下灯火辉煌的寝宫方向，眼中涌起滔天的绝望。陆凡逆徒，我必杀你，必杀你！岳之恒披头散发，面目狰狞，如同恶鬼。也就在此时，宗主峰上空异象再生，月明星稀的夜空忽然风起云涌，天地灵气如同受到无形召唤，从四面八方疯狂汇聚而来，在宗主寝宫上方形成一个巨大的缓缓旋转的五彩灵气漩涡，1丈、3丈、10丈，漩涡不断扩大，直径很快超过30丈。漩涡中心电闪雷鸣，低沉的轰鸣声传遍整个合欢宗山门，搅动八方云气。怎么回事？天地灵气暴动，有助机期道友再突破，这动静也太大了吧！看那气旋规模层层叠加，这位道友难道是一口气突破了数个小境界？广场、偏殿、各峰洞府中尚未散去或已被惊动的宾客，内外门弟子纷纷抬头望向宗主峰方向，脸上无不露出震惊之色。五色气旋，金、绿、蓝、红、黄五行俱全，这位晋级的道友居然是五杂灵根！有见识广博的老修士颤声开口，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五杂灵根乃公认的修行废体，修行缓慢，突破艰难，何曾能引动如此惊人的天地异象？嘘，晋升！旁边立刻有人低声喝止，眼神敬畏地看向宗主峰。你忘了今夜是谁的新婚洞房？是谁得了圣女元婴？是陆宗主！我的天，陆宗主竟然是五杂灵根！这天赋岂非比我还差？蠢货！天赋重要还是气运重要？陆宗主身复原阳龙体，又得灵术赐福，如今更得元婴凤体半数修为，这是天命所归啊！师姐教训的是宗主真是好命，娶了圣女，白白得了数10年苦修都未必能有的修为。这一夜，合欢宗注定无人能眠。所有人都被这接连不断的异象震撼，议论纷纷，心思各异。天上的巨大五彩气旋尚未消散，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宗主峰上空，那汹涌的灵气漩涡之中，陡然传出一声清越嘹亮的龙吟与一声高亢悠扬的凤鸣，声震百里，直上九霄。紧接着，
一龙一凤两道巨大的虚影自宗主寝宫冲天而起，于夜空之中交缠盘旋，龙影长约10数丈，通体覆盖着淡金色的虚幻鳞片，龙目如炬，威严神圣。凤影稍小，但羽翼华美，拖着长长的七彩尾翎，周身流淌着月华般的清辉。这一龙一凤虚影活灵活现，彼此首尾相衔，形成一个完美的阴阳循环，洒下点点金红光辉，将大半个合欢宗山门映照得如同白昼。这是道体意象，元阳龙体与元阴凤体结合，引动了本源真邪显化，还引起龙凤和鸣，这是应了大气运啊！长老们激动的胡须颤抖，弟子们看得目眩神迷，那些一度起了异心的附属世家家主们，更是彼此交换着震撼与敬畏的眼神。待客峰悬崖边一座清雅阁，想到这里，他唇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浅笑，那笑容里满是幸福。陆凡心满意足地揽着苏云长，指尖无意识地抚过他光滑的肩头，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圆满而慵懒的余韵中。过了片刻，他才将心神缓缓沉入体内，丹田灵海之上，那滴金灿灿血珠正静静悬浮。早在与苏云长结合，真龙虚影自他体内冲天而起的刹那，他便已模糊感应到了这滴真龙之血的苏醒。只是当时情潮翻涌，心神俱醉，无暇也无力去细细探究。此刻风住雨歇，他才得以真正沉下心，仔细审视。这血珠不过米粒大小，却给人一种重如泰山、浩瀚如海的凝实感。磅礴而威严的龙息从中散发，隐隐有龙吟回荡。更玄妙的是，自苏云长身上得来的那一缕金纯真凤之气，正如轻纱薄雾般亲昵地环绕着金龙血珠流转，龙凤之气交融，衍生出一种生生不息的造化韵味。果然彻底激活了。陆凡心中明悟，真龙之血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精纯的龙气，与他灵海中的灵气混合，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的经脉、血肉、骨骼。原本的元阳龙体强度与潜能显然已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而更让他心头一动的是，在这滴真龙之血与那缕真凤之气交融共鸣的深处，他隐约触及到体内某片玄之又玄的区域，那里似乎隐藏着一个若有若无、蕴含无限生机的窍穴。古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合欢阴阳秘典中的这段话忽然浮现在他脑海中。元阳与元阴这两种极致体质结合，就有机会找到可以血肉再生的玄牝窍。苏夫人赠他龙皇天命丹时所说的元初窍，定然是此物无疑。若能开辟此窍，便等于拥有了近乎不死的恢复能力，血肉可再生，断肢可重生，甚至传说修至大成，滴血便可复生。这是多少修士梦寐以求的大机缘。陆凡压下心头的激动，转头看向怀中的苏云长，他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正闭目内视，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师娘，你的修为。陆凡轻声开口，他发现苏云长的修为已经从筑基后期巅峰跌落到了筑基中期，这显然是因为龙凤和明诀的缘故，他将半数修为通过元阴渡给了他。苏云长缓缓睁开眼，美丽的脸上没有半分失落，反而带着满足的笑意。他侧过脸，在他胸前蹭了蹭，像只撒娇的狸猫。你还叫师娘？那声音里带着出惊人事后的威雅，还有一丝娇嗔。陆凡心头一软，低头在他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娘子，苏云长因得清脆，侧过脸颊，调皮地对上他的唇，轻轻地回应起来。确实，虽然修为跌落，他并不在意。昨夜他给的从未有过的欢愉，在他看来已经足以抵消这一切。更何况这种修为下降并非是伤了根基的那种，相应的修为壁垒他已经破开过，只要资源足够，不用多久就可以重新修炼回来。而且他也得到了他的真龙血气，激发了体内那一丝微薄的上古真凤之血。如今他天灵根、元阴凤体，再加上激活的真凤之血，长生的根基已经打好，日后的修行之路只会一帆风顺。这短暂的修为损失根本不算什么。两人相拥着，谁也没有说话，帐内静谧，只有彼此的心跳和呼吸声交织。窗外天色渐明，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棂，在红霄帐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宗主、夫人，该起身了。是侍女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恭敬。陆凡应了一声，却并没有立刻起身。他低头看着怀中的苏云长，他此刻正睁开那双春水般的眸子望着他，晨光映在他脸上，肌肤细腻得看不见毛孔，唇角还带着微微翘起，却更添了几分诱人。那是一种被彻底滋润后的娇慵，混合着初为人妇的羞涩，美得惊心动魄。陆凡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忽然翻身，再次将他压在身下。呀！苏云长轻呼一声，却并没有推开他，只是脸颊又红了起来。该起身了，他小声说，声音里却没有半分拒绝的意思。不急。陆凡低下头，吻上他的唇，这个吻温柔而缠绵，不像昨夜那般疾风骤雨，却更让人心头发软。苏云长闭上眼，顺从地回应着他。情到浓时，陆凡又忘记了自己答应过他的话，他轻咬着他圆润的耳垂，在他耳边低声唤道：“师娘。”苏云长喉咙滚动，轻声应道。他终于发现，他叫自己师娘的时候，他竟然会更兴奋些。他大概也是一样的吧。苏云长这样想着，开始回应他的热情。唇齿交缠间，他学着他的样子，试探性地伸出舌尖，轻轻触碰他的唇。这个细微的动作，
却让陆凡浑身一震。他睁开眼，对上他水光潋滟的眸子，看到了那里面毫不掩饰的情意与依赖。师娘，他再次低声唤她，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苏云长没有说话，只是用行动回答了他。他微微扬起头，主动加深了这个吻，手指无意识地穿过她浓密的黑发，将她拉得更近。帐内温度再次攀升。门外，侍女等了半晌没听见动静，识趣地退下了。宗主殿内，晨光彻底漫过窗棂时，红霄帐内才真正安静下来。陆凡初时还知道温柔，但情潮翻涌之后，就渐渐失了分寸，真就不客气起来。纵然是元阴凤体，苏云长也难以长久支撑陆凡这元阳龙体的疾风骤雨，他累极了。此刻全在陆凡怀中沉沉睡去，眼角还带着未干的泪痕，唇边却挂着满足的浅笑。陆凡元阳龙体，气血正旺，并无倦意。他轻轻拨开他额前汗湿的发丝，静静看了他许久，才小心翼翼起身，随手扯过一件外袍披上，走到窗边。窗外，合欢宗的山川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昨夜那场震撼全宗的龙凤异象已然消散，但空气中仍残留着比平日浓郁数倍的灵气波动。许多炼气期弟子盘坐在广场屋檐下，抓紧这难得的机缘吐纳修炼，面上皆带着欣喜。陆凡的目光却越过这些景象，投向后山撕过崖的方向。他能隐隐感觉到那里有一股怨毒至极的目光，正如毒蛇般死死盯着宗主峰。月之恒，你已经多活了3天。陆凡眼神渐冷，如今他已得师娘半数元阴修为，直冲筑基6层巅峰，真龙之血苏醒，再不怕恒生之劫。只是月之恒毕竟还是天剑宗的人，陆凡若亲自出手，恐怕会暴露自己的卧底身份，还可能引来天剑宗高层怀疑，这对他极为不利。昨日大典上，也有驻扎在合欢宗附近的天剑宗采药弟子代表宗门前来祝贺。按他的估计，天剑宗高层很快就会派人来找他。现在合欢宗山门大阵被打破后，尚未完全修复，修士进出容易，甚至天剑宗探子恐怕早已潜伏在合欢宗之中。先让你苟命，再多活几天。陆凡思索了片刻，转过身来，见苏云长仍在熟睡，他便轻轻坐在他身旁，盘膝入定，心神沉入体内。丹田灵海之上，那低米粒大小的真龙之血静静悬浮，散发威严龙息，与之纠缠的那缕真凤之气如轻纱环绕，龙凤交融处，隐隐有造化生机流转。更深处，陆凡感应到体内某片玄奥区域，玄牝窍，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陆凡调集龙凤生机之气，在附近探寻，却发现尚无力准确定位其所在，只得暂且按捺下激动，将心神转向识海深处的琴窍。琴窍虚空中央，那枚琴种已然生出3条根须，第一条粗壮如囚笼，泛着淡金色的温润光泽，另一端清晰连接着身旁熟睡的苏云长。他能感应到他睡梦中安稳的心绪，以及那份初为人妇的甜蜜满足。第2条纤细如发丝，泛着浅碧色，另一端指向殿外某处，那是沈清秋。感应十分模糊，只能大概知晓他的方位，却难探知具体情绪。第3条最为奇特，这根须呈暗红色，另一端没入无尽的黑暗虚空，仿佛被一层浓雾隔阻。陆凡尝试以神识探去，却被一股柔和却坚定的力量弹回。这是连接秦望书的情根，他能时刻感应他的情动，从中汲取情路，助他修行，而他却无法反向感知他分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种感觉真是不爽。陆凡眉头微皱，合欢阴阳秘典记载，被种情种的人若修行至更高境界，同样可反向汲取重情者的情念。可惜他当的秘典未久，修为还在食欲境初期。迟早我要压你一头。陆凡眼中闪过锐色，他不喜欢那种被人完全掌控的感觉，即便是秦望书也不行。正思忖间，陆凡注意到情种底部，昨夜自己对师娘动情时，竟积攒了浅浅一汪青露。那青露晶莹剔透，泛着淡淡的粉色光晕，散发微妙的情念波动。这些由他自身情念凝聚而成的青露，他已在合欢阴阳秘典中得知其来源，倒不觉得奇怪。虽然暂时还不能反向从秦望书身上得到好处，但他帮我开了情窍，种下情种，倒是让我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陆凡尝试引动一丝青露，融入神识，刹那间，神识如被清泉洗涤，不但变得格外清明敏锐，对周遭的感知亦增强不少。神魂似乎也壮大了一丝。合欢宗普通弟子修炼地功法，只能增加丹田灵海的灵气，而这本合欢阴阳秘典竟能直接壮大神魂，不愧是宗门最核心地功法。陆凡沉下心神，开始依照合欢阴阳秘典食欲篇的法门修炼。情窍虚空微微震荡，情种根须轻轻摇曳，仿佛在呼吸。不知过了多久，身旁传来细微动静。陆凡睁开眼，见苏云长一行，他正撑起身子，颈背滑落，露出圆润肩头和胸前大片血腻，晨光洒在他身上，肌肤泛着如玉光泽，那些昨夜留下的暧昧红痕，此刻看来竟有种惊心动魄的魅意。醒了。陆凡伸手将他揽回怀中。苏云长轻哼一声，脸颊微红，却顺从地靠在他肩头。还疼吗？陆凡低声问，指尖抚过他腰间两侧那被他双手握出的淡红指痕。苏云长摇摇头，耳根却更红了。他沉默片刻，忽然扬起脸，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这个吻很轻，
却让陆凡心头一软。我去梳洗，他小声说，便要起身。陆凡却拉住他手腕，目光落在他臂弯处，那点手工纱已消失无踪，止于一片银白肌肤。他低头在那处轻轻一吻。苏云长浑身轻颤，咬住下唇，眼中水光潋滟。别，天已大亮了。他声音细如文瑞，却并无真正抗拒之意。陆凡低笑，松开手，去吧。苏云长匆匆下床，赤足踏过冰凉玉砖，走到梳妆台前，铜镜中映出一张春情未褪的绝美容颜，眉梢眼角皆是魅意，与往日清冷模样判若两人。他对着镜子看了片刻，忽然抿唇一笑，那笑容里有羞有喜，还有几分难以言喻的满足。陆凡靠在床头，静静看着他对镜梳妆。他动作轻柔，将长发挽成简单的云髻，插一支白玉簪，又取过胭脂，却只在唇上轻轻一点便罢。最后他换上一身素雅的水蓝色长裙，腰束月白丝绦，又恢复了往日那般清冷出尘的模样，只是那眉眼间的柔媚却再也遮掩不住。你要出去？陆凡问。苏云长点点头，走到床边，俯身在他额上印下一吻。去见我娘亲，有些话要说。他顿了顿，眼中闪过狡黠。你不许跟来。说罢，他转身快步离去，裙摆漾开优美的弧线，那缕幽兰暗香在店内久久不散。陆凡挑眉，见他神神秘秘，心中好奇更盛。他起身更衣，也出了寝宫，打算悄悄跟去。刚踏出店门，陆凡便见廊下一道浅碧身影。沈清秋向他走来，似笑非笑。他今日穿着一身浅碧色束腰襦裙，裙摆绣着精致的蝶恋花纹，发髻松松挽起，插一支碧玉步摇。晨光中，那张俏脸明媚如春，偏那双眼睛里满是戏谑。陆凡脚步一顿，他能清晰感觉到石海琴鞘中那条连接沈清秋的浅碧根须，此刻微微发烫。沈师妹。陆凡微微点头示意，沈清秋却不答话，只是上下打量他。他筑基中期修为，注意到陆凡经昨夜一番际遇，修为竟已赶超了自己，心中五味杂陈。不过他心念只是微转，目光很快就被他颈侧一处苏云长留下的淡红吻痕所吸引。他目光在那停留了片刻，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宗主真是辛苦，昨夜动静可不小呢。他拖长了语调，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调侃。陆凡耳根微热，轻咳一声，大长老可好？哟，陆师兄现在关心完圣女，又开始关心起大长老来了。沈清秋挑眉，眼中笑意更盛。莫非是石髓？他话到嘴边，终究不敢将石髓之味，想再添新人这种对大长老不敬的话说得太过露骨，便适时收住了话头。陆凡被他这般调侃，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沈清秋见状，咯咯轻笑，步摇随之晃动，漾开细碎光点。他走近几步，仰头看他，两人距离极近，陆凡能闻到他身上清甜的栀子花香，能看到他长而密的睫毛，以及那双灵动眸子里倒映出的自己略显窘迫的模样。情窍中那条浅碧根须又烫了几分。我开玩笑的。沈清秋忽然退后半步，敛了笑意，正色道：大长老在宁香殿闭关，说是要炼化昨夜所得，他让我转告你，好生巩固修为，3日后他要查验你的境界。陆凡点头，有劳师妹传话。沈清秋了一声，翩然离去，碧色裙摆消失在廊柱转角。陆凡正要离开，忽抬头，只见一道剑光自远处急射而来，眨眼间已至宗主峰上空。剑光敛去，露出一道窈窕身影，晨光刺破云层，在宗主殿前的青玉广场上投下清冽的光影。一道剑光破空而至，悬停半空。宋黛儿御剑悬于半空，晨风拂过，吹动她身上那袭水绿色纱裙，裙袂飘飞间，隐约可见修长笔直的双腿，以及被腰带束得极紧、不盈一握的纤腰。她今日未梳复杂发髻，只将长发用一根碧玉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颊边，随风轻扬。阳光从她身后洒落，为她周身镀上一层淡金光晕。她微微垂眸，看向殿前的陆凡，那一瞬间，陆凡看清了她的脸。宋黛儿的容貌在合欢宗这一代弟子中却是拔尖的，眉如新月，眼似桃花，鼻梁挺翘，唇瓣丰润，肌肤白得近乎透明。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眉宇间那股浑然天成的魅意，那不是刻意矫饰的风情，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如野蔷薇般带刺的娇艳。尤其此刻她遇见凌空，居高临下看人时，那眼神里3分慵懒，3分审视，还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挑衅，像一只漂亮的却随时会挠人一爪子的猫。陆凡呼吸微滞，倒不是全因她美貌，师娘之美远胜于她，而是因为在见到宋黛儿的刹那，他石海琴鞘中那枚琴种第3条暗红根须旁，竟又生出了一条极其细微的泛着淡绿色的心根。这根须甫一出现，便轻轻摇曳，另一端的气机隐隐指向空中的宋黛儿，只是看了一眼，便情根自发而生。陆凡心头凛然，秦望书这琴种未免太过霸道，竟能放大他心底哪怕最细微的一丝涟漪，还是说自己潜意识的深处对这位娇艳如带刺蔷薇的师妹，却有一份被理智压抑的欲念？陆凡正惊疑间，宋黛儿已按下剑光，轻盈落在他面前3丈处。他收起飞剑，缓步走近，水绿纱裙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摆动，勾勒出诱人的腰臀曲线。那股混合着少女体香与淡淡花香的气息扑面而来，竟让陆凡心头又是一荡。这情种真是麻烦。陆凡暗自皱眉，
强行压下那丝异样。其实此刻的宋大儿心中远不如表面这般从容自若。昨夜苏夫人只用一个眼神就让他浑身僵硬，连藏在袖中的合欢散都未来得及取出。宋大儿本想狡辩，但最终的结果是他被迫在客峰陪了他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时，苏夫人终于放他离开，但要求他承诺不再对陆凡下药。宋大儿答应了。离开客峰后，宋大儿本来可以就此罢手，毕竟岳之恒现在已经失势，但想到自己拿了岳之恒的炼心灵，却什么也没为他做到，总觉得做人少了点意思，更不甘心。尤其是陆凡昨夜定然已得了师娘原因，修为大进，师傅此刻怕是恨得咬碎牙了吧？他几乎能想象崖洞中岳之恒那扭曲的怨毒面孔。罢了，宋大儿银牙暗咬，美眸中闪过一丝决绝。不用药，用我自己总可以吧？他对自己的容貌身段颇有信心。合欢宗门内明里暗里对他示好的师兄弟不知凡几，若能引得陆凡心动，迷乱之时偷取令牌。至于岳之恒暗示的以身色诱，他心底是抗拒的。虽然在合欢宗这根本不算什么，但他总觉得并不光彩。但若只是施展些合欢宗弟子本就擅长的魅惑手段，换取接近的机会，似乎也未尝不可。此刻宋大儿已在陆凡面前站定，扬起那张明媚娇艳的脸，桃花眼中漾开盈盈笑意。大师兄，他顿了顿，忽又凑近半步，压低嗓音，气息几乎拂过陆凡耳廓。哦，不对，现在该叫宗主了。有事？陆凡语气平淡，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宋大儿毕竟是岳之恒派系的人，陆凡不想给他好脸色，而且他以前跟着师傅风风光光，看他时眼神总是高傲几分。就算他真的对他有一丝欲望，理智上他也对他没有好感。宋大儿却不理会他的冷淡，反而又凑近半步，两人距离已近的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陆凡能看清他眼中自己的倒影，能闻到他身上愈发浓郁的甜香，能看见他纱衣领口下若隐若现的雪腻沟壑。识海内淡绿情根猛地一颤，竟又粗壮了一丝。该死！陆凡心中低骂，干脆闭上了眼睛，眼不见为净。见他闭目，宋大儿唇角勾起一抹得逞般的浅笑，心中那点忐忑被压了下去。他故意将气息放得更柔，几乎贴着陆凡的耳畔，用气声呢喃，带着钩子般的媚意：大师兄，你以前是不是也像其他师兄弟一样，偷偷喜欢过我？贱人！陆凡心中冷笑，面上却依旧古井无波，只有袖中手指微微蜷紧，在挑衅。他不介意给他的深刻教训。宋大儿机灵的大眼睛小心翼翼看着他的脸，见他虽闭目，但那微微加速的呼吸，喉结不经意的滚动，都没逃过他的观察。果然，男人都一样。他心中一定胆子更大了些。师傅，他已经废了。他声音更软，像掺了蜜糖，一只手似无意般纤纤玉指轻轻点上陆凡的胸膛。大师兄难道就不想尝试一下？他的指尖带着灼人的温度，缓缓滑落，带着刻意的挑逗。人生中第二个女人是何滋味？陆凡身体微微一震，他的指腹暧昧地摩挲着他的衣料，停在心脏位置，感受着那沉稳有力的搏动，轻轻拍打。我虽不如苏师，不如云长圣女，倾国倾城。他改了口，另一只手竟悄无声息地探入他胸前衣襟的缝隙，指尖如羽毛般刮过他温热的肌肤。有些事情，他那般清冷仙子未必肯为你做，你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意。话音未落，他那支在陆凡腰间作乱的手的小指极其灵巧且隐蔽的一勾，目标直指他腰带侧悬挂的储物袋，宗主令牌很可能就在其中。然而，一只温热而有力的手已先一步，稳稳地抓住了他行窃的手腕。宋大儿悚然一惊，猛地抬头，对上的是陆凡骤然睁开的双眼。那双眼睛里没有意乱情迷，没有情欲翻涌，只有深不见底的寒潭，以及一丝凛冽如实质的杀意。你！宋大儿心脏狂跳，情急之下，另一只上在陆凡胸口的手掌猛地发力。傅琴思，一点妖异星红自他掌心劳宫穴骤然亮起，刹那间，无数细如牛毛却凝练如实质钢针的猩红光丝，如同拥有生命的红色虫群，自他掌心狂涌喷薄而出，光滑妖艳，直扑陆凡面门。此乃合欢宗秘传神通傅琴思，专攻修饰心神。光丝无形无质，却能穿透护体灵气，直侵识海，缠绕神魂，令中术者情欲沸腾，心智迷乱，短时内刃由施术者摆布。宋大儿本意并非杀人，只想以此制住陆凡，逼出令牌，或至少为自己争得脱身之机。但陆凡岂会这般想？在合欢宗生活了10年，他深知一旦被这情丝缠上，神魂受制，生死便不由己。何况宋大儿修为虽低于此刻的他，但在情欲魅惑之道上经营多年，神通诡异，自己这情道修为未必能稳占上风。眼见星红光丝如毒蛇群涌而至，陆凡瞳孔骤缩，破一声低喝，如冰泉炸裂。他体内那沉寂10年的剑鞘于此刻轰然震动，昨夜得真龙血气滋养，愈发凝实的剑胎迸发出撕裂苍穹的狰鸣。嗡，并非一柄剑，而是万千道细如发丝却锐利无匹的银色剑光，自陆凡周身穴道喷薄而出。每一道细小剑光之上，皆流转着淡淡的金色龙形纹路，威严堂皇，与猩红光丝的妖异形成鲜明对比。剑胎分化，
万箭齐发，吃吃吃吃，密集如雨的切割声瞬间爆开。猩红光丝柔韧缠脚，试图困锁剑光。银色小剑锋锐无匹，所过之处，光丝如遇烈阳的冰雪，寸寸断裂消融。剑气纵横捭阖，将两人周遭空气割裂出无数肉眼可见的细微波纹。青玉地面被溢散的剑气划出道道白痕。宋大儿脸色刷得惨白如纸，他瞪大美眸，眼中尽是骇然与难以置信。胎化万剑，你是剑修？惊骇之下，他失声尖叫：剑修！而且是能将本命剑胎分化万千，操纵由心的剑修，这分明是剑道终极高明的境界。一个可怕至极的念头如闪电般劈入他的脑海：天心剑典，这是天剑宗真传核心功法才能修出的神通。他根本不是纯粹的合欢宗弟子，他是……噗！心神俱震之下，傅晴思神通出现了一丝致命的迟滞，一道刁钻的银色小剑循隙而入，瞬间穿透他仓促布下的护体灵气，狠狠扎入他右肩。呀！剧痛袭来，宋大儿惨呼一声，踉跄倒退数步，猩红光丝如潮水般急速退缩，缩回他掌心，光芒暗淡。他捂住右肩，温热血液瞬间浸透水绿纱裙，顺着指缝蜿蜒流下，在青玉地砖上绽开刺目的红梅。但比肩上剧痛更让他通体冰寒的是那个几乎确定的猜测：陆凡是剑修，是修炼了正宗天剑宗核心功法的剑修，他是卧底。这个秘密足以引爆整个合欢宗，足以让陆凡死上千百次，同样也足以让他这个意外的发现者被瞬间灭口。陆凡眼中杀机已如实质般弥漫，尽管宋大儿只喊出剑修二字，但他眼中那深沉的惊骇、恍然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边恐惧已说明一切。陆凡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一丝风险也不能冒。铮！漫天飞舞的银色小剑骤然倒卷而回，于陆凡身前汇聚，凝成一柄3尺清风。剑身清亮如秋水，剑尖吞吐着持续寒芒，死死锁定宋大儿雪白的咽喉。剑气森然，如山岳压顶。宋大儿浑身僵硬，如坠冰窟，连呼吸都被那凌厉的剑意扼住。他看着陆凡那双冰冷的不含丝毫人类情感的眼睛，清晰地感知到他是真的要杀他。求生欲在刹那压倒了所有。等等，我发誓！宋大儿嘶声喊道，因恐惧而扭曲的嗓音带着哭腔：我已道心起誓，永不泄露今日所见半个字。若为此事，必遭心魔噬魂，天雷轰顶，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陆凡面无表情，剑锋稳稳向前递出1寸，锋锐的剑气已然划破他脖颈娇嫩的肌肤，一缕血线缓缓渗出。只有死人，他开口，声音平静得令人毛骨悚然，才能绝对保守秘密。宋大儿浑身颤抖，绝望如潮水般淹没了他。他能感觉到死神冰冷的吐息已浮上他的脖颈。就在剑尖即将刺入咽喉的千钧一发之际，濒死的恐惧反而让他灵光一闪，扶至心灵，用尽最后力气，尖声喊道：你不是在修合欢阴阳秘典的食欲境吗？我可以与你结下契约，终身为你擒奴。擒奴！陆凡心念一顿，剑锋悬停在宋大儿咽喉前1寸，微微颤动。晨光凝固在宗主殿前的青玉广场上，陆凡手中的3尺银锋悬停在宋大儿咽喉前3寸，剑气森寒，将空气割裂出肉眼可见的波纹。宋大儿浑身颤抖，脸色惨白如纸，右肩的伤口仍在汩汩淌血，水绿纱裙已被浸透大半，血腥气混杂着他身上那股甜腻的花香，形成一种诡异而诱人的气息。擒奴！陆凡重复着这2个字，剑锋却纹丝未动，只有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审慎。合欢阴阳秘典食欲篇中的记载浮上心头，修炼此道者可收他人为擒奴，以特殊契约将对方的情欲之念与自身情窍绑定。擒奴产生的每一分情欲之念都将化为青露，被主人感知、汲取、炼化，成为修炼资粮。若主人对擒奴施加情欲，无论是亲自施加还是通过意念拨弄，擒奴产生的青露将会成倍放大，从而更好的供养主人修炼。这比单纯灭口似乎更有价值。是擒奴。宋大儿见陆凡见势稍缓，如同抓住救命稻草，急切地补充道：我自愿与你缔结情契，从此我心中所有情念青露都将为你所用。你若担心泄露，契约一成，我稍有疑心你便可知晓，一念之间便可取我性命。他喘息着，因失血而泛白的嘴唇微微颤抖。我虽不如苏云长，但也是阴差之体，对修炼情道大有裨益，留我一命比杀了我更有用。陆凡沉默着，目光扫过他狼狈却依旧动人的脸。作为合欢宗10年弟子，陆凡当然知道擒奴契约十分可靠，不说平白漫漫修行路上多了一份青露供养，单是让这位昔日对自己冷眼的高傲师妹沦为自己擒奴，这事不得不说就已经有点打动了他。更何况自己潜意识里对他的那丝欲望，刚才貌似已经被他勾起。陆凡自认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收他为擒奴，既绝了后患，又添一助力，这是确实百利而无一害。杀意如潮水般缓缓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宋大儿的强烈掌控欲。如何缔结契约？陆凡虽已下决断，声音却依旧冰冷如铁，明知故问：以你情种为引，在我神魂中种下情契烙印。宋大儿咬着下唇，眼中闪过一丝屈辱，却不敢有半分迟疑。你需要取我一滴眉心精血，混入
以情窍中的一缕情念结成契约印记，打入我识海，从此我之情感皆为你掌中之物。陆凡盯着他，久久不语，那目光仿佛带着实质的重量，压得宋大儿几乎喘不过气。终于，他手腕微震，铮，剑鸣清月，万千银色小剑化作流萤般的细碎剑光，倒卷而回，没入他体内剑鞘。放开识海防御，陆凡命令道，声音不容置疑。宋大儿闭上眼，长睫轻颤，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此，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将不再是自己的秘密，他的羞耻、渴望、欢愉乃至痛苦都可能成为对方修炼的养分。随着契约加深，陆凡会感知他每一丝情欲波动，甚至能通过契约放大或抑制他的情欲。他将成为他修炼情道的活体资粮、奴仆。但比起立刻生死道消，这已是最好结局。陆凡并指如剑，指尖泛起淡淡金芒，点在宋大儿眉心，一点微凉触感传来，紧接着一滴嫣红中带着淡淡粉晕的精血自他眉心缓缓沁出，悬浮于他指尖之上。那血珠晶莹剔透，散发微弱的灵光，以阴煞之气特有的柔媚勾人波动。与此同时，陆凡沉入识海，情窍虚空中央，那枚情种之下，昨夜与师娘缠绵时积攒下来的情念清露，泛着莹润光泽。他心念微动，引出一缕精纯情念，细如发丝，却蕴含着清晰的爱欲与占有印记。精血与情念在空中交汇缠绕，自发勾勒出一个繁复玄奥的符文。符文呈圆形，边缘缠绕着荆棘般的纹路，核心处是一枚微缩的情种虚影。去！陆凡低喝一声，指尖轻推，契约符文如同拥有生命般倏地钻入宋大儿眉心。啊！宋大儿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吟，身体剧烈颤抖。他能感觉到那个符文正深深烙印在他神魂最深处，与他每一分情感都紧密相连。从此以后，他所爱所恨，甚至所思所想，都将逃不过陆凡的感知。而陆凡这边，识海中也多了一重微妙联系，他能清晰感应到宋大儿此刻的情绪：恐惧、屈辱、不甘，还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更奇妙的是，通过这条新生的契约纽带，宋大儿身上那股阴煞之体特有的对情道修士极具吸引力的气息，正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情窍中的情种。那条将两人情窍相连的淡绿色情种根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粗壮，颜色也转向更深邃的碧绿。甚至他能感应到宋大儿情窍深处积攒着少许未曾炼化的情念清露，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引动契约将其汲取过来。绝对的掌控感混合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征服快意涌上心头。契约已成，陆凡收回手指，声音却依旧冷淡：从今日起，你之情感皆为我所用，若敢有一心，我只需心念一动，契约反噬便足以让你神魂俱灭。大儿明白。宋大儿单膝跪地，垂下头。陆凡垂眸看着他，晨光中他跪在血泊里，发丝凌乱，衣衫不整，肩膀处的伤口仍在渗血。那张素来明媚骄傲的脸上此刻满是泪痕，眼角泛红，嘴唇咬得发白，看起来楚楚可怜，又莫名诱人。他忽然想起那些年他站在月之恒身侧时投来的那种张扬的眼神，想起他曾在演武场上将他击退3步后扬起下巴说的那句大师兄承让了，想起无数个日夜他在角落修炼时，远远看着他被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笑声如银铃，而他从未曾向他这边看过一眼。收师妹做情奴，这在以往是想也不必想的，而现在他真的跪在他脚下，沦为自己的情奴。他缓缓伸出手，宋大儿身体一颤，却不敢躲闪，只是闭上眼，长睫不住颤抖，等待未知的降临。陆凡的指尖轻轻落在了他脸颊上，触感温软细腻，像上好的暖玉。他拇指抚过他眼角未干的泪痕，动作看似温柔，力道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掌控意味。指尖下滑，捏住了他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来，睁眼。宋大儿颤巍巍地睁开眼，对上陆凡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时，他浑身又是一颤。那眼睛隐去了欲念，只剩下冰冷的审视以及一丝玩味，像是在欣赏一件刚刚到手的有趣的玩具，掂量着该如何把玩。以前你可不是这么看我的。陆凡开口，声音很轻，却字字砸在他心上。宋大儿嘴唇翕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只有眼泪无声的滚落。陆凡拇指摩挲着他的下巴，继续道：现在记住了，你是我的情奴，你的喜怒，你的身体，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要你笑，你便不能哭；我要你靠近，你便不能远离，明白吗？最后3个字，他微微加重了语气。宋大儿浑身发软，只能拼命点头，眼泪流得更凶了。陆凡松开手，嘴角已暗暗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起来吧。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瓶疗伤丹药，丢在他面前，自己去处理伤口。今日之事，若泄露半分，大儿不敢。宋大儿急声回应，抓起丹药瓶，颤抖着服下一粒，又取出丝帕按住肩头伤口，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生怕再惹他不悦。陆凡不再看他，转身便走。他本意是来跟踪师娘，这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心念微动，识海中情种轻轻摇曳，那条连接苏云长的淡金色主根须泛起微光。他想感应师娘此刻的方位。他之前说要去见母亲，却神神秘秘不让他跟。下一刻，陆凡脚步顿住，苏云长的气息并不在客峰方向，而是在后山。撕过牙，陆凡眼神一凛，
不再犹豫，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后山思过崖方向急掠而去。思过崖，孤峰如剑，直指苍穹，晨光将崖壁染成铁灰色，洞口径滞流转着淡淡的金光，那是大长老秦望舒清手部下的阵法，非宗主令牌或他本人亲至不可开启。陆凡落在崖前空地上，脚步无声，他的目光落在洞口，禁制已被打开，师娘果然进去了。陆凡心头一紧，下意识摸向腰间储物袋，入手空空。他的动作一僵，神识瞬间扫过储物袋内部，灵石、丹药、功法愈减，唯独少了那枚触手温凉、刻有合欢密纹的宗主令牌。是何时被他取走的？昨夜痴缠之时，还是清晨他假意梳妆贴近自己那一刻？陆凡脑海中瞬间闪过几个画面。昨夜红绡帐暖，他攀着他脖颈轻喘时，指尖似乎无意间划过他腰间。今晨天光未亮，他起身梳洗，背后环抱他身体时，那缕幽香萦绕。最终定格在他俯身吻他额头时，那微微敞开的衣襟和眼底一闪而过的狡黠。好个师娘，不好个娘子！陆凡心中并无被窃的愤怒，反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担忧、焦虑，还有一种被全然信任却又被排除在外的微妙刺痛。陆凡正要踏入洞口，洞内却传来压抑的嘶吼声。是月之恒，那声音里饱含屈辱、愤怒，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颤抖。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还是来向我炫耀？你昨夜是如何在我那好徒儿身下承欢？陆凡脚步顿住，藏身于洞口阴影处。洞内，月之恒瘫坐在石壁下，披头散发，双目赤红如血，死死瞪着站在他面前的苏云长。他气息萎靡到了极点，胸口衣襟上还有干涸的血迹，那是昨夜感应到师娘元婴被迫时喷出的心头血。而苏云长，他依旧穿着那深水蓝色长裙，发髻一丝不乱，眉目清冷如霜。只是此刻他手中握着一柄短刃，刃身不过3寸，通体漆黑如墨，唯有刃口一线雪亮，在昏暗的洞中泛着幽幽寒光，那是陆凡从未见过的法器。洞内沉默了片刻，然后苏云长清冷的声音响起，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平静的可怕。与你何干？与我何干？哈哈哈！月之恒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猛地咳出一口血沫，嘶声咆哮。苏云长，你以为无情老祖当年在你我身上牵下的那条共情线是摆什么？你昨夜所有的感受，所有的颤栗，所有不堪的欢愉，我都知道，我都感同身受。共情线，陆凡心头巨震，知道又如何？苏云长的声音陡然拔高，冰冷中终于透出一丝压抑多年的愤懑。你真正该恨的，难道不是当年那个将我许配给你，却又暗中谋划，想要染指徒弟道侣的好师傅吗？他的胸膛微微起伏，语速加快，仿佛要将积压已久的真相彻底撕开。你以为他为何要牵这条线？他是想亲自下场与我双修，好让你这个徒弟感受道侣被师傅夺走的痛苦愤怒，刺激你炼心破境。月之恒的脸色在昏暗中瞬间变得惨白，身体剧烈颤抖。其实他早已知道，只是被苏云长赤裸裸说出，就如同最毒的鞭子抽打在他早已溃烂的尊严上。你住口！你住口！他嘶哑的低吼，不知是在阻止苏云长，还是在抗拒那段不堪的过去。怎么不敢听？苏云长步步紧逼，眼中寒光如血。后来你不知用了什么法子，骗走了你师父，躲过了他的算计，而你只敢用那更卑鄙的手段，通过这根现成的情线，在我身上悄悄种情咒。情咒！陆凡的瞳孔骤然收缩，这是一种比情奴契约低劣却更为阴毒的控制手段。情奴契约需双方同意，情咒却是暗中下手，逐渐腐蚀神魂，让中咒者不知不觉间情感受人操控。你一边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通过情线给我下情咒，一边道貌岸然地打压陆凡，生怕他真能得到我。苏云长的声音带着冰冷的嘲讽和深深的厌恶。月之恒，你不仅无能、懦弱，你还比你那师父更让我觉得恶心。他至少坏得明明白白，而你只敢躲在暗处，行此龌龊之事。我恶心，我龌龊！月之恒被彻底刺穿了最不堪的伪装，癫狂般嘶吼起来，眼中血丝密布。是我不但通过情线给你情咒，我还感受到了你昨晚的欢愉，感受到了你在他身下的颤栗和迎合。苏云长，你装的那么清高，原来骨子里也是这般。你配合他，任他作践，不就是为了气我？不就是想告诉我，你宁愿给那小子，也不愿给我？你闭嘴！苏云长厉声打断，眼中寒光爆射。这次他的声音里除了愤怒，更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澄清。他向前一步，几乎一字一顿。月之恒，你听清楚了。他的语气平静下来，却带着一种让月之恒浑身发冷的决绝。我昨晚配合他，让他满足，任他作践，只是因为……他微微顿了一下，清晰无比地说出了那个让月之恒彻底绝望，却让洞外陆凡心神俱震的答案。我心甘情愿，我爱他，而不是为了气你这等渣子。洞外阴影中的陆凡浑身猛地一颤，所有的愤怒、杀意在这一刻仿佛被一股汹涌而来的滚烫的热流冲散。他听到师娘亲口说，他爱他，不是为了气月之恒，不是迫于形势，而是心甘情愿。还有，苏云长的声音里忽然多了一丝陆凡从未听过的近乎妖异的魅意，那是对月之恒最残忍的凌迟。我也是真的很快活，陆凡他很会疼人啊！月之恒彻底疯了，他知道自己修为跌落，
绝非苏云长对手，但极致的屈辱与愤恨吞噬了最后理智，那就一起死！他双目充血，残存的灵力与神魂本源疯狂燃烧，整个人如同膨胀的火球，竟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惨烈的自爆。筑基巅峰修士虽已受重创，但临死反扑依然威势惊人，狂暴的灵力乱流瞬间充斥整个洞穴，碎石簌簌落下，静止光芒剧烈闪烁。苏云长脸色微变，斩情刃急点，数道黑色刃光交织成网，护住身前，同时身形急退。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狭窄洞内回荡，岳之恒的身躯化作一团血雾肉糜，巨大的冲击力撞在刃网之上。苏云长闷哼一声，连退3步，气血翻涌。就在这血雾弥漫、灵力紊乱的刹那，一点微弱却无比坚韧的银芒突然从爆开的血雾核心疾射而出，快得不可思议。那银芒之中隐约可见一道极度虚弱、扭曲的虚影附着其上，正是岳之恒残存的一缕神魂。天剑宗保命剑符。苏云长立刻认出那银芒本质，那是一枚炼制入特殊法器的保命剑符，专护神魂。该死！苏云长没想到岳之恒竟如此决绝自爆，更藏有这样一枚天剑宗赐予的保命底牌。他催动斩情刃急刺，黑色刃光如复古之躯追去，却已慢了一瞬。那血色银芒已然冲出洞口，撕过崖外。岳之恒神魂刚冲出洞口，一道凝练至极的银色小剑精准无比地刺向血色剑符的核心。是陆凡，他当然不会让岳之恒轻易逃脱。这一剑蓄势已久，就等其脱离洞口，遁光初起的刹那，是银色小剑狠狠刺中血色剑符，剑符光芒剧烈荡漾，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血色瞬间暗淡大半，连其中那道虚影都剧烈震颤，显然受到了不轻的创伤。陆凡，血色剑符中传出岳之恒极度虚弱却饱含滔天怨恨的神魂波动。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此仇必报！岳之恒的怨毒誓言裹挟着不甘，同时再次燃烧起所剩无几的神魂本源。符剑速度陡然暴增数倍，化作一道几乎微不可察的细丝，以一种近乎燃烧生命般的光速朝着天际亡命激射而去。陆凡眼神一厉，正欲御剑全力追赶。夫君！苏云长急冲而出，当看清洞口那挺拔身影正是陆凡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娇躯猛地一颤，手中斩情刃险些脱手。他凤眸睁大，里面盛满了猝不及防的慌乱，以及被撞破秘密的羞窘。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上红晕，一直烧到耳根与脖颈。他甚至无意识地抬手拢了拢微乱的鬓发，又低头飞快地瞥了一眼自己的衣裙，就像一个做错了事、忐忑不安地等着夫君责问的新婚小娘子，全然没了方才洞中的冰冷决绝。陆凡深深看了他一眼，眼前的师娘与洞中那个字字诛心的清冷女子判若两人。此刻他眼神飘忽，不敢与自己对视，贝齿轻咬着下唇，那副忐忑不安的模样，哪还有半分合欢圣女的清冷自持，倒真像个怕极了丈夫生气的小媳妇。他心中那点因他擅自行动而生的微恼，此刻竟奇异般的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汹涌而来的情绪。洞中他的话语犹在耳畔轰鸣，我心甘情愿，我爱他，我也是真的很快活。陆凡他很会疼人，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灵魂深处，一股强烈的几乎无法抑制的冲动在他胸腔里冲撞。他想立刻将他紧紧拥入怀中，用力将他揉进自己的骨血里。师娘！陆凡开口，声音已经变得平稳。他很擅长掩饰自己的内心，仅仅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情绪。这一声师娘却让苏云长娇躯轻颤，头垂得更低了些，声音里带着心虚。令牌是我拿的，我必须来杀他，情咒必须解，我不想让他继续感受你对我做的，事后任你责罚。他语无伦次，急于解释，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更怕他追问洞中自己说过的那些直白的话。那双秋水般的眸子悄悄抬起，飞快地偷瞄他的脸色，像只试探主人心情的小心翼翼的白兔。看着他这副模样，陆凡心底那股想拥抱他的冲动几乎再次决堤。事后再说。陆凡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眼下确实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他眼神一厉，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毫不犹豫地抬手打出一道传讯符。不过片刻，一道身影如鬼魅般从远处掠来，单膝跪地。宗主，正是负责监视思过崖的外门弟子林月。陆凡声音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杀伐之意。林月，传我宗主令岳之恒残魂负气遁逃，即刻起，合欢宗辖下所有耳目巡逻弟子全部出动。他目光如剑，望向血色流光消失的天际，给本座挖地3尺，也要把那缕神魂给我找出来。林月，领命！林月的身影如一道青烟，消失在思过崖下的密林深处。陆凡独立崖前，玄黑色的宗主袍服在烈烈山风中鼓荡，他目光牢牢锁死岳之恒残魂遁走的方向，眼神冷冽。苏云长尽力在他身侧半步之后，素手无意识地绞紧了衣袖，几次唇瓣微起，却终究没有发出声音。他悄然抬眸，望着陆凡那冷峻如石刻的侧脸线条，心湖中波澜起伏。方才洞中那些直白的话，他是否听见了？片刻之后，数道强大的气息自合欢宗主峰方向急掠而来。秦望舒一袭烈焰般灼目的大红袍，凤目寒微，落在崖前，身后跟着3位长老：厉无风、
柳如烟、赵元明、岳之衡何在？秦望书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陆凡躬身禀报，以自爆肉身，残魂挟天剑宗保命剑伏遁走。弟子已下令全宗搜捕。恰在此时，一名巡山执事带队赶来禀报，东南方向30里外，有弟子亲眼看见银芒裹挟血色虚影掠过，剑意浩然纯正，却是天剑宗剑符。天剑宗剑符，三长老瞳孔一缩，周围几位长老也纷纷色变。岳之衡若真是天剑宗潜伏的卧底，那这些年合欢宗的诸多决策，乃至几次与正道冲突的失利，细思恐极。秦望书此时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岳之衡自爆肉身，残魂遁逃，所用却为天剑宗保命剑符，其卧底身份已无需在意。他顿了顿，目光转向苏云长，语气稍缓。至于云长圣女擅闯思过崖，大长老。苏云长忽然抬头，声音清冷却坚定。他伸出手臂，素白衣袖滑落，露出银白如玉的小臂。只见他指尖月华轻轻一点，即刻那肌肤之下隐约可见数条极细的暗红色的纹路正在缓缓蠕动，如同活物，散发着阴毒的气息。秦咒！三长老倒吸一口凉气，几位见多识广的长老也面色凝重。秦咒之术以阴毒诡谲，操控他人情念著称，在合欢宗内乃是明令禁止使用的邪术，违者重处。更何况此术竟被用在了宗门圣女身上。为解此阴毒咒术，亦为防岳之衡借此感应窥探私密，乃至借弟子与夫君。苏云长顿了一下，耳根微红，但语气依旧清晰。借弟子与夫君双修之事炼心突破，后患无穷，弟子才不得已擅取令牌前来诛杀，一切罪责云长愿一力承担。场中一片寂静，几位长老面面相觑，眼中皆有骇然。岳之衡此举已是彻底践踏了合欢宗门规，更何况苏云长的身份。三长老沉吟片刻，缓缓道：秦咒之事却属岳之衡大忌，云长圣女为解咒自保，情有可原。只是他看向秦望书，岳之衡毕竟是前宗主，更是无情老祖的亲传弟子，如今他肉身虽毁，残魂犹在，若我等私自将其神魂灭杀，日后老祖问起，恐难交代。秦望书凤目微眯，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冷意，但语气依旧平静。三长老所言有理，传令下去，一旦擒获岳之衡残魂，押回宗门，由长老会公审。届时即便无情老祖亲至，也无话可说。他此言一出，几位长老纷纷点头。届时公开审理，明正典刑，任谁也挑不出错处。秦望书见无人再有异议，目光最终落回陆凡脸上，红唇边那抹惯有的弧度似乎深了些许，带着一种只有陆凡能隐约察觉的玩味。就在这时，一缕温热馥郁，仿佛带着凝香殿玫瑰池水湿气的神念，悄无声息地钻入陆凡耳中，语调慵懒而戏谑：陆宗主，昨夜果然没有客气。那声音如同最柔软的羽毛，轻轻搔刮过他耳廓最敏感的肌肤，带来一阵酥麻的颤栗。陆凡呼吸几不可察的一致，面上依旧沉静如渊，仿若未闻，唯有那悄然爬上一抹淡红的耳根，泄露了瞬间的悸动。秦望书仿佛全然未曾察觉自己这小小的恶作剧带来的效果，以自然而然地移开目光，对众人道：既如此，便按此办理。陆宗主新婚伊始，你且好生安抚云长，解咒要紧。说罢，不再多言，红袍翩然一卷，已化作一道灼目的流光，率先离去。其余长老也各怀心思，纷纷告辞。转眼间，思过崖前只剩下陆凡与苏云长二人。山风呼啸，吹散崖前残留的血腥气。苏云长依旧垂着头，手指将衣袖绞得更紧，声音细如文瑞：夫君，我都明白。陆凡打断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他心安的力量。他已经听到洞里的对话，又想起林月之前报告苏云长侍女曾给岳之衡汤药的事，便明白了师娘的动机。一方面，昨晚他对他做的事，岳之衡能感同身受，他不想以后两人亲热时都这样。另一方面，他怕岳之衡借这种强烈的夺妻羞辱情绪炼心，万一修为突破，将是巨大后患。所以新婚后第一天，他就急着来杀他。解掉秦咒要紧，回去再说。陆凡伸出手，握住了他微凉而轻颤的手，他的掌心温暖而干燥，力道坚定，不容拒绝地包裹住他的指尖，也仿佛将他心头的慌乱与冰冷一同驱散。苏云长被他掌心的温度熨烫着，听到他并未追问细节，反而先关心他的安危，心头那股积压的酸涩与暖意再也抑制不住，汹涌而上，冲得他鼻尖微酸。他轻轻吸了一口气，压下喉间的哽咽，顺从的了一声，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两人衣袂飘飘，御风而起，化作两道流光，朝着云雾深处的宗主殿飞去。回程的路上，苏云长脸颊上的红晕久久未退，几乎不敢抬眼去看身旁夫君的侧脸，洞中自己那些被逼到绝境才吐露的大胆言语，尤其是关于快活的直言，一遍遍在脑海中回响，羞得他浑身发热，恨不得能立刻消失在云层里。回到宗主寝宫，陆凡挥手平退左右，苏云长盘膝坐在净室玉榻上，陆凡守在一旁。他那是神魂，只见那原本如猩红荆棘般缠绕在情念核心处的咒印符文，此刻因为岳之衡肉身毁灭，神魂遭受重创，已然光芒暗淡，多处断裂，处于崩溃边缘。他凝神静气，运转
合欢阴阳秘典中记载的破咒法门，以自身精纯的元婴凤息为刃，辅以陆凡渡给他的那一缕真龙血气为引，龙凤之气交融，化作一道黄黄青光，朝着那残破的情咒符文刺去。吃，仿佛冰雪欲扬，青烟腾起，那本就摇摇欲坠的符文，在青光涤荡下，迅速消融瓦解，最终化作点点灰烬，彻底从他神魂中剥离消散。最后一缕灰烬消失的刹那，苏云长娇躯微微一震，长长舒了一口气，一种无形的束缚感骤然消失，神魂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通透。从此，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情欲爱念，都只属于他自己，只属于他愿意交付的人。他睁开眼，眸中水光潋滟，看向一直紧张注视着他的陆凡，绽开一个清浅却璀璨至极的笑容，声音里的柔情能滴出水来。夫君，咒解了。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陆凡一直紧绷的心弦也随之松开，看着他清浅璀璨的绝美笑容，想着洞中他震撼的话语，以及一路上的怜惜与悸动，所有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轰然爆发。他一步上前，猛地将他拥入怀中，力道大的让他轻轻哼了一声。师娘，他哑声唤出带着魔力的称呼，低头埋首于他馨香的颈窝，呼吸滚烫，眼底翻腾的欲念如同灼热的岩浆，不再掩饰。你方才在洞里说昨夜你很快活。苏云长的脸疼得一下红透，连脖梗都染上了粉色。他想躲开他的视线，却被他捏住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回答我，他命令，声音带着蛊惑。苏云长睫毛轻颤，羞得几乎要晕过去，但在他灼灼的注视下，最终还是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声音细若文瑞。谁让你快活的？他不依不饶，拇指摩挲着他娇艳的唇瓣。苏云长咬住下唇，眼中水光盈盈，羞愤地瞪他，却在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里败下阵来。他闭上眼，自暴自弃般小声说：“你是你，行了吧？”这句话如同点燃了最后一道，也是最猛烈的一道隐性。合欢宗宗主请功。师娘闭上眼，自暴自弃般小声说：“你是你，行了吧？”这句话如同点燃了最后一道，也是最猛烈的一道隐性。陆凡眼底最后一丝理智的薄冰彻底炸裂，他低吼一声，猛地低下头，狠狠吻住了那两片诱人犯罪已久的嫣红唇瓣。这个吻不再是昨夜的试探与摸索，而是充满了炽热的占有以及汹涌澎湃的爱欲。他撬开他的牙关，攻城略地，汲取着他的甘甜，仿佛要将他整个吞入腹中。苏云长起初还因羞涩微微挣扎，但很快便在他充满绝对掌控与深沉占有的吻中彻底沉沦。他声色却努力地开始回应，纤细的手臂环上他劲瘦的腰身，又顺着结实的脊背向上，指尖带着颤意却坚定地插入他浓密的黑发，将他拉得更近，近乎贪婪地汲取他的气息与温度。不知何时，衣衫委地，凌乱地散落在光洁的玉砖上。陆凡的动作时而疾风骤雨，时而又温柔缱绻，将10年隐忍的爱慕，今日的震撼与怜惜，尽数倾注于他。他伏在他耳边，一声声唤着那个两字，每一声都让他颤抖不已，情潮翻涌。苏云长也彻底抛开了所有矜持，在他引领下尽情绽放，呜咽呻吟，断断续续地唤着他的名字，诉说着最直白的情意与欢愉。神魂交融，肉体痴缠，情窍中那枚淡金色情种根须在此刻光华大放。欢愉与爱意所化的青露，不仅滋养着陆凡，也反哺着苏云长刚刚解除诅咒、亟待温养的神魂。这一次的亲密只属于他们彼此，浓烈纯粹，月之恒再也不可以窥探品味。就在陆凡与师娘互献身心的同时，合欢宗东南方向约400里外，一片人迹罕至、瘴气隐隐的荒芜山林深处，夜色如墨，一点微弱暗淡，仿佛随时会熄灭的银芒，正在夜空中歪歪斜斜、跌跌撞撞的飞掠，如同风中残烛，轨迹飘忽不定。剑符之内，月之恒残存的神魂虚影已淡薄得如同透明，阵阵虚弱与撕裂般的痛楚不断袭来。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剑符本身蕴含的保命灵光正在飞速消耗，而自己这缕残魂的力量也在无可挽回的一点一滴流逝。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肉身夺舍，否则无尽的恐惧与不甘啃噬着他。神念如同水银泻地，勉强扫过下方漆黑的山林。一个背着沉重柴捆、步履蹒跚的凡人樵夫映入眼底，肉身倒是健康，但毫无灵根，浊气沉沉。太若夺舍此等凡胎，莫说复仇，此生能否重新筑基都是未知，更遑论金丹大道。月之恒残魂一阵剧烈波动，充满了鄙夷与绝望。剑符银芒微弱地闪烁了一下，掠过樵夫，继续向前。前方一处隐蔽的山谷洼地中，盘坐着一名散修，气息大约在筑基初期，灵力运转平稳，神魂也远比凡人凝实稳固。月之恒刚悄然靠近，那散修似乎心生警兆，猛地睁开双眼，警惕地环视四周，低喝道：“何方道有鬼鬼祟祟？”剑符银芒骤暗，如同受惊的夜宵，以更快数倍的速度骤然远遁，消失在更深的黑暗里。不行，筑基修士神魂已故，灵台清明，以我如今残魂状态，强行夺舍成功率不足30%，一旦失败，便是魂飞魄散。更深的绝望如潮水般涌上月之恒心头。难道真的只能屈就于一具凡人之躯，苟延残喘，眼睁睁看着陆凡与苏云长逍遥快活，而自己永无翻身之日？
就在他神魂摇曳，几乎要被绝望吞噬的刹那，一股熟悉的、微弱却独特的气息，如同黑暗中飘来的一缕幽香，被他敏锐地捕捉到。那是阴煞之体特有的柔媚勾人的灵力波动，其间还混杂着新鲜的血腥气，以及一种情欲初开、心经摇曳后残留的微妙而诱人的韵味。这气息是宋大月之恒残魂猛地巨震，循着那缕气息，他的神念很快锁定了下方一处被藤蔓扮演的隐蔽山洞。洞内，一道水绿色的窈窕身影正盘膝而坐，周身灵力明灭不定，显然是在运功疗伤。他脸色苍白如纸，右边肩头缠绕的纱布已被鲜血浸透大半，气息虚浮紊乱，眉宇间更是凝聚着一股惊魂未定、心神不宁的晦暗之气。正是重伤未愈，且因今日遭遇而神魂动摇，防御最为脆弱的宋大，天助我也！月之恒残魂几乎要发出狂喜的嘶鸣。阴煞之体筑基初期，年轻鲜活，更兼对合欢宗功法秘术了如指掌，而且此刻重伤加知心神失守，正是神魂防御最薄弱的时刻。夺舍他虽然风险依然存在，远高于夺舍那个炼气期的采药少年，可一旦成功，便能立刻获得一具资质上佳、与自身功法极为契合的肉身，恢复修为指日可待，甚至可以凭借这崭新的、极具迷惑性的身份，重新潜伏回合欢宗，接近陆凡与苏云长。复仇的毒焰与重登巅峰的贪婪，如同两条交缠的毒蛇，疯狂啃噬着他最后残存的理智。银芒般的剑符悬停在冰冷黑暗的空中，明灭不定，剧烈颤抖，仿佛在进行着天人交战。不远处，那个炼气6层的采药少年，神魂弱小如风中残烛，夺舍几乎10拿9稳，但未来暗淡，复仇无望。眼前山洞中重伤的宋大尔，是通往更快、更强复仇之路的最佳跳板，却也是通往可能万劫不复的深渊。时间一点点流逝，剑符的光芒随着魂力的消耗，正在不可逆转的暗淡下去。最终，月之恒残魂深处爆发出一声混合了无尽怨毒、孤注一掷的尖利嘶鸣：富贵险中求，陆凡、苏云长，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女身又如何？只要能复仇宋大尔，便是你了。那点已然极为微弱的银芒骤然调转方向，将所有残存的力量孤注一掷地燃烧起来，旋即化作一道凄厉决绝的血色流星，拖着暗淡的尾焰，朝着山洞中的宋大尔疾扑而去。当日结下情奴契约，陆凡离开后，宋大尔几乎是踉跄着逃离了宗主峰。为了能活下去，他不得不答应做他的情奴，但做情奴同样是可怕的，特别是遇到一个无情的主人时。陆凡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那句从今日起，你之情欲皆为我所用的宣告，让宋大尔如同被冰锥扎入神魂，寒意彻骨，远比肩头的剑伤更让他战栗。他捂着仍在渗血的右肩，御剑飞回自己山峰，草草收拾了几件物品，甚至未与任何人道别，便仓皇下山。必须走，趁着他还能控制自己的念头，趁那情奴契约还未像藤蔓般彻底缠绕他的神魂，他要回家，回到那个偏僻却温暖的青罗山村，再见爹娘，或许是最后一面。夜色如墨，寒风刺骨。宋大尔在合欢宗外400里的一处无名山林的隐蔽山洞前按下剑光，肩头的剑伤还在隐隐作痛，陆凡留下的剑气如同复古之驹，不断侵蚀着他的经脉。他需要先疗伤，至少恢复一些灵力，才能继续赶路。宋大尔捂着伤口，跌跌撞撞地寻到一处被藤蔓扮演的隐蔽山洞，洞口狭窄，仅容一人侧身而入。洞内倒还干燥，有股淡淡的苔藓与泥土混合的气息。他咬牙布下几道简易的警示禁制，用几枚特殊的铜铃悬挂在洞口，稍有灵力波动便会叮当作响。做完这些，他才踉跄着走进洞内深处，寻了块平坦的石面坐下。解开肩头被血浸透的纱布，露出那道被陆凡剑气洞穿的伤口，皮肉翻卷，深可见骨，残留的剑意仍在不断侵蚀着他的经脉。宋大尔咬紧牙关，从储物袋中取出疗伤丹药服下，又运起疗伤功法，灵力在体内艰难流转，每过一处经脉都带来撕裂般的痛楚。但这肉体上的痛远不及他心中恐惧的1/1000。情奴这2个字如同最恶毒的诅咒，烙印在他神魂深处。成为陆凡的情奴，意味着从此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不再属于自己。他的每一次心动，每一次情动，每一次哪怕最微小的情绪波动，都会化作清露，滋养陆凡的情窍，助他修行合欢宗内门弟子功法。食欲篇中有关于情奴的记载，那些被主人完全榨干后抛弃的情奴，最终都成了什么样子？眼神空洞，神魂枯竭，如同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连最基本的喜怒哀乐都失去了，最终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日复一日的为主人生产着最后一点情念清露，直到某一天，连那一点清露也生产不出，便被随手丢弃，任其自生自灭。不，我不要变成那样。宋大儿抱紧双臂，浑身颤抖，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石海中那道情奴契约的烙印，正如同活物般缓慢而坚定地向着他神魂深处扎根。每深一寸，他对陆凡的抗拒就弱1分，那种想要靠近他、取悦他的本能冲动就强1分。按照这个速度，很可能3个月后，他就会彻底失去自我，成为只为陆凡生产清露的工具。必须在此之前回去看看爹娘。
宋大儿眼中涌起泪光。他出生在合欢宗辖下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亲是村里的猎户，母亲操持家务，底下还有2个弟弟，一个妹妹。当年合欢宗外门执事来村里测灵根，他阴差之体的资质被一眼看中，带回了宗门。离家10年，他只回去过3次。第一次是刚入门那年，他哭着不肯走，是父亲硬着心肠将他推上仙师的非洲。第2次是他突破炼气中期，得了些赏赐，兴冲冲的回去，却发现父母头上已有了白发。第3次是3年前，他已成为合欢宗筑基弟子，在村里人眼中已是仙师，父母却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从前那样拍他的头，叫他丫头。这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宋大儿擦掉眼泪，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要趁着自己还有反抗契约控制的能力，回去看一眼爹娘，给家里留些金银丹药，安排好弟弟妹妹的未来。如果陆凡也像大部分的情奴主人一样无情，要将他榨干成没有灵魂的躯壳，那么他在了此残生时就没有那么遗憾。疗伤持续了整整2个时辰，陆凡给的丹药不差，肩头伤口终于止住流血，新生肉芽开始缓慢生长。但宋大儿已累得浑身虚脱，脸色苍白如纸。他靠在冰冷的石壁上，意识渐渐模糊。就在这时，叮铃铃，洞口悬挂的警示铜铃毫无征兆地剧烈响起。宋大儿猛地睁眼，神识扫向洞外，一点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银芒正以一种决绝而疯狂的速度朝着山洞急射而来。银芒之中隐约可见一道极度虚弱扭曲的虚影，那气息，师尊！宋大儿瞳孔骤缩。月之恒，他不是应该在思过崖吗？这分明是残魂状态。电光石火间，他想起了今日陆凡与苏云长前往思过崖的事，想起了林月匆匆传令搜捕月之恒残魂的命令。他自爆了肉身，残魂遁逃，这是要夺舍我。这个念头如同惊雷炸响，阴差护体。他厉喝一声，双手结印，周身泛起一层淡粉色的光晕，那是阴差之体特有的护体灵光，对神魂类攻击有天然的克制效果。然而他还是低估了月之恒的决心，也高估了自己此刻的状态。重伤未愈，灵力仅恢复3成，神魂因情奴契约而动摇。贱人，你本就属于我的！银芒中传来月之恒怨毒而疯狂的嘶吼，那点银芒在触及粉色光晕的瞬间，骤然爆发出最后的力量，竟硬生生将光晕撕开一道缝隙。银芒如同毒蛇，顺着缝隙钻入，直扑宋大儿眉心。滚开！宋大儿尖叫，双手死死捂住额头，神魂之力疯狂涌出，在识海外围筑起层层防御。然而月之恒毕竟是曾经的筑基后期巅峰修士，即便只剩残魂，其神魂本质也远高于他。轰！2股神魂之力在宋大儿眉心处轰然对撞，宋大儿如遭重击，整个人身体一晃，喷出一口鲜血。月之恒的残魂也再次暗淡，却依旧顽强地朝着他识海深处钻去。月之恒！宋大儿双目赤红，声音因愤怒和恐惧而扭曲。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盗令牌、下药，甚至不惜用身子去色诱陆凡，你就这样对我？盗令牌、下药！哈哈！月之恒残魂发出尖利的狂笑，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炸响。宋大儿，昨夜你根本什么都没做成，你不过是个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现在我已走投无路，你这具阴差之体便是为师最后的生路。怨毒的嘶吼如同钢针，刺得宋大儿神魂剧痛。他咬破舌尖，强迫自己清醒，双手掐诀，粉红色灵力化作锁链，试图捆缚残魂。废物，我是废物。宋大儿也笑了，笑声凄厉。月之恒，你扪心自问，这些年来，我宋大儿可曾负过你？你风光时，我伴你左右；你失势时，我为你奔走。甚至你被关进思过崖，所有徒弟都离你而去，只有我还愿意救你。可你呢？你把我当过一个人看吗？说是对我比其他徒弟好，其实你对所有徒弟都差。资源你截留大半，只给我残羹冷炙。我稍有不满，你便以师尊身份压我。就算你对我比别人好那么一点，也不过是贪图我的身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现在你穷途末路，就要夺舍我，你对得住我？说到最后，他声音哽咽，泪水奔涌，那是被彻底背叛后的绝望。对不啊？月之恒残魂笑得更加疯狂。宋大儿，你太天真了。修真界弱肉强食，我强势你自然依附，哪有什么对不对得住？今日你这具身子我要定了。话音未落，残魂猛地爆发出最后凶性，化作一道血光，朝着宋大儿识海最核心处狠狠撞去。宋大儿脸色煞白，他知道挡不住了。可就在这生死一线的刹那，他怀中那枚月之恒所赐的炼心灵忽然轻轻一震，灵身之上繁复符文如同被唤醒般逐一亮起，冰凉而诡异的气息弥漫开来。宋大儿，符制心灵，炼心灵，可炼化修士情念，萃取神魂清露。情念可炼，神魂亦可炼。月之恒，他嘶声吼道，竟不再抵抗，反而主动放开识海防御，同时将全身残余灵力疯狂注入炼心灵中。你要夺舍我？来啊！定！炼心灵发出清脆悠长的鸣响，灵身符文大放光芒，一股无形吸力骤然爆发，如同漩涡般笼罩向那道扑来的血色残魂。这是炼心灵？不！月之恒残魂发出惊恐尖叫，他想要后退逃离，可已经来不及了。
炼心灵的吸力如同无形大手，死死抓住了他，将他一点一点拖向领口。贱人，你竟敢用我赐你的法宝对付我！我是你师尊，你弃师灭祖，不得好死！怨毒的诅咒在洞中回荡，宋大儿却面无表情，只是拼命结印，催动灵力。他脸色越来越白，七窍渗出鲜血，身体因过度透支而剧烈颤抖，但他咬着牙，死死撑着。师尊，他笑得比哭还难看。从你想夺舍我的那一刻起，你我就已恩断义绝。今日我便用你赐我的灵，炼了你的魂。话音落下，炼心灵光芒暴涨。不，最后一声凄厉不甘的惨嚎戛然而止，血色残魂被彻底吸入炼心灵中，灵身光芒一敛，当啷一声跌落在地，微微滚动两下，归于沉寂。唯有灵身表面隐约可见一丝血线流转，内部似乎有虚影在无声冲撞。宋大儿彻底脱力，瘫软在地，胸口剧烈起伏，汗水与血水混合，浸湿了衣裳。劫后余生的虚脱与后怕阵阵袭来。许久，他艰难爬起，拾起那枚变得有些温热的炼心灵，神识小心翼翼探入，灵内似有微小空间。月之恒的残魂被无数血色符文锁链禁锢其中，正在疯狂嘶吼冲撞，却无法撼动灵壁分毫。灵内上方的奇异阵法缓缓运转，每运转一圈，便有一缕极其精纯的灰色雾气自残魂中被剥离，在上方凝结成一颗颗散发纯净魂力波动的晶莹露珠，那是神魂青露。感受着那神魂青露中精纯磅礴的本源力量，宋大儿苍白脸上渐渐泛起一丝异样的潮红。筑基后期巅峰的神魂，即便受损严重，也足够让我冲到筑基后期，甚至后期巅峰。他喃喃自语，眼中光芒闪烁，原本绝望的心忽然燃起一簇火苗。情奴契约的控制强度与主仆双方的神魂差距有一定相关，若他能凭借这些神魂青露修为突飞猛进，迅速达到筑基后期，甚至后期巅峰，而陆凡此刻不过筑基中期，那契约对他的控制是不是就会减弱？是不是他就不用变成行尸走肉了？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如同野火燎原，再也无法遏制。宋大儿紧紧握住炼心灵，指节发白。他低头看向灵内那道仍在挣扎的残魂，忽然勾起一抹冰冷的近乎残忍的笑意。月之恒，他轻声开口，声音平静的可怕。你不是恨陆凡吗？恨他夺你一切，恨他将你逼到如此境地。灵内残魂的冲撞骤然一滞。宋大儿继续道，每个字都像淬毒的冰针。等我养好伤，回到合欢宗，我就会去找陆凡，履行我情奴的本分。他顿了顿，笑容愈发妖异。等到陆凡占有我的时候，我就把这炼心灵放在枕边，让你听清楚，你唯一忠心的弟子，你还没得到的女人是怎么在他身下承欢，怎么为他动情颤栗，怎么为他生产青露。我要你听着这一切，在无尽的怨恨与煎熬中被慢慢炼化，助我提升更高境界。月之恒，这报复你可还满意？啊呀呀！宋大儿，你这毒妇不得好死！灵内月之恒残魂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疯狂嘶吼，残魂疯狂冲撞，震得炼心灵嗡嗡作响。宋大儿却不再理会，他漠然地将铃铛收入怀中最贴身的位置，盘膝坐好，开始全力调息。此刻他心中再无彷徨与绝望，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决绝和对力量与挣脱命运的渴望。合欢宗辖下河阳县青罗村，时近黄昏，炊烟袅袅，远处山峦的轮廓晕染成一片温柔的淡紫。村东头一处农家小院，5间石坯房静静矗立，碎石垒砌的院墙缝隙里，青苔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苍翠。宋老汉蹲在屋檐下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妻子在灶房忙碌，铁锅与铲子碰撞的声响里飘出炖菜的香气。2个小子在院里追着一条黄狗玩耍，女儿则坐在门槛上，双手托腮，眼巴巴地望着村口方向。忽然，一道流光自天边掠来，悄无声息地落在院外土路上，光芒敛去，露出一道水绿色的窈窕身影，正是宋大儿。他肩头伤势已愈，3日来炼化了3滴神魂青露，修为已悄然突破至筑基3层，气息内敛而沉凝，阴差之体的天然柔媚气韵，似乎随着修为精进，愈发如暗香浮动，萦绕周身。他在院外站了片刻，看着那扇熟悉的吊漆木门，忽然有些近乡情怯。最终，他还是抬手推开了门。爹娘，他轻声唤道。院中瞬间安静，宋老汉手中的旱烟杆啪嗒掉在地上。灶房里的宋母闻声冲出来，看到女儿，眼圈一下就红了。丫头，你怎么回来了？宋母上前想拉女儿的手，又有些局促。宋大儿心中一酸，面上却笑道：宗门事务忙完了，顺路回来看看。他走进院子，从储物袋中取出几个包裹，这里面是300两银子，50两金子，爹娘收好，再买20亩上等水田，还有这12瓶培元散，爹娘每巡服1粒，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些符箓是护身符、清心符，贴身带着能辟邪祟、安神魂。这3本功法御简、引气诀、凝水经、后土功，弟弟妹妹们都有灵根，若勤加修炼，至少能在县里谋个体面差事，不受人欺负。他一件件交代，事无巨细，语气平静，仿佛在安排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宋家人听着，脸色却越发不安。丫头，你是不是在宗门受委屈了？宋母小心翼翼地问。宋大儿摇头，没有，女儿很好，只是日后宗门任务繁重，
可能很久不能回来了，所以这次多留些东西。他在家里待了一夜，陪父亲说了会儿话，帮母亲烧火做饭，指点弟弟妹妹修炼入门要诀。第二日天未亮，他便悄然起身，来到父母紧闭的房门外，端端正正的跪下，磕了3个头：“爹娘，女儿不孝，此去仙路崎岖，祸福难料。此番归家，或许便是永诀。”接着，宋大儿起身推开院门，他最后看了一眼在晨曦中轮廓模糊的家，毅然转身，化作一道流光，没入尚未完全褪去的夜色之中。又过了2日，合欢宗宋大儿那处相对僻静的弟子小院，他回来已经整整4日。按照合欢宗，或者说按照任何修士收下情奴后的惯例，主人通常不会让情奴等待太久。新鲜的情念初次的彻底掌控，往往是产生侵入效果最佳的时候。所以这几日，宋大儿每日都精心打扮。他换上了一身崭新的水绿色束腰长裙，裙摆绣着蝶恋花纹，腰系银丝绦，衬得腰肢不盈一握，胸脯饱满挺翘，眉梢眼角细细描画，将那份天生的娇艳魅意勾勒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张扬，又足以动人心魄。只是眼底偶尔掠过的寒光，让他看起来像一朵淬了毒的蔷薇，危险的令人心悸。他在等待，等陆凡召见他，占有他，然后完成对岳之恒的报复。然而没有，一连数日，陆凡都没来找过他。陆凡这几天似乎很忙，即使偶尔有空，他也只去一个地方，宗主寝宫。宋大儿不止一次看见苏云长黄昏时提着食盒走入寝宫，然后直到次日清晨才离开。他有时是独自离去，有时是被陆凡牵着手送出殿门。云鬓微乱，他脸上那种被滋润后的慵懒与魅意，几乎要溢出眼角眉梢。有一次，宋大儿在廊下远远撞见2人，苏云长正靠在陆凡怀里，仰着脸说什么，陆凡低头听，嘴角带着很淡的笑意，手指还漫不经心绕着他一缕垂落的发丝。接着不知苏云长说了句什么，陆凡眼中笑意加深，忽然低头吻住了他。苏云长轻哼一声，很快变软了身子，手臂环上他的脖颈回应。等到他身体彻底温热，难以站立，陆凡竟然将他打横抱起，抱进寝宫。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旁若无人。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廊柱阴影里的宋大儿。更让宋大儿痛苦的是，就在陆凡抱起苏云长的瞬间，他识海深处那枚情奴烙印突然滚滚发烫起来，一股强烈的渴望混合着难以言喻的酸涩与屈辱，不受控制地席卷了他的身心。宋大儿脸颊不受控制地泛起潮红，呼吸微乱，身体深处甚至传来一阵细微的颤栗。那是情奴契约对主人的本能反应，是对绝对主宰者的渴望与服从。理智上，他恨他与苏云长的恩爱，甚至连他对他的忽视也恨。可这该死的烙印，却让他的身体比他的心更诚实，更卑贱地叫嚣着对他的渴求。他若直接来占有他，让他尽情奴本分，或许他还能在痛苦中有报复岳之恒的快意。可他偏偏不来，他将他悬在半空，让他在每日的精心等待与窥见他与别人恩爱的刺激中反复煎熬。渴望与等待本身就成了另一种酷刑。怀中的恋心灵微微发烫，仿佛在无声嘲讽他的狼狈，又像在急切催促。报复的时机呢？你等的机会呢？宋大儿嘴角扯出一个冰冷僵硬的弧度，真是讽刺。他以为成了情奴，陆凡就一定会来找他，可现在看来，他不过是陆凡一时兴起收下的玩意儿，用不用，什么时候用，全看他的心情。夜深人静，宋大儿独自回到自己僻静的小院，关上院门，启动防护阵法。屋内没有点灯，只有月光从窗棂缝隙漏进来，在地上投出惨白的光斑。他在桌前坐下，看着那枚青铜炼心灵。或许等我修为再高些，神魂再强些，对这契约的抵抗力就能更强，这种身不由己的渴望或许就能减轻。他低声自语，不知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坚定某种信念。他拿起铃铛，轻轻摇了摇，没有声音发出，但他能感觉到林内那道顽强的意识正爆发出怨毒与痛苦的颤栗。师傅，你在着急吗？他对着铃铛低语，声音温柔得像情话，眼底却一片冰寒。你的好徒弟陆凡，此刻想必正拥着他心爱的师娘红绡帐内，春意正浓呢。有时候真替你不值，你曾经毛都不敢摸一下的马，别人想骑就骑，还一点也不珍惜客气。这话说完，炼心灵在他掌心猛地一震，宋大儿却笑了，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近乎妖异的嫣红。这段时间他早已摸清，每当他刻意提起陆凡与苏云长的恩爱，岳之恒残魂就会爆发出强烈怨恨波动，而残魂的不稳定情绪会让宋大儿炼化时遇到更少抵抗，速度得以加快。他笑了笑，将炼心灵贴近额头，仿佛在聆听什么，然后悠悠叹道：别急，总有轮到我的时候，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听个够。话音落下，他盘膝坐好，双手掐诀，精纯的灵力混合着阴煞之气，缓缓注入炼心灵中。灵身微光泛起，内部的炼化阵法无声运转，将那缕残魂的怨恨与痛苦一丝丝剥离，转化为更精纯的神魂清露。小院之外，月色清冷，宗主寝宫的方向灯火暖光通明，笑语隐隐。随着夜深，苏云长咬不住的呻吟声开始传来。宗主事务殿内，青玉案几上堆着未处理的玉简。正如宋大儿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几日陆凡确实很忙，追捕岳之恒残魂的搜捕令虽已下达，
但各封弟子回报均无线索，此事悬而未决。秦望叔3日前召见他，查验他修为进境后，又交代了几桩宗门重建的要务。新婚第3日，他随苏云长正式拜见苏观澜夫妇，再待客封饮宴半日，算是全了礼数。各附属世家的家主陆续辞行，他这位新任宗主需一一应对，虽多是客套寒暄，却也耗神费力。至于宋大儿，那日收他为情奴后，陆凡便将他晾在了一旁，却也并非完全忘却。偶尔，宋大儿那张娇艳的脸，那深水绿色纱裙勾勒出的饱满胸脯与纤细腰肢，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在脑海。但很快，这些画面就会被苏云长清丽绝伦的容颜，那双含情秋水眸，那微微抿起时让人想吻上去的嫣红唇瓣取代。陆凡对师娘除了汹涌的肉欲，更有浓得化不开的深情。更让陆凡沉溺的是师娘对他的回应和迎合，他真心实意，热情如火，每一个眼神，每一声轻吟，都源自心底最深处的情动。宋大儿或许有更野性的魅力，或许能给他带来更强烈的征服快感，但他给不了那种他灵肉交融的满足。所以陆凡不着急，他要等自己对他的渴望积累到足够浓烈，等他在情奴契约中越陷越深，等他对他的渴望压过一切矜持与骄傲，那时候才是他去找他的最佳时机。宗主，殿外传来恭敬的禀报声，打断了陆凡的思绪。镇法殿只是呈报玉女宗、青云宗等派破阵时，不仅毁去外层禁制，还将72处阵眼的多种核心材料尽数取走。陆凡眉头微微一皱，倒也没多意外。合欢宗护山大阵名为九转阴阳离合大阵，是1000年前那位镇道大宗师玄机子亲手布置。宗门大阵包含镇灵石和星辰砂等多种珍贵特殊材料，很多不是有灵石就能购买到的。知道了，先下去。此事我需与大长老商议。他淡淡道。玉女宗、青云宗等派为攻合欢宗，目的很复杂，但最主要的还是为合欢宗辖下山脉产出的几种特有灵草。以往他们需通过合欢宗购买或者交换，若得罪合欢宗弟子，就可能整年乃至数年都得不到。正因如此，数家正道宗门都恨合欢宗恨得牙痒痒的。最终他以铲除邪魔为名，合力破阵。如今大阵已破，他们还拿走了核心的阵法材料，宗门大阵数年内恐怕也无法恢复。没有了大阵，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自行过来采摘，再也不用受合欢宗要挟。这也是他们破阵之后没有再进一步侵犯的原因。陆凡思索片刻，已有主意。他整了整玄黑流金宗主袍服，正要出门寻情望书。就在这时，他心有所感，抬眸望向殿外天际，远方云层深处，一缕极淡却无比纯正的剑意，如蜻蜓点水般稍纵即逝。陆凡剑鞘中的本命剑胎轻轻一颤，天剑宗的人终于来了。窗外忽然飘进一片梧桐叶，叶色清脆，叶脉泛着淡金纹路，在殿内明珠光下微微闪烁。陆凡瞳孔微缩，金脉梧桐叶，天剑宗内门传讯标记，非金丹真人不可炼制。他伸手接过，叶片触及指尖刹那，化作点点金芒，在空中勾勒出一行清俊俏拔的小字，有诗3刻：后山听松剑，故人相见，勿待随从。最后一笔如剑锋出鞘，锐气逼人。金芒散去，殿内重归寂静。陆凡指尖再按击轻扣，眼中神色变幻。故人，他在天剑宗相识同门不少，但10年过去还能称故人，且已修至金丹的屈指可数。无论如何，终是来了。他低声自语，嘴角勾起一抹难以捉摸的弧度。有时将至，暮色渐沉，听松剑幽静如溪，松涛与流水相合。陆凡他暮色至剑边时，最后一抹余晖正穿过松枝，在溪水上洒下碎金般光斑。他一身素青长服，腰悬宗主令牌，看似寻常游山弟子。10年不见，小师弟倒是沉稳不少。一个清冷如冰泉击石的女声忽自身后传来，陆凡浑身一震，蓦然回首，3丈外古松横之上，不知何时已协作一道身影。月白剑袖长衫，衣料似云似雾，暮色中泛极淡流光，腰间身青丝绦悬一枚寸许银白玉剑，随他轻轻晃动的足尖微叶。他看来约莫20许，容颜清极艳极，眉如远山寒带，目似寒星坠潭，鼻梁挺直，唇色是极淡的樱粉。青丝只用一根朴素木簪松松挽起，几缕碎发垂落颊边，衬得肌肤白得近乎透明。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清澈的能映出人心底最深的秘密，目光流转时却带着历经千帆后的洞明与疏离。穆师姐，陆凡声音微哑。穆听雪，天剑宗内门这一代最精彩绝艳的弟子之一，比他早入门12年。陆凡离开时，他已是筑基后期，见道关诀同辈。如今看来，他不仅结了丹，且金丹已成，境界稳固。难为你还记得我。穆听雪唇角微勾，笑意很淡，却让清冷眉眼瞬间生动，如冰河初融。他轻轻一跃，飘然而下，落地无声。月白衣袂在沐风中轻扬，走至陆凡面前3步处站定，目光在他身上缓缓扫过，尤其在腰间宗主令牌上停留一瞬。我该叫你陆师弟，还是该称一声陆宗主？陆凡迅速敛去眼中震动，躬身一礼，在师姐面前，陆凡永远是师弟，倒是会说话。穆听雪轻轻颔首，转身面向溪流，背对着他，声音平静无波。我3日前便到了，潜伏宾客之中，今日才来见你，
是想先看看我这位好师弟如今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人物。陆凡心头微凛，3日前正是他大婚之日，穆听雪竟潜伏观里宾客中，而他从头到尾未察觉。不过以他天剑宗金丹修为，倒也不算意外。师姐说笑了。陆凡抬头直视穆听雪的眼。陆凡永远是天剑宗弟子，奉命潜伏合欢宗，从未敢忘宗门栽培之恩。哦，穆听雪挑眉，那你这宗主之位，娶圣女为妻，也是宗门之命，形势所迫，机缘巧合。陆凡回答滴水不漏。岳之恒身份暴露，合欢宗内乱，大长老秦望舒玉符我上位，弟子思忖，若能做宗主之位，完成宗门任务更为有利，这才顺势而为。他顿了顿，又道：至于与苏云长的婚事，原因凤体与弟子元阳龙体却有互补之象。他最后看了陆凡一眼，那目光清冽如剑，仿佛能穿透皮相，直抵神魂深处。好自为之。4字落下，他月白身影如流光，倏然远去，融化在夜色里，再无痕迹。至于山涧中袅袅未散的清冷梅香，证明他曾来过。陆凡立在原地，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沉默片刻，才缓缓转身。身旁尉迟玲珑正仰着小脸看他，目色已彻底沉下，月光尚未完全升起，他那双杏眼在昏暗里显得格外亮，像藏着星星。小师叔，他脆生生开口，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好奇，我们现在回哪儿去啊？陆凡收回思绪，目光落在他身上。这丫头看似天真烂漫，实则筑基后期的修为做不得假。穆听雪的亲传弟子，又岂会是单纯角色？随我来。他语气平淡，转身朝宗主峰方向走去。尉迟玲珑立刻跟上，步履轻盈，落地无声，竟始终与他保持3步距离，不多不少。一路上，陆凡未发一言，尉迟玲珑也不多问，只偶尔侧头打量合欢宗夜色中的亭台楼阁，眼中满是新鲜，却无半分惊异或鄙夷。直到踏入宗主峰范围，陆凡才忽然开口：你既随我在此潜伏，便须有个合宜身份，我有几个安排，你可自选。尉迟玲珑眼睛一亮，小师叔请讲。其一，陆凡脚步不停，声音在夜风中清晰传来，你可扮作新入门的弟子，我会将你安排在外门，从杂役做起。好处是身份低微，不易引人注意，行动相对自由；坏处是资源匮乏，修炼会受影响，且难免受些委屈。尉迟玲珑眨了眨眼，没接话。其二，陆凡继续道，你可做我名义上的记名弟子，合欢宗新任宗主收徒，合情合理。好处是身份正当，可得一定资源，行动也方便些。坏处是，他顿了顿，你需唤我师尊，且要行师徒之礼。尉迟玲珑扑哧一声笑出来，眉眼弯弯，那不成，我师父会不高兴的。陆凡不置可否，说出第3个选择。其三，你可在我身边做个侍女。他侧头看他，月光恰好落在他娇俏的脸上。这身份最是微妙，好处是能常伴我左右，消息灵通，行动最便利。坏处吗？他语气里带上一丝难以察觉的玩味。侍女便要真做侍女之事，斟茶递水，铺床叠被，伺候起居，样样都需亲力亲为。合欢宗内眼线众多，你若做的不像，立刻便会引人疑心。尉迟玲珑听完，歪着头想了想，忽然展颜一笑，那我选第3个。陆凡挑眉，可想清楚了？贴身侍女可不好做。想清楚了。尉迟玲珑脚步轻快的跟紧一步，几乎与他并肩，扬起的小脸上笑容甜美，眼神却灵动如狐。我相信那些辛苦琐碎的活计，小师叔定会安排旁人去做的，对吧？陆凡脚步微顿，他低头看他，他也正看着他，杏眼里满是狡黠，偏又装得一脸天真。你倒是会想。陆凡淡淡道，那是自然。尉迟玲珑笑得更甜，玲珑虽愚钝，却也看得出小师叔是个体贴的人，怎会真让师侄做那些粗活？陆凡不接这话，转而道，还有一事，我也有道侣，乃是宗门圣女苏云长。我2人新婚燕尔，时有亲密之时。你年纪尚小，男女有别，在一旁恐怕不便。这话说的含蓄，意思却明白。尉迟玲珑脸颊微红，却无半分退缩，反而挺了挺尚未完全长开却已初具规模的胸脯，语气坚定，我不怕。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修道之人何必拘泥世俗小节？况且他眼珠一转，声音压低了些，带着几分无辜。我相信若是师父他老人家安排，大概也会这么安排的吧，毕竟贴身侍女才能贴身协助小师叔呀。最后几个字他说的又轻又慢，眼神却直直看着陆凡。空气忽然安静，山风吹过廊下，灯笼轻轻摇晃，光影在2人脸上明灭不定。陆凡看着他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忽然笑了，那笑意很淡，却带着一丝了然的冷意。好，他不再多言，转身继续前行。尉迟玲珑眼底掠过一丝得逞的微光，快步跟上，寸步不离。宗主殿侧，专为贵客准备的听雨轩已收拾妥当。陆凡将尉迟玲珑带到此处，简单交代几句，便转身离开。回到书房时，已是亥时3刻。殿内明珠散发着柔和光晕，映着青玉案几上那枚看似普通的玉简。陆凡在案前坐下，并未立刻查看玉简，而是先闭目调息片刻。剑鞘中本命剑胎安静悬浮，感受到天剑宗独门剑意的牵引，微微嗡鸣。他这才伸手拿起玉简，只见一缕精纯剑意渡入，嗡！玉简表面泛起淡金色波纹，静至层层解开，海量信息涌入识海。
首先是月之衡这些年来传回天剑宗的秘宝摘要，合欢宗各峰势力分布，长老性情癖好，弟子派系斗争，资源矿脉位置，事无巨细，详尽的令人心惊。陆凡快速浏览，心中凛然，月之衡这卧底做得当，真尽职。接着是关于飞升台的线索，信息零散而模糊，大多只是猜测与推论。有说合欢宗开派祖师曾得上界一则，疑似与飞升台有关；有说合欢宗境的红尘境海深处有时空波动异常；还有说历代宗主继位时都会进入一处密的接受传承，那密地或许便是飞升台入口，但无疑有确凿证据。陆凡仔细梳理，眉头渐皱。若合欢宗真有第4座飞升台，这等绝密恐怕只有历代宗主与核心长老知晓。以他如今刚坐稳的宗主之位，根基未深，若不告而探，万一被长老会识破，无疑死路一条。特别是大长老秦望说，那女人看似扶持他，但人心隔肚皮，若飞升台之秘真与他有关，自己稍露痕迹，怕便是万劫不复。不能急。陆凡缓缓吐出一口气，眼中神色坚定。当务之急仍是提升修为，唯有实力足够，才有资格探寻秘密，才有底气应对变数。他收起玉简，盘膝入定。识海深处，情窍虚空之中，那枚情种静静悬浮。这几日与师娘缠绵，积攒的情念清露已化作浅浅一汪，晶莹剔透，泛着淡淡的纯净光晕。陆凡心念微动，引动清露，依照合欢阴阳秘典食欲篇法门开始炼化。清露如甘泉，滋养神魂，每炼化一滴，神识便清明一分，对情欲之道的感悟也深刻一分。更妙的是，这些清露源自他与师娘两情相悦时的情念，纯粹而浓烈，炼化起来事半功倍。时间在修炼中悄然流逝，窗外天色由暗转明，又由明转暗。3日之后，陆凡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内敛，气息愈发沉凝。修为虽未突破至筑基后期，却已稳稳停在筑基6层巅峰，距离7层筑基后期只差一线契机。神魂的壮大更为明显，如今神识扫过，方圆100丈内的风吹草动皆了然于心。他起身活动筋骨，推开书房门，晨光洒入，殿外已有侍女静候。宗主，夫人今晨已回妻奉封闭关，说是要尽快恢复修为。侍女恭敬禀报。陆凡微微点头，师娘跌落的修为需时间弥补，闭关是正理。他踱步至窗前，望向远处云海，也是时候了。晾了宋大儿这么多日，那朵带刺的蔷薇，怕是已等得心焦了吧？他想起那日他跪在血泊里，仰着脸看他是楚楚可怜的模样，想起他穿着水绿纱裙，刻意展露身段时的魅影，想起情奴契约中传来的那些压抑的渴望与不甘。陆凡唇角勾起一抹弧度，他转身朝殿外走去，玄黑衣袍在晨风中微扬，步伐沉稳，该去收他的情奴了。宋大儿的小院在合欢宗东侧，倚着一片翠竹林，清幽僻静。这几日他院门常闭，晨起时他会推开窗，任晨风拂过梳妆台，对着铜镜细细描眉点唇。水绿色纱裙换了一身又一身，或深或浅，总要束得腰肢极细，总要勾勒得身段窈窕。发髻每日都梳得精心，或挽成慵懒的堕马髻，斜插一支碧玉簪，或结成灵动的飞仙髻，缀几粒细碎珍珠。然后他便坐在窗前，或倚在院中那株老梅树下，看似修炼，实则心神不宁。情奴契约如同烧红的烙铁，在他神魂深处日夜灼烫。尤其是每当暮色降临，宗主寝宫方向隐约传来欢声笑语时，那股难以言喻的渴望便会如潮水般翻涌，几乎要将他的理智淹没。他知道这是契约的影响，他的情欲，他的身心都在本能地渴望着主人。可理智上，他又恨这种身不由己。更恨的是，陆凡偏偏不来。他每日精心准备，每日期待，又每日落空，像钓着戏弄咬钩的鱼，现收收放放，就是不肯提起。混蛋！宋大儿咬着下唇，指尖无意识地在石桌上划出一道浅浅的痕。这几日他炼化月之衡残魂所得的神魂清露，修为已悄然突破至筑基4层，可心中的焦躁与渴望却半分未减，怀中炼心灵微微发烫，仿佛在无声讥讽他的等待。这日黄昏，夕阳将天际染成一片瑰丽的橘红。宋大儿照例坐在院中梅树下，这一身新裁的浅碧流云裙，裙摆绣着栩栩如生的蝶戏海棠，腰系月白丝绦，衬得胸脯饱满，腰肢纤细的不盈一握，长发松松挽起，用一只素银缠丝簪固定，几缕碎发垂落颊边，平添几分慵懒媚意。他手里捧着一卷道经，却半个字也看不进去，指望着院门方向，眼神空茫。忽然，院门传来轻叩声，嘟嘟嘟3声，不疾不徐。宋大儿浑身一震，手中道经啪地滑落在地。他猛地站起身，心脏狂跳，几乎要撞破胸腔。深吸一口气，他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理了理衣裙，又抬手抿了抿鬓角，这才莲步轻移走向院门。门开，门外站着的人正是陆凡。他今日未穿宗主袍服，只一袭玄青长服，腰束墨玉带，长发以一根乌木簪简单束起。夕阳余晖落在他身上，勾勒出挺拔修长的身形。那张俊朗的脸上神情平静，眼神却深如寒潭。宋大儿呼吸一滞，几乎在看见他的瞬间，情奴契约便在他神魂中轰然爆发。一股强烈到近乎眩晕的渴望，混合着难以言喻的战力，
席卷了他全身。他脸颊不受控制的泛起潮红，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更可怕的是，陆凡身上那股元阳龙体特有的至阳至纯的气息，如同最烈的春药扑面而来。阴煞之体对元阳龙气有着本能的近乎贪婪的渴求。这一刻，宋大儿只觉得浑身每一寸肌肤都在发烫，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着想要靠近他，想要汲取他身上的阳气，想要被他彻底占有。宗主，他声音微颤，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陆凡目光在他身上缓缓扫过，从精心描画的眉眼到微微敞开的领口下若隐若现的雪腻，再到被腰带束得极紧的纤腰，最后落在那双因紧张而微微蜷起、指尖泛白的纤手上。不请我进去。他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宋大儿慌忙侧身，宗主请。陆凡迈步而入，两人擦肩而过的瞬间，他身上的阳刚气息更加浓郁地笼罩过来。宋大儿腿一软，险些跌倒，连忙扶住门框。陆凡却仿佛未觉，径自走到院中梅树下，在那张石凳上坐下。关门。宋大儿咬了咬唇，一言关上院门，又启动了院中简单的防护阵法，这才转身走到陆凡面前3步处，垂手而立。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极长，几乎交叠在一起。院中寂静，只有风吹竹叶的沙沙声。陆凡不说话，只是静静看着他，那目光如有实质，一寸寸掠过他的脸、他的颈、他的胸、他的腰。宋大儿只觉得被他看过的地方，肌肤都像被火焰燎过，滚烫而敏感。他呼吸越发急促，胸口起伏，那饱满的弧度在浅碧衣裙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这几日等急了。陆凡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宋大儿咬了咬下唇，想否认，可契约的烙印让他无法说谎。最终他低低了一声，声音细如文瑞。抬头。宋大儿一言抬头，对上陆凡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时，他浑身又是一颤，那眼睛里隐了情欲，只有冷静的审视，以及一种近乎残忍的掌控感。他在欣赏他的煎熬，他的渴望，他的身不由己。过来。陆凡朝他勾了勾手指。宋大儿脚步虚浮地走上前，停在离他1步之遥的地方。这个距离，他能更清晰地闻到他身上清冽的男性气息，混合着淡淡的檀香，以及那股让他神魂都在颤栗的元阳龙气。再近些。宋大儿咬了咬牙，又往前挪了半步。现在两人几乎呼吸相闻，他甚至能感觉到他身体散发的温热。陆凡伸出手，指尖轻轻抬起他的下巴，指腹温热粗糙，摩挲着他细腻的肌肤。宋大儿长睫剧烈颤抖，闭上眼睛，不敢看他。睁眼。他颤巍巍睁开眼。陆凡正看着他，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温度，那温度却灼热的吓人。看着我。他命令，拇指抚过他娇艳的唇瓣，力道不轻不重，却带来一阵阵酥麻的颤栗。宋大儿喉咙滚动，喉间溢出一声极轻的呜咽，他觉得自己快要烧起来了。阴煞之体对元阳龙气的本能渴求，混合着情奴契约带来的绝对服从，让他几乎要失去理智。他想要靠近他，想要贴上去，想要……陆凡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他忽然凑近，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廓。想要2个字如同惊雷，炸得宋大儿神魂俱震。他浑身一软，几乎要瘫倒在他怀里。陆凡却顺势揽住了他的腰，手掌温热有力，隔着薄薄的衣料，几乎能感觉到他腰肢的柔软与纤细。宋大儿嘤咛一声，整个人软在他怀中，脸颊埋在他肩头，呼吸滚烫。陆凡低下头，鼻尖蹭过他的发丝，嗅到一股清甜的栀子花香，混合着他身上阴煞之体特有的勾人心魄的媚香。他另一只手缓缓抬起，抚上他的后背，指尖顺着脊柱缓缓下滑，每过一处穴位都带来一阵细微的电流。宋大儿在他怀中颤抖，如同风中落叶。他的意识已经模糊，只剩下本能的渴望。陆凡的手终于滑到他腰际，指尖勾住了那根系得极紧的月白丝绦，只要轻轻一扯。就在此时，咔嚓，院外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树冠上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树枝断裂声，紧接着一声短促的惊呼响起。呀！一道娇小身影从树冠上直直坠下，扑通一声摔在院墙外的草地上。院中两人动作同时僵住。陆凡眉头微皱，松开宋大儿，转头望向院墙方向。宋大儿也骤然清醒，慌忙从他怀中挣脱，踉跄退后2步，脸颊红得几乎滴血。院墙外，尉迟玲珑手忙脚乱地从草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衣裙上的草屑，一张小脸长得通红。他抬头望向院内，正好对上陆凡投来的目光。对不住。玲珑结结巴巴，声音里满是慌乱。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在树上看看风景，真的。你们继续。说完，他像是受惊的兔子，转身就跑，眨眼间便消失在竹林小径尽头。院中一片死寂，良久，宋大儿才抿嘴一笑。那笑声起初很轻，渐渐变大，最后竟笑得弯下腰，眼角都沁出了泪花。陆凡也摇了摇头，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又好气又好笑的神色，气氛却也因此松了下来。方才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插曲给打断了。也不知道玲珑那丫头是不是真的走了，亦或还躲在附近某个角落偷看，还是换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吧。陆凡这样想着，恢复了平静神色。他看向宋大儿，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只巴掌大的羊脂玉瓶，
伸手。宋大儿一言，素手轻抬，陆凡并指虚点，只见一缕玄妙道韵流转，低诵摄情法诀。宋大儿忽然轻哼一声，他掌心灵台穴处一点银粉光芒悄然亮起，随即化作细细的光流，如同活物般自穴窍深处蜿蜒游出。这是他这几日因渴望而生的情念清露。光流起初细若游丝，渐渐汇聚成溪，连绵不绝地流入瓶中。待最后一缕光丝没入瓶口，陆凡剑指一收，玉瓶轻轻落回他掌心。宋大儿轻颤，气息微虚，眸中却清明了些，唯余一丝未能得到满足的湿漉漉渴求，逗留不散。陆凡收起玉瓶，转身朝院门走去。走到门边时，他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夕阳最后一抹余晖落在他侧脸上，勾勒出深邃的轮廓。今日起，每日有时来宗主殿侧殿见我。他声音不高，却清晰传入宋大儿耳中。说罢，推门而出，身影很快消失在暮色里。院中，宋大儿呆呆站在原地，良久，他唇角缓缓勾起，越勾越深，最终绽开一抹娇艳至极的笑容。那笑容里有遗憾，有被打断的惋惜，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等到的近乎甜美的期待。每日有时，他轻轻念着这4个字，眼中光芒闪动。终于不用再空等了。陆凡回到宗主殿时，暮色已深，殿内烛火渐次亮起，柔和的光晕漫过玄黑鎏金的梁柱与帷幔，将白日里的肃穆衬出几分暖意。他正欲在进士中炼化刚从宋大儿处得来的情念清露，殿外忽然传来恭敬的禀报声：“宗主，巡山执事有要事呈报。”陆凡眉心微蹙，挥袖撤去进士禁止。进一名身着青灰色执事袍的中年修士快步走入，躬身双手奉上一枚巴掌大小、通体银白的玉制令牌，令牌正面刻着一朵清雅的莲花，背面则是几行娟秀小字，灵气流转间，隐隐透出一股清冷圣洁的气息。此物是从一名潜入我宗东南桃物剑的玉女宗女修身上缴获的。执事陈声禀道，他于暗中采集7情幽兰，被值守弟子发现后激烈反抗，已当场诛杀。清理遗物时发现了这枚任务令牌。陆凡接过令牌，神识扫过，令牌中记录着一条清晰的任务信息：丙级宗门任务，采集7情幽兰3株，时限30日，奖励50贡献点，下品灵石200。7情幽兰乃是合欢宗辖地桃物剑特有的3阶灵草，是炼制数种柱及其丹药的辅材，在外界有价无市。玉女宗将此列为弟子任务，用异不言自明。陆凡指腹摩挲着令牌上微凉的莲花纹路，眼中神色渐深。他想起那些被玉女宗、青云宗等派破阵时强行取走的护山大阵核心材料，又想起这几日接连收到的各派弟子潜入报告。知道了。陆凡收起令牌，语气平静：“下去吧，后藏那名值守弟子，抚恤加倍。”是。执事躬身退下。殿内重归寂静。陆凡立在窗前，望着窗外渐浓的夜色，沉吟片刻，转身出了殿门。明香殿内暖香依旧。秦望舒刚从浴池出来，端坐于偏殿的书案之后，一袭身子流云长裙，薄纱广袖，隐约透出银白腕臂，长发挽起，显得脖颈修长如天鹅。他面前摊开着一卷泛黄的古阵图，指尖正轻点其上某处符文，眉宇微凝，似在推演。听到脚步声，他未抬头，只淡淡道：“来了。”陆凡步入殿中，躬身行礼：“大长老，坐。”秦望舒指了指案几对面的蒲团，这才抬眸看他：“这个时辰过来，有事？”陆凡在他对面坐下，将那块玉女宗的任务令牌轻轻放在案几上，推了过去。秦望舒目光落在令牌上，凤目微眯，拿起令牌略一探查，唇角便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玉女宗手伸的倒是越来越长了。他将令牌丢回案上，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你怎么看？”不止玉女宗。陆凡又从袖中取出另一枚刻着青云纹的令牌，这是前几日青云宗弟子潜入赤焰谷时留下的。任务内容是剿灭一名合欢宗妖女。他顿了顿，继续道：“那弟子已被反杀，但此类任务各正道宗门近年来发布的越发频繁，我怀疑这也和他们联手破我护山大阵有关。”秦望舒身体微微后靠，倚在柔软的锦垫上，指尖在案几上轻轻敲击，继续说：“护山大阵被破，核心材料被夺，若要修复，需重新收集多种珍稀材料。”陆凡语气平稳，条理清晰：“这些材料在市面上极为稀缺，若不计代价收购，耗费的灵石足以让宗门伤筋动骨，未来10年资源都可能吃紧。所以你的意思是暂不修复？”秦望舒挑眉：“不是要修，但不必急。”陆凡迎上他的目光：“弟子以为当务之急并非修复大阵，而是解决大阵被破的根源。”哦。秦望舒眼中掠过一丝兴味：“你认为根源何在？”根源在于各派需要我宗特有灵草，却又不想受制于我们以往的交易条件。他们发布这些任务，一来能让低阶弟子历练并获得灵草，二来能持续消耗我宗力量。秦望舒静静听着，指尖敲击的动作不知何时已停下。殿内暖香袅袅，明珠光晕柔和，空气却仿佛凝滞。良久，他忽然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带着几分赞赏，几分寒意：“你看得很透彻，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应对？”陆凡略一沉吟，缓缓道：“第一，大阵修复所需的材料不必急于一时，可暗中收集，避免引起外界注意和哄抬价格。第二，针对各派发布的这些任务，我们不妨顺势而为。”
秦望叔凤目微抬，顺势而为。是。陆凡眼底闪过一丝锐光。他们能发布猎杀我宗弟子的任务，我们为何不能发布反杀任务？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却字字清晰。合欢宗弟子擅长阴阳调和，借助双修突破修为瓶颈。同样资源下，修为进境往往比别派弟子更快，这是我们的长处，但我们的短处也很明显。实战经验不足，同阶相争，往往吃亏。既然如此，何不借这些正道弟子锻炼我宗弟子？秦望叔瞳孔微缩。陆凡继续道：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我宗弟子反杀对方的机会，远比在外界遭遇对方伏击要高得多。我们可以发布宗门任务，鼓励弟子组队或单独猎杀这些潜入者，根据对方修为给予相应奖励。同时，在各处灵草要地增派暗哨，一旦发现潜入者，立即示警，附近弟子可迅速驰援。若事态失控，巡逻执事乃至长老也可及时出手。他顿了顿，总结道：如此既淬炼了我宗弟子实战能力，时间久了，各派弟子伤亡过多，他们自然就不愿选择这类任务了。殿内一片寂静。秦望叔定看着陆凡，那双总是含着威压与深邃的凤目中，此刻清晰地映出几分惊异，几分深思，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激赏。他忽然发现自己或许还是低估了这个年轻人。他不仅心思缜密，善察局势，更难得的是这份敢于以攻代守，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胆识与魄力。好一个以攻代守！秦望叔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奇异的温度。此策甚妙，不仅可解眼下之困，长远来看，更是提升宗门整体战力的良机。他沉吟片刻，又道：不过大阵之势虽不必急迫，却也不能完全放下。那些被夺走的材料，终究要追回来。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玉简，递给陆凡。这是破阵之后，我动用暗线查到的部分核心材料的流向，以按线索清晰程度和追回难度，初步分配给了几位长老及各店店主，由他们各自负责追索。陆凡接过玉简，神识一扫，分派给他的3样材料分别是地脉原磁石、五彩星辰砂、万年阴沉木星，三者皆是布阵不可或缺之物，虽也珍贵，但非最核心的那几样。显然，秦望叔考虑到他修为尚低，又需掌管宗门日常事务，未将重担压在他身上。多谢大长老体恤。陆凡收起玉简，并未多言。秦望叔微微颔首，忽然话题一转：还有一事，二长老花袭人里通外敌，其家族已被执法堂剿灭，名下3处产业，2处灵脉已被宗门收回。按规矩，这块地该分你这个宗主一份。他取出一幅简略的舆图，点在东北角一处标着青田镇的地方，此处有良田1000亩，附带一座小型池铜矿，灵气尚可，便划给你了。你可遣族人打理或租赁出去，每年收益应当不少。陆凡看着那处离合欢宗主峰足有800余里，与苏家所在的隐木山更是南辕北辙的地盘，心中微微一叹。他确实渴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基之地，可他的家族远在天剑宗辖境，身份敏感，根本不敢明言，更别说派人来经营了。至于交给苏家，两地相距太远，管理不便，也非长久之计。秦望叔见他沉吟，忽地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带着几分难得的促狭。怎么，发愁无人打理？本座倒有个主意。他眼波流转，落在陆凡脸上，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你如今既已娶了妻子，何不早些诞下子嗣？待孩子长大，便可为你经营这份基业。既有了血脉传承，建立了自己的家族根基，亦不耽误你日后追寻大道，飞升上界，两全其美，岂不妙哉？陆凡猝不及防，耳根疼得一下泛起微红。子嗣、家族这些字眼于他而言实在太过遥远。10年卧底，步步惊心，他所思所想唯有生存与破局，何曾虑及此等绵延之事？然而他到底心智坚韧，那抹窘色只在脸上一闪而过，便迅速镇定了下来。他抬起眼眸，迎上秦望叔那双含着戏谑与深意的凤目，忽然也勾起唇角，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浅笑。大长老此言倒让陆某想起一事。他顿了顿，语气放缓，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试探与大胆。生孩子倒是不难，难的是管孩子。他目光落在秦望叔那张艳绝倾城，此刻却因他的话而微微一滞的脸上，缓缓补完了后半句。如果大长老愿意和我一起管孩子的话，一起管孩子，他的意思是一起生孩子吧？陆凡，秦望叔那张素来威严从容的绝美脸庞上，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开一层惊心动魄的绯红。那红晕从脸颊蔓延至耳根，又一路染到雪白的脖颈，在明珠柔光下，衬得他眉眼愈发明艳灼人，竟有种平日里绝难见到的近乎羞恼的生动。他凤目瞪着陆凡，眼中情绪翻涌，似是薄怒，又似窘迫，还夹杂着一丝极淡的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慌乱。店内暖香仿佛都凝滞了一瞬。陆凡见好就收，敛了笑意，正经却着带点委屈道：弟子本就没想过要孩子的事，是大长老您自己提起的。秦望叔一口气噎在喉间，没好气地瞪他：你倒怪起我来了。然而陆凡话锋一转，神色认真起来。但既然大长老提起，弟子便想，若真要绵延血脉，孩子的母亲总归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完，便静静地认真地看向他。孩子的母亲总归是至关重要的。秦望叔呼吸几不可察的一滞，他感觉自己的心漏跳了一拍。
他猛地低头，假装去整理岸上那卷阵图，手指却有些微的凌乱，声音努力维持着平静，却还是泄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胡闹！他轻咳一声，强行镇定。孩子的母亲确实很重要，但这事我也管不来，休要在此胡言乱语，没个正经。这话说的色厉内荏，与其说是训斥，不如说是仓促的逃避。他甚至不敢再看陆凡，只挥了挥手，语气急促：若无他事，便退下吧。陆凡从善如流，起身行礼，弟子告退。转身时，他唇角极快地弯了一下，直到他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店外长廊，秦望舒才缓缓抬起头，脸上红潮未退。他伸手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颊，凤目中情绪翻涌，羞恼交加。这小子，他低声咬牙，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竟敢如此调戏于他。可是骂归骂，当他静下心来，回想起他方才说孩子的母亲至关重要时，那双深邃眼眸里映着的自己的影子，还有那语气里藏着的近乎大胆的渴望，秦望舒忽然发现自己的心跳在那一刻似乎真的漏跳了一拍。心底深处，那被他强行压制的属于秦望舒而非大长老的某个角落，竟然可耻地悸动了一瞬。混账！他再次低骂，这次声音却轻了许多，带着一丝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惘然。独自坐在案几后良久，他看了看自己臂弯处那点一直藏得好好的依旧鲜红的手工纱，忽然伸手轻轻抚上自己依旧平坦光滑的小腹，那里真的会有一个流淌着他与陆凡血脉的孩子吗？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却又莫名的让他心间微颤。陆凡踏出凝香殿时已是酉时3刻，对秦望舒那番试探是他有意为之，无论是探寻飞升台的踪迹，还是未来摆脱秦种制约，亦或借他之力提升修为，都需要将两人的关系拉得更近。关系越亲密，他手中能周旋的余地才越大。从他方才那罕见流露的羞恼与并未真正动怒的反应来看，效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上几分。陆凡唇角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弧度，旋即收敛，身形加快，朝着宗主峰侧殿方向行去。酉时已至，宋大儿该在那里等着了。宗主偏殿灯火已明，宋大儿确实到了，且到得极早。他今日悉心装扮过，一身水绿色束腰长裙，腰系银丝绦，衬得腰肢纤细的不盈一握，胸脯饱满挺翘，脸上薄施脂粉，眉梢眼角细细描画，将那股天生的娇艳媚意勾勒得恰到好处。他站在偏殿内室中央，望着眼前已经布置妥当的一切。一张宽大的紫檀木雕花拔布床，铺着厚厚的锦褥，挂着淡粉色的胶销帐，床边矮几上摆着铜寿香炉，正袅袅吐出和欢宗特有的能松弛心神却又隐隐撩拨情欲的暖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精心准备后的静谧，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属于他的栀子甜味的体香。一切都已就绪。他走到床榻边，指尖轻轻抚过颈背上精致的刺绣，触手温软顺滑，是上好的云锦。以后这里就是我和他。这念头让他呼吸微滞，脸颊不受控制地泛起潮红。他咬住下唇，转身走向窗边。窗外对面宗主寝宫的灯火已次第亮起，他能隐约看见有侍女端着茶盏进出，廊下灯笼在晚风中轻晃。两处宫殿，她是这第二处的女主人。这念头奇异地抚平了他连日来焦灼等待的部分褶皱，带来一丝微薄的却切实的慰藉。他在窗边绣墩上坐下，双手交叠置于膝上，开始等待。时间在寂静中缓慢流淌，殿外夜色彻底吞没天光，远处各峰的喧嚣渐次沉寂，唯有明珠柔和的光晕在殿内无声流动。等待让神魂深处的情奴烙印愈发灼烫，那是一种扎根于本能深处的牵引，混合着阴差之体对元阳龙气近乎贪婪的渴求，细密地啃噬着他的理智，煎熬着他的身心。他必须做点什么来转移这几乎令人发狂的注意力。伸手入怀，取出那枚温热的青铜炼心铃，铃声古朴，符文在光下流转着幽暗的光泽。他能清晰感应到铃内传来的顽强抵抗，月之恒的残魂尚未放弃，仍在苦苦支撑。神识沉入铃内虚空，血色符文锁链如蛛网般纵横交错，将一道暗淡虚影死死禁锢中央。那虚影核心处竟有一张细密剑网张开，顽强抵挡着炼心灵的炼化之力。天剑宗的护魂剑网。宋大儿蹙眉，这样下去炼化速度至少要慢5成。他眸光微冷，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师傅，他对着铃铛轻声细语，嗓音温柔的诡异。我马上也要成为大师兄的女人了，他不但占有你的一切，还要占有本应属于你的女人，你真受得了吗？铃内剑网骤然一颤，血色锁链哗啦作响，虚影剧烈挣扎，怨恨的波动如潮水般涌来，但很快波动又平息下去。月之恒学聪明了，他不再轻易表露情绪，以免加速炼化。宋大儿挑了挑眉，哟，懂得隐忍了。他轻笑，起身踱到床榻边，指尖拂过浅碧纱帐。你看这偏殿布置得多用心，这床、这帐子、这被褥都是为我准备的。以后我每天有时过来，在这里满足他，他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他顿了顿，声音压低，带上一丝甜腻的恶意。前几天师娘半夜里带着痛楚哭泣的腔调，你也听到了吧？听起来像大师兄在欺负他，其实师娘心里也渴望被他这样欺负。我没骗你。宋大儿轻轻一笑，作为女人，我知道。情到浓时，声音是从喉咙里
自己涌出来的，想咬住嘴唇也咬不住。等会儿你也能听见我的。林内依旧沉默，只有剑网的抵抗隐约又凝实了一分。宋大儿撇了撇嘴，光刺激不够了。他握着铃铛在床沿坐下，忽然换了一种语气，不再是刻意的挑衅，而是一种近乎疲惫的认命般的平静。其实师傅，你也别怪我气你。他望着殿顶雕花，声音很轻，我的命没比你好到哪里去，我也只是他的玩物罢了。他想要我，或许是我以前轻视于他，也或许是因为我是你喜欢的女人。他苦笑一声，占有并征服师傅想要的女人，应该能让他满足吧。这是我的命，我认。说到这里，他忽然转头看向掌心的炼心灵，眼神复杂。不过，我也确实渴望他的身体，他的元阳龙体强得让女人心颤。这句话他说得很慢，很清晰，没有羞耻，只有一种近乎坦然的承认。他渴望占有我，而我同样渴望身体被他填满，被他征服的感觉。彼此需要，谁也不欠谁，这是真的。话音落下的刹那，嗡！炼心灵在他掌心猛地一震，灵内那道坚韧的剑网出现了极其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裂隙。岳之恒最在意的不是他的恶毒，而是他竟然真的对陆凡动了欲念。这认知比千刀万剐更让他难以忍受。宋大儿眼底掠过一丝冰冷的得逞，正要再加一把火，殿外忽然传来了脚步声，沉稳从容，不疾不徐，正沿着回廊向偏殿而来。是陆凡。宋大儿心中一慌，所有表情瞬间收敛。他飞快取出一张淡金色的风灵符箓，拍在灵身，浮光没入，彻底隔绝内外生息与灵力波动。接着他起身，目光快速扫过殿内，落在床榻内侧一处不起眼的雕花缝隙，那里恰好能卡住铃铛，从外侧绝难察觉。他小心翼翼将炼心灵塞入缝隙，又拉了拉纱帐边缘，稍作遮掩，这才松了口气。几乎就在同时，吱呀，偏殿的门被推开了。陆凡立在门口，玄黑衣袍几乎融进身后浓稠的夜色，唯有面容被殿内暖黄的光映亮，轮廓深邃。他周身那雄浑磅礴的元阳龙气，随着他踏入殿内，如同温暖的潮汐般无声弥漫开来。他的目光落下，从他精心描绘的眉眼划过微微敞露的雪腻颈肤，掠过被银丝掏勒出惊人曲线的纤腰，最后定格在他那双鹰紧张而微微睁大的眼眸中。宋大儿心脏狂跳，几乎撞破胸腔，他慌忙躬身，宗主，声音里带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轻颤。陆凡没应声，只是迈步走了进来，一步两步，距离渐近。宋大儿呼吸微乱，下意识想后退，脚跟却像定在地上，动弹不得。那股至阳至刚的元阳龙体气息扑面而来，这气息对他这阴差之体而言，如同沙漠旅人看见清泉，恶极的野兽嗅到血腥，致命的诱惑混合着情奴契约催发的本能服从，让他浑身每一寸肌肤都开始细微颤栗。陆凡在他身前一步处停下，近的他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男性气息，混合着淡淡檀香以及一丝若有若无属于凝香殿的玫瑰暖香。他指甲深深掐入掌心，试图用刺痛维持清醒。陆凡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他的脸颊，肌肤相触的瞬间，宋大儿浑身剧颤，一股酥麻的电流自他指尖炸开，迅猛窜遍四肢百骸，让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陆凡顺势揽住了他的腰，手掌贴上他后腰的刹那，宋大儿喉间溢出一声压抑的甜腻的轻吟。太烫了，他的掌心如同烙铁，隔着薄薄裙料，熨烫着他敏感的肌肤。元阳龙体的血气顺着相贴处渡入他体内，与他阴差之气交融，那种感觉如同久旱逢甘霖，又像溺水之人抓住浮木，舒服的让他想哭。今夜，陆凡低下头，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声音低沉，好好侍奉。宋大儿闭上眼，长睫湿漉漉的粘在一起，颤抖的厉害，理智的壁垒在崩塌，身体却诚实的近乎卑贱。他非但没有推开他，反而无意识的朝他怀里贴得更紧，手臂甚至不由自主地环上了他净手的腰身。陆凡低笑一声，那笑声带着胸腔的震动，传递到他紧贴着的柔软身躯。他感觉到他胸膛的坚实，能闻到他颈间皮肤下血液流动的炽热气息。阴差之体在欢愉的颤栗，每一个毛孔都在张开，渴望更多。他的手开始游移，顺着他挺翘的臀线，沿着脊背凹陷的曲线，一节一节缓慢而充满力量的向上俯，指尖隔着轻薄消杀，若有似无的划过每一处敏感的肌肤，带着阵阵难以言喻的颤栗。宋大儿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口剧烈起伏，抹胸下饱满的弧度随着呼吸起伏，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束缚。他知道此刻的自己定然媚态横生，羞耻不堪，可他无力抗拒，情欲如潮，阴差之体在渴望着元阳龙体的滋养，这是烙印在血脉深处的本能。情奴契约更在疯狂催化这种渴望，让他每一寸肌肤都在叫嚣着靠近他，取悦他，被他占有。陆凡的唇贴近了他的耳垂，用灼热的呼吸熨烫着那小巧敏感的轮廓，滚烫的气息钻入耳孔。宋大儿浑身猛地一僵，随即颤抖得更加厉害。宗主，他声音破碎，带着气音般的呜咽。别，言语是苍白的拒绝。他环在他颈后的手臂却收得更紧，身体甚至开始生涩而讨好的轻轻磨蹭。陆凡的手终于来到了他胸前，指尖停在他抹胸边缘，只要再往里一寸。宋大儿屏住呼吸，眼睛闭得紧紧的，
长长睫毛湿成一缕一缕。他在等这连日煎熬的终结，等报复时刻的降临，等他的征服，等他彻底的侵占。偏殿内烛火摇曳，娇绡帐内光影朦胧，两道交缠的身影在帐幔上投下晃动的暗影。宋大儿躺在锦褥之上，浑身香汗淋漓，水绿色的纱裙早已散落榻边，她白皙的肌肤在烛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此刻却布上不少用力的痕迹。陆凡附在她身上，元阳龙体散发着灼人的热意，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燃烧着纯粹的、不容置疑的占有欲。宋大儿的呼吸破碎而急促，他的意识在情欲的浪潮中再沉再浮，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清醒时，他能感觉到自己正被曾经看不起的男人彻底占有，能听到自己喉咙里溢出的羞耻不堪的呻吟。模糊时，内心深处起的阴差之体对元阳龙气的本能渴求，又让他不由自主的迎合，甚至主动索取。这种分裂感让他痛苦，却又带着一种堕落的快意。他的目光在又一次短暂的清醒间隙，下意识地飘向床榻内侧，那道雕花缝隙，炼心灵就在那里。月之恒的残魂此刻正看着这一切，这个念头让他浑身轻颤，不知是羞耻还是一种报复得逞的残忍兴奋。他咬着下唇，转过头，主动对上路凡的眼睛，然后他对他展露出一个娇媚的、讨好的笑容，手指攀上他坚实的脊背，指尖微微用力，带着娇涩的引诱。宗主，他声音沙哑，带着情动。大儿是您的。这句话7分是本能的被元阳龙体吸引，3分却是说给那灵中神魂听的。陆凡受了鼓励，加深了侵略性。与此同时，他俯身吻住他的唇，堵住他的呜咽。宋大儿起初还试图维持一丝清醒，但很快便在汹涌的情潮中彻底迷失。他开始回应，手臂环上他的脖颈，身体本能的弓起，贴合他每一寸滚烫的肌肤。纱帐内温度节节攀升，喘息声、被料摩挲声、肌肤相贴的细碎声响，混合着暖香，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宋大儿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他忘了最初的报复，忘了床缝里的炼心灵，甚至忘了自己是谁，只剩下身体最原始的反应，只剩下阴差之体在元阳龙体下的欢愉站立。他不再压抑喉咙里的声音，起初是细碎的呜咽，接着是断断续续的呻吟，最后变成难以自持的甜腻的气音。正如他之前对月之恒所说的，情到浓时，声音是从喉咙里自己涌出来的，想咬住嘴唇也咬不住。此刻他正亲身验证着这句话。啊！又一声绵长的带着气音的呻吟从他喉间溢出，他的眸光渐渐失了焦点，像蒙上一层雾的潭水。某种难以言喻的颤栗攫住了他，脚趾无意识的蜷缩，手指死死地扣紧床单。也就在这一声呻吟响起的刹那，床榻内侧雕花缝隙中，那枚被淡金色风灵符箓包裹的青铜炼心灵，灵身内部属于月之恒的那缕残魂骤然巨震，灵内虚空，血色锁链纵横。月之恒的残魂被死死禁锢在中央，那张细密的护魂剑网是他最后的屏障，也是他与炼心灵炼化之力抗衡的依仗。先前宋大儿那些刻意的挑衅与刺激，虽让他怨恨翻涌，但合欢阴阳秘典炼心境的修为，让他尚能保持一丝清明，强行压制情绪波动，减缓炼化速度。他甚至在尝试凝聚残存魂力，寻找这铃铛阵法运转的薄弱之处，图谋一线生机。然而此刻，当宋大儿那声漫长而情动的啊透过符箓的微弱缝隙，隐隐约约却又无比清晰地钻入灵内时，月之恒残魂猛地一僵，那声音里的魅意、沉沦以及毫不掩饰的欢愉，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入他神魂最深处。紧接看，更多细碎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女子压抑又放纵的呜咽，陆凡沉重的呼吸，床榻轻微的摇曳声响，每一丝声响都化作最恶毒的画面，在他眼前疯狂闪现。他看到宋大儿环着陆凡脖颈，泣不成声时仍想努力回应的模样，他看到他身上属于他的痕迹被彻底覆盖抹去，他看到他从最初的讨好回应到逐渐迷失，再到最后彻底的迎合与奉献。更让他神魂欲裂的是，在某个隐约的瞬间，他似乎真的瞥见了帐内的一角。宋大儿正转过头望向炼心灵的方向，那张潮红妩媚的脸上眼神迷离，可嘴角却勾起了一抹极淡极冷充满了报复快意的弧度。他在看他，他在让他看。这个认知如同最烈的毒火，瞬间焚尽了月之恒残魂最后一丝理智。贱人，贱人！无声的咆哮在灵内虚空炸开，护魂剑网金光大放，却并非稳固防御，而是随着神魂本源的剧烈动荡而明灭不定。残魂疯狂冲撞着血色锁链，怨毒、憎恨、屈辱，以及一种被彻底背叛和碾压的绝望，如同火山般喷发。他恨宋大儿的背叛与恶毒，更恨陆凡对宋大儿的占有与征服，最恨的是此刻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的自己。合欢阴阳秘典炼心境修的是操控情欲，锤炼到心，可他此刻却被最原始、最爆裂的情欲与仇恨反噬。炼心灵的炼化战法受到这剧烈魂力波动的刺激，骤然加速运转，无数血色符文亮起刺眼光芒，锁链哗啦作响，收缩勒紧。那护魂剑网在内外交攻之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道道细微裂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开来。月之恒却浑然不顾，他的全部心神都被外界的声响
和想象的画面占据，撕扯。帐内云雨渐酣，宋大儿已彻底沉沦。最初的刻意与表演早已被汹涌的情潮冲刷得一干二净。他修长的手指深深陷入陆凡背肌，指甲留下道道红痕，喉间的呻吟破碎而甜腻，身体诚实地回应着。陆凡的动作带着元阳龙体特有的强悍与霸道，时而和风细雨，时而疾风骤雨，掌控着主动权。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下这具阴煞之体正为他彻底绽放，每一寸肌肤都在颤栗着迎合。识海情窍中传来的属于他的情念，纯净而浓烈，源源不断地通过契约涌来，这让他很满意。在某一刻，陆凡见他已经差不多，宋大儿猝不及防，猛地抓紧了床单，声音随即在他齿间化开，变作一段绵长且颤抖的呜咽。他眼神涣散，瞳孔里映着晃动帐顶的模糊光影，眼角沁出泪珠，混合着细汗，沿着酡红的脸颊滑落。一种超越承受极限的感受席卷了他，仿佛灵魂深处的星河被轰然撞碎。他无意识地收紧了环在他颈后的手臂，将脸埋进他汗湿的怀里，像只寻求庇护的幼兽，喉咙里溢出最后一声似痛苦似欢愉的悠长叹息。也就在这声叹息响起的同一瞬间，咔咔嚓，床榻内侧雕花缝隙中，那枚青铜炼心灵灵身表面骤然浮现出无数蛛网般的裂痕，淡金色的风灵符箓光芒狂闪，随即噗的一声彻底暗淡碎裂。偏殿内烛火摇曳，娇绡帐上投下的影子晃动得越来越急。宋大儿浑身香汗淋漓，意识在情潮中再沉再浮。就在他又一次短暂清醒，目光下意识瞟向床榻内侧那道雕花缝隙时，咔咔嚓，一道细微却清晰的碎裂声竟穿透了帐内急促的喘息与呜咽，传入他耳中。宋大儿浑身猛地一僵，炼心灵出问题了。他瞳孔骤缩，瞬间从情欲的迷离中清醒大半，心脏几乎停跳。几乎在同一时刻，陆凡动作也骤然顿住，那双燃烧着情欲的深邃眼眸里，锐利的光一闪而逝。他侧过头，目光如电，瞬间锁定床榻内侧那道不起眼的雕花缝隙，缝隙边缘隐约可见一缕淡金色浮光正急速暗淡碎裂，而缝隙深处似乎有暗红光芒在隐隐流转。陆凡眉头微蹙，他停下所有动作，却依旧强势将宋大儿禁锢于身下。那是什么？他声音低沉，带着情势中特有的威压，语气却平静的可怕。宋大儿脸色刷得惨白，他张了张嘴想解释，喉咙却像被扼住，发不出声音。情奴契约在神魂中剧烈震颤，让他对陆凡的恐惧瞬间压倒了一切。陆凡不再问他，他松开钳制他腰肢的手，探向那道缝隙，指尖触及缝隙边缘的刹那，一股阴冷怨毒却又夹杂着一丝令他无比熟悉的天剑宗剑意气息隐隐透出。陆凡眼神骤冷，他五指虚抓，灵力吞吐，嗖，一道暗红光芒从缝隙中被强行射出，落在他掌心，正是那枚青铜炼心灵。此刻灵身表面布满细密裂痕，淡金色的风灵符箓已彻底暗淡破碎，灵身微微震颤，内部隐约传来锁链碰撞与某种尖锐嘶鸣的混响。更让陆凡瞳孔收缩的是，这铃铛本身散发出的阴煞之气与合欢宗炼器手法烙印，他再熟悉不过。这是岳之衡的成名法宝之一，炼心灵。当年岳之衡曾凭此灵在宗门大比中连败3位同阶长老，震动全宗。此灵不仅能辅助修炼合欢阴阳秘典，炼化情念，更是一件攻防一体的神魂类法宝。岳之衡视若珍宝，从不离身。可他怎么会在这里？在宋大儿床榻的缝隙里。陆凡猛地转头看向身下脸色惨白如纸的宋大儿，电光石火间，无数念头闪过脑海。岳之衡残魂遁逃，宋大儿这几日修为诡异提升，还有方才他目光数次飘向这缝隙时脸上的细微表情。陆凡声音冰寒，每个字都像淬了冰，但他没有立刻发作，而是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涌的杀意与怒意，将全部心神集中于掌中这枚炼心灵。灵身震颤越来越剧烈，裂痕中透出的暗红光芒也越发刺目，隐隐有失控迹象。陆凡眼神一厉，他左手并指如剑，只见一缕精纯剑意凝聚，同时体内真龙之血微微鼓荡，分出一缕至阳龙气。剑意与龙气交汇，在虚空迅速勾勒出一个繁复玄奥的淡金色封印法诀。震！陆凡低喝一声，指尖符文骤然按下，印在炼心灵表面。嗡一，灵身巨震，暗红光芒与淡金符文激烈对抗，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但陆凡的封印法诀显然更强，淡金符文迅速蔓延，如同活物般渗入裂痕，将那些失控的暗红光芒强行压回灵内。数息之后，炼心灵终于停止震颤，安静下来。只是加持在炼心灵表面的风灵符已经被破坏，但内部隐约传来的锁链碰撞与嘶鸣声也并未消失。陆凡这才微微松了口气，他神念毫无保留地探入灵中，炼心灵内部自成一片暗红虚空，虚空中央无数血色符文锁链纵横交错，构筑成一座森严囚笼。囚笼核心一道极度暗淡却隐隐散发金丹气息的虚影正在疯狂冲撞。那虚影面目模糊，但陆凡一眼便认出正是岳之衡。只是此刻的岳之衡状态极其诡异，他大部分神魂已然消散，被炼心灵的阵法炼化成了7滴晶莹剔透、散发磅礴魂力的神魂青露，悬浮在囚笼上方。但残存的最后一缕神魂，竟在方才极致的怨恨与震荡中发生了质变。
品质突破，进入金丹境。虽然只是没有肉身依托的伪金丹，魂力总量也10不存一，但本质已发生跃迁。更让陆凡心惊的是，月之恒这缕金丹残魂周围竟有一层细密的淡金色剑网张开，正顽强抵抗着血色锁链的炼化侵蚀。那是天剑宗的护魂剑网。此刻正因月之恒神魂品质晋升而威能大涨。炼心灵本身只是筑基后期巅峰的法器，在这金丹级剑网的抵抗下，虽不至于被月之恒破灵而出，却已再难将它彻底炼化。双方陷入了僵持。而此刻陆凡神念的侵入瞬间惊动了囚笼中的月之恒。陆凡一道混合着滔天怨毒与狂喜的神魂波动如惊雷般在灵内炸开。月之恒残魂猛地转向陆凡神念所在方向，虚影剧烈摇曳，嘶声咆哮：逆徒，你竟敢窥探！等我脱困，定要让你生不如死！几个字尚未说完，陆凡的神念已冷冷打断。不过一缕残魂而已，也敢张狂？陆凡已看准月之恒仅剩的这一缕残魂困在炼心灵内，连金丹境1/10的能力都无法施展，所以声音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漠然，仿佛在看一只困在笼中徒劳嘶吼的野兽。月之恒残魂一滞，随即爆发出更疯狂的怒火。残魂，哈哈哈哈！陆凡，你睁开狗眼看清楚，老子现在已是金丹之境，就算只剩一缕魂，碾死你这筑基蝼蚁也易如反掌。待我破灵而出，夺舍重生，第一件事就是杀回纥欢宗，将你抽魂炼魄。还有苏云长那个贱人，我要让他……话音戛然而止，因为陆凡的神念忽然动了，不是言语回应，而是一缕凝练如实质的银色剑气自他神念中分化而出，悄无声息地刺入炼心灵空间。剑气之上缠绕着一缕淡金色的龙形虚影，那是真龙血气所化，剑意浩然，龙威凛凛，两者交融，竟在灵内虚空自行勾勒，化作一道似浮非浮、似剑非剑的淡金色符灵印，朝着囚笼中的月之恒残魂当头照下。雕虫小技！月之恒残魂厉笑，周身淡金剑网光芒大放，分化出数道细小飞剑，迎面斩向符灵印。当当当，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在灵内炸响，两道同出天剑宗却在此刻生死相搏的剑气狠狠碰撞。月之恒本以为自己这金丹级的护魂剑网足以轻易碾碎陆凡筑基期的剑气，然而双剑交击的刹那，月之恒残魂猛地一震，预想中的碾压并未出现。陆凡那缕看似细弱的剑气，在真龙之血的加持下，竟坚韧的不可思议。更可怕的是，剑气核心蕴含的剑意纯粹凝练，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决绝，竟隐隐压过了他这一缕残魂金丹剑意。怎么可能？月之恒残魂失声，他这才骇然发现，陆凡的修为境界虽然比他低得多，但剑道境界并不比他差。再加上那缕至高无上的真龙之血，当当当，两人的飞剑在上空激烈交战。不久后，月之恒剑网上的飞剑部分光华变得暗淡，甚至倒飞而回。仅仅一缕残魂，没有肉身和灵力支持，果然如陆凡所预料的那样，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根本没有真正金丹境的威能。月之恒残魂欲借突破之机破灵而出的妄想，在陆凡附灵印和炼心灵内部法阵双重压制下彻底熄灭。囚笼内外一时寂静，唯有血色锁链依旧缓缓收缩，发出冰冷的摩擦声。月之恒残魂死死盯着陆凡神念的方向，虚影剧烈波动，透出难以置信与更深沉的怨毒。陆凡的神念却依旧平静，仿佛方才的封印只是随手拂去衣上尘埃。他神念扫过囚笼上方那7滴精纯的神魂青露，又掠过月之恒周围那层坚韧剑网，最后落在炼心灵内部隐隐不稳的阵法上，心中已有了计较。这炼心灵暂时困得住月之恒，但想要彻底炼化它，或者从他口中拷问出飞升台等信息，怕是不能。除非加固炼心灵法阵，甚至提升品阶，或者另寻他法。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眼下更重要的是，陆凡神念如潮水般退出炼心灵偏殿内，烛火在他眼中映出2点幽深的寒光。陆凡低头看着宋大儿那双盈满极致恐惧，连哀求都凝固了的桃花眼，他的身体紧绷如弦，每一寸肌肤都在细微的颤抖。宗主，是他夺舍我在先。他声音破碎，带着哽咽，泪水不受控制的涌出，顺着眼角滑入鬓发。我不得已才用炼心灵反制，这几日拼命运转灵荡，就是想将它彻底炼化，绝无二心。陆凡静静听着，神情无波无澜。接着他伸出手，指尖触上他冰凉的脸颊，那触感让宋大儿轻轻一颤，却不敢躲闪。他的拇指缓缓拭过他眼角的泪，动作轻缓，甚至称得上温柔，可那温柔的深处却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月之恒夺舍你反将他炼入此灵。他顿了顿，声音平静，却隐隐透出一丝冰冷的近乎愉悦的意味。这很公平。听到这句话，宋大儿眼中骤然亮起一丝微弱的光，仿佛濒死之人抓住浮木，胸腔里那几乎冻结的恐惧瞬间消融了大半。然而这口气尚未彻底松出，陆凡已俯下身，灼热的元阳气息再次将他笼罩，如无形的牢笼。他一只手按在他因紧张而微微翘起的动人曲线，掌心温度滚烫，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将他整个人压下。他贴近他耳畔，声音低沉缓慢而清晰，每一个字都像烙印。继续二字落下，
仿佛方才那惊心动魄的插曲从未发生，又或者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提。此刻唯一重要的是继续。宋大儿呼吸骤然一滞，紧接着另一种更为汹涌的浪潮便将他彻底吞没。那是情奴契约催发的本能悸动，是阴差之体对元阳龙气无法抗拒的饥渴与迎合。更深处还翻涌着一种破罐破摔般的自弃，以及光明正大的对月之恒残魂进行报复的快意。他惊慌的抬眼望向陆凡那双近在咫尺的眼睛，里面的情欲非但丝毫未熄灭，反而烧得更深更近，像冰层下流淌的熔岩。原来他尚未满足。是宗主。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溢出喉咙，沙哑不堪，却意外地勾出一丝柔媚顺从的尾音。他不再僵硬，手臂环上他禁兽的脖颈，将自己柔软的身躯更紧密地贴合向他滚烫的胸膛。陆凡似乎对他的驯服与迎合颇为满意，他却没有立刻动作，而是撑起身体，举过那枚微颤的炼心灵，手腕轻轻一翻，将其放置于床边矮脊之上，位置不偏不倚，正对着娇绡帐内，确保灵身那隐约的暗红光泽能看见帐中的一切。这个随意却精准的动作让宋达儿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也让灵内躁动的月之恒残魂骤然一滞。接着他手臂穿过宋达儿的膝弯与后颈，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道将他整个人托起，做了调整。看着他，陆凡在他耳边低语，气息滚烫，语气却平静的近乎残忍。宋达儿被迫侧过脸，视线恰好对上矮脊上那枚炼心灵。从这个角度，灵身正对着床榻，仿佛一只沉默而恶毒的独眼。他能想象灵内那道金丹残魂正如何睁大眼睛死死盯着这里，羞耻感如同火焰瞬间燎遍全身，让他脚趾蜷缩。但比羞耻更快的是一种尖锐的近乎疼痛的兴奋。金丹又如何？告诉他。陆凡的唇几乎贴着他的耳廓，声音低沉。谁在要你？就在这时，院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随即是恭敬的叩门声。宋师姐，宗主有令，请您前往侧殿书房。是侍女的通报声。宋大儿收敛神色，整了整衣裙，应道：知道了，即刻便去。他推门而出，晨风拂面，带着山间的凉意。走向侧殿书房的路上，他遇到了正端着一盆清水走来的尉迟玲珑。玲珑今日换了一身合欢宗低级侍女的浅粉衣裙，头发梳成双压髻，看上去娇憨可爱。他见到宋大儿，眼睛一亮，笑嘻嘻的打招呼：宋师姐早呀，昨晚休息的可好？他眨眨眼，语气天真，眼神里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宋大儿脚步微顿，面上掠过一丝不自然，旋即恢复平静，淡淡道：有劳挂心，尚可。说罢不欲多言，径直从他身边走过。擦肩而过的瞬间，他能感觉到玲珑的目光在他颈侧某处停留了一瞬，那里或许还有未消的痕迹。宋大儿脊背微挺，加快了脚步。玲珑站在原地，看着他略显仓促却刻意挺直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饶有兴味的笑，低声自语：这位宋师姐有点意思。侧殿书房内，陆凡已端坐于书案之后，面前摊开着几卷玉简和舆图。他换回了玄黑鎏金的宗主袍服，发髻一丝不苟，面容沉静，全然不见昨夜放纵的痕迹，只有周身隐隐散发的愈发沉凝厚重的气息，显示着他修为的些许精进。宗主。宋大儿步入书房，躬身行礼。陆凡抬眸看了他一眼，指了指案几对面坐。宋大儿依言坐下，垂眸静候。陆凡取出一枚玉简，推到宋大儿面前。这是宗门新拟定的猎杀潜入者任务细则及奖励名录，你修为已达筑基中期，阴差之体亦善隐匿获敌，正适合此类任务。宋大儿心中一动，接过玉简，神识扫过，细则条理清晰，奖励颇为丰厚，不仅有灵石、贡献点，还有丹药、符箓，甚至功法兑换机会。猎杀目标按修为划分等级，奖励逐级提升。你的第一个任务，陆凡手指在舆图某处一点，3日后前往鬼窟林外围。据报，近期有玉女宗弟子在该区域活动，疑似采集腐骨灵花。你的任务是侦查其人数、修为，若有把握，可伺机猎杀或驱逐。我会派2名擅长追踪与合击的外门执事辅助你。鬼窟林那是一处瘴气弥漫、妖兽出没的险地，腐骨灵花是炼制某些毒丹的原料。玉女宗要这个做什么？宋大儿脑中飞快转着念头，面上却恭敬应道：大儿领命。记住，陆凡声音微沉，以自身安危为重，情报优先，若事不可为，及时撤离市井。这是历练，也是为宗门出力。是，大儿明白。下去准备吧，所需符箓、丹药，可凭此令去树屋殿领取。陆凡又递过一枚小小的令牌。宋大儿接过令牌，再次行礼，退出了书房。走出侧殿，他握紧手中的玉简和令牌，眼神复杂。给他任务，让他外出历练，获取资源，这究竟是信任，是栽培，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掌控与利用？或许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这比单纯困在偏殿等待灵性，让他觉得更有活着的感觉。他深吸一口气，朝着树屋殿方向走去。书房内，陆凡看着宋大儿离去的方向，目光深远。让他出去活动，一为历练，二为转移注意力，避免他总将心思放在内宅和炼心灵上。三来，他也确实需要实战和资源来提升修为。一个强大的、可控的情奴，比一个脆弱的花瓶有用得多。更何况，
阴差之体在霍迪与隐匿方面却有独到之处，或能成为他暗中的耳目。处理完宋戴尔的事，陆凡将目光重新投回岸上，还有一堆宗门事务等待处理，各店的汇报、资源调配、附属世家的动向，以及他需要抽时间去一趟藏经阁，查阅关于封魂炼器或者飞升台可能相关的古籍秘录，还有尉迟玲珑这个小失职，得找个机会摸摸他的底。陆凡揉了揉眉心，收敛心神，开始批阅玉简。月影渐移，书房内只剩下玉简翻阅的轻微声响，以及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合欢宗新的一天，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依旧涌动，而新任宗主陆凡的棋局正在悄然铺开。合欢宗宗主偏殿，娇霄帐内光影摇曳，汗水与喘息交织成一片迷离的乐章。陆凡的命令低沉而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掌控力，在宋戴尔耳边炸开，告诉他谁在要你。宋戴尔被迫侧着脸，视线与矮脊上那枚暗红微光的炼心灵对视，羞耻如烈焰灼烧，瞬间席卷全身每一寸肌肤，让他脚趾蜷缩，脊背绷紧。可在这极致的羞耻之下，一股更尖锐、更隐秘的兴奋，如同毒藤般破土而出，疯狂蔓延。报复的快感，混合着情奴契约催发的绝对服从，以及阴差之体在元阳龙气灌溉下最原始的战力，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本能。他看着那枚铃铛，仿佛能穿透青铜外壳，看见灵内月之痕残魂那扭曲、怨毒、急欲疯狂的目光，一股强烈的、近乎毁灭般的倾诉欲攫住了他的喉咙。是宗主。他开口，声音因情动而沙哑破碎，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甜腻的清晰。是陆凡宗主在要我。每吐出一个字，身体的颤栗就加剧一分，识海情窍中涌向陆凡的情念清露就浓郁一分，而对那灵中神魂的凌迟似乎也更深刻一分。陆凡似乎对他这诚实的回答极为满意，他没有再言语，只是用更强势的动作宣告着他的所有权。这一次，他不再有任何保留。元阳龙体的强悍与霸道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都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却又精准地掌控着节奏，将他推向一波又一波更高、更汹涌的情潮浪尖。宋大儿的意识彻底模糊了，最初的刻意表演乃至报复的心思，都被这纯粹而汹涌的肉体欢愉冲刷得一干二净。他忘记了炼心灵，忘记了月之痕，甚至短暂地忘记了自己是谁，只剩下身体最诚实的反应。呻吟声不再压抑，断断续续，甜腻绵长，混杂着气音，在暖香浮动的帐内回荡。手指深陷入陆凡的背肌，留下道道红痕，身体本能的弓起，银河仿佛溺水之人紧抓着唯一的浮木。他全心沉浸在这场欢愉之中，不再去想那桌上的炼心灵，不再去想灵中那个怨毒的残魂。他只知道，此刻占有他的男人是他的主人，而他只需顺从、取悦、交付一切。汗水浸湿了两人紧贴的肌肤，在烛光下泛着红润雪白的光泽。矮脊上炼心灵的震颤似乎微弱了下去，但灵身内部那无声的怨毒的嘶吼与冲撞，却透过某种无形的联系，隐约传递出一种濒临崩溃的绝望。不知过了多久，陆凡终于得到了满足。帐内云霄雨歇，只余下两人急促未平的喘息，以及空气中浓得化不开的旖旎气息。宋大儿瘫软在凌乱的颈褥间，今夜他已经被梅开3度，此时浑身如同被拆解重组，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他眼神涣散地望着晃动的帐顶，脸颊潮红未退，唇瓣微肿，眼角的泪痕混合着细汗，勾勒出一幅被彻底征服后的迷艳图景。陆凡侧身躺下，将他揽入怀中，他的呼吸也已平稳，胸膛微微起伏，元阳龙体的热意依旧灼人。他没有说话，只是手臂环着他的腰肢，指尖无意识地在他光滑的脊背上轻轻滑动，带来一阵阵细微的酥麻的战栗。以前的高傲小师妹，现在彻底被他占有，以后想要和他亲密，随时都可以亲密。陆凡回想起以往种种，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宋大儿则闭着眼，感受着这难得的带着一丝温存的静谧。情奴契约带来的本能依赖，让他忍不住朝他怀里缩了缩，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浓烈的男性气息与淡淡汗味，奇异的感到一丝安心。他累极了，加上情事后的松懈，意识很快便模糊起来，沉沉睡去。陆凡仍精力旺盛，并未入睡，他静静拥着怀中温软的身躯，目光越过他的发顶，落在窗外深沉的夜空。识海之中，情窍虚空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与宋大儿此番彻底结合后，那条连接两人的碧绿色情根已然粗壮凝实了许多，如同藤蔓般深深扎入虚空。正如合欢阴阳秘典所说，若主人亲自对情奴施加情欲，情奴产生的清露将会成倍放大。此刻正有涓涓细流般的情念清露自那情种根须持续不断的涌出，汇入情窍下方那汪浅浅的清池中。这些清露品质虽不及与师娘两情相悦那般纯净浓烈，却另有一股野性，征服与隐秘的欢愉掺杂其中，别有一番滋味。这给陆凡合欢阴阳秘典食欲篇的修炼提供了不一样的滋养和不同侧面的理解。阴差之体果然名不虚传，居然能够连续承受我3次。陆凡心中暗赞宋大儿厉害，他能感觉到自己被清露滋养的神魂在缓缓壮大，对情欲之道的感悟也多了几分不同的体悟。修为虽未立刻突破，但神魂之力已经触碰到筑基6层巅峰的壁垒，
似乎突破就在数月之内。这还仅仅是一次，以后每日有时，加上师娘那边。陆凡嘴角一勾，筑基后期已经指日可待。陆凡心念微动，一丝极其隐晦的神识悄然再次探入炼心灵内。灵内虚空，血色锁链依旧，囚笼中月之衡的残魂似乎因耗尽力量而暂时沉寂，但那层淡金色的护魂剑网依旧顽强闪烁。陆凡的神识并未惊动他，只是如同最轻的风拂过灵内战法纹路，仔细感知着其结构、损耗以及与月之衡残魂对抗的平衡点。月之衡现在的神魂本源是金丹品质，虽只有一缕，若彻底将其炼化，效果恐怕也比10个筑基期还要好，只是最好尽快，这个隐患不能一直留着。陆凡这样想着，心中很快就有了计较。炼心灵内有月之衡金丹残魂，他不可能再给宋大儿留着，就算他自己带在身边，最稳妥的方法还是找秦望书要一道风灵符加在炼心灵上。秦望书毕竟是金丹境巅峰，还差一丝就突破元婴的存在，他结的风灵符就算是普通金丹境神魂也很难逃脱，更别说月之衡这就快被消磨殆尽并且困在炼心灵中的一缕残魂了。他将这个念头记下，收回神识。夜已深，陆凡终于也合上双眼，运转功法，一边调息一边炼化着今夜所得情念清露。次日清晨，宋大儿在一阵酸痛中醒来，身侧已经空了。陆凡不知何时已起身离去，他拥着颈背坐起，正冲片刻，昨夜陆凡对他做的种种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让他脸颊再次泛红。低头看了看身上斑驳的痕迹，他咬了咬唇，忍着不适下床，迅速穿戴整齐，又将凌乱的床榻稍作整理，目光扫过矮几桌面，炼心灵已不见踪影。他心中一紧，随即感应到他的储物袋内多了一个红色小瓶，他拿了出来，神念探入其中，是7滴神魂清露，这让他松了口气。这7滴神魂清露足够他将自己的神魂之力提升到筑基后期水平，这意味着宋大儿作为秦奴，修为境界有可能会高于他的主人陆凡。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哪个教派的修士，秦奴主人都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7滴神魂清露居然一滴不留，陆凡这种大度更是出乎宋大儿所料。至于炼心灵，其内有陆凡死敌月之衡的残魂，他就不敢再奢望了。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晨光熹微，宗主峰笼罩在一片淡金色的朝霞中，空气清新冷冽。对面宗主寝宫方向已有侍女走动，一切如常。宋大儿站在窗前静静看了一会儿，昨夜之后有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宋大儿那种悬在半空，不知何时陆凡才来占有他的煎熬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确的每日有时的职责，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得到彻底归属后的奇异平静，甚至对挣脱契约的渴望也因为被陆凡占有过之后没那么强烈了。每日有时，他低声重复着这个时间，嘴角不自觉弯起一个细微的弧度。凝香殿外，晨露未息，陆凡踏着青石小径而来，玄黑衣袍在晨风中微微浮动，他心中记挂着炼心灵内月之衡那缕金丹残魂，急需一道稳妥的风灵符。思来想去，整个合欢宗内唯有秦望书清自结印的符箓最为可靠。陆凡刚踏上游廊，一道深青色的窈窕身影从廊柱后转了出来。青丘今日一身藕荷色束腰襦裙，外罩同色薄纱半臂，腰肢被银丝绦勒得纤细如柳。只是此刻他看向陆凡的笑容里却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古怪，似笑非笑，眸光在他身上来回扫视，仿佛要找出什么秘密。陆宗主今日怎么有空来凝香殿？他声音清脆，带着惯有的调侃，但尾音微扬，显然意有所指。陆凡脚步未停，面色如常，有事寻大长老禀报。沈师妹今日当值？自然是当值的。沈清秋莲步轻移，恰好挡在他前行的路线上，扬起脸，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直直盯着他，压低声音，带着促狭的笑意：陆师兄，昨儿个酉时3刻，你到底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啊？酉时3刻，陆凡心头猛地一跳，面上却不动声色，耳根却不受控制的微微发热。那时候他正将宋戴尔压在身下，逼他对着炼心灵说出是陆凡大师兄在要我修炼处理宗务，还能有何事？他语气平淡，避开了他的直视。沈师妹何出此问？沈清秋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忽然扑哧一声笑出来，眉眼弯弯如月牙，颊边漾起2个浅浅的梨窝。装还装？沈清秋撇了撇嘴，眼中的狡黠几乎要溢出来。他向前凑近半步，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分享秘闻般的兴致。昨日有时，大长老原本召我入内，似有要事吩咐。我进去时，他正端坐饮茶，神色如常。可我刚站定，还未及开口，他脸色唰的一下就潮红了起来，手里的茶盏都晃了晃，差点没拿稳。他边说边仔细观察陆凡的神色，见他虽强自镇定，但眼神细微的飘忽和那抹可疑的红晕却没逃过他的眼睛，心中更笃定了几分。陆凡喉结微不可察地滚动了一下，干咳一声，然后呢？然后沈清秋摊手，一脸无辜又好奇。然后大长老就挥挥手，语气有些急促的让我先出去，说有事改日再谈。他眨眨眼，继续道：我退出来后，心里纳闷的紧，守在殿外许久，也没见他再传唤，直到现在他都没再提那茬。他顿了顿，忽然又凑近一步，几乎要贴到陆凡耳边，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
声音压得极低，带着蛊惑般的好奇。说说嘛，陆师兄，那时候你是不是正和哪位女弟子在？云长圣女可刚闭关呢。你这新人添的倒是挺快。沈清秋对秦望舒在他身上种下情种之事，作为贴身侍女，定然知晓一二。从秦望舒昨日的反应推断，他恐怕已经猜到了7、8分。能如此直接扰动大长老情窍感应的，除了陆凡正在与旁人亲密，还能有何事？陆凡被他逼问的有些招架不住，尤其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清甜的少女馨香，识海情窍中那条连接沈清秋的浅碧根须又隐隐发烫。他定了定神，决定反手为攻，侧头看向他，眼神带着一丝探究。我哪知大长老为何如此？倒是你，大长老找你，想必是有要事，你不妨先说说，他找你到底何事？沈清秋被他反问，眨了眨眼，倒是没继续穷追猛打，只笑道：他若要找我，自然会再找，或许是临时改变主意了呢。你别想扯开话题。他话锋一转，又绕了回来，眸中闪着光。快老实交代，是不是又收了哪位师妹做双修道侣，还是招惹了哪位长老座下的女弟子？他顿了顿，看着陆凡那副假装出来的镇定模样，忽然抿唇一笑，语气里带上几分戏谑和一丝难以察觉的试探。陆师兄，你这胆子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可我瞧你对咱们大长老明明心思活络的紧，怎不见你动他的念头？嘻嘻，这话半是玩笑半是揶揄，却也点破了陆凡内心深处对秦望舒那份敬畏和渴望交织的心思。陆凡被他这直白的话语说得心头一荡，看着近在咫尺这张娇俏灵动的脸，一个大胆的念头陡然升起。他忽然伸手轻轻拉住了沈清秋的腕子，肌肤相触的瞬间，两人皆是一怔。沈清秋的手腕纤细，肌肤温凉如玉，陆凡的掌心却滚烫，修长的手指摩挲着他细腻的腕内侧。呀！沈清秋猝不及防，轻呼一声，已被他拉至廊柱的阴影里，两人距离瞬间贴近，几乎呼吸可闻。沈清秋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清冽的男性气息，混合着淡淡的属于宗主殿的檀香，还有一丝昨夜未散尽的极淡的暖媚余韵。他的脸颊不由自主地泛起薄红，长睫轻颤，想抽回手，腕子却被他稳稳握着。陆凡低下头，凑到他耳边，温热的呼吸拂过他耳廓细小的绒毛，带来一阵细微的颤栗。他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气声，带着一丝刻意压低的诱惑和坦诚。沈师妹眼光毒辣，我对大长老却有些心思。他承认的干脆，却留了余地。只是师妹你也知，大长老何等修为境界，金丹巅峰，半步元婴。我呢，不过区区筑基中期。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进他有些慌乱的眼底。若沈师妹肯指点指点，相助一二，陆某定然铭记于心，必有厚报。说罢，他竟真的从袖中取出一个精致的锦囊，看那分量，正是他作为宗主每月500灵石俸禄的一半，250块下品灵石，不由分说地塞进沈清秋手里。他动作干脆，眼神却带着认真，并非全然玩笑。沈清秋握着那沉甸甸锦囊，先是一愣，随即像是被烫到般，脸颊疼得飞起2朵红云，又羞又气地瞪他。陆师兄，你果然藏着这贼心，连大长老的主意都敢打。这灵石你快收回去，我可不敢要。帮你算计大长老，你莫不是想害我挨罚？他嘴上嗔怪着，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飞快瞟了眼紧闭的殿门，心跳快了几分。陆凡对秦望舒那份隐晦的心思，他平日察言观色，多少能猜到一点，但这么直白地贿赂他当同谋，还是让他又惊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陆凡本就不怕，见他虽羞恼，眼神里却并无怒意，更无告密的意思，心下自定。他顺势收起灵石，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讪讪之色，摸了摸鼻子，是，师妹教训的是，怪我被师妹一击就口无遮拦，胡言乱语了。师妹只当什么都没听见，千万别往心里去。沈清秋见他貌似服软，哼了一声，理了理微乱的衣袖，脸上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瞪他的眼神却软了几分。知道是胡言乱语就好，这种话以后可千万莫要再说了，尤其是在旁人面前。他特意加重了旁人2字。他顿了顿，看着陆樊俊朗的侧脸，想他如今如此被大长老看中，语气稍缓，带着几分熟人间的关切和提醒。陆师兄，不是我说你，修仙界终究实力为尊，你现在虽然是筑基中期巅峰，但和大长老之间相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他声音压低，带着洞悉事情的通透，却没了方才玩笑的调子，显出几分认真。你想的是并非全无可能，但前提是你得先有足够的实力，站到能让他平视甚至不得不重视的高度。沈清秋抬眼直视陆凡的眼睛，一字一句，至少也得先结成金丹吧，否则一切心思终究只是镜花水月。大长老那样的人物眼界高招呢，他现在扶持你，看中你是因你有用有潜力，可若你修为进展太慢，跟不上他的需求，他未尽之言，两人心知肚明。陆凡听在耳中，心中凛然。沈清秋这番话说到了要害处，确实没有实力支撑的欲望，不过是空中楼阁。秦望舒扶持他，重情于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他自己突破原因。若自己修为进展太慢，跟不上他的需求，恐怕随时会被视为弃子。师妹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陆凡正色抱拳，
眼中光芒凝聚。陆凡记下了，必勤修不辍，早日结丹。届时若真有几分可能，定不忘师妹今日这番肺腑之言。他这话说的真诚，也隐晦的许了个未来可能的人情。沈清秋被他这认真的模样看得脸颊又是一热，别开眼，挥挥手，语气恢复了几分轻快。谁要你的好处？快进去吧，大长老方才已知道你来了。陆凡微微一笑，不再多言，整了整衣袍，转身走向凝香殿正门。身后沈清秋望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门后，在原地静立片刻。晨风吹动他藕荷色的裙摆，发间那朵睡莲微微颤动。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微烫的脸颊，指尖触及耳垂，那里还残留着一丝他呼吸拂过的酥麻。目光垂下，却见廊柱边的阴影里，那个锦囊静静地躺在那儿，显然是陆凡不小心落下的。沈清秋咬了咬唇，快步过去拾起锦囊，入手沉甸甸的，缎面光滑微凉，却仿佛还残留着一丝他的体温。他捏着锦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上面的云纹，眼神复杂地闪烁了一下。廊外竹声簌簌，晨光渐盛，最终他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自语，像是对自己解释：这个陆师兄真是的，丢三落四。却小心翼翼地将锦囊收入自己袖中深处，还特意抚平了袖口的褶皱。罢了，他理了理鬓发，转身朝游廊另一端走去，脚步声轻盈。我先替他收着，免得被旁人捡去，惹出闲话。凝香殿内暖香依旧，却比往日多了几分沉静。秦望舒今日一身素雅的月白广袖流仙裙，外罩浅紫纱衣，青丝用一根杨枝白玉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颈侧。此时正坐在临窗的茶案前，素手执壶，徐徐斟茶。氤氲的水汽模糊了他过于明艳的眉眼，显出几分难得的静谧。弟子陆凡拜见大长老。陆凡恭敬行礼，坐。秦望舒抬眼看他，凤目平静，仿佛昨日在沈清秋面前的瞬间失态从未发生。他将一盏清茶推至陆凡面前，尝尝新得的雪顶寒翠。陆凡依言坐下，端起茶盏，浅啜一口，清香沁脾，灵气盎然，却是佳品。他放下茶盏，开门见山：弟子此番前来，是想向大长老求一道风灵符。风灵符？秦望舒执壶的手微微一顿，目光落在他脸上。宗门符箓店便有制式风灵符出售，虽只是筑基层级，但封印寻常法器也堪用了，何须来本座这里求？陆凡神色不变，声音沉稳：符箓店主近日正在闭关冲击金丹中期，店内事务由副店主暂代，弟子所需风灵符，须稳妥些，最好是金丹层级。秦望舒眼中似乎掠过一丝了然，需要金丹层级风灵符镇压的，绝非寻常物件。联想到岳之恒失踪的残魂，以及陆凡近日的举动，他心中或多或少已猜到了一些。不过他并未点破，只是淡淡看了陆凡一眼，放下茶壶。金丹层级的风灵符炼制不易，所需材料也珍贵，你要来何用？他语气平淡，仿佛只是随口一问。陆凡早已准备好说辞：弟子近日得了一件旧物，其上残留些许执念与阴晦气息，颇为顽固，恐生变故，不想求一道稳妥的符箓暂且封镇，待日后修为足够再行处理。这个解释合情合理，既未完全隐瞒，又未透露关键。秦望舒闻言不再多问，他素手轻扬，指尖灵光流转，于虚空之中快速勾勒，道道淡金色蕴含着他精纯金丹法力与独特道韵的符文屏空显现，交织缠绕，最终凝聚成一张巴掌大小、流光溢彩、微压内敛的金色符箓，轻飘飘落在陆凡面前的茶案上。此符足以封印金丹中期以下的神魂波动与法器灵性，若无元婴之力强行冲击，可保百年无虞。他语气平淡，仿佛只是随手给了件寻常物件。陆凡心中一定，小心收起符箓，诚挚道谢：多谢大长老。秦望舒微微颔首，重新执壶为自己添茶，似不经意般开口：方才在殿外与青秋聊了些什么？耽搁了这些时候。陆凡心头微动，面上却笑道：只是闲聊了几句。说起来，青秋师妹还提到昨日大长老有事寻他，却半途让他离开，至今未再提及，不知是何事。若有用得上弟子的地方，但请吩咐。秦望舒放下茶盏，目光落在陆凡脸上，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其实那是与你有关。陆凡一怔：与我有关？秦望舒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云长闭关之后，你身边连个双修之人都没有，长此以往，必定影响修为境界。我本打算让青秋做你第二个双修伴侣，助你修行。陆凡闻言，心头一震。他虽对沈青秋有好感，却不知秦望舒有意撮合，更没想到他会如此直白的安排。秦望舒看着他微微睁大的眼睛，轻笑一声：不过昨日有时，我感知到你和宋大。说到此处，他倒想起昨日有时陆凡通过秦种传来的汹涌情潮，耳根那抹褪下的绯色似乎又要浮起。想来你暂时也不缺双修之人，便没再擅自做主。他顿了顿，语气很快转为严肃：但陆凡，你要记住，我已至金丹巅峰，随时可能破境元婴，届时需要你元阳之体相助。你若修为进展太慢，恐怕就来不及了。陆凡回过神来，心中念头飞转。沈清秋，双修伴侣。陆凡心头一热，识海中那条连接沈清秋的情根再次隐隐发烫。他想起沈清秋狡黠的笑容，灵动的眼眸，以及他方才在殿外那句修仙界实力未尊的劝诫。若能得到他，
不仅是得一红颜知己，更是实打实地能获得他筑基中期的一半修为，这对他快速提升实力、应对未来变局诱惑实在太大了。只是沈清秋与宋代儿不同，她是秦望舒的贴身侍女，修为筑基中期。更重要的是，她仍是完璧之身。合欢宗女子留着元婴，通常有2个目的：要么是留待修为难以突破时，借助初次双修时交付的一半修为冲击瓶颈，要么是将这好处献给修为更高的前辈修士，换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沈清秋的原因绝不会轻易于人，这也是陆凡虽有好感，却从未真正动过这方面念头的原因。但现在秦望舒既然主动提及，弟子虽收了一个情奴，陆凡斟酌着开口，眼神认真。但若再多一个双修道侣，其实也无妨，毕竟修行之路资源自然是越多越好。他这话也说得直白，毫不掩饰对沈清秋那一半修为的渴望。秦望舒闻言，凤目中掠过一丝笑意：“你倒是贪心，弟子若不贪心，修为静静就慢了。”陆凡坦然道：“更何况清秋师妹聪慧伶俐，姿容出众，若能得她为双修道侣，是弟子之幸。”他是真不想让到嘴的鸭子飞了。沈清秋筑基中期的一半修为，虽不及师娘苏云长那般雄厚，却也差不多抵得上他数年甚至10年苦修，价值万金不止。秦望舒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模样，摇头失笑：“我本也是打算和他商量此事的，不过她虽是我的侍女，我却也不好强迫于她。这样吧，他沉吟片刻，你可以先试着追求她看看。合欢宗虽然双修，但道侣之事终究要两情相悦。若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不妨再来找我。”这已是极大的支持和暗示了。陆凡心中大喜，立刻起身郑重行礼：“多谢大长老成全，弟子明白，定会妥善处理，绝不令大长老为难。”秦望舒挥挥手：“去吧。”他心中了然，他并不反感他，甚至是有些好感的，只是这事关乎重大，他需要时间权衡。不急，陆凡语气温和，带着恰到好处的体谅：“此事确实仓促，你慢慢考虑便是。我也需与云长说一声，毕竟他是我道侣，此事该让他知晓。”他顿了顿，又道：“况且我也想趁这段时间冲击筑基后期，待我修为再进一步，或许谈此事会更合适些。”这话说的体贴，却也在提醒他的修为进极快，若他犹豫太久，等他结丹，或许便不再需要他那一半修为的助力了。沈清秋何等聪慧，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抬起眼，对上陆凡平静而深邃的目光，心头那团乱麻似乎被理清了一缕。是啊，陆凡的潜力谁都看得见，灵术赐福，真龙之血，元阳之体，他结丹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甚至元婴也未必不可能。若真能与他结为道侣，不仅当下能得他庇护，未来或许也能借他气运走得更远。只是他咬了咬下唇，那股羞意又涌上来，浑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容我再想想。他轻声说，声音虽低，却不再慌乱，而是带着认真。陆凡点头，不再逼迫。此刻气氛却因此更微妙了，那些未曾挑明的心思在空气中流动，比直白的言语更撩人心弦。沈清秋觉得再待下去，自己怕是要烧起来了。他下意识想转身离开，找个地方冷静冷静，可脚步刚动，手腕却被轻轻握住，不是方才那种带着玩笑的拉拽，而是更轻柔却也更不容拒绝的力道。陆凡的手指温热，指腹有常年练剑留下的薄茧，摩挲着他细腻的腕内侧肌肤，带来一阵细微的战栗。沈清秋浑身一僵，想抽回手，却使不上力气。还有事？他声音发软，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轻颤。陆凡看着他这副模样，眼底掠过一丝笑意，却很快收敛，正色道：“确实有事要托付你。”他松开手，从袖中取出一枚巴掌大小的御制令牌，递给他：“我打算闭关一些时日，冲击筑基后期，期间宗门日常事务，想请你代为处理。1、2。”沈清秋接过令牌，触手温凉，正是宗主复令，有调动部分宗门资源的权限。他怔了怔，随即明白过来，陆凡这是真的信任他，也是给他一个名正言顺接触宗门核心事务的机会。大长老闭关时，我也常带他处理杂事，这些倒不陌生。他稳了稳心神，语气恢复了平日的凌厉。只是宗主闭关终究是大事，须得安排妥当，巡逻值守、资源调配、各封事务呈报，这些都要有个章程。陆凡欣赏的看着他迅速进入状态的模样，你办事我放心，若有急事可来进士询我，若我闭关到了紧要关头，便去请大长老定夺。我明白了。沈清秋点头，将令牌小心收好。这时他才想起袖中那个锦囊，他取出锦囊递还给陆凡，这个你收回去吧，方才你不小心落下的。陆凡却不接，只是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不容拒绝的温和。既是酬劳，哪有收回的道理？这些时日要劳烦你费心，区区零食不成敬意。可是收着吧。陆凡打断他，语气缓而坚定，就当是我提前付的定金，若日后你真愿做我道侣，这些自然不算什么，若不愿，便当是这些时日辛苦的酬劳，也是应当。这话说的滴水不漏，既给了他压力，又给了他台阶。沈清秋握着锦囊，指尖能感觉到里面灵石的棱角。他看着陆凡，他眼神坦荡，却深不见底，像一潭静水，下面藏着漩涡。他忽然发现自己似乎从一开始就被他牵着走了，从廊下的玩笑到坦诚的告知，
再到此刻的托付与赠礼，每一步他都算得精准，恰到好处的推进，却又留足了余地，不让他反感。这个男人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对付，却也更让人心动。那我便先收着了。他最终没有再推辞，将锦囊重新收回袖中，脸颊还红着，眼神却清亮了许多。宗主放心闭关便是，宗门事务青丘定当尽力。这一声宗主叫得比平时软，少了那份刻意的调侃，多了几分真切的郑重。陆凡笑了，那笑容很浅，却直达眼底，有劳。两人又说了几句宗门事务的细节，沈清秋一一记下。阳光渐渐升高，廊下光影移动，风铃兀自轻响。最后，陆凡告辞离开。沈清秋站在原地，望着他玄黑衣袍的背影消失在竹林小径尽头，许久未动。袖中的锦囊沉甸甸的，令牌微凉。他抬手轻轻碰了碰自己的脸颊，那里还残留着热意。我要成为陆凡的道侣吗？他低声自语，眼中神色复杂，有羞，有喜，有犹豫，还有一丝隐隐的期待。合欢宗宗主殿进士，陆凡盘膝坐在玉榻上，面前悬浮着两样东西，那枚青铜炼心灵，秦望书所赐的金色风铃符。他没有立刻闭关，而是决定先处理月之恒这个隐患。指尖轻抚炼心灵表面冰凉的青铜纹路，神识再次探入灵内虚空，景象与昨夜相差无几。于月之恒这缕残魂在炼心灵法阵的持续运转下被缓慢炼化，只是这金丹品质的残魂异常顽固，进度比预想中慢了许多。陆凡的神念化形刚刚凝聚，囚笼中的残魂便猛地一颤，爆发出滔天怨念。陆凡，你这欺师灭祖的逆徒，还敢来见本座！虚影剧烈波动，怨毒的神魂冲击如同暗潮，狠狠撞向陆凡的神念化身。陆凡的身影稳如磐石，连衣角都未曾晃动分毫。他平静地注视着那道疯狂的虚影，声音听不出情绪。师傅，别来无恙。谁是你师傅？月之恒残魂嘶吼，声音因极致的恨意而扭曲。逆徒，待我脱困，定要将你抽魂炼魄，让你永世不得超生。陆凡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带着冰冷的嘲讽。师傅可知我为何留你这一缕残魂至今？月之恒残魂一滞，陆凡继续道：若只是要你死，昨夜我便可用真龙血气彻底湮灭你这缕残魂，留着你自然是因为你还有用。哼，想从我这里套话？月之恒残魂冷笑，尽管虚弱，那份属于金丹修士的倨傲依旧未散。痴心妄想，本座便是魂飞魄散，也绝不会让你这逆徒得逞，是吗？陆凡的声音陡然转冷，他并指虚点，一道微不可察的淡金剑意融入灵内虚空。霎时间，囚笼周围的血色锁链光华大盛，猛地向内收紧。呀！月之恒残魂发出一声痛苦的尖笑，护魂剑网被勒得光芒狂闪，咯吱作响，仿佛下一刻就要崩碎。残魂虚影也随之剧烈扭曲，显然承受着巨大的痛楚。师傅似乎忘了，这炼心灵本就是合欢宗炼化情念、萃取神魂的法宝。陆凡的声音如同寒冰，一字一句敲打在月之恒残魂之上。你虽是金丹残魂，但被困林中，无肉身依托，无灵气补充，又能撑多久？1月、3月，迟早会被彻底炼化，化作纯净的神魂清露。他顿了顿，语气中的玩味更甚，却也更加残酷。届时，师傅100年的记忆、见识、功法感悟，乃至你最在乎的那些秘密，都会随着炼化，一点一滴成为我的资粮。何须你开口？月之恒残魂猛地僵住，剧烈的颤抖从虚影深处传来。魂飞魄散固然可怕，但更令人绝望的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点一点炼化。你这歹毒的小畜生！月之恒残魂的声音因恐惧而扭曲。彼此。陆凡收回剑意，锁链恢复原状，声音恢复了平淡。师傅当年暗中给我下毒，派阴影重视我灵力，屡次置我于死地的做法，怎不说自己歹毒？他不再多言，神念扫过囚笼，上方有一团比周围魂体更加凝实，散发着微弱金丹波动的本源正在缓缓汇聚。若能耐心炼化，假以时日，或能凝结出一滴远超筑基修士价值的金丹神魂清露，这才是他暂时留下月之恒的真正原因之一。陆凡，月之恒残魂似乎缓过一口气，厉声道：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也是天剑宗弟子，如此残害同门师长，宗门知晓定会清理门户，将你挫骨扬灰。天剑宗，陆凡轻笑出声，笑声里却没有丝毫温度，只有洞悉事情的冰冷。师傅，你我皆为卧底，何必再演这同门情深的戏码？修仙界实力为尊，飞升长生才是唯一真理。天剑宗与你我不过是达成目的的工具与跳板。他的声音陡然转厉，带着不容置疑的锋芒。更何况你现在只是一缕随时会消散的残魂，而我是合欢宗宗主，身负大气运，更有价值。你以为天剑宗会为了一个已经失败的棋子来动我这颗还有大用的棋子吗？月之恒残魂陷入了死寂。陆凡的话如同最锋利的冰锥，刺破了他最后一丝侥幸。他说的对，卧底本就是消耗品，死了便毫无价值，宗门只会扶持更有用的人，所以师傅还是省些力气吧。陆凡最后看了一眼那团暗淡的虚影，神念化身开始缓缓消散，好好享受这活着的最后时光。你的金丹本源我会妥善利用的。神念退出炼心灵，静室中，陆凡睁开眼，拿起那张金色风灵符，
符箓入手微凉，表面流转着秦望书独特的金丹道韵，繁复的符文仿佛自有生命般缓缓旋转。不再犹豫，陆凡并指虚点，一缕精纯的元阳龙气混合着剑意注入符箓之中。嗡！符箓金光大放，化作无数细密的金色丝线，如同活物般缠绕上炼心灵。灵身表面的裂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金色丝线填补、加固、覆盖。刹那间，灵内所有的魂力波动、挣扎嘶鸣，乃至那丝天剑宗剑意的气息都被彻底隔绝、封印，竟是重归寂静。只有那枚附着金魔的铃铛静静悬浮，再无半点异常。陆凡仔细感应片刻，心中赞叹：秦望书这道封灵符的品阶之高，远超预期。有此符镇压，月之恒那缕残魂，即便有通天之能，在炼心灵被彻底破解前，也绝难掀起风浪。他挥手将封印妥当的炼心灵收入储物袋最深处，又连续布下数道隐匿与防护禁制，这才真正松了口气。窗外日头已见西斜，陆凡起身走到窗边，夕阳将宗主峰染成一片瑰丽的橘红，远处云海翻腾，气象万千。他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与神魂中那汪日渐充盈的情面清露。筑基后期就在眼前。沈清秋那边，他已埋下种子，只需耐心等待，静待花开。师娘闭关，宋大儿已收服，月之恒这个隐患也暂时封镇，壮大合欢宗地盘的计划，一切都在按他的计划推进。陆凡眼中闪过锐利的光，修仙之路步步惊心，但他已不再是那个只能隐忍蛰伏的弟子，他是合欢宗宗主，身负真龙之血，被灵树赐福，更有师娘宋大儿乃至未来的沈清秋相助，这天下终有他的一席之地。窗外暮色渐沉，远处钟声响起，悠远而肃穆。陆凡转身走向静室深处，他盘膝坐下，双手结印，周身灵力开始缓缓运转，如江河出动。闭关之前这段时间，他还需要做一些准备。情念清露的积累不能停，月之恒那滴金丹境神魂本源清露也需在闭关前炼化出来。还有，陆凡心念微动，神识扫向殿外，有时已至，偏殿方向，一道熟悉的阴煞之体气息正在静静等待。那是宋大儿。陆凡唇角微勾，起身整理衣袍，朝偏殿方向而去。今夜是他和宋大儿的第二个酉时。酉时3刻，宗主偏殿。夕阳最后一抹余晖恰好漫过偏殿的窗棂，在青玉地面上拖出长长的暖金色光影。宋大儿已等候多时，他今日依然精心打扮，但比起第一次那种刻意雕琢的媚态，多了几分从容。水绿色纱裙换成了更柔软的烟罗绸，颜色是浅浅的碧，像春日出发的柳芽。腰间的银丝涛松松系着，衬得腰肢愈发纤细，却不显紧绷。长发被他精心挽起，斜插一只素银簪，几缕碎发垂在颈侧，随着他轻微的呼吸轻轻浮动。脸上薄施脂粉，唇色是淡淡的殷红，不像上次那般艳丽逼人，却又不失清媚。他坐在窗边的绣墩上，手里无意识地绞着一方素帕，目光望着窗外，渐沉的暮色竟有些出神。直到殿门被推开的声音传来，宋大儿浑身一颤，连忙起身。转身时，裙摆漾开柔软的弧度，像被风吹皱的春水。陆凡站在门口，玄黑衣袍融在渐浓的暮色里，他没有立刻进来，只是站在那儿，目光静落在他身上。那目光和上次不同，上次是审视，是掌控，是带着征服意味的灼热，而这次宋大儿说不清那是什么，依然深邃，依然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但似乎多了些什么，一种更纯粹的近乎欣赏的专注。他心头莫名一跳，脸颊微热，垂下眼屈膝行礼：宗主。陆凡嗯了一声，迈步进来，反手关上门。他没有像上次那样立刻靠近他，而是走到桌边，拿起茶壶倒了一杯冷茶，仰头喝了。喉结滚动，侧脸的线条在目光中显得格外分明。宋大儿站在原地，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素帕的边角。他忽然发现自己竟在等他开口，等他动作，等他那双眼睛再次看向自己。过来。陆凡放下茶杯，声音比平时温和些。宋大儿一眼走过去，在离他2步的地方停下。这个距离，他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檀香，混合着一种独属于他的干净而雄浑的男性气息。陆凡伸手，指尖轻轻托起他的下巴，这个动作和上次一样，力道却轻柔得多。指腹擦过他细腻的肌肤，带来一阵细微的战栗，却不带压迫感。他仔细看着他的脸，目光从眉眼到鼻梁，再到唇瓣，最后回到他微微颤动的长睫上。今日这妆，他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淡了些。宋大儿呼吸一滞，下意识想解释，弟子以为更好看3个字打断了他未出口的话。宋大儿怔住，抬眼看他。陆凡的眼神很认真，不像是客套或调情，而是一种纯粹的陈述，他觉得这样更好看。一股奇异的暖流从心口缓缓蔓延开来，让他脸颊发烫，心里却莫名的甜丝丝的。陆凡的手指从他下巴滑落，顺着脖颈优美的曲线，轻轻拂过他衣襟边缘，指尖触碰到锁骨处细腻的肌肤时，宋大儿轻颤了一下，却没有躲闪。衣服也不同了，他又说，语气依然平淡，却让宋大儿心跳更快。上次那件太紧了，他小声说，耳根泛红，穿着不舒服。陆凡点点头，没有追问，只是将手放在他腰间，掌心温热，隔着柔软的烟罗绸，能感觉到他腰肢的纤细与柔软。这样呢？他问。宋大儿咬住下唇，
轻轻了一声。这个回答很轻，却让陆凡眼中掠过一丝满意的光。他不再说话，低头吻住了她。这个吻和上次截然不同，上次是攻城略地的强势，带着不容拒绝的占有欲，而这次依然是掌控的，却多了缠绵，多了耐心。他的唇温热而柔软，轻轻摩挲着她的唇瓣，不疾不徐，像在品尝某种特别的甜点。宋戴尔起初还绷着身子，但很快便在他的温柔攻势下软化。他闭上眼睛，手无意识地攀上他的肩膀，指尖陷入玄黑衣袍的布料里，呼吸渐渐急促，唇齿间的温度节节攀升。陆凡的手从他腰间滑到背后，将他整个人揽入怀中，两人的身体紧密相贴，他能感觉到他胸膛的坚实，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这个拥抱很紧，却不让他感到窒息，反而有种被完整包裹的安全感。不知过了多久，陆凡终于松开了他的唇，却没有放开他。他的额头抵着他的额头，呼吸灼热地拂过他发烫的脸颊。去床上，他低声说，声音已带上了情动特有的沙哑。宋大儿羞涩点头。陆凡则一边吻他，一边将他抱起，走向床榻，帐幔放下，隔绝了外界最后的天光。白几上的烛火适时亮起，暖黄的光晕透过淡粉娇绡，将帐内映得朦胧而暧昧。陆凡将他轻轻放在颈褥上，却没有立刻附身而上。他在他身侧坐下，手指抚过他散在枕上的长发，这次动作轻柔的不可思议。宋大儿侧躺着看他，那双桃花眼里水光潋滟，有羞怯，有期待，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近乎依恋的柔软。陆凡看着他的眼睛，忽然笑了，那笑容很淡，却直达眼底，让他整张冷峻的脸都柔和了几分。今天不着急，他说着，俯身在他额上落下一吻，慢慢来。宋大儿心头一颤，他忽然意识到，今天的陆凡和上次真的不一样了。上次的他像一只锁定猎物的猛兽，每一寸进攻都带着明确的目的，征服、占有、宣告所有权。而今天他依然在占有他，但那目的似乎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纯粹的对他身体的喜欢和欲望。这种转变让他莫名心慌，却又忍不住欢喜，因为他也喜欢他这样，喜欢他专注地看着自己的眼神，喜欢他指尖温柔的触碰，喜欢他不再只是为了征服，而是真的在享受与他亲近的过程。陆凡的手开始解他的衣带，动作很慢，一点一点，像在拆一件特别的礼物。烟罗绸的衣料柔软滑腻，随着他的动作层层散开，露出底下银白如玉的肌肤。宋大儿这次没有闭眼，他就这样看着他，看着他认真而专注的神情，看着他眼中映出的自己的倒影。当最后一件亵衣被褪去时，他出现在他面前，烛光在他身上镀了一层暖金色的光泽，每一寸曲线都美好的惊心动魄。陆凡的目光缓缓扫过他的身体，从修长的脖颈到饱满的胸脯，再到纤细的腰肢，最后落在那双并拢的笔直的长腿上。那目光里没有审视，没有评估，只有纯粹的欣赏，以及一种近乎赞叹的毫不掩饰的喜欢。你很美，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情动的沙哑，却无比真诚。宋大儿眼眶忽然一热，这句话他从前听过无数次，从那些对他献殷勤的师兄弟口中，从那些试图讨好他的世家子弟口中，可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想哭。因为陆凡说的不是客套，不是奉承，而是真的觉得她美。在他眼里，她不是一件需要征服的战利品，不是一个用来生产青露的工具，而是一个让他喜欢的活生生的女子。他伸手轻轻拉住她的衣襟，声音微颤，宗主，叫我的名字。陆凡打断他，俯身在他唇上轻啄一下，现在叫我的名字。宋大儿呼吸一滞，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近乎蛊惑的温柔。陆凡，他轻声唤出这两个字，声音细如文瑞，却清晰无比。陆凡笑了，那笑容里带着满足，他不再忍耐，低头吻住了他。这一次的吻比刚才更深更热烈，他的舌撬开他的牙关，长驱直入，与他纠缠在一起，手也不安分地在他身上游走，从腰侧到臀线再到腿根，每一寸肌肤都不放过。宋大儿在他身下轻颤，喉咙里溢出细碎的呻吟，他的手环上他的脖颈，将他拉得更近，身体本能的弓起，迎合着他的触摸，情欲如潮水般涌来，将他彻底淹没。他看着陆凡那双燃烧着欲火的眼睛，看着他微微汗湿的额发，看着他紧抿的却勾着弧度的唇，他看着他为他动情的模样，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近乎骄傲的喜悦，因为他在为他动情，不是为征服，不是为侵入，只是为他的身体，为他这个人。陆凡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注视，动作微微一顿，低头看他。看什么？宋大儿脸颊绯红，眼神却亮得惊人。看你，好看吗？他问，声音里带着笑意。好看，他诚实回答，指尖轻轻划过他紧绷的下颌线，特别好看。陆凡眼神一暗，不再多言，低头吻住他的唇，同时宋大儿轻哼一声，手指紧紧攥住他背后的衣料，熟悉的感觉传来，让他浑身颤抖，眼角泪珠再次沿着酡红的脸颊滑落。陆凡想让他安心，低头吻去他眼角的泪，他的动作很温柔，温柔的让他心头发软。疼吗？他低声问。宋大儿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将脸埋进他肩窝，声音闷闷的，有一点，但没关系。陆凡笑了，胸腔震动，他抱紧他。这一次他没有像上次那样疾风骤雨，
而是带着一种近乎磨人的耐心。他在用身体感受他，也在让他感受他。宋达尔很快就迷失了，他的意识渐渐模糊，只剩下身体最诚实的反应。呻吟声不再压抑，一声比一声甜腻，一声比一声绵长。他的手从他背上滑到腰间，无意识地摩挲着他紧实的肌肉线条。他喜欢他的身体，喜欢他宽阔的肩膀，喜欢他劲瘦的腰身，喜欢他充满力量的臂膀，喜欢他肌肤下滚烫的温度，喜欢他身上那股干净而雄浑的气息。这个认知让他更加放开自己，更加投入地回应他。帐内的温度节节攀升，汗水浸湿了两人的肌肤，在烛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喘息声、呻吟声、肌肤相贴的细碎声响，交织成一片令人面红耳赤的乐章。矮脊上，炼心灵静静立在那里，灵身表面的金色封印微微闪烁。但这一次，两人谁都没有看他一眼。陆凡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身下这具美好的身体上，在他怀里这个为他颤栗、为他绽放的女子身上。而宋大尔，他的眼里心里只有此刻占有他的这个男人。月之恒的残魂还在灵内无声嘶吼，还在用怨毒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刻的欢愉，重要的是彼此身体的契合，重要的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感。不知过了多久，陆凡开始合欢宗宗主偏殿。不知过了多久，陆凡不再克服。宋达尔感觉到他身体的紧绷，感觉到他呼吸的急促，时候快要到了。他紧紧环住他的腰，将脸埋在他颈间。某一刻，极致的欢愉如烟花般在脑海中炸开，让他意识瞬间空白。陆凡伏在其上，看着他涣散的眼神，露出满足的笑容。他俏皮地亲吻他一口，侧身躺下，将他揽入怀中。宋达尔则已经瘫软在他怀里，浑身香汗淋漓，连动回应的力气都没有。他闭着眼，感受着他胸膛的起伏，听着他渐渐平稳的心跳，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浓烈的男性气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的满足感从四肢百骸蔓延开来，让他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像踩在云端。陆凡的手在他背上轻轻抚摸，指尖划过他光滑的脊背，带来一阵阵细微的酥麻。累吗？他低声问，声音还带着情势后的沙哑。宋达尔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将脸往他怀里埋得更深些，声音闷闷的，累，但很舒服。陆凡笑了，胸腔震动，他低头在他发顶落下一吻，动作自然的连他自己都有些意外。两人就这样静静相拥，谁也没有说话。空气中弥漫着情势后的旖旎气息，混合着汗水与体香，形成一种独特而亲密的氛围。许久，宋达尔才轻轻动了动，扬起脸看他。烛光透过鲛绡帐，在他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他的眉眼依旧冷峻，但此刻却有种难得的松弛和温柔。他看着他，忽然轻声开口：“宗主，明日你还会这样吗？”陆凡低头看他，怎样？就是像今日这样。宋达尔声音很小，温柔的战，喜欢我。陆凡沉默片刻，忽然笑了：“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喜欢。”宋达尔立刻说，语气急切的让他自己都有些羞耻：“我很喜欢。”是的，他喜欢他这样对他，喜欢他温柔的占有，喜欢他仔细的探索，喜欢他眼中毫不掩饰的喜欢。陆凡没再说什么，只是将他搂得更紧了些。他感受着怀中温软的身躯，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和上次不同，上次是征服的快感，是占有师妹的兴奋和得意，而这次更像是一种拥有，一种从身体到心灵的更完整的拥有。他低头看着宋达尔，看着他泛红的眼角，看着他微微颤抖的长睫，看着他依偎在自己怀里的模样，心里某个角落似乎轻轻动了一下。接下来的日子，陆凡并没有立刻闭关，或者说他就是以这种方式闭关的。他依然每日有事去偏殿，宋达尔也依然每日精心准备，等他到来。只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陆凡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带着明确的征服目的而来，他依然掌控着他，依然强势，但那种强势里多了耐心，多了温柔，多了对他感受的顾及。而宋达尔，他也渐渐放开了自己，不再仅仅是情奴对主人的服从，而是一种更真实的作为女子对男子的回应和索取。他们开始更专注地享受彼此的身体，每一次亲密都像一场心照不宣的盛宴。陆凡会花更多时间抚摸她，亲吻她，探索她身体的每一处敏感。而宋达尔，他也开始大胆地触碰她，用指尖，用唇舌去感受她每一寸紧绷的肌肉，每一道流畅的线条。矮脊上的练心灵渐渐成了被遗忘的背景。有时候，陆凡甚至会忘记将它拿出来，有时候拿出来了，也只是随手放在一边，目光从未真正落在上面。月之恒的残魂依然在灵内无声嘶吼，依然在用怨毒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但那种嘶吼和目光已经无法再触动两人分毫。他们眼里只有彼此，只有此刻占有自己或被自己占有的那个人。有一次情到浓时，宋达尔忽然扬起脸，看着陆凡那双燃烧着欲火的眼睛，问道：“你真的喜欢我的身体吗？”陆凡微顿，低头吻了吻他的唇，声音沙哑：“你觉得呢？我想听你说。”宋达尔执拗地看着他，那双桃花眼里水光潋滟，却亮得惊人。陆凡看着他，忽然笑了。他停下，捧住他的脸，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喜欢，非常喜欢。”宋达尔眼眶一热，又问：“
那喜欢哪里？陆凡的手指轻轻拂过他的眉眼，这里喜欢。他继续拂过他的唇，这里也喜欢。他落在他胸前饱满的柔软上，这里最喜欢。宋大儿的脸红透了，心里却甜得像蜜。最后他回到他脸上，还喜欢这里，哭起来的时候很动人。宋大儿脸颊再次爆红，我哪有哭？他小声辩解，却掩不住嘴角上扬的弧度。陆凡低笑，不置可否。他看着他泛红的脸颊，忽然问：你呢？宋大儿一愣，我什么？你喜欢我的身体吗？陆凡问，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宋大儿的脸更红了，他咬了咬下唇，眼神飘忽了一下，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直视他的眼睛。喜欢，他说，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非常非常喜欢。他一字一句，像是要把这几个字刻进他心里。喜欢你的肩膀，很宽，很有力。喜欢你的胸膛，很结实，套上去很安心。喜欢你的腰，很有力，每次都能让我……他说不下去了，脸颊烫得几乎能煎鸡蛋。陆凡一笑，不再多言，低头吻住他，用更激烈有力的回应他的告白。这一次，两人都格外投入，格外疯狂。结束后，宋大儿瘫软在陆凡怀里，累得连手指都抬不起来，心里却满足的像是拥有了全世界。陆凡抱着他，轻轻抚摸着他的长发，眼神温柔的不可思议。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不再仅仅将他视为情奴了。这个认知让他有些意外，却并不抗拒。也许这样也不错。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念清露在持续增加。陆凡使海情窍中的那汪清池日渐充盈，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在稳步壮大，距离筑基后期的那层壁垒似乎越来越薄。而炼心灵内月之恒的残魂，在两人日复一日的无视中，终于渐渐衰弱。那道淡金色的护魂剑网，在炼心灵法阵的持续运转下，光芒一日比一日暗淡。月之恒的嘶吼和挣扎，也一日比一日微弱。终于，在某个寻常的黄昏，当陆凡和宋大儿又一次在帐内缠绵时，炼心灵忽然轻轻一震，灵身表面那道金色封印光芒微闪，随即恢复平静。而灵内月之恒那缕顽固的金丹残魂，终于被彻底炼化，化作一滴晶莹剔透、散发磅礴魂力的金丹镜神魂清露，静静悬浮在灵内虚空中。陆凡感应到了灵内的变化，动作微微一顿。宋大儿察觉到了，扬起脸看他，眼神迷离。怎么了？陆凡低头看他，看着他潮红的脸颊，看着他盈满情欲的眼睛，忽然笑了。没事，他轻声说，低头吻住他的唇。我们继续。月之恒终于彻底消失了，但此刻谁在乎呢？娇霄帐内，春光正浓。合欢宗宗主殿，这次和宋大儿快活完之后，陆凡没有逗留太久，他很就回到自己修炼的境室。境室之内，檀香袅袅，陆凡盘膝坐于玉榻之上，掌心托着那枚青铜炼心灵，灵身表面的金色封印符文明灭流转，隔绝了内外的一切气息与波动。月之恒，这个纠缠了他10年，让他恨之入骨又忌惮无比的名字，就在刚才没了。其最后的痕迹似乎已经沉寂在这枚小小的铃铛之中。就这样结束了。陆凡眉头微皱，指尖抚过冰凉的灵身，心中非但没有大仇得报的酣畅，反而升起一丝莫名的违和感。太安静了，安静的令人失望。以月之恒的性情，即便只剩一缕残魂，被困炼心灵州日日煎熬，更被迫旁听自己与宋大儿的种种，他怎么可能如此平静地接受被彻底炼化的命运？那个阴狠、隐忍、野心勃勃的月之恒，最后连一点像样的挣扎或反扑都没有，真是太令人失望了。陆凡低声自语，声音在寂静的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丝冰冷的嘲讽以及更深沉的警惕。事出反常必有妖。他眼神一厉，并未立刻解除封印吸取清露，而是将神识凝聚，再次小心翼翼地探向炼心灵。这一次他探查得极其仔细，不放过灵身内外每一道符文，每一条零落，每一个空间，甚至他模拟了数种可能隐藏残魂或后手的秘法，波动去试探。但金色的封印之下，炼心灵内部的情况映照在他神识之中。血色锁链构成的囚笼空空如也，只有一滴约墨米粒大小、璀璨如星辰的淡金色露珠静静悬浮，那是被炼化的纯粹金丹境神魂本源清露。它本应回归天地，却被炼心灵法阵强行留了下来。此时正散发着磅礴而平和的魂力波动，灵内战法运转平稳，没有丝毫异常的能量残留或隐藏波动。月之恒那缕残魂的气息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这家伙真的是在极致的怨恨与无力中彻底崩溃，放弃了。陆凡收回神识，指节在玉榻边缘轻轻敲击，反复探查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月之恒以神魂俱灭，回归天地。但他心中的那点疑虑并未完全消散，多年的卧底生涯让他习惯了在事实背后还要再埋下一分不信任。算了，沉吟片刻，陆凡最终决定不再纠结。无论如何，月之恒的威胁在物理层面上已经解除，至于是否还有潜藏极深，连炼心灵和秦望书的封印都无法察觉的后手，那已超出了他目前能力所能探查的极限，而且这种可能性接近零。过分疑神疑鬼只会徒乱心神。陆凡双手掐诀，先是对炼心灵本身又加固了2层隔绝禁制，这才小心地将那滴金色神魂本源清露提取出来。嗡，
那滴淡金色青露微微震颤，草木道纹虚影流转，精纯浩瀚的魂力波动弥漫开来，却又被牢牢限制在净世阵法之内。陆凡运转合欢阴阳秘典中的炼神法门，识海情窍产生牵引之力，青露微微一颤，随即化作一道淡金色的细流，沿着陆凡眉心阻窍，缓缓没入识海。刹那间，陆凡浑身巨震，仿佛有无形洪流冲入脑海，磅礴浩瀚的神魂之力轰然炸开，冲刷着识海的每一寸角落。这毕竟是金丹境的神魂本源，即便月之恒只剩一缕残魂，其品质也远非筑基修士可比。陆凡只觉得自己的意识如同风暴中的小舟，被抛入无尽的魂力浪潮之中，无数破碎的画面、杂乱的情绪、残缺的记忆碎片，随着魂力的冲刷，试图涌入他的心神。那是月之恒残留的杂质。陆凡早有准备，紧守灵台，剑鞘中的本命剑胎嗡鸣作响，分化出万千细密剑意，在识海中织成一张无形剑网。剑意纯粹，锋锐无匹，将那些不属于他的记忆碎片与情绪杂质一一斩碎、剥离、涤荡，只留下最精纯的神魂本源之力，如甘泉般滋养着他的识海。时间在静室中悄然流逝，1日、2日、3日，陆凡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气息时而澎湃如潮，时而沉静如渊。他的神魂之力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暴涨、凝实、蜕变。咔嚓，冥冥中仿佛有某种无形壁垒被冲破，筑基6层巅峰的神魂境界应声而破。神魂境界正是踏入筑基后期，陆凡只觉得识海猛然扩张，神识感知的范围与清晰度暴涨数倍，心念微动，竟是外廊下蚂蚁爬行的轨迹，百丈外竹叶上的露珠滚动，甚至更远处侍女们低声交谈的只言片语，都清晰无比地映入心中。但这并未停止，金丹青露中蕴含的魂力太过磅礴，破开第1层壁垒后，于是不减，继续冲击。咔嚓，第2声轻响，来自更深处的神魂本源，筑基7层的神魂壁垒也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轰然破碎。陆凡的神魂境界一跃突破至筑基8层，接着还一直冲到筑基8层巅峰，魂力的冲击才缓缓平复，最终稳固在筑基8层大圆满，距离9层仅一步之遥。陆凡的神魂境界连破2层，直接冲到了筑基8层巅峰。此刻单论神魂强度与神识覆盖范围，他已完全不逊于寻常筑基后期修士。与此同时，陆凡测试了一下现在的神魂能力，神魂所到之处，灵气受到驱使，汹涌而来。很快，境室之外异象再生，以宗主峰为中心，方圆数百丈的天地灵气忽然剧烈波动起来，一个巨大的直径超过50丈的五彩灵气漩涡在空中缓缓成型，漩涡中心电闪雷鸣，低沉的轰鸣声传遍合欢宗山门。又来了，宗主又在突破，这动静比上次还大。各峰弟子纷纷抬头望向宗主峰方向，脸上满是震撼。灵气漩涡疯狂旋转，将四面八方的天地灵气疯狂吸纳而来，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洪流，涌入境室之中。陆凡盘坐其中，周身毛孔尽数张开，贪婪地吞噬着这些精纯灵气，但他的眉头却微微皱起。魂力境界已至筑基8层巅峰，可丹田灵海中的灵力积累和精纯程度却远远跟不上神魂的跃进。就像一个水桶，桶身已经足够高大坚固，桶底也已拓宽，但里面蓄积的水却还差了一截。魂力强，灵力弱，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准筑基8层吧。陆凡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流转，深邃如星海。他没有准备足够的丹药，单靠吸纳这附近的天地灵气，想要填满筑基8层巅峰所需的灵力，至少需要数月苦功。但即便如此，他也已今非昔比。神魂境界先至，灵力积累随后补足即可，这已是修仙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准突破状态。现在的他堪称准筑基8层修士，甚至半只脚已踏在筑基9层的门槛前。日后只需按部就班吸纳灵气，炼化资源，筑基后期的灵力关卡对他而言已形同虚设。突破至筑基8层、9层也将是水到渠成之事。然而，就在他心神稍松，感受着神魂壮大带来的全新掌控感时，异变陡生。那些被剑意斩碎却并未完全消散的月之恒记忆碎片中，一些更深层、更隐秘的信息，因为与神魂本源的紧密纠缠，终究还是如同潜藏的暗流，悄无声息地渗入了陆凡的感知，并非主动的灌输，更像是无意间的瞥见。两段尤为清晰的画面，带着强烈的情绪烙印，猛地撞入他的意识。第一段画面，居然是月之恒的一对漂亮水灵的妻女。妻女，月之恒在天剑宗属地竟有妻女，而且还是离陆家不远的一个知名家族。这个发现让陆凡很是吃了一惊。进室内，金光见脸，余家居然是月之恒在天剑宗的姻亲。陆凡睁开双眼，眸底亚色一闪而过。余家在他家乡那一带颇有名望，家主余正风筑基后期修为，经营着几处灵矿和药园，算得上是地方豪强。长女余雨蝶更是那一带有名的美人。陆凡幼时随父母赴宴，确实见过她一面。那时他约莫28年华，已是亭亭玉立，眉目如画，一袭淡紫罗裙立在回廊下逗弄池中锦鲤，阳光透过廊檐洒在他侧脸上，肌肤白得近乎透明，睫毛长而卷，微微颤动时像是蝶翼轻颤。他那时不过10岁出头，躲在父亲身后偷看，
心跳莫名快了几分。那么多年过去，与雨蝶外貌没变，却多了些许妇人风韵，反而更容易让人动心了。万万没想到，离家多年，竟还有这般牵扯。陆凡沉吟着，很快又从月之恒残存的记忆碎片中，隐约瞥见一个与雨蝶眉眼相似的娇憨少女身影。绝了，女儿也丝毫不差，都非常水灵。这月之恒哪来的那么大福气？这念头仅一闪而过。毕竟月之恒已死，再大的福气也没用。不过也因月之恒已死，陆凡也就没有了继续报复的心思。月之恒，你最好是真的死透了，否则，哼！陆凡对着恋心凌冷哼了一声，便将其收入储物袋，不再理会。比起这段陈年旧事，另一段深嵌于神魂本源中的记忆碎片，才真正让他心头震动。飞升台、凝香殿、地下室。陆凡看着记忆碎片闪过，眼神渐凝。原来月之恒这些年发给天剑宗的情报只是半真半假。月之恒真正相信的是飞升台的秘密和大长老秦望书有不少关联，特别是他所居的禁制重重的凝香殿。根据月之恒的推测，飞升台的秘密极有可能就藏在那里。难怪陆凡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秦望书当日以雷霆手段废除月之恒，表面是因其失职导致宗门大震被迫，实则恐怕是察觉到了他暗中窥探凝香殿的举动，这才痛下狠手，彻底拔出隐患。秦望书扶持自己上位如此果断，除了助他破境，除去月之恒这个隐患，想必也是原因。飞升台是天剑宗给任务，长时间没有进展，肯定是不行的。不过以陆凡现在的实力，想要强行探查凝香殿密室，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唯一的破局之策，成为他最亲近的人。陆凡低声自语，眼中光华流转，深邃如渊。唯有真正走进秦望书的私人领域，成为他足以交付部分秘密的道侣，才有可能名正言顺地接触到那间密室，揭开飞升台的真相。只是两人实力差距悬殊，陆凡试探了多次，他看似略有动摇，但一直没有接纳他。欲速则不达，须得另辟蹊径。他脑海中蓦然浮现一张俏丽灵动的脸庞，沈清秋，秦望书的贴身侍女，筑基中期修为，元婴未失。更重要的是，他深得秦望书信任，对凝香殿内外事务了如指掌。沈清秋已经答应给他答复，若真将他追到手，不仅修为可再进一步，更能通过他更深入地了解秦望书，甚至探查凝香殿的秘密。这步棋值得落子。陆凡起身整了整衣袍，推开进室门，晨光扑面而来，带着山间清冽的空气。闭关月余，外界不过转瞬，他却已神魂大涨，脱胎换骨。刚踏出殿门，一道身影便从廊柱后转出，正是林月。宗主。林月躬身行礼，神色恭敬。您吩咐查的事已有眉目。陆凡微微颔首说。林月取出一枚玉简，双手奉上。尉迟玲珑，此女是大黎皇朝骁龙大将军尉迟雄幼女，年方16。尉迟雄是元婴后期修士，执掌南境30万边军，权势滔天。玲珑小姐年幼时拜入天剑宗，被慕听雪收为亲传弟子。没想到这丫头身份居然还很显赫。陆凡接过玉简，神识扫过。其次是宋大儿。林月又取出一枚玉简，此女出身青罗山村，父母皆是凡人，家中有一弟一妹。她10岁时被外门执事发现身具阴差之体，带入宗门。这些年她与家族联系不多，但不时会托人捎回些金银丹药。1个月前，她曾私自下山回家一趟，次日清晨便返回宗门。陆凡点头。宋大儿虽与宗门牵绊日深，却仍心系凡俗清源，本性深处应是良善。最后是沈清秋。林月取出最后一枚玉简。沈家位于河阳县东南白石镇，以经营药材、符纸为生，家族中有3位筑基修士，算得上是地方小族。这是详细资料。陆凡接过玉简，神识一扫，沈家的情况一目了然，确实只是个普通的小家族。但当他看到白石镇3个字时，眉头微微一挑，这地名有些耳熟。他心念微动，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幅合欢宗峡地鱼图，在案几上铺开，手指顺着河阳县的标注一路向东，掠过几处山川河流，最终停在一处标着青田镇的地方。青田镇正是秦望书划给他的那块属地，有林田1000亩，是铜矿一座。而白石镇就在青田镇西南不到50里处，两镇之间只隔着一片不大的丘陵，若是凡人步行，大半日可达。对修士而言，遇见不过1刻钟的功夫，竟如此好运。陆凡指尖在鱼图上轻轻敲击，眼中闪过一丝喜色。沈家在白石镇经营多年，熟悉当地人情、资源、渠道，而青田镇那块属地，他正愁无人打理。若能得沈清秋为道侣，将属地交由沈家代为经营，收益共享，对双方都是大好事。沈家能得一宗主庇佑，拓宽财路，他能得一心腹家族管理属地，省去无数麻烦。更重要的是，通过沈清秋这条线，他能更自然地与沈家绑定，将来若有需要，这也是一股可信的助力。一弹3鸟，陆凡唇角微扬，这步棋比他预想的还要妙。他收起鱼图，看向林月，做得不错，继续留意各峰动静，若有异常，随时来报。是。林月躬身退下，陆凡独自站在廊下，望着远处云海翻腾，心中已有计较。他整了整衣袍，朝着凝香殿方向走去。陆凡踏出宗主殿时，
晨光正好洒在廊前的青石板上。他刚迈出门槛，便见一道娇小玲珑的身影斜倚在不远处的朱红廊柱旁，双手抱胸，歪着头看他，正是尉迟玲珑。她今日穿着一身合欢宗主带女弟子的淡粉色纱裙，但那纱裙的剪裁似乎经过巧妙改动，腰身束得极紧，勾勒出盈盈一握的纤腰和初具规模的胸脯曲线。裙摆比寻常仕女服略短寸许，露出一截银白如玉的小腿，在晨光中泛着细腻的光泽。长发梳成俏皮的双环髻，簪着2朵细碎的珠花，颊边垂落几缕微卷的发丝，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灵动的杏眼，眼尾天然微微上挑，顾盼间竟流露出一丝不自觉的妩媚。这在月余前初入合欢宗时是绝没有的风情。她显然已快速适应了合欢宗的氛围，虽仍保持着天剑宗弟子的灵动娇俏，但那份属于少女的妩媚已在悄然生长，比周遭任何侍女都更诱人3分。尉迟玲珑目光飞快地扫过四周，廊下无人，远处只有2名洒扫弟子背对着这边忙碌。他这才压低声音，拖长了语调：“小师叔。”声音清脆如黄鹂，却带着明显的调侃：“每日忙于操劳，可不要忘了正事啊。”陆凡脚步微顿，目光落在他身上。这一次，他看得格外仔细，眼神中第一次带上了男人看女人的暧昧和审视。从他灵动的杏眼到挺翘的鼻梁，再到微微抿起的泛着淡粉光泽的阴唇，从纤细修长的脖颈到纱裙下隐约可见的锁骨线条，再到被精心改过的衣料紧裹着的微翘的臀部曲线。这不仅仅是那个天真娇俏的小师侄，更是大黎皇朝骁龙大将军尉迟雄的幼女，元婴后期大修士的掌上明珠，天剑宗金丹真人目听雪亲传的弟子。不愧是尉迟大将军的女儿。陆凡心中有念头闪过，容貌身段已是上佳，更难得的是这份在娇憨灵动中自然生出的妩媚，假以时日，怕是能倾倒众生。他的目光虽带着一丝暧昧，但仍算坦荡而直接，仿佛在重新认识这个师侄。尉迟玲珑被他这样看着，心头莫名一跳。他能感觉到陆凡今日看他的眼神与以往截然不同，这是他来到合欢宗后，陆凡第一次用这种目光看他，不再是单纯的师侄，而像是在看一个值得欣赏的、颇具吸引力的女子。他脸颊微热，竟有些招架不住，下意识地想偏头避开，却又倔强地迎上他的视线。只是耳根处悄悄泛起的红晕，泄露了他此刻的不自在。陆凡将他这细微的反应尽收眼底，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忘不了。他淡淡吐出3个字，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说罢，不再多言，转身大步朝着凝香殿方向走去。玄黑衣袍在晨风中微微浮动，背影挺拔如松。尉迟玲珑站在原地，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撇了撇嘴，装模作样。他低声嘀咕，心里却莫名有些乱。自从奉师命潜伏到陆凡身边，这1个多月来，他几乎日日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可陆凡什么出格的事都没做，白天闭关修炼，傍晚有时则准时去偏殿与那宋大儿相会，深夜方归。尉迟玲珑起初还以为他是故意做给自己看，好让他知难而退。可当他硬着头皮几次躲在偏殿外监听时，听到的却是2人情真意切、投入极深的互动。那些急促的喘息、甜腻的呻吟、肌肤相亲的细碎声响，还有陆凡低沉而温柔的诱哄，根本不像作假。倒是他自己每听得面红耳赤，心里无端泛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痒意，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滋长。每天只顾着享乐，不务正事，小心我向师父告发你。尉迟玲珑对着陆凡远去的方向又嘀咕了一句，这才觉得心里舒坦了些。他抬手摸了摸自己微烫的脸颊，转身朝自己的住处走去，脚步却比平时快了几分。凝香殿外，烛影婆娑，陆凡刚踏上游廊，便见一道藕荷色的窈窕身影从殿门内匆匆转出，正是沈清秋。她今日的打扮比往日更加用心，一身藕荷色绣缠枝连纹的束腰襦裙，外罩同色薄纱半臂，腰间系着月白丝绦，衬得腰肢不盈一握。长发梳成精致的朝云髻，斜插一只碧玉步摇，几缕碎发垂落颈侧，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脸上薄施脂粉，眉如远山寒带，唇点朱砂，那双灵动的眼眸在晨光中顾盼生辉，整个人如同初夏初绽的荷花，清丽中透着动人的娇媚。只是此刻他脸上带着明显的焦急之色，一见陆凡便快步迎了上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他压低声音，语气急促。陆凡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娇颜，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清甜的栀子花香，心头微动，正要开口拉近2人关系，沈清秋却抢先一步，眼神飘向紧闭的殿门，声音压得更低。气殿殿主裴青衣来了，正在殿内与大长老说话，已经谈了小半个时辰了。他顿了顿，咬了咬下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和羞窘，最终还是低声道：裴殿主他曾追求过我很多年。陆凡瞳孔微微一缩，沈清秋继续道，声音越来越轻，脸颊泛起红晕。前些时日，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我有放弃元婴寻人双修的打算，今日便特意前来向大长老说情，希望大长老能允准，让我下嫁于他，与他双修。话音落下，廊下一片寂静，唯有晨风吹过竹叶的沙沙声，以及远处隐约的鸟鸣。陆凡站在原地，面上神色未变，眼底却骤然沉了下去。裴青衣筑基后期巅峰，气殿殿主追求沈清秋多年，现在要来提亲。
他缓缓抬眸，看向宁香殿紧闭的殿门，殿内隐约传来谈话声，听不真切，却让此刻的气氛陡然变得微妙而紧张。沈清秋站在他身侧，垂着眼，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袖，呼吸有些急促。他悄悄抬眼，看向陆凡的侧脸，那张俊朗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唯有紧抿的唇线和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锐光，泄露了他此刻并不平静的心绪。我知道了。良久，陆凡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波澜。他整了整衣袍，抬手推开了宁香殿的门。走吧，他对沈清秋说，语气淡然，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一起进去。宁香殿内暖香如旧，秦望舒斜倚在主位软榻上，一袭身子流云长裙，薄纱广袖垂落，露出银白如雪的腕臂，长发用一根墨玉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颈侧。他神色平静，凤目中看不出情绪，只是指尖在案几上轻轻敲击，发出极有韵律的轻响。殿中左侧客坐着一名约莫30出头的男子，此人正是弃殿殿主裴青衣。他身材颀长，这一身墨绿绣银线云纹长袍，腰间束着玉带，悬一枚精巧的炼器炉配饰，面容算得上俊朗，只是眉眼间带着几分常年炼器留下的火气与执拗，看人时目光锐利，仿佛在审视一件待修复的法器。此刻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恳切中带着急切：大长老，青丘师妹天资聪颖，性情温婉，与我相识多年，前些时日听闻她有意寻人双修，青衣斗胆，愿以正妻之礼迎娶，此生绝不辜负。他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只锦盒，轻轻打开，盒内铺着深红如血的冰蚕丝绒，正中静静躺着一枚龙眼大小、通体赤红如火的宝珠。珠子表面流光溢彩，隐约可见内部有凤凰虚影盘旋，散发出磅礴而温和的火系灵力，将周遭空气都灼得微微扭曲。此乃凤岩赤阳珠。裴青衣双手捧盒，推向秦望舒面前，声音越发恳切：弟子前年探索南荒古修洞府，九死一生方得此物，内蕴一丝真凤岩息，对修炼火系功法或身具阴寒体质者大有裨益。他顿了顿，抬眼看向秦望舒，眼中满是诚挚：弟子知此物珍贵，但若能与青丘师妹结为道侣，愿以此珠为聘。日后弃殿资源，弟子定当倾尽所有，助他修行，绝无二话。殿内寂静无声，暖香袅袅，珠光流转。秦望舒垂眸凝视那枚凤岩赤阳珠，凤目中似有流光一闪而逝。他指尖在案几上轻轻一点，发出“赌”的一声轻响。裴殿主有心了。他声音平淡如水，听不出喜怒。只是青丘乃本座贴身侍女，她的婚事本座虽可过问，却终究要她自己愿意。况且他抬眼，凤目看向裴青衣，陆宗主前些时日也曾与本座提过，对青丘有意，此事恐怕还需从长计议。裴青衣脸色微微一变，他显然早已知道此事，此刻却仍不死心。大长老明鉴，陆宗主毕竟已娶云长圣女为妻，青丘师妹若跟了他，只能为妾。而我，他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愿以正妻之位相待，此生只他一人，此心此意，天地可见。话音未落，吱呀，殿门被轻轻推开，陆凡与沈清秋一前一后踏入殿中，所有人的目光如被无形之线牵引，瞬间聚焦过去。裴青衣的目光先是死死锁在沈清秋身上，今日的他比往日任何时刻都要动人。藕荷色绣缠枝连纹的束腰襦裙，衬得身段窈窕如三月柳枝，外罩同色薄纱半臂，隐约透出银白臂腕。朝云髻斜插碧玉步摇，碎发垂颈，晨光透过殿窗洒在他侧脸，肌肤白得近乎透明，眉眼间那份清丽中透出的娇媚，如晨露中出绽的粉荷，让人心间发颤。裴青衣眼中闪过毫不掩饰的惊艳与炽热，那是多年夙愿即将得偿的狂喜，更是志在必得的占有意味。但很快，裴青衣的目光就转向了他身前的陆凡，那一身玄黑宗主袍服，腰间悬着的合欢宗宗主令牌，以及那张年轻却已隐现威严的俊朗面容。裴青衣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陆凡却仿佛未觉，先是对秦望舒躬身行礼：弟子陆凡见过大长老，然后才转向裴青衣，微微颔首：裴殿主也在。语气平静，听不出情绪。裴青衣起身，勉强挤出一丝笑意：陆宗主来得正好，方才我正与大长老商议，欲求娶青丘师妹为道侣。陆宗主既已做雍云长圣女这等角色，想必不会与裴某争一个侍女吧？这话说得直接，甚至带着几分挑衅。殿内气氛陡然一凝，沈清秋站在陆凡身后半步，垂着眼，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袖，似乎有些气恼。他没想到裴青衣会如此直白地在陆凡面前提出此事，待他也没有往日得体。秦望舒端坐主位，凤目在三人身上扫过，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看好戏般的弧度，却并不开口，只静静等待。陆凡缓缓抬眸看向裴青衣，他的目光很平静，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穿透力，仿佛能看进人心底最深处。裴殿主说笑了。陆凡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青丘师妹乃大长老贴身侍女，婚事自然由大长老定夺。不过他顿了顿，目光转向秦望舒，语气恭敬，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弟子前些时日却与大长老提过，对青丘师妹有意，此事大长老是知道的。秦望舒微微颔首，算是承认。裴青衣脸色顿时铁青，他深吸一口气，强压心头翻涌的怒意与妒火，
猛地转向沈清秋，语气放得极柔，却掩不住那份急迫。清秋师妹，你我相识多年，我知心意，你应当知晓。今日当着大长老与入宗主的面，我只问你一句。他紧紧盯着沈清秋的眼睛，一字一句：你可愿嫁我为妻？我裴青衣发誓，此生只你一人，定当竭尽全力助你修行，绝不辜负。这话说的情深意切，配上他筑基后期巅峰的修为，炙手可热的气殿殿主的身份，以及那枚珍贵的凤颜赤阳珠，换了任何合欢宗女子，恐怕都难以拒绝。沈清秋呼吸一滞，他抬眼看向裴青衣，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平心而论，裴青衣平时待他确实不错，这些年来，他明里暗里帮过他不少，送过许多珍贵材料与丹药，追求之意也从未掩饰。若没有陆凡出现，他或许真的会动摇。可是现在，沈清秋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身前的陆凡。玄黑衣袍挺拔如松，侧脸线条在殿内光影中显得格外冷峻，此刻却透出一种沉稳如山、渊庭月至的气度。他并未看他，只是静立在那里，可那份从容，那份笃定，却奇异的让他慌乱的心渐渐安定下来。他想起这些时日的相处，想起他偶尔流露的温柔，想起他看着他时眼中那份毫不掩饰的欣赏，还有那日廊下他拉着他的手腕，在他耳边低声说的那些话，那样大胆，那样坦诚，却又那样让人心动。还有方才在殿外，他听完裴青衣提亲的消息后，那平静之下隐现的锐利眼神，以及推开殿门时那句一起进去的沉稳。沈清秋咬了咬下唇，贝齿陷入柔软的唇瓣，留下浅浅的印痕，心中天人交战，如浪涛翻涌。一边是稳妥的正妻之位，专一的承诺，以及裴青衣多年的深情，以及那枚足以让无数修士疯狂的凤颜赤阳珠；另一边是陆凡深不可测的潜力，那份让他心悸又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或许更为波澜壮阔的未来，以及那份说不清道不明却真实存在的悸动。殿内一片死寂，三道目光如实质般落在他身上。秦望舒凤目微眯，指尖敲击按几的节奏悄然快了几分。裴青衣眼中满是炽热的期待与难以掩饰的紧张，袖中拳头松了又紧。陆凡依旧平静，只是附在身后的手修长指节几不可察的微微收紧。良久，仿佛过了一世那般漫长，沈清秋终于抬起头，他先是对裴青衣行了一礼，姿态标准，声音轻柔却清晰，如清泉击石。裴师兄厚爱，青秋感激不尽。这些年承蒙关照，师妹铭记于心。只是他微微一顿，抬眼望向陆凡，这一眼眸中水光潋滟，脸颊绯红如霞，那抹羞涩之下却是一片澄澈的坚定。青秋心中已有属意之人，几字落下，如惊雷炸响。裴青衣脸色刷得惨白如纸，他猛地后退一步，撞得身后座椅吱呀一声刺耳鸣响，不敢置信地瞪视沈清秋，又猛地转向陆凡，眼中涌起滔天的怒火，不甘与屈辱。青秋师妹，你可想清楚了？他声音颤抖，带着压抑不住的嘶哑。陆凡已有正妻，你跟了他，至多为妾，终身矮人一头，而我愿以正妻之位待你，此生唯你一人，10年情谊，难道还比不上他这数月虚情？最后几字已是近乎低吼。沈清秋垂眸，长睫轻颤，声音却依旧轻柔而决绝。裴师兄不必再多言，青秋心意已决，此生无悔。好一个此生无悔！裴青衣气得浑身发抖，胸膛剧烈起伏，眼中血丝密布。他猛地转头看向秦望舒，嘶声抱拳：大长老，此事还请您为弟子做主。秦望舒凤目扫过殿中三人，目光在沈清秋绯红却坚定的脸上停留一瞬，掠过陆凡平静无波的侧脸，最后落在裴青衣那副失态模样上。他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意味深长的弧度，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伸手用涂着扣丹的纤长指尖轻轻拂过锦盒中那枚凤颜赤阳珠，珠身温热，针缝虚影在他指尖萦绕，发出微不可闻的清明。此珠却是宝物。秦望舒淡淡开口，收回手指：裴殿主的心意，本座看到了。青秋，他抬眼看向沈清秋，凤目中闪过一丝复杂的近乎怅然的微光，旋即隐没。既已做出选择，便当遵从本心，本座尊重你的意愿。裴青衣如遭五雷轰顶，他死死瞪着秦望舒，又猛地瞪向陆凡，眼中怒火与怨毒几乎要化为实质喷涌而出。筑基后期巅峰的威压不受控制的弥漫开来，殿中暖香被冲得四散，桌椅微微震颤，但他终究不敢在秦望舒面前造次。既如此，裴青衣从牙缝中挤出3字，每一个字都带着血丝般的恨意。他一把抓起锦盒，啪的合上，赤红珠子光滑皱脸，弟子告退。最后瞪了陆凡一眼，那眼神如淬毒的利刃，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进灵魂深处。旋即拂袖转身，踉跄着冲出殿门，墨绿袍角在门槛处狠狠一绊，险些跌倒。殿内重归寂静，暖香再度袅袅升起，将方才的剑拔弩张悄然抚平。秦望舒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早已凉透的灵茶，目光落在陆凡身上。陆宗主，声音平淡，却带着无形的威压。青秋既选择了你，你当好生待他，若让本座知晓你有半分辜负。他顿了顿，凤目微抬，莫怪本座不念旧情。陆凡躬身，声音沉稳如磐石：弟子明白，定不负青秋师妹，亦不负大长老成全。
秦望舒又看向沈清秋，眼底那丝怅然再度浮现，语气却依旧平静。清秋，你也去准备吧，既已决定，便莫要回头，更莫要后悔。沈清秋眼眶微红，屈膝深深一礼。清秋明白，多年栽培之恩，没齿难忘。秦望舒挥挥手，广袖流云般拂过暗机，都下去吧，择吉日将事情办了，也好了却一桩心事。是，弟子告退。陆凡与沈清秋行礼退出，殿门在身后缓缓合拢，将宁香殿的暖香与静谧隔绝在内。廊下晨光正好，烛影婆娑，风铃轻响。陆凡与沈清秋并肩而立，一时无言。方才殿中的对峙、抉择、承诺，此刻化为一种微妙的、带着暖意的沉默，在两人之间流淌。沈清秋脸颊绯红未退，悄悄抬眼看向身侧男子。陆凡似有所觉，转头看他，四目相对。他忽然伸手，轻轻握住了他微凉的手，掌心温热，力道坚定。沈清秋浑身轻颤，却没有挣脱，只是垂下眼，任由他牵着。指尖传来他掌心的薄茧，那是常年练剑留下的痕迹，此刻摩挲着他细嫩的肌肤，带来一阵细微的酥麻的战栗。走吧，陆凡低声说，声音比往日柔和。我送你回去。沈清秋轻轻了一声，声音细如文瑞。两人并肩而行，沿着青石廊道缓步离去，身影在晨光中渐行渐远，衣袂交错，似有若无的挨蹭，漾开一圈圈微妙的涟漪。宁香殿内，秦望舒独坐案前，望着那扇合拢的殿门，许久未动，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万间玉镯，凤目中映着窗外摇曳的烛影，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落寞。他低头看向自己臂弯处，那点鲜红如血的手工纱依旧静静烙印在银白肌肤上，在殿内微光中刺目的惊人。良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极轻，很快消散在暖香之中。我要是能像你们一样，多好！低声自语，不知是说给谁听。殿外风铃又响，轻灵灵的碎了一地晨光。从宁香殿一路返回沈清秋居住的小院，青石廊道在晨光中蜿蜒向前，两旁翠竹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两人并肩而行，陆凡的手仍握着沈清秋的手，掌心温热，指尖偶尔轻轻摩挲她细嫩的肌肤，带来一阵细微战栗。这种陌生的触感让他脸颊发烫，却奇异的不想挣脱。方才你……沈清秋终于忍不住轻声开口，你真的不介意吗？裴师兄他介意什么？陆凡侧头看他，目光平静，你选择了我，不是吗？他的声音很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沈清秋咬了咬下唇，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毕竟追了我很多年，你就不介意？陆凡脚步微顿，笑道，这有什么好介意的？倒是你。他看着他，眸色深沉，却带着笑意。裴青衣这次下了血本，那赤火珠至少价值1万灵石，你就没动心过吗？沈清秋微微一怔，廊下晨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他看着陆凡那双深邃的眼眸，忽然笑了，那笑容从眼底漾开，带着几分狡黠，几分俏皮，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柔软。动心呀？他歪着头，声音清脆如黄鹂。我来自一个小家族，1万灵石够我们家族3年的开销了。说一点不动心，那是假的。他顿了顿，忽然踮起脚尖，凑近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陆凡耳廓，带着他身上特有的栀子甜香，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但他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上红晕，一直染到耳根，连脖颈都透出淡淡的粉色。那双灵动的眼眸里水光潋滟，此刻却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声音轻得像羽毛拂过心间。更在乎你4个字，轻轻柔柔，却如惊雷般炸响在陆凡心头。四目相对，晨光透过竹叶间隙洒在他脸上，肌肤白皙如瓷，眉眼如画。此刻那抹羞涩与坚定交织的神情，美得惊心动魄。陆凡心中一动，握着他的手微微收紧。你既然这么看重我，他开口，声音比方才更沉，带着一种郑重的承诺，我也不让你吃亏。说着，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巴掌大小、通体玄黑、边缘鎏金的令牌。令牌正面刻着合欢宗主4个古篆小字，背面则是一座山峰与云纹交织的图案，正是合欢宗宗主峰标志。这是……沈清秋眼中闪过疑惑。宗主属地的刻青令牌。陆凡将令牌放入他掌心，声音平稳。先前大长老将青田镇划为我名下属地，有灵田1000亩，是铜矿一座。我一直在寻合适之人打理。他顿了顿，看向沈清秋，以后这块属地就交由你们沈家代为管理，收益55分成。沈清秋浑身一震，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掌中令牌，又抬头看向陆凡，嘴唇微颤。真的？自然是真的。陆凡眼中带着笑意。据我所知，那是铜矿初步开采，一年收益就不止1万灵石。1000亩灵田虽只能种普通灵药，但若管理得当，一年下来的收益也不在少数。他伸手轻轻拂过他颊边微乱的发丝，声音低沉，我给你的聘礼可没一点比那裴青衣少。沈清秋眼眶骤然一热，他紧紧攥着令牌，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胸口剧烈起伏，呼吸急促。不是因为这令牌代表的财富，虽然那确实惊人，而是因为陆凡这份心意。他完全可以只凭感情与他结为道侣，甚至以宗主之尊，他一个侍女，便是为妾也无话可说。可他不仅给了他选择权，更给了他家族一份天大的机缘与尊重。这份聘礼
不只是灵石，更是将他与他的家族真正纳入了他宗主的羽翼之下。以后在合欢宗再也无人敢欺。陆凡，沈清秋声音哽咽，眼中水光潋滟，看向陆凡的目光里深情浓得吓人。那不再是少女情动时的羞涩与欢喜，而是一种近乎决绝的将整颗心都交付出去的沉淀深情。陆凡看着他眼中翻涌的情绪，知道此刻他是真正的感动，真正的对他动了深情。情窍之中，那条连接沈清秋的浅壁根须骤然发烫，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粗壮了一圈，深深扎入情窍虚空。与此同时，一股精纯而浓烈的情念清露自根须中汩汩涌出，汇入情窍下方那汪清池中。这清露与宋大儿的不同，更加清冽纯净，带着少女初动情时的羞涩、坚定与深沉，对神魂的滋养效果竟出奇的好。陆凡心中一动，伸手抚上她的脸颊，指尖触到她微烫的肌肤，感受到她轻轻的颤栗。清秋，他低声唤她，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柔。沈清秋仰着脸看他，眼中水光盈盈，长睫轻颤，那副全然信任、全然交付的模样，让陆凡心头那股火苗骤然窜起。他低头吻住了她的唇，温热的、柔软的触感，带着他特有的清冽气息，瞬间席卷了他的所有感官。沈清秋轻哼一声，浑身剧震，大脑一片空白。她从未被男人吻过。合欢宗虽以双修闻名，但她作为大长老的贴身侍女，身份特殊，又深得秦望书看重。这些年来，从未有人敢对她有半分逾矩。就连裴青衣追求她多年，也始终恪守礼数，最多是送些礼物，说些情话，从未有过肌肤之亲。陌生而滚烫的触感让她浑身僵硬，手足无措。她能感觉到陆凡的唇在她唇上轻轻摩挲，不疾不徐，像是在品尝某种珍贵的甜点。但很快，她便不再满足于此。她的舌撬开她的牙关，长驱直入，与她生涩的舌尖纠缠在一起。这个吻温柔而缠绵，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掌控力。沈清秋起初还有些僵硬，双手无意识地抵在他胸前，不知该如何回应。但在陆凡耐心的引导下，他渐渐放松下来，开始生涩的回应。他的手环上他的脖颈，指尖陷入他浓密的黑发，身体不自觉地贴近他，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清冽的男性气息，混合着淡淡檀香，让他头晕目眩。陆凡的手从他脸颊滑落，抚过他纤细的脖颈，最后落在他腰间，掌心温热，隔着薄薄的衣料，能感觉到他腰肢的柔软与纤细。他微微用力，将他整个人揽入怀中，两人身体紧密相贴。沈清秋能感觉到他胸膛的坚实，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能感受到他身体某处逐渐苏醒的变化。他的脸颊烫得惊人，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深处涌起一股陌生的让他心慌意乱的燥热。陆凡的吻渐渐加深，从温柔变得炽热，他的唇在他唇上辗转撕磨，舌尖在他口中肆意扫荡，汲取着他的甘甜。一只手从他腰间滑到背后，顺着脊背优美的曲线缓缓下滑，最后停在他挺翘的臀线上，掌心贴着他柔软的弧度，轻轻揉捏。沈清秋喉咙里溢出一声细碎的呻吟，身体剧烈颤抖。他从未被人这样触碰过，那股陌生的酥麻感从被他揉捏的地方窜遍全身，让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陆凡察觉到他的颤抖，动作微微一顿，却没有停止。他的唇从他唇上移开，沿着他下颌优美的线条吻上他纤细的脖颈，舌尖轻轻舔舐他颈侧敏感的肌肤，带来一阵阵细微的战栗。陆凡，沈清秋声音破碎，带着哭腔。他双手紧紧抓着他背后的衣料，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他身上蹭，像是本能在寻求更多触碰。陆凡的吻继续向下，他的唇落在他锁骨上，轻轻吮吸，留下浅浅的红痕。一只手从他衣襟边缘探入，指尖触碰到他胸前柔软细腻的肌肤。沈清秋浑身猛地一僵，陆凡，不行，还不行。他用尽最后一丝理智，双手死死抓住他作乱的手，声音里带着哀求。陆凡，我很想现在就给你。他眼眶通红，泪水滚落，但我答应过娘亲，要到大婚那天才能给自己的男人。他身体还在往陆凡身上蹭，那是一种本能的情动，可眼神里却满是挣扎与哀求。我想让家人在大婚的那天看我点的朱砂还在。陆凡动作顿住，他低头看他。沈清秋此刻衣衫微乱，脸颊潮红，眼中水光潋滟，那副情动又挣扎的模样，比任何刻意的妩媚都要诱人。但他眼中那份坚持却也清晰无比。陆凡知道，有些地方风俗保守，女子出嫁前要拜祖宗祠堂，并在祖宗面前露出早年点的朱砂。如果朱砂还在，那是一件光彩的事，代表女子贞洁自持，家族有光。如果朱砂不在，那便是失了贞洁，不但女子本人会遭人非议，连家族都会蒙羞。沈清秋来自一个小家族，又是女子，背负着这样的家族期待与压力，并不奇怪。她能理解，甚至有些敬佩。在合欢宗这样的环境中，在情欲如此汹涌的时刻，她还能坚守这份承诺，这份心性实属难得。陆凡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翻涌的欲望。他松开勾住他胸前丝绦的手，转而捧住他的脸，拇指轻轻拭去他眼角的泪。好，他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温柔。我等你。沈清秋怔看着他，眼泪流得更凶了。对不起，他哽咽着说，我真的很想给你，
可是不用道歉。陆凡打断他，低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吻。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反正大婚那天也不远了，不是吗？沈清秋破涕为笑，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将脸埋进他怀里，声音闷闷的：“谢谢你，陆凡，真的谢谢你。”陆凡抱着他，轻轻抚摸着他的长发，没有说话。他能感觉到怀中娇躯的颤抖渐渐平复，能感觉到他呼吸慢慢平稳，也能感觉到他心底那份浓烈的感激与爱意。情窍中那条连接沈清秋的情根愈发粗壮，甚至隐约可见点点晶莹的情念轻露正顺着根须缓缓流淌而来。虽然不能真正占有他，但这份情谊的交融同样让他的修为有所增益。而且陆凡低头看着怀中女子绯红的耳根，忽然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他松开她，捧起她的脸。不过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玩味，虽然不能真的做什么，但总得收点利息吧。沈清秋眨了眨眼，还没反应过来，陆凡的唇已经再次附了上来。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吻，他的吻沿着他的唇一路向下，陆凡的吻沿着他的唇一路向下，路过纤细的脖颈，路过精致的锁骨，路过微微敞开的衣襟边缘。沈清秋浑身颤抖的厉害，他能感觉到他的唇在他肌肤上游走，能感觉到他温热的气息拂过每一寸敏感，更能感觉到身体深处那股陌生而汹涌的渴望正在疯狂叫嚣。陆凡，别！他伸手想推开他，可手软的没有半分力气，反而更像是在欲拒还迎。陆凡低笑，动作却没有停，他的手也没有闲着，在他身上各处敏感地带游走，带来一阵阵难以言喻的战栗。沈清秋的意识渐渐模糊，他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这一切，喉咙里一出细碎的呻吟，身体诚实地回应着他的每一次触碰。泪水再次滚落，混合着细汗沿着酡红的脸颊滑落。不知过了多久，沈清秋忽然一僵，不要！他声音破碎，带着哭腔。陆凡抬头看着他眼中迷离的水光，看着他咬紧下唇却依旧溢出的呻吟，看着他浑身颤抖却诚实的迎合，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得逞的意味，更多的却是温柔。然后他低头，啊！沈清秋尖叫出声，他的意识瞬间空白，手指死死攥住他的衣襟，指甲几乎要撕破坚韧的布料，泪水汹涌而出，混合着细汗浸湿了他的鬓发，也浸湿了他的衣襟。陆凡的吻没有停，他耐心的、温柔的，却又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将他一次又一次推向那个崩溃的边缘。沈清秋的晶莹声越来越破碎，越来越甜腻，最后化作一声绵长的、带着气音的呜咽。他彻底瘫在他怀里，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眼神涣散，瞳孔里映着晃动的狼颜，全是空白。陆凡这才松开他，将他揽入怀中，轻轻抚摸着他的背。他能感觉到他身体的余颤，能感觉到他呼吸的急促，更能感觉到他心底那份极致的欢愉与羞耻交织的情绪。情窍中那条连接沈清秋的情种根须光芒大放，无数情念倾露汇入他识海深处。虽然未能真正结合，但这份情谊的极致交融带来的增益，竟不亚于一次真正的双修。沈清秋在他怀里缓了很久，才终于找回一点意识。他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脸颊红得几乎能滴血。你欺负我！他声音沙哑，带着哭腔，可眼中却满是依赖与眷恋。陆凡低头吻了吻他汗湿的额头。喜欢吗？他问，声音里带着笑意。沈清秋咬了咬下唇，没有回答，却将脸埋进他怀里，轻轻点了点头。那个细微的动作让陆凡心头一软，他抱着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感受着这一刻的温存。良久，廊外竹声簌簌，晨光渐盛，远处传来弟子们练功的呼喝声，渐渐清晰。沈清秋终于从他怀里抬起头，理了理微乱的鬓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凌乱的衣襟，脸颊更红了。我得回去了，他小声说，大长老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陆凡点头，松开了他。沈清秋转身要走，却又忽然回头，踮起脚尖，在他唇上飞快地吻了一下。谢谢你。他看着他，眼中水光潋滟，情意浓得化不开。我会让家族尽快准备好。说罢，他转身快步离去。藕荷色的裙摆在晨风中扬起优美的弧度，很快消失在廊道尽头。陆凡站在原地，看着他离去的方向，许久未动，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唇瓣，那里还残留着他唇上的温软与甜香。他忽然勾起一抹笑意，转身朝着宗主殿方向走去。玄黑衣袍在晨光中微微浮动，背影挺拔如松。远处一道娇小的身影躲在廊柱后，静静看着这一幕。玉池玲珑紧紧咬着下唇，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朱红廊柱上的漆皮，留下了几道浅浅的划痕。他看着陆凡温柔地牵着沈清秋，看着沈清秋依偎在他怀里时那满脸的绯红与依赖，更看着两人唇齿交缠时沈清秋浑身绷紧、颤抖呜咽的模样。虽然廊檐遮蔽了最私密的细节，但少女那从颈项蔓延至耳根的潮红，那死死攥住陆凡衣襟的指尖，还有那一声声压抑却甜腻的化不开的轻盈，都像一根根细密的针，扎得他心头莫名酸胀。更让他慌乱的是自己身体深处那股随之涌起的陌生而躁动的热意。哼，不知廉耻！他低声啐了一句，像是在说给谁听，又像是在说服自己。可那嗓音里不自觉的轻颤，却暴露了心底的悸动。他正想转身离开这个让他呼吸不畅的是非之地，一抬头
却对上了一双深邃含笑的眼。陆凡不知何时已无声走近，正斜倚在前方的廊柱旁，玄黑衣袍衬得身姿挺拔，晨光在他肩头镀了层淡金。他显然早就发现了他，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里带着洞悉一切的玩味。你看什么看？尉迟玲珑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脸颊绯红，却强撑着瞪他。我只是路过。哦，路过。陆凡慢条斯理地直起身，朝他走近2步。他身上还残留着些许栀子花的甜香，混合着独有的清冽气息。随着他的靠近，将尉迟玲珑笼罩其中。从宁香殿外路过到偏殿回廊，再路过到这里。玲珑失职这路绕得可真够远的。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丝慵懒的调侃，目光却在他微红的耳根和闪烁的杏眼上细细流转。那眼神不再只是长辈看晚辈的淡然，而是掺入了一丝属于男性的审视与兴趣，炽热的让他几乎无所遁形。尉迟玲珑被他看得心尖乱颤，下意识后退了半步，背脊抵上冰凉的廊柱。要你管，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他嘴上不服输，气势却弱了3分。倒是你，陆大宗主，光天化日之下就与侍女这般，别忘了你的身份，还有你的任务。最后几个字他压得极低，几乎是气音，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类似埋怨的情绪。陆凡低笑一声，忽然伸手，指尖轻轻拂过他颊边一缕微乱的发丝，那触碰短暂而轻柔，却像带着电流，让尉迟玲珑浑身一僵，呼吸骤停。我的任务自然牢记于心。他俯身凑近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声音低沉如耳语。倒是失职你这般关心我的私事，又是为何？那声尾音微微上扬，带着磁性的钩子，狠狠挠在尉迟玲珑心尖上。他猛地推开他，像只受惊的兔子般跳开几步，胸口剧烈起伏，脸蛋红得快要滴血。谁关心你了？不知羞！他慌不择言地丢下这句话，再也不敢看他那双仿佛能吞噬人心的眼睛，转身便跑。但粉色的裙摆划过仓促的弧度，很快消失在长廊拐角。陆凡站在原地，并未追赶，他指尖捻了捻，仿佛还残留着少女发丝柔滑的触感，望着他逃离的方向，眸色渐深，那抹玩味的笑意缓缓沉淀为一种深邃的幽光。你真想玩这个游戏吗，小失职？他轻声自语，转身朝宗主殿走去。玄黑衣袍在晨光中划开一道沉稳的轨迹，而廊柱拐角阴影处，尉迟玲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手按着狂跳不已的胸口，那里仿佛揣了只不听话的兔子。陆凡方才靠近时的气息，他指尖的温度，还有他那句低哑的为何，依旧在脑海中盘旋不去。他忽然意识到，这场监督与被监督的戏码，似乎从这一刻起，有些东西开始失控了。而更让他心惊的是，自己心底深处竟隐隐生出了一丝不该有的期待。离开了宁香殿，陆凡没有径直回宗主峰，他站在青石廊道的岔口，略衣沉吟，指尖剑诀轻引，旋即腰间储物袋内长剑轻盈飞出，载着他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圣女峰方向掠去。山峦在脚下后退，晨雾如轻纱般在林间流淌，阳光穿透薄雾，在清脆的林海上投下道道金色光柱。陆凡遇见的速度不疾不徐，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心头却难得的泛起一丝纷乱。今日与沈清秋定下名分，不日便将洞房花烛，获得他半数元婴修为，按说该是快意之时。可师娘苏云长，那个他想了10年，盼了10年，如今终于成为他道侣的女子。新婚未久，他便要在那新欢。即便知道他性子通透，且清楚沈清秋的原因对自己修为至关重要，可于情于理，他都该亲口与他说一声。以他如今宗主之尊，本无需如此，但至少要给予他应有的尊重与坦诚。那是他10年的执念，是他道心所系，是在祖师向前与他立过誓的妻子。剑光划过天际，穿过最后一片缥缈云海，圣女峰已在眼前，孤峰如剑，直指苍穹。峰顶上空，云气翻涌如潮，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正在缓缓成型，直径超过30丈，中心隐隐有电光流转，似龙蛇游走，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精纯的天地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化作淡金色的洪流，如天河倒悬，浩浩荡荡倾泻入峰腰那座白玉阁楼。陆凡按下剑光，落在峰腰平台，没有贸然靠近。他抬头望着那灵气漩涡，眼中闪过一丝欣慰。苏云长因初夜将1半元婴渡给了他，修为从半步金丹一路跌至筑基6层，这月余闭关，显然收获极大。看着灵气漩涡的规模与凝实程度，他的修为至少已恢复至筑基7层以上，不愧是元婴之体，天灵根的天之娇女。陆凡心中暗赞，寻了处平整的青石坐下，拂去石上晨露，盘膝静待。这一等便是3日。3日间，峰顶灵气时强时弱，云气聚散无常，时而霞光漫天，映得整座山峰惊红一片；时而电闪雷鸣，滚滚雷音在山谷间回荡不息。陆凡能清晰感知到，阁楼中那股清冷如月华的气息正在稳步攀升。7层巅峰突破8层时的灵气暴动，8层中期、后期，那股气息纯净而浩瀚，却又带着独特的幽兰暗香。即便隔着重阵法与距离，依旧让他心惊微荡。那是刻在他神魂深处10年的味道。直到第3日黄昏，轰！低沉的轰鸣自峰顶传来，并非雷霆，而是无形壁垒破碎时的临阵回响，如春雷滚过山谷，
余音在山峦间久久回荡，漫天云气骤然一清，盘旋3日的灵气漩涡缓缓消散，最后一丝灵气如长鲸吸水般没入白玉阁楼。峰顶霞光万丈，锐气千条，将整座圣女峰染成一片璀璨的金红。隐约间，似有清乐凤鸣自9天传来，空灵悠远，却又转瞬即逝，仿佛只是幻觉。陆凡站起身，掸了掸衣袍上沾染的露水与微尘，成了，筑基8层大圆满，距离他原本的9层巅峰只差最后一层。吱呀，白玉阁楼的门在霞光中缓缓开启，一道清冷如月的身影自门内缓步走出。苏云长今日指着一袭素白长裙，裙摆曳地，无任何纹饰点缀，却更衬得她身姿窈窕如3月柳枝，纤腰不盈一握，长发松松挽了个髻，斜插一支碧玉簪，几缕如墨发丝垂落颈侧，在晚风中轻轻浮动，撩人心弦。夕阳余晖洒在她身上，为她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肌肤银白如玉，在光晕中泛着细腻的光泽，仿佛整个人都由最上等的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美得不染半分烟火。他抬眼望来，那一双秋水明眸在霞光中清澈如深山幽泉，眼波流转间似有月华静静流淌，眉如远山寒带，鼻梁挺翘精致，唇瓣是极淡的粉色，如初绽的樱花瓣，柔软而诱人。整张脸清丽绝伦，不带半分世俗之气，美得惊心动魄，却又透着一种不容亵渎的孤高清冷。只是当他的目光落在陆凡身上时，那份清冷便如春雪初融，眼底深处漾开温柔潋滟的水光，唇角不自觉勾起一丝极浅的弧度。那笑容很淡，却让整张清冷绝艳的脸瞬间鲜活起来，如同冰封的湖面忽然映入了暖阳，温暖而耀眼。夫君，他开口，声音清灵如玉石相击，却又带着一丝闭关初醒的威雅，平添几分撩人的韵味。陆凡迎上前，握住他微凉的手，掌心触感细腻柔滑，指尖微凉，却让他心头一热。师娘，他低声唤道，目光在他脸上细细流连，从光洁饱满的额头，到轻颤如蝶翼的长睫，到挺翘精致的鼻梁，再到那淡粉柔软的唇瓣，每一处都精致的恰到好处，组合在一起，变成了这副让他魂牵梦萦10年的倾国容颜。10年了，他仰望了10年，渴望了10年，如今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肆无忌惮地欣赏。苏云长被他灼热的目光看得脸颊微热，垂下眼帘，长睫轻颤，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那副略带羞怯的模样与他平日清冷出尘的气质形成微妙的反差，反而更让人心动难耐。修为恢复的如何？陆凡收敛心神，温声问道。筑基8层大圆满。苏云长轻轻靠入他怀中，将脸贴在他坚实温暖的胸口，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音里带着淡淡的倦意，却更多是欢喜。再有1月，应当就能恢复到9层巅峰了。陆凡揽住他纤细柔软的腰肢，低头在他雪白脖颈发间轻嗅，依旧是那。苏云长脸微微一红，他自然听懂了他话中深意。新婚不久，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却因他闭关月余，两人聚少离多。此刻久别重逢，又解开心结，那股压抑月余的思念与情动，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他伸手环住他的脖颈，仰脸看他，眼中水光潋滟，情意浓得化不开。夫君，我也好想你。声音轻如那男，却比任何情话都要撩人。陆凡再不迟疑，低头吻住了他的唇。不同于与沈清秋时的温柔试探，这个吻炽热而直接，带着压抑月余的渴望与思念，如同烈火燎原，瞬间点燃了两人所有感官。苏云长嘤鸣一声，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回应的比他还要热烈。他的唇柔软而冰凉，带着淡淡的幽兰香气，此刻却被他滚烫的舌尖撬开，长驱直入，与他纠缠在一起。两人唇齿交缠，呼吸交融。陆凡的手从他腰间滑到背后，顺着脊背优美的曲线缓缓下滑，最后停在他挺翘的臀线上。掌心隔着薄薄的素白长裙，能感觉到那处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弧度。他微微用力，将他整个人搂入怀中，两人身体紧密相贴。苏云长能感觉到他胸膛的坚实，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能感受到他身体某处逐渐苏醒的变化。他的脸颊烫得惊人，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深处涌起一股熟悉的让他心悸的燥热。夫君，去里面。他喘息着，在他唇间呢喃。陆凡一把将他横抱而起，大步走进白玉阁楼。圣女峰，白玉阁楼。师娘的脸颊烫得惊人，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深处涌起一股熟悉的让他心悸的燥热。夫君，去里面。他喘息着，在他唇间呢喃。陆凡一把将他横抱而起，大步走进白玉阁楼。阁楼内布置简洁，除了一张玉榻、一方书案、几个蒲团外，再无多余陈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混合着他身上特有的幽兰体香，清雅宜人，却更添几分旖旎。陆凡将苏云长轻轻放在玉榻上，俯身压了上去。他的吻从他柔软微凉的唇一路向下，路过纤细修长的脖颈，路过精致如玉的锁骨，最后停在衣襟微微敞开的边缘。指尖轻轻一勾，素白长裙的细带便松散开来，衣襟滑落，露出里面月白色的肚兜，以及肚兜下那对饱满而挺翘的柔软轮廓。陆凡眼神一暗，低头吻了上去。苏云长轻哼一声，体身一颤，他双手插入他浓密的黑发，指尖收紧，将他更近地按向自己，动作间带着月余未见的思念与渴求。月余分离，
两人都积攒了太多对彼此的渴望。陆凡的手也没有闲着，在他身上各处敏感地带熟稔的游走，带来一阵阵熟悉的，却依旧让他浑身战栗的欢愉。衣衫一件件滑落，散在玉榻边缘，素白与玄黑交叠，暧昧无声。就在陆凡的手探向他腰间最后那层阻碍时，小姐，遮目山的丹药到了。一个清脆的女声自阁楼外传来，带着明显的急切。紧接着是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陆凡动作猛地顿住，苏云长也浑身一僵，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与尴尬。阁楼门被砰地推开，一名穿着鹅黄衣裙、约莫17、18岁的侍女闯了进来，手里捧着个锦盒，脸上带着喜色，正是苏云长的贴身侍女雪颜。她一进门就看到了玉榻上交叠的两人。陆凡衣衫半解，露出精壮结实的胸膛，苏云长更是衣衫尽退，只余一件月白肚兜松松挂在身上，雪白莹润的肌肤在阁楼微光中泛着诱人的光泽，长发散乱，面色潮红。啊！雪颜尖叫一声，脸蛋瞬间红透，手一抖，锦盒差点摔在地上。她慌忙转身，背对着两人，声音结结巴巴：“小姐，对不起，我不知道姑爷也在。”说着，她将锦盒往旁边书案上一放，转身就要跑。等等！苏云长出声叫住她，声音里带着情动未消的威亚，脸颊绯红如霞。他抓过散落的衣衫，匆匆披在身上，遮住春光，这才道：“丹药给我。”雪颜背对着两人，手忙脚乱地将锦盒递过去，眼睛死死闭着，不敢睁开。苏云长接过锦盒，打开看了一眼，盒内铺着深紫色绒布，正中静静躺着3枚龙眼大小、通体银白如玉的丹药，丹身隐约有云纹流转，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正是苏家秘传的云纹培元丹，对修复道基、提升修为有奇效。知道了，下去吧。苏云长合上锦盒，轻声道。雪颜如蒙大赦，转身就要跑，跑到门口时却又忽然停住，背对着两人，声音细如文瑞：“小姐，你正在恢复修为的关键时期，最好还是不要和姑爷。元婴渡了一半给姑爷，修为需要时间稳固。”他越说声音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说完便一溜烟跑了。阁楼内重归寂静，陆凡与苏云长对视一眼，都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丫头！苏云长摇头失笑，眼中却满是无奈。陆凡伸手将她重新揽入怀中，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他说的对，师娘恢复修为更重要。他虽然心头火未消，却分得清轻重缓急。苏云长正在冲击筑基9层的关键时期，道基需要时间稳固，若因一时贪欢，影响了日后修行，得不偿失。苏云长却咬了咬下唇，扬起那张清丽绝伦、此刻然满红霞的脸看他，眼中水光潋滟，情意未消，同时也带着想满足他渴望的心思。毕竟是他撩起的火。夫君，我们继续。他说着，手指轻轻划过他胸膛，这是仍想让他满足的暗示。陆凡喉结滚动，强压下心头翻涌的欲望，握住他的手，掌心相贴，温度交织。不及在这一时，他低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吻，声音沙哑却温柔：“等你修为恢复到9层巅峰，我们有的是时间。”苏云长眼中微光闪烁，知道他说的有理，心底却漫起一丝混合着感动与怅然的暖流。他点点头，将发烫的脸颊埋进他温暖坚实的怀里，声音闷闷的，带着点撒娇的意味：“那夫君陪我说说话，总可以吧？”自然。陆凡搂紧她纤细柔软的腰肢，两人在玉榻上相拥而坐。窗外暮色渐深，霞光透过窗棂，在阁楼内投下温暖的光影。陆凡搂紧她，低声说着这月余间发生的种种，从月之恒残魂已死，到裴青衣提亲，再到沈清秋选择，最后是秦望舒的态度与沈家属地之事。苏云长安静听着，偶尔插问几句，眼中神色时而凝重，时而恍然，最后化为一片温柔。夫君这月余当真是不容易。他轻轻抚过他的脸颊，眼中满是心疼。月之恒虽死，可留下的隐患不少，裴青衣那边怕是也不会善罢甘休。陆凡点头，我心中有数。倒是师娘你闭关期间，可有人来打扰？苏云长摇头，圣女峰历来清静，除了雪颜定期送来丹药零食，再无他人踏足。他顿了顿，忽然想起什么，倒是前几日秦长老曾派人送来一瓶冰心玉露，说是助我稳固神魂。陆凡眼神微凝，秦望舒，苏云长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白玉小瓶，递给陆凡，我检查过了，丹药无误，确实对修复神魂有益。陆凡接过玉瓶，打开嗅了嗅，瓶内是3滴冰蓝色露珠，散发着清冽寒意，正是合欢宗秘传的冰心玉露，对修复神魂损伤有奇效，价值不菲。秦望舒此举是何意？拉拢还是另有所图？陆凡心中念头转动，面上却不露声色，将玉瓶递回。既然是秦长老好意，师娘便收着吧。不过日后他再送什么，务必先让我过目。苏云长点头，将玉瓶收起。两人又说了会儿话，窗外天色已彻底暗下，星辰点点，月华如水，透过窗棂洒入阁楼，在玉榻上铺开一片银霜。陆凡低头看着怀中女子安静的睡颜，心头一片柔软。他呼吸平稳，长节轻颤，显然已沉沉睡去。月余闭关本就耗费心神，今日又情绪起伏，此刻放松下来，自然困倦。
陆凡轻轻将他放平在玉榻上，拉过薄被盖好，自己则在他身侧躺下，将他搂入怀中，感受着他温软的躯体，鼻间萦绕着他清冽的幽兰体香。陆凡心中一片安宁，他闭上眼，也沉沉睡去。阁楼外，夜风轻拂，烛影摇曳，沙沙作响。圣女峰顶，月华如练，静静倾泻。一夜无梦，安宁祥和。第二日清晨，晨光熹微，苏云长吁继续闭关，稳固修为，冲击筑基9层。两人在阁楼前长吻作别，缠绵不舍，吻很深，很绵长，带着未尽的情意与即将分离的眷恋。最终，苏云长轻轻推开他，眼波如水，柔声道：“夫君，等我出关。”陆凡点头，目送他素白的身影重新步入阁楼，阵法光芒亮起，将内外隔绝。他独自站在晨风中，玄黑衣袍微微浮动，接连在沈清秋和师娘身上都未能得到满足，那股被撩起又强行压下的燥热，此刻仍在身体深处隐隐烧灼，未曾散去。体内元阳之气充盈鼓荡，情窍微微发烫，显然是需要疏导释放的征兆。陆凡深吸一口清冽的晨间空气，压下心头翻涌的念头。虽然今日有时未到，陆凡还是化作流光，朝宋大儿住的偏殿方向而去。有些未尽的火，总需有人来灭。晨光未盛，薄雾如烟，陆凡的剑光如一道撕裂晨昏的玄黑流星，迅疾而凛冽，径直掠过合欢宗上空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朝着宗门东侧那片清幽雅致的弟子居所区域落去。那里是宋大儿独居的小院，与宗主偏殿的恢宏大气不同，这片区域更显精巧别致。小院白墙青瓦，墙头探出几只翠竹，院门虚掩着，门扉上攀着淡紫色的牵牛花，在晨露中绽放出娇嫩欲滴的色泽，花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陆凡按下剑光，衣袂轻扬，无声落在院门外。他未叩门，径直推门而入。院内的景致比门外更显精心，青石小径蜿蜒通向正屋，两侧是修剪得错落有致的花圃，种着各色凡俗花卉，虽非灵植，却开得热烈娇艳，显然主人花费了不少心思打理。一架紫藤花廊沿着小径伸展，藤蔓缠绕，垂下串串淡紫色的花穗，在晨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清浅甜香。空气中弥漫着女性闺阁特有的暖甜气息，混合着花草的清新，与圣女峰的清冷孤高、凝香殿的馥郁华贵都截然不同，更添几分丝密柔软的诱惑。正屋的门窗紧闭，但陆凡的神识早已清晰感知到屋内宋大儿那道熟悉的属于阴煞之体的妩媚气息，鲜活温软，正随着呼吸轻轻起伏。他大步上前，直接推开了虚掩的房门。吱呀，门轴转动声在晨间静谧中格外清晰。屋内光线略显昏暗，陈设简单，却处处透着女子细腻的巧思。一张雕花梨木床挂着淡粉色轻纱帐幔，床边梳妆台上整齐摆放着胭脂水粉与几件简单首饰。而宋大儿，他正坐在梳妆台前，对着一面光洁的铜镜梳理长发，身上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胭脂红色丝质睡裙，裙身柔软贴身，完美勾勒出她凹凸有致、丰腴诱人的身体曲线，胸脯饱满挺翘，腰肢纤细如柳，臀线圆润饱满，裙摆短至大腿中部，露出两条光洁修长、肌肤银白的玉腿，赤足踩在铺着雪白绒毯的地面上，足踝纤细，脚趾如珠，长发如墨色瀑布般披散在肩头背后，几缕发丝慵懒垂落胸前，更衬得那抹雪白沟壑若隐若现，诱人探寻。听到开门声，他手中玉梳蓦然一顿，诧异地转过头来，当看清门口那道挺拔的玄黑身影时，他那双天生妩媚的桃花眼瞬间睁大，里面先是闪过一抹惊讶，随即迅速被汹涌的惊喜与灼热魅意取代。宗主！宋大儿脱口轻呼，放下玉梳，几乎是立刻站起身，他甚至顾不上穿鞋，赤足踏着柔软地毯便快步迎了上来，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急切，几步便到了陆凡面前。睡裙随着他急促的动作微微飘荡，领口本就宽松，此刻更随着动作滑落肩头，露出一截圆润白皙的香肩与深深沟壑，饱满的弧度在薄纱下若隐若现，颤微微勾人心魄。他扬起那张娇艳如带刺蔷薇的脸庞，眼波流转间魅意横生，语气里带着3分惊讶，7分毫不掩饰的惊喜。你怎么这时候来了？不是说好每日有时我去偏殿候着吗？说话间，他已主动贴近，柔软温香的身子几乎毫无间隙地贴到陆凡身上，纤纤玉指抬起，轻轻抚上他结实的胸膛，隔着玄黑衣料，能清晰感觉到衣料下肌肉的紧绷与滚烫温度。他微微歪头，红唇勾起一个诱人而甜蜜的弧度，吐气如兰。你今天莫不是想换个地方，换种滋味？陆凡低头看着他，晨光中的宋大儿比往日更多了几分初醒的慵懒与毫无防备的妩媚。他未施脂粉，却因睡意未消而双颊泛着自然的绯红，眼眸水润潋滟，红唇饱满柔软，整个人如同晨露中出绽的蔷薇，娇艳欲滴，芬芳诱人，带着任君采撷的柔软姿态。那股被他撩起又在师娘处未能尽兴的燥火，此刻轰然窜起，烧得他喉咙发干。他一把扣住他抚在自己胸膛上的手腕，力道有些重。陆凡应了一声，声音低沉沙哑的厉害，眼底翻涌着宋大儿熟悉的却又比往日更加浓烈灼热的欲望。我想要你了。话音未落，他已低头狠狠吻了上去。这个吻来的突然而猛烈，带着一种近乎粗暴的急切，与平日情动时的缠绵挑逗截然不同，
更像是一种压抑已久的爆发。宋大儿猝不及防，却瞬间被点燃。他先是一怔，随即眼中迸发出惊喜的光芒，热烈地迎了上去，双手环上他的脖颈，踮起脚尖，主动张开柔软唇瓣，迎接着他灼热舌头的入侵与扫荡。舌尖纠缠，气息交融，他尝到了他口中清冽的男性气息，也感受到了那股几乎要将他吞噬的强烈渴望。这渴望如此滚烫，如此直接，让他心间都在发颤。陆凡吻得很深，很用力，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吃入腹。一只手紧箍着他纤细却柔软的腰肢，将他丰腴动人的身体死死按向自己。另一只手插入他浓密如云的长发，扣住他的后脑，不容他有半分退缩。这个吻里带着未能在师娘身上尽兴的躁动，带着连日周旋于各方势力的压抑，也带着对这具熟悉身体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渴望与占有欲。宋大儿被他吻得浑身发软，呼吸急促凌乱，身体深处那股被刻意压抑的渴望被瞬间点燃，燃烧成燎原大火。他能清楚感觉到，今天的陆凡与平时不同，少了几分游刃有余的挑逗与掌控，多了几分近乎发泄般的强烈索取。他的动作更急，力道更重，吻得更深，仿佛要通过他来填补某种空缺，平息某种翻腾的情绪。但他不在乎，甚至他更喜欢这样的他，更强势，更直接，更充满侵略性，更像一头亟待释放、亟待征服的猛兽。而这种被全然需要、被猛烈占有的感觉，让他心跳如肋骨，身体兴奋的微微颤抖，每一寸肌肤都在叫嚣着渴望。原本每日有事偏殿相会的约定被打破，他主动来到他这居住的小院，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让他惊喜又悸动的刺激。更何况他已连着几日未曾赴约，天知道这几日他独自守在这小院中，每到了有时便不由自主的期待、等待，却又一次刺落空。身体里那股被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渴望，早已堆积的快要溢出来。夜深人静时，只能咬着被角辗转难眠。此刻他来了，带着比以往更炽烈的火，更急切的需索。宋大儿喘息着，在激吻的间隙含糊呢喃，声音甜腻发颤：“宗主，大儿也想你，很想很想。”他主动去解他腰间的玉带，手指因急切与激动而微微颤抖，动作却异常熟稔。玄黑衣袍散开，露出里面精壮结实的身体，线条流畅，肌肉分明，蕴藏着爆发的力量。陆凡一把将他打横抱起，大步走向那张挂着淡粉色纱帐的雕花木床，纱帐被粗暴地扯开，两人滚入柔软馨香的锦褥之中，衣衫进退，肢体交缠，没有太多前戏，陆凡直接进入了主题。宋大儿的小院，厢房内响起急促的喘息，还有宋大儿压抑不住的破碎。他仰躺在软榻上，浅碧色纱裙早已退到腰际，月白肚兜挂在臂弯，雪白的肌肤在晨光中泛着诱人的光泽。陆凡像是要将心中所有欲望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来。宋大儿起初还有些不适应，但很快身体深处那股熟悉的快感便汹涌而来。陆凡，陆凡，他一遍变换着他的名字，声音甜腻破碎，带着哭腔。那双桃花眼里水光潋滟，魅意横生，此刻正痴痴地望着他。他当然能感觉到他的不同，今天的他不像往日那样从容掌控，更像一头挣脱了缰绳的野兽，急切的、贪婪地索取着他的身体。也许他此刻眼中看到的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他，也许他只是在借着他的身体宣泄着对别的女人的渴望，但那又怎样呢？宋大儿闭上眼睛，将脸埋进他汗湿的颈窝。至少此刻占有他的是他，至少此刻给他承欢的是他，至少此刻他能从他这里得到满足，哪怕只是身体上的。这个认知让他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近乎自虐的满足感。他开始更加热烈地回应他：“我喜欢你这样，喜欢你这样要我。”他在他耳边呢喃，声音娇媚入骨。这句话像是一道催化剂。陆凡浑身一震，骤然更加狂野。窗外的晨光渐渐明亮，透过窗纸洒进来，将两人的身影投在墙壁上，隐隐绰绰，暧昧迷离。不知过了多久，陆凡终于初步满足，宋大儿也达到了极致的巅峰。他瘫软在榻上，香汗淋漓，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陆凡伏在其上，也是第一次喘息如此粗重。厢房内一时只剩下两人急促的呼吸声。许久，陆凡才缓缓在他身侧躺下。他将他揽入怀中，手指轻轻抚过他汗湿的脊背。宋大儿依偎在他怀里，脸颊贴着他结实的胸膛，听着他渐渐平稳的心跳。他能感觉到他体内的那股焦躁似乎平息了一些。你今天很不一样，他轻声开口，声音还带着情势后的威亚。陆凡没有说话，只是将他又搂紧了些。宋大儿仰起脸看他，晨光中他的侧脸线条依旧冷峻，但眉宇间那份焦躁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艳足的慵懒。他伸手指尖轻轻描摹着他的眉眼，声音柔软：“不过我很喜欢。”陆凡低头看他，喜欢什么？喜欢你这样。宋大儿直视他的眼睛，认真地说：“喜欢你急切地想要我，喜欢你用力地占有我，喜欢你在我这里彻底放开的样子。”他顿了顿，唇角勾起一抹娇媚的弧度。虽然知道你今天可能把我当成了别人的替代品，陆凡眼神微凝，宋大儿却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狡黠，几分通透。但我不在乎，至少此刻让你满足的人是我，至少此刻在你身下承欢的人是我。
他凑近，在他唇上轻轻一吻，这就够了。陆凡看着怀中这个娇艳如花却意外通透的女子，心头那点莫名的烦躁终于彻底消散。他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你不是替代品，声音很轻，却很认真。宋大儿微微一怔，眼中漾开温柔的笑意。他不再追问，只是将脸埋回他怀里，像只厌足的猫儿般蹭了蹭。两人静静相拥，谁也没有说话。晨光透过窗纸，在厢房内静静流淌，将空气中未散的情欲气息染上温暖的光晕。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不过半刻钟，陆凡的身体再次起了变化。宋大儿清晰感觉到他的灼热，他脸颊微红，抬眼看他，也还不够。陆凡打断他，声音里再次染上欲望的沙哑。他翻身，再次将他压在身下。这一次，他比刚才更加耐心，也更加磨人。他细细吻遍他全身每一寸肌肤，从纤细的脖颈到精致的锁骨，唇舌所过之处留下点点红痕。宋大儿轻颤，声音一声比一声甜腻。这一次，陆凡没有急着进行，用吻将他一次次推向情欲的边缘，却又在最后关头停下，看着他欲求不满的可怜模样。陆凡，给我！宋大儿伸手将他拉向自己，眼中满是渴求。陆凡这才开始满足他。很快，木床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响，甜腻的声音在厢房内回荡，谱写成欢愉的乐章。窗外的日头渐渐升高，晨光转为明亮的日光，透过窗纸洒进来，将厢房内照得一片通明。两人在软榻上缠绵不休，从清晨到正午。陆凡要了他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格外长久，像是在用这种方式确认着什么，又像是在通过他的身体宣泄着什么。宋大儿也一次又一次的在他怀中的彻底绽放，直到日头西斜，暮色渐起，陆凡终于停住。宋大儿瘫在他怀里，浑身酸软，连抬眼的力气都没有，雪白的肌肤上布满暧昧的红痕，长发汗湿地贴在脸颊，整个人像是被彻底榨干了所有力气，但他的唇角却勾着一抹满足的弧度。陆凡搂着他，手指无意识地梳理着他散乱的长发，体内那股燥热终于彻底平息，元阳之气得到疏导，情窍也恢复了平静。他低头看着怀中女子疲惫却厌足的睡颜，心头涌起一种奇异的安宁。睡吧，他低声说，拉过一旁的薄被盖在两人身上。宋大儿含糊地应了一声，往他怀里缩了缩，很快沉沉睡去。陆凡却没有立刻入睡，他望着窗外渐渐暗下的天色，竹林在暮色中摇曳，沙沙作响。今日的疯狂确实与往日不同，在师娘那里强行压下的欲念，在沈清秋那里未能尽兴的渴望，似乎都在宋大儿身上得到了彻底的释放，而他竟也全盘接受，甚至乐在其中。这个认知让陆凡心头某处微微一动，他低头看着宋大儿沉睡的容颜，那张娇艳的脸此刻褪去了所有魅意，显得纯净而安宁，长睫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唇瓣因刚才的亲吻而微微红肿。不是师娘那种清冷绝伦的美，也不是沈清秋那种灵动俏丽的美，而是一种娇艳的、妩媚的、带着致命吸引力的美，像盛放的蔷薇，明知有刺，却让人忍不住想要采摘。陆凡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她微肿的唇瓣。睡梦中的宋大儿似乎有所感应，无意识地蹭了蹭他的手指，像只依赖主人的猫儿。陆凡唇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弧度，他闭上眼，也沉沉睡去。厢房内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两人均匀的呼吸声。窗外最后一缕目光隐没在山峦之后，夜色悄然降临。宋大儿闺房，晨光漫过窗棂时，宋大儿在浑身的酸软中醒来，身侧空荡荡的，轻被间止于一缕极淡的清冽气息，是陆凡身上特有的味道，混合着昨夜情欲蒸腾后的暖腻，萦绕鼻尖。他拥着丝滑的颈被缓缓坐起身，如墨长发瀑布般散落肩头与光裸的脊背。他怔冲了片刻，昨夜种种如潮水般涌入脑海。昨天他比往常都要急切，像要将什么压抑已久的东西尽数倾泻在他身上，而他全盘接受了，甚至迎合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热烈。目光无意识地扫过屋内，梳妆台的铜镜映着晨光，镜前安静地躺着一样物事，暗红色的铃身，青铜光泽温润内敛，领口处几道金色符文维系着最后的封印。炼心灵，宋大儿怔住了，有那么一瞬，他擦了擦眼睛，以为这是幻觉。赤足踩上微凉的地面，绒毯的柔软触感从足底传来，他才确信自己醒着。几步走到台前，伸手握住铃铛，入手辰时微凉，神识小心翼翼地探入曾经囚禁着月之恒残魂，弥漫着阴冷怨毒的那片虚空，如今澄澈寂静，唯有法器本身的灵力脉络温顺的流淌。他真的还回来了。宋大儿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因用力而泛白，那7滴神魂清路早已炼化，他的神魂境界已稳稳踏入筑基6层，跨过了那道无数修士终其一生难以逾越的筑基后期门槛。这份厚赐，他以为已是极限。至于炼心灵这件高阶法器，他早就不再奢望。陆凡自己留着防身，或是赐予更亲近的人，都再合理不过。修仙界是什么地方？弱肉强食，利益至上，唯一株灵草可同门相残，唯一不攻法可道侣反目。他进入修炼界这些年，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永远不要期待他人会平白给予，所有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代价。可陆凡竟是一点便宜都不愿占，你又何必如此？低语从唇间溢出，
带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动容，眼眶毫无预兆地热了，视线迅速模糊，有什么滚烫的东西挣脱了束缚，一颗接一颗砸在手背上，碎裂浸润进肌肤纹里。他狼狈地仰起头，想将那些不争气的水汽逼回去，可泪水自有意志，顺着脸颊的弧线滑落，没入散乱的鬓发，没入微敞的衣襟领口。原来被平等相待，被真心尊重，是这样的感觉，像寒冬里猝不及防触到的一捧温水，烫得人心间发颤。呵，他忽然笑出声，带着泪意，扬起的脖颈拉出纤弱而骄傲的弧线。我这情奴是把主人说服了不成？声音还哽着，语调却已恢复了那点惯有的带着呲的妩媚，仿佛是在说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然后他抬手用手背粗鲁地抹去脸上的湿痕，眼睛一定肿了，鼻尖也红，模样定然狼狈。可心底深处，一股温热潮涌的东西正破开冰层，汩汩地奔流出来，冲刷过那些积年累月的关于情奴二字的所有阴霾与自怜。他紧紧攥着炼心灵，冰凉的铜质渐渐被掌心捂热，觉得自己大概是这残酷修仙界里最荒唐也最幸运的那个。这时候，宗主殿东偏厅，陆凡仿佛早已忘记昨天的情事，换上了正式的玄黑镶金宗主袍服，端坐于上首紫檀宽椅中，晨光透过雕花长窗，在他周身镀上一层淡金轮廓，衬得眉目越发深邃，不怒自威。下手坐着3名沈家族人，为首的是位面容儒雅的中年修士，筑基初期修为，衣饰整洁却不显张扬，正是沈清秋的一位族叔，沈家如今对外主事之人。陆宗主，沈主事起身，长揖及地，语气恭谨恳切。清秋能得宗主垂青，实乃我沈家合族100年未有之幸。关于节履之仪，家族上下皆盼能略尽心意，以全清秋体面，亦不负宗主威仪。他略顿，抬眼小心观察陆凡神色，才继续道：只是宗主与云长圣女大婚之盛典犹在眼前，合欢宗内亦有规制传承。清秋毕竟出身侍女，若在宗内大张旗鼓，恐惹非议，反为不美。陆凡指尖在扶手上轻扣一下，示意继续。沈主是暗自松了口气，故而家族斗胆恳请，能否将仪式移至我沈家举行？我沈家虽是小族，必倾尽全力，务实典仪庄重周全，绝不敢损及宗主威严分毫。话音落，偏厅内一片寂静。陆凡面色沉静，心中却已雪亮。沈家的算盘打得精细，一来确如所言，在宗内为侍女出身的道侣大肆操办，亦落口实；二来更深层的用意是在沈家办，这便不只是宗主节履，更是沈家全族的大事。他在沈家节履并完成洞房，便是向整片地域宣告，沈家是他陆凡认下的姻亲，甚至是他的家，受他庇护。日后沈家接手青田镇灵田，主持铜矿开采时，那些惯会看人下菜的地方势力，谁敢再轻易伸手？这也是陆凡乐见的。他需要一个忠诚且能迅速掌控局面的家族经营属地，而沈家也需要他的是站稳脚跟，于己于沈家皆是有利。准了，陆凡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就在你们沈家办，仪式不必奢靡，需庄重周全。沈主视眼中瞬间迸出巨大的喜色，连同身后2位族人也面露激动，3人齐齐拜下，谢宗主成全。沈家上下定不负宗主信任。婚期，沈主事趁势道：家族商议，你在3月之后。一者筹备疑点，广发请柬虚实；二者青田镇灵田需熟手接管，赤铜矿更需尽快勘测开采，诸事繁杂，亦需10日理顺，以免仓促误事。3个月，陆凡眉头几不可察的微蹙，这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沈清秋筑基中期的元婴修为，对他而言确实是一股不小的助力。按照他原本的打算，自然是越早得到越好，最好是月内便完成仪式，尽快吸纳那份元婴，填补自身灵力积累的不足。他抬眼看向沈主事，声音平淡却带着压迫：3月是否太长？沈主事心头一紧，连忙躬身解释：宗主明鉴，非是沈家拖延。青田镇千亩灵田，需熟悉农事的修士与凡人配合打理，赤铜矿更需勘测矿脉，招募矿工，建立护卫，诸般事务千头万绪。若仓促接手，管理不善，反而折损收益，辜负宗主信任。陆凡沉默片刻，指尖在扶手上轻轻敲击。他需要沈清秋的元婴修为不假，但也需要一个能稳定产出收益，成为他根基的属地。若因急于求成，导致灵田荒废，矿场混乱，那也是得不偿失。3个月拿来闭关，眨眼便过。陆凡心念电转，他如今神魂境界已达筑基8层巅峰，堪称准8层，但灵力积累确实还差一截。若利用这3个月时间闭关苦修，先将自身灵力修为扎实的推至筑基8层巅峰，届时再以筑基后期的坚实根基去承接沈清秋那筑基中期的半数元婴，日后冲击金丹之境的成功率或许反而更高，风险更低，根基更稳，长远收益更大。一念及此，陆凡心中那点因时间延长而产生的不快悄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冷静、更长远的考量。可陆凡颔首，语气已然转为沉稳，便定在3月之后。属地诸事，沈家需尽心竭力，若有差池，他抬眼，目光如剑，已知道后果。沈主事后被渗出冷汗，他连忙深深拜下。沈家上下必鞠躬尽瘁，绝不敢有半分懈怠。
此间本座需闭关一段时日。陆凡起身，旋黑袍绣服过案几。沈家诸事，尔等自去筹备。若有要务，通传灵月即可。谨遵宗主之命。沈家人齐声应道，恭敬退下。偏厅重归宁静。陆凡独立于窗前，望向远山云霭。3个月，沈家需要时间站稳脚跟，经营属地，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夯实根基，晋升筑基8层巅峰，为冲击日后金丹做最稳妥的准备。待他出关之日，便是修为稳固，属地出城，在纳元婴，直指金丹之时。念及此，陆凡眼中金光一闪，闭关之念再无动摇。传令即日起，宗主殿封闭，本座闭关。一应事务由沈清秋暂领，重大之事可禀大长老定夺。语毕，转身朝殿内灵气最浓的闭关境室走去。合欢宗宗主峰，进士石门在身后缓缓合拢，隔绝了外界一切声息。陆凡盘膝坐于玉榻之上，月光石柔和的光晕笼罩周身，聚灵战法引来的地脉灵气浓稠如雾，在境室中缓缓流转。3个月，他闭上双眼，心神沉入识海，筑基8层巅峰的神魂境界，让他的神识如无形涟漪般扩散开来，覆盖整座宗主峰。峰内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皆清晰映照。偏殿中，灵月正埋首案前，指尖在玉简上快速划过，眉头微皱，似在处理棘手的账目。廊下3名侍女围坐石凳，手中做着绣活，低声交谈着各封近日的闲话，偶尔发出压抑的轻笑。更远处的灵田旁，2名外门弟子正引动山泉浇灌灵植，水珠在日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但超出宗主峰范围，感知便渐渐模糊。凝香殿、圣女峰各殿所在那些地方的气息，已非他此刻神识所能清晰捕捉，唯有琴窍之中3条颜色各异的根须轻轻摇曳，让他能隐约感应到那3人的状态。一道清冷如月，气息沉稳而绵长，正向着筑基9层的门槛稳步迈进，是师娘苏云长；一道活泼灵动，带着处理事务时的专注与些许疲惫，是沈清秋；还有一道妩媚鲜活，此刻气息平和，似在与旁人交谈，是宋大。足够了。陆凡收敛心神，不再延伸感知，他需要这3个月，需要将自身灵力修为扎实的推至与神魂境界匹配的筑基8层巅峰。合欢阴阳秘典的炼气法门在体内悄然运转，刹那间，境室内浓稠的灵雾仿佛受到无形之力的牵引，开始缓缓旋转。以陆凡为中心，一个直径丈许的小型灵气漩涡悄然成型，精纯的天地灵气如百川归海，从4面8方涌来。同一时刻，气殿深处，炼气室内炉火熊熊，映的墙壁上影子摇曳不定。裴青衣斜倚在紫檀大师椅上，手中把玩着一枚未完成的阵盘部件，那部件通体玄黑，表面镌刻着繁复的符文，边缘处还残留着刚打磨过的痕迹。炉火的红光映着他那张清秀却略显阴郁的脸，明暗交错。师尊，楚萧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一丝刻意的平静。进来。门被推开，楚萧步入室内，反手将门带上。他今日穿着一身墨绿弟子袍，衬得身形挺拔，面容冷峻中透着一股精于算计的锐利。2人之间没有寻常师徒那种恭敬的距离感。楚萧很自然地走到裴青衣对面的椅子坐下，自己倒了杯茶，抿了一口才开口：“您让我多留意陆凡那边的情况，这几日我倒真发现了点有趣的东西。”裴青衣手中动作未停，依旧把玩着阵盘部件，眼皮都没抬。别故弄玄虚。楚萧放下茶盏，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我昨日路过宗主峰，本想探探他闭关的动静，却意外嗅到陆凡身边那个贴身侍女身上居然有玲珑道体的气息。”啪嗒，裴青衣手中的阵盘部件掉落在案几上，发出一声轻响。他猛地抬头，眼中金光爆射。玲珑道体，不错。楚萧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楚萧天生嗅觉异于常人，能分辨出绝大多数特殊体质散发的微末气息，这是他多年来暗中为裴青衣甄别炉鼎、做欢喜寺生意的倚仗之一。裴青衣盯着楚萧看了片刻，缓缓坐直身体：“你确定？”“9成把握。”楚萧语气笃定。那股清冽透彻、涤荡神魂的异香，与欢喜寺经卷中记载的玲珑清晰特征吻合。而且那丫头年纪小，修为不过炼气12层，正是最容易下手的时候。炉火噼啪作响，室内陷入短暂的寂静。裴青衣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击，眼中神色变幻不定。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兴奋：“玲珑道体，天生神魂纯净如琉璃，其清晰能涤荡杂质，滋养神魂。若以欢喜寺那套秘法与之双修，可强行掠夺其一半修为与道体本源。”楚萧适时接话，眼中寒光一闪：“被掠夺者根基尽毁，掠夺者却得一场天大造化。师尊，您卡在筑基后期巅峰已经12年，若能得到这份机缘，金丹可期。那陆凡夺了您的沈清秋，咱们便夺他侍女，这份礼正好还给他。”裴青衣心中热流翻涌，12年，他在筑基后期巅峰卡了整整12年，若真能得了玲珑道体的一半修为，瓶颈力破，金丹可期，到那时什么陆凡，什么宗主都得在他面前低头，这是可行。裴青衣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翻涌的贪念，语气恢复冷静：“但不能明着来，那丫头毕竟是陆凡身边的人，动了他就等于直接打陆凡的脸。而且他顿了顿，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秦望叔那老女人对陆凡扶持得紧，若让他察觉，怕是麻烦。楚萧沉默片刻，脑中飞快盘算。忽然，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狠色。师尊，弟子有个主意，既能为您取来这份机缘，又能撇清干系。说，那玲珑看起来不过炼气12层，年纪幼小，天真烂漫，喜欢在宗门里到处乱逛。楚萧语气冷静，条理清晰，弟子可以借故接近她，慢慢取得信任。她这种刚入宗门的小丫头，最容易哄骗。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淡粉色丹药，轻轻放在案几上。丹药只有米粒大小，表面光滑，没有任何气味。这是上个月欢喜寺送来的迷情饮，专为我们合欢宗弟子准备。楚萧解释道：“无色无味，连合欢宗最擅长辨识丹药的长老也未必能察觉。溶于水后1刻钟内发作，药效温和隐晦，事后记忆模糊，只会以为是修行出了岔子，或是自己情难自禁。”裴青衣拿起丹药，在指尖转动，仔细端详。你打算怎么做？找机会让他服下。楚萧眼中冷光闪烁，然后恰好路过，见他状态不对，便带他到安全处照顾。等药效发作，他主动求欢，弟子便将他带到师尊的秘密洞府。届时师尊以欢喜寺秘法采补，神不知鬼不叫。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万一失手被他察觉，或中途有人干扰，弟子便直接将他掳走。他不过炼气12层修为，弟子筑基中期，擒他易如反掌。若真到了那一步，得手后立即灭口，毁尸灭迹，绝不留后患。裴青衣盯着楚萧看了良久，炉火映着他那张清秀的脸，此刻却显得有些扭曲。忽然，他笑了，那笑容里有赞赏，有贪婪，更有一种同流合污的默契。好，不愧是我的弟子，心思缜密，手脚干净，连灭口这一步都想好了。他将丹药递回，此事你若办成，等我结丹之后，气殿副殿主之位就是你的，日后欢喜寺那条线的生意也分你30%。楚萧接过丹药，眼中闪过毫不掩饰的喜色。谢师尊，弟子定不负所托。记住。裴青衣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楚萧：玲珑道体之事是你自己发现的，欢喜寺秘法是你从黑市偶然所得，与我无关，与气殿无关，明白吗？楚萧深深躬身：弟子明白，一切都是弟子贪图机缘，私自行动，即便事情败露，也绝不会牵连到师尊。去吧。是。楚萧退出炼气室，轻轻带上门。门关上的一刻，裴青衣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望向宗主峰方向，眼中怨毒与贪婪如毒蛇般纠缠翻涌。陆凡，你夺我沈清秋，我便夺你侍女。玲珑道体，金丹机缘，这一切本该是我的。炉火噼啪作响，映着他那张因执念而扭曲的清秀的脸。宗主峰偏殿软榻上，宋大儿斜倚着颈枕，指尖有一搭没一搭的拂过袖中那枚青铜小铃，铃声温润，金色符文在肌肤上烙下微凉的触感，带着某种沉甸甸的近乎不真实的分量。大儿姐，清脆的呼唤自门外响起，如黄鹂出啼，瞬间划破了殿内静谧。宋大儿唇角微扬，指尖轻轻一按，炼心灵便悄无声息滑入袖带深处。进来吧。门没关。吱呀，门被推开半扇，先探进来的是半张灵动的脸。尉迟玲珑今日换了深浅碧色绣缠枝连纹的齐胸襦裙，裙摆只到小腿，露出一截银白如玉的脚踝，赤足踩着双绣珠软履，双环髻依旧俏皮，簪着的细碎珠花在殿内微光中泛着柔和光泽。杏眼流转间，那份浑然天成的娇憨里，不知何时已掺入几丝合欢宗水土滋养出的不自觉的妩媚。他闪身进来，反手带上门，动作熟稔地向回自己屋子，径直坐到宋大儿对面的绣墩上。怎么有空过来？宋大儿执起青玉茶壶，斟了盏灵茶推过去，茶汤清冽，氤氲着淡淡灵气。刚帮林月值室里玩库房的旧账，偷个闲。尉迟玲珑接过茶盏，捧在掌心暖手，眼睛弯成月牙。还是大儿姐这里的茶好喝，宗主殿的茶总带着股库房陈味儿。宋大儿轻笑：就你嘴刁。两人这般熟络，说来也是自然而然。月前，尉迟玲珑被天剑宗发配到陆凡身边做侍女，她性子活络，生得娇俏可人，又是玲珑道体，学什么东西都快。不过旬日功夫，便在宗主峰混得如鱼得水。宋大儿作为陆凡身边最亲近的情奴，本就有意与宗主尽是打好关系，而尉迟玲珑也不知为何，也许是偷听他和陆凡的房事听多了，他对这位大儿姐格外感兴趣，时常寻她说话，一来二去，竟真生出几分姐妹般的熟稔。尉迟玲珑小口抿着茶，目光在宋大儿脸上细细转了一圈，忽然搁下茶盏，身子微微前倾：大儿姐，我发现你最近有些不一样了。哦。宋大儿眉梢轻挑：哪儿不一样？说不上来。尉迟玲珑歪着头，眼神清澈里透着认真，眼睛更亮，皮肤透着层荧光，整个人像被什么温养着似的，精气神都足了。他顿了顿，语气里掺入恰到好处的好奇：我听宗里一些老弟子私下嚼舌，说和欢宗有些双修功法霸道，对情奴的根基有损。可大儿姐，你非但没事，这1个月还破开了筑基6层的门槛，是陆宗主带你特别不同吗？话问的直白，偏生他神情天真烂漫，倒不显冒犯。宋大儿笑了，那笑容从唇角漾开，妩媚里透着一丝说不清的深意。你这丫头眼睛带毒，我就是好奇嘛。
尉迟玲珑眨了眨眼，又凑近些，声音压得低低的，像分享什么秘密。大二姐，你说双修到底是什么滋味？真像传闻里那样，能让人忘了天地，丢了魂儿吗？宋大儿被他问的耳根一热，伸指轻戳他额头。不知羞，这种话也敢问？这里又没旁人。尉迟玲珑嘟囔着，眼神却清亮亮的，仿佛真的只是少女怀春的好奇。宋大儿盯着他看了片刻，忽然勾起一抹玩味的笑。玲珑，你该不会自己也想试试吧？大儿姐，尉迟玲珑脸颊刷得红透，连脖梗都染上淡粉。你在乱说，我真不理你了。那羞恼的模样浑然天成，杏眼里水光潋滟，长睫轻颤，活脱脱一个情窦未开，被调戏得慌了神的丫头。宋大儿笑得尖头发颤，好一会儿才止住，伸手理了理微乱的鬓发。好了好了，不逗你。不过玲珑，他语气缓下来，带着几分难得的认真。你若真好奇，不如自己寻个可靠弟子试试。反正你年纪也不小了，修为卡在炼气12层也有些时日。合欢宗的双修之法，若能遇着合适的道侣，对破境却有奇效。尉迟玲珑羞得跳起来，跺了跺脚。我才不要！那些弟子看着就惹人厌，那你看谁不惹人厌？宋大儿戏谑道，眼中闪过促狭的光。难不成是咱们陆大宗主？大儿姐！尉迟玲珑耳根红得几乎滴血，扭头就要走。偏这时门外传来一道温润男声：玲珑师妹，原来你在这儿。廊下日光斜照，将一道挺拔身影拉得修长。楚萧不知何时已站在那儿，一身墨绿袍衬得肩宽腰窄，面容清俊，唇角噙着恰到好处的笑意，既不显热络，也不显疏离，恰如寻常师兄偶遇师妹时的自然。尉迟玲珑脚步一顿，转过身时脸上红晕未退，眼里还带着方才嬉闹留下的水光。楚师兄找我有事吗？方才路过库房，听执事说你在寻青心草炼制静心香。楚萧语气温和，目光落在他脸上，又礼貌地移开。正巧我那儿还有些去年秘境采摘的，品质尚可，师妹若需要，可随我去取。尉迟玲珑眼中极快地掠过一丝什么，面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欣喜。真的？那多谢楚师兄了。他回头朝宋大儿摆摆手，笑容灿烂。大儿姐，我先去取药材了。去吧。宋大儿坐在软榻上，目送两人并肩离去。不知为何，看着楚萧那道挺拔沉稳的背影，他心头莫名一悸，像是有什么冰冷滑腻的东西正悄无声息地游进这个天真烂漫的丫头。他蹙了蹙眉，将这突如其来的不安压下。许是自己多心了。青石廊道蜿蜒，烛影在午后日光下切割出细碎斑驳的光斑。尉迟玲珑跟在楚萧身后半步，步履轻盈的仿佛林间未经世事的小路。他目光好奇地打量着气殿周边，黑瓦朱檐的殿宇比宗主峰多了几分冷硬的金石气，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火灵气与金属熔炼后的特殊味道。楚师兄，气殿平日炼制最多的法器是什么呀？他歪着头问，杏眼里盛满天真。楚萧侧身引路，语气温和耐心，多是飞剑、护身符箓以及各封弟子定制的法宝。前些时日还为丹殿炼制了一批琉璃药鼎，能提升成丹绿3成。这么厉害？尉迟玲珑惊叹，长睫轻颤。那楚师兄一定也很擅长炼气吧？略通皮毛罢了。楚萧谦虚道，袖中的手却微微收紧。那枚淡粉色丹药正贴着腕部肌肤，透过薄薄的衣料传来微凉触感，此刻却让他觉得隐隐发烫。他余光扫过身旁少女的侧脸，杏眼清澈如山涧出溶的雪水，长睫在日光下投出浅浅阴影，脸颊还残留着与宋大儿嬉闹时的薄红，娇嫩的仿佛晨露中初绽的桃花瓣。炼气12层，玲珑道体，师尊卡了12年的瓶颈，或许就要着落在这丫头身上，而自己也将因此得到副殿主之位，欢喜寺那条隐秘生意的3成里。这份机缘值得铤而走险。玲珑师妹平日除了修炼，还喜欢做些什么？楚萧状似随意地问，脚步不着痕迹地引着他朝西侧僻静的偏阁走去。摆弄些香道，偶尔也练练剑。尉迟玲珑歪着头想了想，神情娇憨。不过合欢宗的剑诀和我以前学的不太一样，总是使不顺手。剑诀吗？楚萧微笑，笑容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我倒是收藏了几部适合女子修习的剑典，师妹若有兴趣，改日可来弃殿，我取予你一观。真的？那太好了。尉迟玲珑眼睛一亮，笑容灿烂如初夏破云而出的阳光。楚萧看着他毫无防备的模样，唇角笑意深了些，真是个好骗的丫头。两人一路闲谈，不知不觉已走到气殿西侧一处相对僻静的偏阁前。此处远离主殿的炼气工房，平日多是存放陈旧药材与杂物，少有人质。药材存放在此处，师妹稍后我进去取。楚萧推开虚掩的木门，侧身示意，有劳楚师兄。尉迟玲珑站在廊下，好奇地打量着四周陈设。偏阁内光线昏暗，高高的木架上陈列着各式玉盒、木匣，空气中浮动着陈旧药材与尘灰混杂的气味。阳光从高窗斜射而入，在布满浮尘的光柱中，无数微尘竞选舞。楚萧快步走到最里侧的架前，取下一只巴掌大的青玉盒，打开盒盖，里面整齐码放着10余株干制的青心草，叶片呈银灰色，脉络间隐约有灵光流转，却非凡品。他指尖在盒底轻轻一按，夹层无声划开，露出那枚淡粉色丹药。丹药只有米粒大小，光滑无味，在昏暗中泛着极淡的荧光，如同最上等的粉色珍珠。楚萧眼神沉静如古井，取出丹药，
以指尖凌厉悄然将其碾成极细的粉末，然后飞快撒入早已备在架旁的一盏清茶中。粉末遇水即溶，无色无味，茶汤依旧清冽见底。他端起茶盏，又信手拈了些寻常灵草叶片浮于水面做遮掩，这才转身走出偏阁。师妹久等了。楚萧将青玉盒与茶盏一并递过去，与气温和清心草在此。这盏竹漏清心茶是我平日调理灵气所用，师妹方才说了半晌话，饮些润喉吧。尉迟玲珑接过玉盒，打开看了看成色，眼中笑意盈盈。楚师兄真细心，这清心草的品相真好。他捧起茶盏，凑到唇边，楚萧袖中的手微微收紧，面上却依旧温和带笑，甚至体贴的提醒：“小心烫。”就在盏沿即将触到唇瓣的刹那，尉迟玲珑忽然抬起眼，杏眼里掠过一丝极淡的、近乎狡黠的光，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对了，楚师兄，方才忘了问，这清心草是去年何时采摘的？药性可还足吗？楚萧神色不变，应对自如：“约是深秋霜降前后采摘的，药性保存完好，师妹放心。”深秋啊！尉迟玲珑点点头，似在思索，却将茶盏稍稍移开些，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盏壁。那炼制静心香时，火候该比寻常时节减一分才是，否则恐有燥气。他说着，又将茶盏凑到唇边。楚萧心中微松，原来只是炼香时的讲究，这丫头倒是细心。然而尉迟玲珑只以唇轻触盏沿，装模作样地抿了一小口，便蹙了蹙眉，将茶盏搁在一旁廊下的石凳上。这茶好像有些陈味了。楚萧一怔，随即笑道：“不会吧，这茶是我月前新制的，一直以玉瓶封存。”他心下却是一凛，这迷情饮乃是欢喜寺特制，专为对付合欢宗弟子，号称无色无味，连宗门内最擅长辨识丹药的长老也未必能察觉。这丫头不过是炼气期，怎么可能尝出异常？除非……楚萧心念电转，面上却不动声色，上前一步温声道：“许是存放时沾染了旁的气息，师妹若介意，我重新沏一盏便是。”他伸手去取那茶盏，打算假饮一口，打消对方疑虑，却不想尉迟玲珑忽然伸手，指尖往杯轻轻一推。楚萧猝不及防，下意识抬手格挡，然而还是慢了一步，茶水已经咕噜咕噜呛入喉中。你！楚萧脸色瞬间大变，连退两步，猛咳几声，试图将呛入的茶汤吐出，然而已经晚了。那无色无味的药液一旦入口，便如春雪消融，迅速渗入经脉。楚萧只觉一股极淡的暖意自喉间升起，初时温和如春风拂面，转瞬间却化作燎原之火，直冲丹田。你诈我！他猛地抬头，眼中寒光迸射，哪里还有半分温和师兄的模样？尉迟玲珑已退到3步开外，拍拍手，笑容依旧灿烂，却多了几分冰冷。这不是楚师兄的灵茶吗？你自己备的茶，自己喝了，怎么叫诈呢？楚萧心念电闪，药效已在发作，一股陌生的燥热自丹田升腾，如一群爬过4肢百骸，冲得他气血翻涌，灵台见昏。但此刻顾不得许多了，区区一个炼气12层的小丫头，就算识破了他的算计又如何？他楚萧是筑基中期修士，经营气道10余年，身上护身法器，功法手段不知凡几，拿下这丫头不过瞬息之事。趁着药效还未完全发作，现在擒下他，一切都还来得及。好得很。楚萧狞笑一声，眼中最后一丝伪装彻底剥落，露出底下狰狞的贪欲与狠辣。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便拿你做解药。他再不废话，左手掐诀，腰间一枚玉佩骤然亮起黄光，化作一道土黄色屏障，将两人所在的廊下空间笼罩隔音障。同时右手在储物袋上一拍，3道乌光激射而出，竟是3枚龙眼大小、布满尖刺的黑色铁丸，成品自行直取尉迟玲珑上中下3路。虚破刺！楚萧低喝，这是他祭炼多年的阴毒法器，专破护体灵光，一旦沾身，尖刺便会爆开，迸射出无数细如牛毛的毒针。筑基以下修士中者利弊，筑基修士也要吃大亏。然而尉迟玲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杀招，竟不闪不避，他甚至歪了歪头，眼中闪过一丝兴致勃勃。就在3枚虚破刺即将击身的刹那，尉迟玲珑动了，他只做了一个极简单的动作，抬起右手，食指在空中轻轻一点，没有灵力波动，没有法诀光芒，但那3枚急射而来的虚破刺却如同撞上一堵无形之墙，骤然凝滞在半空。叮叮叮，3声轻响，铁丸坠地，表面的乌光瞬间暗淡，如同反铁。楚萧瞳孔骤缩，这怎么可能？他的虚破刺虽非法宝，却也祭炼多年，寻常筑基初期修士都难以应接。这丫头不过炼气12层，怎么可能如此轻描淡写的化解？除非你隐藏了修为。楚萧失声。尉迟玲珑笑了，那笑容依旧娇俏，眼底却浮起一层凛冽的寒霜。楚师兄现在才想到，未免太迟了。他踏前一步，仅仅一步，楚萧却觉得周遭空气骤然凝固，一股沛然莫遇的威压如山岳般轰然压下。那不是炼气期该有的威压，甚至不止筑基中期。你到底是谁？楚萧浑身剧颤，药效与威压双重冲击下，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正在飞速溃散，那迷情饮的药效竟比想象中猛烈10倍，不仅催动情欲，更在瓦解他的修为根基。嘿，我是谁不重要。尉迟玲珑已走到他面前，
俯身拾起他腰间的储物袋，动作娴熟的不像第一次做这种事。他神识扫过储物袋，轻易破开楚萧留下的禁制，从中取出几样物事：一枚刻着欢喜寺隐秘标记的玉简，几张记录着炉鼎交易的账目，以及几瓶标注着迷情饮、石骨散等字样的丹药。欢喜寺的欢喜禅秘法，专掠夺女子元婴与道体本源。楚师兄，这是打算用在我身上？尉迟玲珑翻看着玉简，语气渐冷。楚萧面色惨白如纸，额头冷汗涔涔，浑身颤抖不止。药效已彻底发作，那股燥热如烈火焚身，冲得他灵台昏沉，眼前阵阵发黑。更可怕的是，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正在飞速流逝。尉迟玲珑将搜出的证据一一收好。欢喜寺的丹药果然不凡，连自家弟子都抵抗不住呢。他蹲下身，看着瘫软在地、面色潮红、呼吸急促的楚萧，眼中没有丝毫怜悯。楚师兄现在是不是很难受？想要女子元婴来化解药力？尉迟玲珑歪着头，笑容甜美如毒药。放心，师妹我这就给你找个好去处。他站起身，环顾四周，气殿西侧偏阁再往后山中有一处兽殿的兽栏。早年兽殿曾在此驯养过一批凶猛灵兽，后来因故荒废，如今只剩下些空置的栅栏与石槽。尉迟玲珑拎起楚萧的后领，如同拖着一袋杂物，径直朝兽栏走去。楚萧想要挣扎，但药力与威压双重作用下，他连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拖过碎石地面，衣衫破损，皮肤被划出一道道血痕。兽栏内杂草丛生，栅栏半朽。尉迟玲珑将楚萧丢进最深处一处还算完好的栅栏内，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这里虽然荒废了，但早年驯养的合欢园还有不少野生的后代在附近活动。他语气轻快，仿佛在说今日天气。听说合欢园发情时可不分公母对象呢。楚师兄这般模样，想必很合他们胃口。楚萧闻言，眼中瞬间涌起极致的恐惧。他想求饶，想嘶吼，但喉咙里只能发出呵呵的怪响。你还是保佑迷情饮真的如所说的那样，事后记忆模糊吧。尉迟玲珑说完，不再看他，转身走出兽栏，反手以灵力将栅栏门封死。走出10丈外，他还能听到栅栏内传来野兽低沉的嘶吼声，以及楚萧绝望的呜咽。但他脚步未停，夕阳西下，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张娇俏的脸上此刻没有任何表情，唯有杏眼中一闪而过的冷光，如出鞘的匕首。欢喜寺裴青衣，他低声自语，指尖摩挲着那枚从楚萧储物袋中搜出的刻有气殿暗记的令牌。就算你没记忆模糊，也拿我无可奈何。他想了想，忽然笑了，那笑容重新变得灵动娇憨，仿佛方才那个冷面质敌的少女从未存在过。还是先看陆凡闭关什么时候出来吧。尉迟玲珑身形一转，化作一道淡粉流光，悄无声息地朝宗主峰方向掠去。暮色渐浓，兽栏内的嘶吼与呜咽渐渐低微，最终淹没在合欢宗夜晚溅起的虫鸣声中。而气殿深处，炼气室内的炉火依旧熊熊燃烧。裴青衣还在等待着弟子的好消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好弟子此刻正躺在荒废兽栏的杂草中，衣衫破碎，双眼空洞地望着栅栏外渐暗的天空，体内药力如岩浆奔流，修为正一丝丝溃散。栅栏外又有几双猩红的眼睛在暮色中缓缓亮起，低沉的喘息声越来越近。夜还很长，气殿深处炉火已燃了整整一夜。裴青衣枯坐在紫檀大师椅上，手中一块阵盘部件反复刻了又磨，磨了又刻。窗外天色由墨黑转为深青，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他终于停下手。楚萧还没回来，他眉头拧紧，心中那丝不安如藤蔓般蔓延生长。按理说，对付一个炼气12层的小丫头，楚萧筑基中期的修为绰绰有余。就算那丫头警觉，识破了算计，以楚萧的手段强行掳走，也不该拖这么久。除非出了岔子。裴青衣豁然起身，衣袍带翻案几上几枚未完成的阵盘部件，叮当碎响在寂静的炼气室内，格外刺耳。他已顾不得这些，大步冲出室外。晨雾未散，气殿西侧的偏阁笼罩在一片朦胧清辉之中，眼角滴落夜露，砸在青石上，溅开细碎水花。裴青衣神识如网铺开，扫过偏阁内外，空无一人，只有廊下石凳上一盏青瓷茶盏静静搁置，茶汤早已凉透，水面浮着几片枯卷的灵草叶。他走到石凳前，端起茶盏凑到鼻尖，茶香中隐约残留着一丝极淡的、常人无法察觉的甜腻气息，像3月桃瓣碾碎后渗出的汁液，甜得发腻。迷情饮。裴青衣脸色一沉，指尖灵力探入茶汤，细细感知，果然药力已被人触发过，只是剂量似乎不对劲。寻常迷情饮筑基修士饮下后半个时辰内发作，药效温和可控，旨在催情而非伤人。但这盏茶里的残留气息却透着一股反常的爆裂，仿佛被人暗中加了料，药性猛了不止3倍。裴青衣眼神闪烁，放下茶盏，神识如蛛网般向四周铺展，一寸寸搜寻蛛丝马迹。很快，他察觉到了什么。后山方向荒废兽栏处有极淡的灵力残留，混杂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臊气味。裴青衣身形一晃，化作一道墨绿流光，瞬息间掠至兽栏外。晨光微熹，荒废的兽栏内景象映入眼帘。楚萧躺在及腰的杂草丛中，衣衫破碎成缕，裸露的皮肤上布满纵横交错的抓痕与污秽。他双目圆睁，瞳孔涣散无神，空洞地望着渐亮的天穹，嘴里发出无意义的呵呵声，
咸水从嘴角淌下，浸湿了颈侧的杂草。更可怕的是修为。裴青衣神识扫过，心头一震，楚萧的修为已跌至炼气3层，丹田破碎如摔裂的瓷碗，经脉紊乱如麻，神魂更是残破不堪，仿佛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反噬，就算救回来，此生也再与大道无缘。这时，裴青衣倒吸一口凉气，他快步上前蹲下身，二指并拢探向楚萧腕脉，灵力入体，反馈回的是一片狼藉，经脉寸寸断裂，丹田气海干涸皲裂，神魂识海更是支离破碎，只余一缕残念在无尽混沌中浮沉。合欢园的气息，裴青衣嗅到空气中残留的属于那种发情灵兽特有的腥骚气味，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忽然全明白了，楚萧不仅失手了，还被人将计就计，把下了药的茶灌了回去，然后被丢进这兽栏，被那些失了智的畜生给糟蹋。废物！裴青衣低吼一声，眼中怒火翻腾如熔岩，却又被他强行压下。他猛地想起，更关键的是，楚萧腰间的储物袋不见了，那里面有他们与欢喜寺暗中交易的全部账本，记录了这些年经手的炉鼎数目、丹药往来、灵石分成，还有几份牵扯到宗门几位长老的隐秘契约。一旦落入他人之手，莫说他这个气殿殿主之位不保，便是性命也难逃宗门严刑。秦望舒那女人整治叛徒的手段，他亲眼见过，抽魂炼魄，形神俱灭。裴青衣在兽栏边站了许久，晨风吹过，杂草簌簌作响，远处传来早课弟子隐约的诵经声。他低头看着楚萧那张因极致痛苦而扭曲的脸，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惋惜，转瞬即逝。可惜了，你这一身闻相识女人的天赋。裴青衣低声自语，指尖抬起一缕幽蓝火焰，如毒蛇吐信，在晨光中摇曳。楚萧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涣散的瞳孔中掠过一丝清明，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呵呵的漏气声。但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就只能闭嘴。话音落下，幽火悄无声息落在楚萧眉心，没有惨叫，没有挣扎，那具残破的身躯在火焰中迅速蜷缩，焦黑，化作飞灰。山风拂过，灰烬散入荒草丛中，与泥土、漏水混为一处，再无痕迹可寻。做完这一切，裴青衣缓缓直起身，他的目光穿过晨雾，遥遥望向宗主峰方向。那个叫尉迟玲珑的丫头，究竟是条潜伏的毒蛇，还是陆凡故意放出来的饵？裴青衣不敢妄动。楚萧是筑基中期，浸淫气道10余年，身上护身法器、功法手段不知凡几，却落得如此下场。若真是这丫头动的手，那他的实力绝非表面看上去的炼气12层那么简单。可若试探，又怕打草惊蛇。万一这丫头真是陆凡布下的暗棋，自己贸然出手，等于将把柄主动递到对方手里。接下来的1个月，裴青衣像真正的毒蛇一样潜伏在暗处，他收敛了所有外露的情绪，照常处理电务，督导弟子炼气，甚至亲自为几位长老修复了几件破损的法宝。只是夜深人静时，他的神识总会悄无声息地探向宗主峰，试图捕捉那个淡粉色身影的动向。然而尉迟玲珑却突然收敛了行踪，他不再像以往那般满宗门乱逛，不再去丹殿讨教药理，不去气殿观摩炼气，甚至不再去各峰串门闲聊。他仿佛一夜之间变了性子，只安心待在宗主峰范围内，每日不是闭关修炼，便是帮着灵月处理些无关紧要的杂物，规矩的让人挑不出半点错处。这种反常的乖巧，反而让裴青衣心中的疑云更重。他几次借着诵炼制好的法器去宗主峰，试图近距离观察。尉迟玲珑见了他，依旧会甜甜的喊裴店主，笑容灿烂如常，眼神清澈见底，仿佛那日兽栏里的事从未发生过。可裴青衣注意到，他腰间多了一个崭新的储物袋，绣纹精致，隐隐有隔绝神识探查的阵法波动，那里头会不会就装着楚萧丢失的账本？裴青衣不敢问，只能将疑窦深深埋进心底。每日在炼气室的炉火映照下，那张清秀的脸时而阴郁，时而狰狞。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这丫头露出破绽，或者等陆凡那边先动。时间在无声的修炼中悄然流淌，宗主峰的闭关禁室已封闭月余。这日正午，峰顶上空呼声异响，原本晴空万里的天际毫无征兆地涌来大片云气，层层叠叠汇聚于峰顶，浓稠如铅。云窝中心，一个直径超过20丈的灵气漩涡缓缓成型，如巨兽之口，疯狂吞噬着四面八方的天地灵气。漩涡中心电光隐现，雷音低沉如远古巨兽的呼吸，一声声震得各峰殿宇微微颤动。又突破了，这才多久？月前不是刚破过神魂境界吗？灵力境界也突破了，筑基7层。陆宗主踏入筑基后期了。各峰弟子纷纷冲出屋舍，仰头望向宗主峰方向，脸上满是震撼与羡慕。寻常修士从筑基6层到7层，快则3、5年，慢则10数年，乃至终生无望。可这位新任宗主，短短月余便再破1境。如今灵力修为正式踏入筑基后期，这般修行速度简直骇人听闻。灵气漩涡持续了约莫半个时辰，才缓缓消散。峰顶云开雾散，一道清越长啸自宗主殿深处冲天而起，声如龙吟，在山峦间回荡不息，久久方歇。偏殿廊下，尉迟玲珑与宋达尔并肩而立，仰望着那道渐渐平息的灵气余波。真快啊！尉迟玲珑轻声喃喃，杏眼里闪过复杂神色。他想起月前兽栏边
自己将储销储物袋中那些证据一一清点时，曾犹豫过要不要立刻交给陆凡，最终却选择了暂时压下。那些牵扯太过，贸然抛出未必是好事。宋大儿站在他身侧，一袭胭脂红裙在午后的日光中格外娇艳。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中那枚恋心灵，唇角勾起一抹妩媚笑意。宗主天纵之姿，又有元阳之体加持，修行快些也是自然。他顿了顿，转头看向尉迟玲珑，眼中带着洞察的微光。倒是你，玲珑妹妹，最近怎么突然安分起来了？不在满宗门乱逛了？尉迟玲珑心头一跳，面上却笑得灿烂。大儿姐说笑了，我这不是看宗主闭关，怕惹事吗？再说我也该好好修炼了，总不能一直卡在练气期。宋大儿看着他那副天真烂漫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却也没再多问。两人正说着，远处山门方向忽有钟声响起，当一声钟鸣，清越悠长，这是有客来访的信号，但并非紧急或特别隆重之事。不多时，一道流光自山门处飞来，落在宗主峰前，光芒散去，现出3道身影。为首的是一位身着月白道袍的中年女修，气质温婉娴雅，眉眼间与苏云长有3分相似，正是苏云长的一位堂姑苏静怡。她修为已达筑基后期巅峰，常年在苏家负责对外礼宾事务，行事周到妥帖。身后跟着2名捧着锦盒的苏家年轻弟子，俱是炼气圆满修为，神态恭敬。苏家来人了。宋大儿微微一怔，动作真快。尉迟玲珑眼睛微亮，是云长圣女的堂姑苏静怡前辈，我在宗门名册上见过。苏家虽未大张旗鼓，但这反应速度怕是早就后在附近，一见宗主突破便立刻来访了。果然，苏静怡面带得体微笑，朝迎上来的林月颔首致意，声音温润。听闻陆宗主闭关3月，为金丹境做准备，家主特命静怡前来，略备薄礼，但愿有所帮助。他顿了顿，语气诚挚。家主说了，陆宗主正值修行关键时期，万不可因资源短缺而耽误静静。苏家虽非豪富，但既是姻亲，自当倾力相助。说罢，示意弟子打开锦盒，盒盖掀开，浓郁的药香顿时弥漫开来。3枚龙眼大小、通体银白如玉的丹药静静躺在深紫色绒布上，丹身云纹流转，隐有霞光氤氲，正是苏家秘传的云纹培元丹。此丹对巩固筑基后期根基、提升灵力精纯有奇效，外界一枚难求，有价无市。虽只是3枚丹药，价值却不低于5000灵石。更重要的是，这恰恰是陆凡此刻突破筑基7层后最需要稳固修为之物。苏家有心了。周围有弟子低声议论，毕竟云长圣女是苏家嫡女，陆宗主又是苏家女婿，自然要大力扶持。听说苏家那位家主夫人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陆宗主，说是气运如龙。尉迟玲珑看着那些丹药，轻轻叹了口气，有这样的姻亲，修行路上确实能省去不少麻烦。宋大儿则妩媚一笑，眼中闪过洞察，苏家这是在告诉所有人，陆宗主背后有他们撑着，这份礼送得恰到好处，既显了诚意，又不至于太过招摇。两人正说着，忽见一道藕荷色身影从偏殿内匆匆走出，正是沈清秋。她今日穿着一身素雅的藕荷色襦裙，长发松松挽起，只插了一只白玉簪，显得清新动人。见到林月手中捧着的锦盒，她脚步微顿，眼中闪过一丝了然。苏家来过了。沈清秋轻声问。林月点头，刚走，送的是3枚云纹培元丹。沈清秋抿了抿唇，正要说什么，山门方向钟声竟再次响起，当当，这次是2声，略短促些，表示又有访客。又一道流光落下，现出3人。为首的是一位身着赭色长袍的中年修士，面容儒雅，眼角虽有细纹，却精神矍铄，正是沈清秋的父亲，沈家家主沈明远。他修为在筑基初期徘徊多年，此刻脸上带着几分紧张又期待的神色。身后跟着2名沈家年轻弟子，各捧一只尺许长的紫檀木盒，盒身雕刻着简单的祥云纹，虽不华贵，却打磨得光亮整洁。爹！沈清秋微微一怔，快步迎了上去。您怎么来了？沈明远见到女儿，脸上露出慈爱笑容，先朝林月拱了拱手，这才转向沈清秋。听闻陆宗主闭关，爹特来看看，顺便略备薄礼，以供宗主修炼之用。沈清秋脸颊微红，嗔道：爹，您怎么也来凑这个热闹？女儿这还没正式过门呢。沈明远呵呵一笑，拍了拍女儿的手背，压低声音：傻闺女，正因为你还没正式过门，咱们沈家才更该表示心意。苏家是世家大族，底蕴深厚，送的都是精品。咱家虽然是小族，比不得他们，可心意上也不能落后啊。他顿了顿，语气认真：陆宗主正值修行关键时期，咱们倾力相助，既是本分，也是心意。青秋，你要记住，既选了他，沈家便是他身后的家族，一荣俱荣。沈清秋眼眶微热，用力点头：女儿明白。沈明远这才示意弟子打开木盒，第一盒掀开，灵光氤氲如雾，整整200枚中品灵石整齐码放在盒中，灵石纯净剔透，灵气浓郁，这已是沈家这种小家族大半年的收入，此刻却毫不吝啬地拿了出来。第2盒打开时，众人眼前一亮，3瓶丹药静静陈列，瓶身贴着标签：聚灵丹、凝元丹、黄龙丹。虽非苏家那种秘传珍品，却也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筑基修士辅助修炼之物，一套下来价值不下2000灵石。对于沈家而言，
这已是倾尽全力。沈清秋看着父亲眼中那抹殷切，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他知道，为了凑齐这些，爹娘不知要缩衣节食多久，族中又不知要放弃多少原本的计划。林月上前恭敬接过木盒，沈家主后裔，晚辈代宗主谢过。沈明远摆摆手，语气诚恳：“应该的，应该的。只愿陆宗主早日功成出关，我沈家也盼着那天。”他又看向女儿，眼中满是慈爱。青秋，在宗门好生事，奉宗主，家里的事不必挂心，爹和你娘都等着你的好消息。沈青秋眼眶更红，强忍着没让泪落下来，用力点头：“女儿明白，定不负爹娘期望。”沈明远又交代了几句家常，嘱咐他注意身体，这才领着弟子告辞离去。殿前重归宁静，尉迟玲珑看着沈青秋微红的眼眶，轻声道：“沈姐姐，你有个好父亲。”宋大儿也难得收起妩媚神色，认真道：“沈家这番心意确实难得，200中品灵石加上这些丹药，怕是掏空了大半家底。”沈青秋擦了擦眼角，露出一抹温柔笑意：“是啊，爹娘总是把最好的都给我。”他转身看向林月手中那2份厚礼，苏家的3枚云纹培元丹，沈家的200灵石和成套丹药，此刻都静静躺在锦盒中，等待着闭关中的陆凡。将这些都送进宗主闭关的净室外室吧。沈青秋轻声道，语气恢复了平日的沉稳：“别打扰他修炼，放在那儿就好，待他需要时自会取用。另外，将苏家和沈家来访之事详细记录在案，等宗主出关后呈报。”林月点头应是，沈姑娘考虑周全。她捧着锦盒朝宗主殿深处走去，心中暗叹：有这些资源相助，陆宗主冲击筑基后期巅峰，恐怕真的指日可待了。尉迟玲珑望着林月离去的背影，杏眼中神色微沉。他袖中的手无意识地抚过腰间那只崭新的储物袋，那里头楚萧的账本、欢喜寺的秘法玉简，还有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记录，都静静地躺着。该什么时候交给陆凡？又或者说，该不该全交？他抬眼望向宗主峰顶，那里云气已散，阳光重新洒落，将整座山峰染成温暖的金色。闭关境室中，陆凡正在全力冲击更高的境界。合欢宗气殿炼气室的炉火已烧了整整1夜，映得裴青衣那张清秀的脸阴晴不定，眼窝处沉淀着连日未眠的青黑。1个月了，自楚萧那废物失手，化作兽栏里一滩无人问津的灰烬，已过去整整30个日夜。尉迟玲珑那丫头行事突然变得滴水不漏，陆凡闭关突破筑基7层，声势浩大，各峰震动。而最让裴青衣心头堵得慌的是前几日接连送来的2份厚礼：苏家的云纹培元丹，沈家的灵石和丹药。2份礼背后是2大家族的态度。苏家自不必说，尹木山望气世家虽已衰落，底蕴犹存，他们送的是珍品，更是宣告陆凡是苏家认定的女婿，苏家会倾尽全力支持。沈家虽是小族，却也赌上了全族的未来。200中品灵石，那是他们大半年的收入；成套丹药，怕是掏空了家族库房。这份心意沉甸甸的，是在告诉所有人，沈家认定了陆凡这条船，一荣俱荣，都在压住他。裴青衣喃喃自语，指尖无意识的在案几上划出一道焦痕，炉火噼啪作响，映得他眼中神色变幻不定。他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见到沈青秋时的情景，那是在一次宗门小比上，少女穿着藕荷色弟子裙，站在人群外围安静观战，眼神清澈，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阳光洒在她侧脸上，肌肤白得透明，长睫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那时他便知道，这丫头身负元婴，纯度上等。这些年，他明里暗里的关照，时不时的礼物，那些看似随口的提点与许诺，都是冲着这具元婴之体去的。他本想以正妻之位迎娶，名正言顺地得到那份元婴，借其纯净灵力冲刷自己卡了12年的瓶颈，一举踏破金丹门槛。可现在，一切都被陆凡毁了。沈青秋选择了他，当着秦望书的面，声音轻柔却斩钉截铁。青秋心中已有属意之人。裴青衣握紧拳头，指节发白，炉火映着他阴郁的脸，光影交错间，那张原本清秀的面容竟显得有些狰狞。若让他顺利得到沈青秋的半数元婴修为，裴青衣掐指细算，额头渗出冷汗。陆凡本身是元阳之体，修行速度本就异于常人，如今修为已达筑基7层，2家送了那么多丹药来，突破至筑基8层是板上钉钉的事。若再让他在新婚之夜得到沈青秋筑基中期的半数元婴灌注，筑基9层甚至9层巅峰，都只是时间问题。裴青衣猛地握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筑基9层之后，便是半步金丹，而他自己卡在筑基后期巅峰整整12年，距离半步金丹看似只一步之遥，却始终无法踏出那关键的一步。若陆凡真走到那一步，甚至比他更早冲击金丹境，裴青衣不敢想象那画面。到那时，气殿殿主之位还能保住吗？秦望书那女人本就偏向陆凡，扶持他上位，废除月之衡。若陆凡真成了金丹，自己在合欢宗还能有什么立足之地？还有楚萧那条线留下的隐患，欢喜寺的账本一旦曝光，自己这些年暗中经营的炉鼎生意将彻底暴露。到那时，莫说地位不保，便是抽魂炼魄，也难逃宗门严刑。不行，绝不能让他这么顺利。裴青衣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缓缓起身，走到炼气室最里侧的墙角，
他指尖掐诀，3道灵光依次打入墙壁特定位置，墙壁无声划开，露出一个尺许见方的暗格。暗格中空无一物，唯有底部刻着一个繁复的莲花阵纹。裴青衣布下3层隔音禁制，又将气殿特有的干扰阵法开启，这才小心翼翼地从储物袋深处取出一面巴掌大小的青铜镜。镜面晦暗，边缘刻着繁复的莲花纹路，每一瓣莲叶都细如发丝，却纤毫毕现。镜背则是一尊欢喜佛的浮雕，面目模糊，唯有那双眼睛亮得摄人，带着毫不掩饰的贪欲与邪气。这是欢喜寺特制的联络法器欢喜镜。裴青衣深吸一口气，咬破指尖，将一滴精血滴在镜面中央，仿佛冷水溅入滚油，镜面骤然沸腾，血液并未滑落，而是如活物般渗入铜镜，沿着莲花纹路飞速蔓延。所过之处，晦暗的镜面泛起一层粘稠的血色光影，层层涟漪荡漾开来，最终化作一片翻涌的血海。血海中央，一道盘坐的身影缓缓浮现，暗红色僧袍，头顶9点戒疤，泛着黑紫色的光泽，面容在翻腾的血色中看不真切，唯有一双眼睛猩红深邃，瞳孔深处似有无数痛苦扭曲的面孔挣扎嘶吼，那是被其采捕致死的女子残魂，永世囚禁于这双斜眼之中。血莲和尚，欢喜寺金丹初期长老，专修欢喜禅中最为阴毒霸道的采阴补阳秘法，100年间毁在他手中的女修不下100人，其中不乏筑基甚至假丹境界。裴店主声音嘶哑干涩，像是砂纸在朽木上反复摩擦，每一个音节都带着令人耳膜刺痒的邪力。许久不见，可是又有了好货。血莲和尚嘴角咧开，露出参差不齐的焦黄牙齿，舌头上隐约可见细密的黑色符文蠕动。裴青衣压下心头翻涌的厌恶，强迫自己语气恭敬：血莲大师，别来无恙，少废话。血莲和尚眼中猩红光芒一闪，血海翻腾加剧，镜面甚至发出细微的嗡鸣，那是邪灵饥渴的躁动。老衲时间宝贵，直说吧，这次是什么货色？炼气期、筑基期，元婴还在否？裴青衣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道：筑基中期，元婴未施，纯度上等。轰！镜面血海骤然炸开，血莲和尚猛地前倾，那张模糊的脸几乎要冲出镜面，眼中猩红光芒暴涨，贪婪与狂喜毫不掩饰。筑基中期，元婴未施，纯度上等。他声音因激动而扭曲，若以我欢喜寺秘法采补，至少可掠夺其7成修为，届时我金丹初期的瓶颈，或许能一举突破至中期。他呼吸粗重如破旧风箱，血海中那些痛苦面孔也随之奸笑，整面欢喜镜剧烈震颤，几乎要从裴青衣手中脱出。但下一刻，血莲和尚忽然冷静下来，眼中猩红光芒微微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狐疑与审视。这等好事，裴店主为何不自己留着，反倒便宜了老衲？他苦笑一声，笑容里满是怨毒与不甘。大师有所不知，此女乃宗主陆凡所纳之妾，我若动手，等于直接与陆凡为敌。且陆凡背后有秦望叔支持，近日又得苏沈家2亲力相助，势头正盛，我不敢轻举妄动。他顿了顿，声音里透出刻骨的恨意。更何况此女本是我追求多年之人，若非陆凡横插一脚，她本该是我的道侣，那份原因也该助我破镜。如今既然我得不到，裴青衣眼中狠戾之色如淬毒的匕首，那便谁都别想轻易得到。镜面血海微微平静，血莲和尚陷入沉默。良久，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声阴冷黏腻，像是毒蛇爬过潮湿的岩缝。裴店主好算计，借老衲的手坏了陆凡的好事，出一口恶气，还能让老衲欠你一个人情，一箭3雕。裴青衣不否认，大师若得手，不仅能突破瓶颈，更可重创陆凡。他失了这份机缘，修行进度必受影响，而我也能稍解心头之恨，此乃双赢。双赢！血莲和尚笑声更冷。裴店主莫非以为老衲是那等容易被糊弄的蠢货？他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裴青衣，血海中那些痛苦面孔齐齐转向，无声嘶吼。此事风险不小，陆凡虽是筑基，但元阳之体不容小觑，身边还有秦望叔那女人暗中看护，若老衲亲自出手，暴露的风险。他故意停顿，观察裴青衣的反应。裴青衣心头一紧，知道这是要讨价还价。果然，血莲和尚缓缓开口，每一个字都带着贪婪的重量。事成之后，那女子的全部原因归我。此外，他伸出枯瘦如鸡爪的手指，在血海中嘘一点，裴店主需再提供3名炼气12层元婴未施的女修作为天头，而且必须是上等货色，莫拿那些庸之俗糊弄老衲。3名炼气12层女修，还必须是元婴未施的上等货色。裴青衣心头一抽，这代价不小。但想到沈清秋当年对自己的冷淡，想到陆凡如今的得意，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的威胁，他一咬牙，眼中狠戾之色更浓。但大师需保证行动干净利落，绝不能牵连到我，且必须在3日内动手，3日后便是新婚之夜，那是唯一的机会。血莲和尚眼中血光流转，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裴店主放心，我在河阳县那边有些老友，那家族在当地有些势力，其中一个姓赵，家主赵元海是筑基后期修士，早年欠我一条命。赵元海？裴青衣一愣，河阳县赵家，他隐约有些印象。家主赵元海筑基后期，家族以经营灵药和符箓材料为生，在地方尚算是一霸，风评似乎并不太好。不过
赵元海终究只是筑基后期，陆凡身边若有秦望舒布置的暗手，恐怕还不足以。裴店主多虑了。血莲和尚打断他，猩红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赵家只是幌子，真正动手的自然是老衲亲自出手。血莲亲自出手，裴青衣心头巨震，一股混杂着狂喜与恐惧的战力窜遍全身。这老和尚可是金丹初期修士，若有他亲自出手，加上赵家制造混乱，成功率几乎是10拿9稳。好，好！裴青衣连说2个好字，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有大师亲自出手，此事必成。大师放心，那3名炼气女修，裴某定会如期奉上。裴店主是聪明人，老衲信你。血色光影开始缓缓淡去，血莲和尚的身影逐渐模糊，唯有一双猩红斜眼依旧亮得摄人。将女子的详细情报、陆凡的行程安排以及沈家所在位置、防护阵法等，3日内通过老法子传给我。记住，他最后的声音如毒蛇吐信，钻进裴青衣耳中，莫要耍花样，否则老衲让你满门变成老衲修炼血莲欢喜禅的下一批资粮。话音落下，镜面血海彻底消散，铜镜恢复晦暗，竟被那尊欢喜佛的浮雕眼中猩红光芒微微闪烁，随即隐没。呼呼！裴青衣瘫坐在椅中，后背已被冷汗浸透。他握着依旧温热的欢喜镜，指尖微微颤抖，不知是激动还是后怕。血莲亲自出手，这老和尚贪是贪，但手段确实狠辣。金丹初期修为，加上赵家制造混乱，成功率几乎是100%。只要沈清秋被掳走，陆凡便失了这份机缘。届时自己在暗中运作，将祸水引向其他势力，或许还能……裴青衣摇摇头，将这不切实际的念头压下。当务之急是弄到陆凡的确切行程，还有要确保赵家那边不会出岔子。他走到窗边，推开半扇窗，夜风灌入，带着山间特有的清寒。远处宗主峰方向一片宁静，唯有峰顶隐约有灵气波动，那是陆凡闭关之处。新婚之夜，裴青衣喃喃自语，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陆凡，这份大礼你可要接好了。他关上窗，转身走回炉火旁，火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壁上，拉得很长，扭曲如鬼魅。合欢宗宗主峰闭关境室已封闭2月有余，室内灵气氤氲如雾，浓稠的几乎化为液态，在聚灵阵的作用下缓缓旋转，形成一个直径丈许的灵气漩涡。漩涡中心，陆凡盘膝而坐，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那是神魂境界已达筑基8层巅峰的外显意象。案几上2只锦盒静静摆放，左边是苏家送来的云纹培元丹，3枚丹药银白如玉，丹身云纹流转，隐有霞光氤氲；右边是沈家送来的灵石与成套丹药，200枚中品灵石灵气充盈，3瓶丹药标签清晰。有如此外加，也不知道是我陆凡哪辈子修来的福气。陆凡睁开双眼，眸中金光流转，深邃如渊。他目光扫过案几上的资源，脸上露出一抹由衷的笑意。没有这些丹药，他的修为不可能巩固得如此扎实，也不一定能在短短3月内从筑基7层一路冲至8层巅峰。这1个月来，苏家的云纹培元丹他已炼化2枚，药力如甘泉般滋养经脉，将筑基7层的修为巩固得扎实无比，甚至隐隐触及8层门槛。沈家送来的灵石与丹药也消耗大半，磅礴的灵气在合欢阴阳秘典的运转下被迅速炼化、吸纳，转化为精纯的灵力，汇入丹田灵海。此刻识海之中，神魂境界稳居筑基8层巅峰，如明镜高悬，映照内外诸般细微。丹田之内，灵力已积累至筑基7层大圆满，距离8层只差临门一脚。是时候了。陆凡深吸一口气，双手掐诀，合欢阴阳秘典炼气篇全力运转。刹那间，境室内的灵气漩涡转速暴增，原本缓缓旋转的灵雾骤然狂暴，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洪流，疯狂涌入陆凡周身窍穴。轰！丹田深处仿佛有无形壁垒被悍然冲破。筑基7层到8层的关隘，在这积蓄2月的磅礴灵力冲击下，如纸糊般碎裂。陆凡浑身巨震，周身金光大盛。识海之中，神魂境界与灵力修为终于达到平衡，双双稳居筑基8层。但这还没完。陆凡沉吟片刻，抬眼望向青田镇方向。2月闭关，修为大进，是时候去接沈清秋了。得了他的半数元婴，自己大概率便是筑基9层，甚至半步金丹。传令本座明日启程，前往青田镇沈家。陆凡沉声开口，语气不容置疑。随行人员：宋大耳、尉迟玲珑，另选10名筑基期护卫。林月，你留守宗主峰，处理日常事务。是。林月躬身应命，旋即迟疑道：宗主，是否需要提前通知沈家，让他们做好迎驾准备？不必。陆凡摆摆手，眼中闪过一丝深邃。本座要看看沈家究竟准备的如何。况且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有些事不必说透。此番前往沈家，既是节旅，也是立威。他要让青田镇乃至整个河阳县的势力都看清楚，沈家是他陆凡的姻亲，动沈家就是动他陆凡。去准备吧，明日辰时准时出发。遵命。林月快步退下，去安排行程与护卫人选。陆凡独自站在主殿前，负手而立，玄黑袍袖在晨风中微微浮动。远处，尉迟玲珑与宋大耳已朝这边走来，一个娇俏灵动，一个妩媚动人，
皆是人间绝色。而3日之后，他将再添一位道侣，筑基8层巅峰的修为，沈清秋的半数元婴、苏、沈两家的支持，还有秦望舒若隐若现的扶持。金丹境，陆凡低声自语，眼中燃起炽热的野望。那条路已越来越清晰，只是不知为何，他心头忽然掠过一丝极淡的警兆，仿佛有什么阴影正在暗中汇聚，目标直指青田镇。但愿是我多心了。陆凡摇摇头，将这不祥的预感压下，转身朝店内走去。阳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挺拔如剑，却又透着一股渊庭月至的沉稳。山雨欲来，而风暴的中心正是800里外的青田镇。合欢宗宗主请功。时值陆凡结清队伍出发青田镇的前夜，吱呀，门被推开，月光如水银般泻入，勾勒出一道窈窕如柳的身影。苏云长站在门外，一袭素白长裙曳地，长发松松挽着，几缕墨发垂落颈侧，在夜风中轻轻浮动。他脸上带着匆忙，眼底却有星火般明亮的喜悦。师娘，陆凡微微一怔，快步迎了上去。不是说你要继续在圣女峰闭关冲击金丹境吗？怎么提早出关了？苏云长踏入寝宫，反手带上门。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扬起那张清丽绝伦的脸，静静看着他，眸中水光潋滟，情意如春水般无声漫溢，将整间寝宫都浸染得温柔起来。良久，他才轻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微哑，却比任何情话都要撩人。3天后不是你大婚的日子吗？作为正妻，我也得出席。他顿了顿，忽然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吐气如兰。而且我想你了。温热的气息拂过耳廓，带着他身上特有的幽兰暗香。陆凡浑身一震，3个月前那场未尽的缠绵，那些被强行压下的渴望，此刻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来。他伸手将她纤细柔软的腰肢揽入怀中，掌心隔着薄薄的衣料，能感觉到她肌肤的温热与轻颤。师娘，我也想你。陆凡话音未落，苏云长已吻住了她的唇，这个吻来的突然而炽热，不像他平日的清冷自持，更像压抑了3个月的思念与情动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唇瓣柔软微凉，带着幽兰香气，此刻却将他牙关撬开，长驱直入，与他滚烫的舌尖纠缠在一起。陆凡先是一怔，随即热烈的回应。他一手扣住他的后脑，将他更近地按向自己，另一只手顺着他脊背优美的曲线缓缓下滑，最后停在那处挺翘柔软的弧度上。微微用力，两人身体紧密相贴，他能感觉到他胸膛的柔软，能听到他急促的心跳，能闻到他发间清冽的幽兰暗香。这一切都让他心头那团火越烧越旺。衣衫一件件滑落，散落在光洁如玉的地面上，素白与玄黑交叠。陆凡将他打横抱起，大步走向那张宽大的紫檀木塔，帐幔垂落，遮住一世春光，但遮不住声音。宗主寝宫外，廊下，尉迟玲珑与宋大儿并肩而立，两人都穿着明日出行要穿的衣裳，显然是来确认出发事宜的。可此刻两人谁也没动。寝宫内传来的声音模模糊糊传来，苏云长破碎的呜咽，一声声甜腻的化不开，却又因极致的情动而带上哭腔，像被欺负狠了的小兽。陆凡，陆凡！他一遍遍喊着陆凡的名字，声音从最初的羞涩颤抖，到后来的忘情沉溺，再到最后近乎崩溃的哀求与欢愉交织。而陆凡的回应低沉而克制，一声声师娘唤的深情又缠绵，带着男人在情事中特有的沙哑与磁性，像最醇厚的酒，听得人耳根发烫。那些声音透过厚重的殿门与墙壁，虽已减弱许多，却依旧一字不落地钻进两人耳中。宋大儿脸颊绯红，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袖口，眼神飘忽不定。他与陆凡有过无数次，可听他与别人的房事，尤其是与那位清冷如月的云长圣女，这感觉实在太诡异了。他以为尉迟玲珑这未经人事的小丫头会立刻休跑，可一转头却见尉迟玲珑站得笔直，杏眼微微睁大，耳根红得滴血，却愣是没挪步。两人视线对上，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尴尬，不约而同地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然后迅速恢复严肃表情，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可寝宫内的声音还在继续。宋大儿本以为听一会儿尉迟玲珑就会离开，毕竟这太羞人了。然而一炷香过去，两炷香过去，尉迟玲珑非但没走，反而微微偏着头，像是在认真分辨什么。那双灵动的杏眼里闪烁着一种宋大儿看不懂的复杂光芒。宋大儿不知道，尉迟玲珑听他和陆凡的房事，已经不知听了多少次。从潜伏到陆凡身边的第一天起，就被迫听过他与宋大儿在偏殿的种种。起初是监督任务需要，后来就复杂了。那些声音像种子，悄无声息地在他心底生根发芽，长成他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藤蔓。所以论听房的经验，尉迟玲珑其实比宋大儿丰富得多。也正因如此，他才更想知道陆凡与苏云长与他和宋大儿时有什么不同。两人就这样站着，谁也没开口，谁也没离开，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混合着尴尬与好奇的沉默。直到寝宫内的动静似乎稍稍平息，可不过片刻，又响起更激烈的声响与苏云长陡然拔高的晶莹。那声音比先前更加失控，带着被送上云端又骤然坠落的颤栗，听得人心间都跟着发颤。距离太远，隐隐约约，反而更勾人心痒。尉迟玲珑忽然动了，他侧过头，压低声音，杏眼里闪过一丝狡黠：“大儿姐，想不想靠近点？靠近点？”
宋大耳一怔，脸颊更烫了。尉迟玲珑眨了眨眼，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件薄如蝉翼的浅金色纱衣，纱衣展开，不过巴掌大小，表面却流转着细密的符文光华，隐隐有隔绝气息的阵法波动。这是宋大耳瞳孔微缩，他虽不识此物具体来历，却能感觉到其上散发出的不凡气息。这至少是金丹境修士才能炼制的法宝，一件小玩意儿，一般的金丹境也无法发现我们。尉迟玲珑将纱衣披在肩上，浅金色光华如水波般荡漾开来，将两人笼罩其中。刹那间，周遭一切声响仿佛被无形之力抽离，虫鸣、风声，甚至远处弟子巡夜的脚步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宋大耳盯着他，眼中疑虑更甚：“你才练气期的修为，哪里来的这么高阶的法器？难道你出生什么大的家族？”尉迟玲珑心头一跳，面上却笑得无辜：“没有。”他怕宋大耳不信，又连忙补了一句，语气轻快的像在说今日天气。一个小家族，祖传的，只此一件。我爹娘疼我，就给我防身用了。宋大耳看着他那张娇俏灵动的脸，还半信半疑，但尉迟玲珑已朝他眨了眨眼，那眼神里分明写着是你到底过不过去。宋大耳轻轻一咬牙，好奇心终究战胜了羞耻心，他点了点头，钻进了纱衣里。两人对视一眼，悄无声息地朝寝宫方向前去。淡金色的纱衣在夜色中流光微转，将两人的气息、声音甚至存在感都收敛到极致。即便从巡逻弟子身边走过，对方也毫无所觉。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寝宫主殿的窗棂下，这里距离声源极近，苏云长清晰无比的破碎的呜咽如同在耳畔响起，每一个颤音，每一声压抑不住的晶莹，都听得真切无比，偶尔夹杂着陆凡低沉的喘息与诱哄，温柔又霸道。夫君，太过了，师娘会受不住的。那就记住，是谁让师娘这样的？陆凡，我要化了。露骨的情话混着肢体交缠的声响，透过窗纸，毫无遮拦地钻进两人耳中。宋大耳和尉迟玲珑不约而同地抬眼看向对方，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烧红的云霞。两人立刻又低下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他们默不作声地站着，仿佛两尊雕像，可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宋大耳闭着眼，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画面，那是陆凡与苏云长交缠的身影。他想起陆凡在自己身上时的样子，霸道又温柔，总是能轻易将他送上云端。那苏云长呢？那个清冷如月、不食人间烟火的云长圣女，在陆凡身下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模样？是不是也像此刻声音里那样，丢掉了所有清冷与矜持，只剩下最原始、最坦诚的情动与欢愉？尉迟玲珑则咬紧了唇，她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深处那股陌生的燥热又涌了上来，比以往任何一次听陆凡与宋大儿时都要强烈。她不懂这是为什么，明明应该觉得羞耻，觉得不该听，可脚像生了根，挪不动半步，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然崩塌，又有什么在野蛮生长。一个时辰过去了，寝宫内的动静居然还未停歇，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苏云长的声音已近乎嘶哑，却依旧甜腻的勾魂摄魄。可对窗棂下的两人而言，这一个时辰仿佛只是弹指一瞬。直到尉迟玲珑忽然心有所感，猛地抬头看向远处云海星空的方向，他袖中的手微微收紧，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懊恼与无奈。那个大儿姐。尉迟玲珑压低声音，语气有些急促，我要离开一会，你继续听。他说着就要转身，宋大儿连忙想将身上的纱衣脱下来还他，可尉迟玲珑已一溜烟跑出数丈，回头朝他摆了摆手，示意纱衣先借他用，旋即身影没入夜色，消失不见。宋大儿正在原地握着身上那件温凉滑腻的纱衣，他犹豫了一瞬，终究没有离开。寝宫内的声音还在继续，他闭上眼，轻轻靠在冰凉的廊柱上。合欢宗外围，听松涧，此处位于宗门护山大阵边缘，是一处长满松树的僻静山涧，两侧崖壁高耸，中间一道瀑布如败炼垂落，砸入深潭，发出轰隆水声，掩盖了一切杂音。尉迟玲珑赶到时，一道身影已负手立于涧边巨石上，来人约莫40岁模样，身着天剑宗制式青袍，腰悬长剑，面容冷峻，眼角有细密的纹路，那是常年在外奔波留下的风霜痕迹。虽是随意站着，周身却隐隐有剑气流转，将坠落的水珠无声切割成更细的雾。金丹中期修为，尉迟玲珑认得此人天剑宗外巡长老柳随风，他负责监察南境各宗动向，偶尔也会传递宗门密令，地位不低。柳长老。尉迟玲珑上前躬身行礼，语气恭敬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柳随风转过身，目光在他身上扫过，眉头微皱，你师傅呢？你们不是一起前赴合欢宗吗？又偷懒去了？语气不算严厉，却带着长辈对晚辈惯有的责备与审视。尉迟玲珑心头微凛，面上却笑得天真烂漫。长老有事告诉晚辈也一样的，师傅他另有要务在身。柳随风盯着他看了片刻，似是懒得深究，从袖中取出一面巴掌大小的青铜镜，镜面光滑，他指尖一点，镜面泛起涟漪，随即浮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女子画像。画像中的女子约莫17、18岁，面容清秀，眉宇间带着一股倔强，穿着天剑宗外门弟子的服饰。告诉你们，在合欢宗的线人，让他想方设法救出这名弟子，
柳随风将铜镜递过来，尉迟玲珑接过，仔细端详画像，疑惑道：“他叫林月瑶，外门弟子，炼气12层修为。”陈长老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半月前，他领了宗门采集7情石谷草的任务，潜入合欢宗辖地，失手被擒，如今被关在合欢宗地牢。尉迟玲珑眉头微蹙，合欢宗的老手魏森言，且林月瑶被擒半月，宗门却直到现在才下令营救，是收到消息太迟，还是另有隐情？他迟疑道：“长老，我们在合欢宗的线人身份特殊，轻易不能暴露。且合欢宗的老手魏森言，你们潜伏合欢宗这些年，正是没干几件，如今连救个人都推三阻四。”柳随风打断他，声音里透出一丝不耐：“此女虽只是外门弟子，但她祖父与我有些渊源，况且天剑宗弟子落于敌手，岂有不救之理？这是命令。”尉迟玲珑抿了抿唇。就在此时，远处合欢宗内传来隐约的钟声，是宗门夜间集合查岗的信号。虽然以他的身份不必参与，但长时间逗留在此恐引人怀疑。好吧，尉迟玲珑收起铜镜，语气转为恭顺：“我们尽力而为。”柳随风微微颔首，不再多言，身形一晃，化作一道剑光没入夜空。尉迟玲珑独自站在剑边，扑声轰鸣。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青铜镜，画像中女子倔强的眉眼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就一名被俘的外门弟子，他轻轻吐了口气，将铜镜收入储物袋，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那件浅金色的纱衣，方才离开的急，竟忘了从宋大人那里收回。不过此刻他已无暇顾及这些。夜色渐深，距离出发青田镇的时辰已不到3个时辰，他还得去确认随行物品，安排弟子队列，以及面对那个刚刚与师娘缠绵了一整夜的陆凡。尉迟玲珑转身朝着合欢宗寝宫的方向望了一眼，那里灯火已熄，重归寂静。他摇了摇头，收敛心神，身影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自己的住处掠去。明日便是出发青田镇之时。青田镇外的官道上，晨雾尚未散尽，陆凡一行的车驾由远及近，12匹雪白的天灵马踏着整齐的步伐，拉着一辆通体玄黑、镶金纹饰的宽大马车，车轮滚过青石板路，发出低沉而富有韵律的声响，在清晨的寂静中传得很远。马车两侧10名合欢宗主机妻护卫御剑随行，身着统一的墨色劲装，腰悬宗门令牌，神色肃穆，气息沉稳。他们所过之处，灵气自然流转，形成一道无形的威压场，令路旁草木都微微低伏。更引人注目的是马车前后那2道窈窕身影。前方开路的宋达儿一袭胭脂红长裙，骑在一匹赤焰驹上，长发挽成妩媚的坠马髻，插着一只金步摇，随着马匹行进轻轻摇曳。他眉眼间带着惯有的娇艳笑意，可目光扫过道路两侧时，那笑意下却藏着筑基6层修士特有的敏锐与审视。后方压阵的尉迟玲珑则穿着浅碧色齐胸襦裙，外罩同色薄纱半臂，骑着一匹雪白的天灵马。他双环髻上的珠花在晨光中闪烁，杏眼灵动地打量着四周景色，看起来娇憨天真。可腰间那只崭新的储物袋偶尔泛起微光，显示着他并非表面那般简单。这样的阵容在青田镇这种偏远属地堪称百年难遇。来了！合欢宗宗主的车驾到了。镇口早已聚集了数百人，有修士有凡人，都伸长脖子朝官道方向张望。当车驾转过最后一道弯，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时，人群中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惊叹：我的天，12匹天灵马，那可是有麒麟血脉的灵驹，一匹就值500灵石。那些护卫全都是筑基修士，随便一个放在咱们这儿都能当家主了。看前面那位红衣仙子，好生妩媚动人，后面那位碧衣姑娘也灵秀得很。宗主呢？宗主在哪？众人的目光最终聚焦在马车中央，车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轻轻掀起。陆凡弯腰走出车厢，站在车辕上，晨光正好洒在他身上。玄黑镶金的宗主袍浮在日光下，泛着深沉的光泽，腰间玉带悬着合欢宗宗主令牌，令牌边缘鎏金，正面合欢宗主4个古篆小字在光照下清晰可见。他身形挺拔如松，肩宽腰窄，袍袖在晨风中微微浮动，带着一种上位的从容气度。面容俊朗，剑眉斜飞入鬓，鼻梁挺直，唇线分明。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深邃如寒潭，目光扫过人群时，平静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就是陆宗主，好年轻，看起来不过20出头吧？年轻怎么了？人家可是筑基后期的大修士，听说2个月前刚突破筑基8层。一表人才，修为又高，难怪能娶云长圣女，现在又要那沈家姑娘。人群中的议论声此起彼伏，目光里有羡慕，有敬畏，也有好奇。陆凡对这一切恍若未闻，他跃下车辕，落地无声，目光扫过青田镇入口处那座新立的汉白玉牌坊，牌坊高约3丈，正中刻着青田镇3个鎏金大字，两侧柱子上雕着祥云与灵芝图案，虽不算奢华，却也庄重大气。这是沈家接手属地后新建的，用了不到2月时间。宗主，林月从护卫队中走出，躬身禀报，沈家全族已在镇内主街等候，镇中灵田与赤铜矿的管事也到了，是否先巡视属地，再去沈家？先看看灵田。陆凡点头，迈步朝镇内走去。护卫队自动分列两侧，宋大儿与尉迟玲珑一左一右跟在陆凡身后半步。3人所过之处，人群如潮水般分开，让出一条宽敞的道路。
青田镇的布局很规整，镇中央一条青石主街贯穿南北，两侧是商铺与民居，建筑多是青砖灰瓦，檐角翘起，透着南方小镇特有的精巧。街上行人不少，见到陆凡一行，纷纷驻足行礼，眼神里满是恭敬与好奇。陆凡的神识早已铺开，覆盖整个青田镇。千亩林田位于镇东，被划分成整齐的方块，每块约10亩，田埂修得笔直，田中有引水渠纵横交错，清澈的灵泉水汩汩流淌。林田里种的是抢手的林芽米，此时正值林芽米抽穗期，稻株齐腰高，叶片青翠欲滴，稻穗初结，泛着淡淡的灵气光晕。几十名林农正在田间忙碌，有的在检查林渠，有的在施展润土蕨滋养土壤，还有的在驱赶偶尔飞来的食灵鸟。宗主，这边请。一名穿着褐色短褂、筑基初期的中年修士快步迎上，他是沈家派来的林田管事，姓周。陆凡随他走上田埂，脚踩在湿润的泥土上，能感觉到地下灵脉传来的微弱波动。青田镇的灵脉品级不算高，只是条小型下品灵脉，但胜在稳定，适合种植一阶灵植。1000亩林田目前种了700亩林芽米，亩产预计能达到300斤，剩下300亩按宗主的吩咐试种了聚气草和铁骨叶，长势都不错。周管事一边引路一边介绍，语气恭敬中带着自豪。沈家从族里调了3位精通灵植的修士过来，又招募了30多名练气的灵农，日夜轮值照看。林渠是重新挖的，接了上游3条灵泉，保证每块田都能及时灌溉。陆凡静静听着，目光在田间扫过，确实如周管事所说，林田管理的井井有条，稻株间距均匀，土壤灵气充沛，水渠畅通，甚至连田埂边的杂草都清理得干干净净。赤铜矿呢？矿场在镇北5里的青罗山，已经初步开采。周管事指向北面，探明的矿脉储量不小，预计能开采10年以上。目前招了200名矿工，都是身强力壮的炼体修士，日产量稳定在3000斤赤铜矿石。炼矿炉也在搭建了，下个月就能开始冶炼。陆凡微微颔首，沈家确实用了心，2个月时间能把1000亩林田和一座矿山打理到这种程度，说明沈家不仅投入了人力物力，更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这让他对沈清秋这个道侣的选择又多了几分满意。去沈家巡视完林田，陆凡转身朝镇内走去，刚走回主街，前方忽然传来喧天的锣鼓声，来了，沈家出来了！人群一阵骚动，只见主街尽头沈家祖宅方向，一支近100人的队伍正浩浩荡荡走来，为首的正是沈家家主沈明远。他今日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赭色锦袍，腰束玉带，头戴方巾，脸上带着既紧张又自豪的笑容。身侧是沈夫人，穿着深紫色绣缠枝连纹的襦裙，发髻高挽，插着一只赤金凤簪，虽已年过40旬，风韵犹存，眉眼间与沈清秋有7分相似。两人身后是沈家全族老小，3位筑基期的族老，10余名炼气后期的核心子弟，20多个年轻晚辈，甚至还有10几个5、6岁的孩童，被母亲牵着，睁着好奇的大眼睛张望。更后面是数十名沈家的仆役、护卫，全都穿着统一的青色服饰，手中或捧锦盒，或执仪仗，队伍整齐，气势不凡。沈家这是亲族出营啊？那当然，这可是宗主亲临，又是来娶他们家青秋姑娘的。沈家这次真是攀上高枝了。议论声中，沈明远已带着族人快步走到陆凡面前10丈处，停！沈明远抬手，身后队伍齐刷刷止步。他整了整衣袍，深吸一口气，然后沈氏全族恭迎陆宗主驾临青田镇。声音洪亮，带着筑基修士特有的中气，在长街上回荡。话音落下，沈明远率先躬身，长揖及地，身后沈夫人、3位族老，所有沈家族人，无论老幼，齐刷刷躬身行礼，动作整齐划一，如同经过严格训练。近100人同时行礼，场面肃穆而壮观。街旁围观的修士与凡人都安静下来，目光在陆凡与沈家之间来回移动。陆凡站在原地，受了这一礼，3息之后，他才缓缓开口：“沈家主请起。”声音平静，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沈明远直起身，脸上笑容更盛，快步上前：“宗主一路辛苦，沈家已在祖宅备好茶点，请宗主一步歇歇。”有劳。陆凡点头，在沈明远的引领下，朝沈家祖宅走去。沈家人自动分列两侧，让出中间道路。当陆凡走过时，两侧族人纷纷低头，以示恭敬。宋大儿与尉迟玲珑跟在陆凡身后，目光扫过沈家众人。沈家倒是会做场面。宋大儿以传音入密，对尉迟玲珑道。尉迟玲珑轻轻了一声，杏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想起自己家族大黎皇朝尉迟家那样的豪门大族迎接贵客时，场面比这盛大100倍。可此刻看着沈家这亲族出迎的架势，不知为何，心头竟有些触动。也许是因为这份看似卑微的恭敬里，藏着一个小家族拼尽全力想要抓住机遇的挣扎与渴望。队伍缓缓行进，从镇口到沈家祖宅，不过3里路，却走了整整1刻钟。沿途百姓越聚越多，几乎全镇的人都涌到了街上。修士御剑悬浮半空，凡人则挤在街边屋檐下，踮着脚张望。当他们看到陆凡那挺拔的身影，看到10名筑基护卫肃穆的阵列，看到宋戴尔与尉迟玲珑那绝色的容颜时，惊叹声、议论声此起彼伏。那就是合欢宗宗主，好年轻！
旁边那2位仙子气质和凡人就是不同。我的天，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子。沈家青丘姑娘以后就是宗主道侣了，真是好福气。何止青丘姑娘有福气，咱们青田镇以后有宗主庇佑，日子肯定好过多了。声音传入陆凡耳中，他神色未变，心头却微微一动。这一路行来，他确实感受到了青田镇百姓那种发自内心的欢迎与期待。合欢宗辖地广阔，像青田镇这样的偏远属地至少有数十处，以往很少有宗主亲自驾临，对这里的百姓来说，宗主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存在。可今日他来了，不仅来了，还要在这里娶亲。这意味着从此以后，青田镇不再是无人问津的偏远小镇，而是宗主亲自关注，甚至可能常来的地方。这对当地百姓而言，是一份难得的安全感与荣耀。宗主到了。沈明远的声音打断了陆凡的思绪，抬头看去，前方是一座占地极广阔的宅院，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门楼高约2丈，朱红大门敞开，门楣上悬着黑底金字的神符匾额，门前2尊石狮威风凛凛，石阶扫得一尘不染，廊下挂着大红灯笼，一派喜庆气象。请沈明远侧身引路，陆凡迈步踏入神府。青田镇神府。陆凡抵达神府后稍作安顿，接着会见沈家众人，休息了一晚。次日4时初，沈家祠堂前已是人山人海。祠堂坐北朝南，是一座3进的大院，青砖灰瓦，飞檐斗拱，门前2尊石狮威严肃穆，院中青石铺地，正中一条红毯从大门直铺到祠堂正殿，两侧摆满了宾客的座椅。此刻红毯两侧已坐满了人，河阳县有头脸的家族几乎都来了。赵家家主赵元海，筑基后期修为，50出头，面容方正，眼神锐利。王家家主王重山，筑基中期巅峰，40多岁，留着短须，看起来精明干练。李家家主李振涛，筑基中期，30多岁，是几个家主中最年轻的，但气度沉稳。除了这3大族，还有10几个小家族的家主或代表，以及青田镇、白石镇的乡绅名流，足有近100人。更外围，祠堂院墙外挤满了前来观礼的百姓。修士御剑悬浮半空，凡人则踮着脚，伸长脖子，黑压压一片，少说也有上千人。所有人都等着看这场100年难遇的盛事——合欢宗宗主娶沈家女。吉时快到了吧？差不多了，43刻仪式开始。你们说，那位云长圣女真的会来？应该会吧，毕竟是正妻，小妾进门，正妻得来受茶。嘘，小声点，什么小妾？那是道侣。合欢宗不兴凡人那套妻妾名分。议论声中，祠堂正殿内走出司仪，那是一位沈家族老，筑基初期修为，穿着崭新的深蓝道袍，走到殿前高台，清了清嗓子：“吉时已到，请新人。”声音洪亮，带着灵力，传遍整个祠堂内外。刹那间，所有议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齐刷刷望向祠堂大门方向。鼓乐升起，先是清脆的编钟，接着是悠扬的笙箫，最后是浑厚的鼓点，奏出一曲庄重而喜庆的礼乐。乐声中，2列沈家子弟从大门外缓步走入，男子着青袍，女子穿粉裙，各执仪仗、宫灯、羽扇、如意、宝瓶，队列整齐，神情肃穆。仪仗队后，一道挺拔的玄黑身影出现在大门外。陆凡今日换上了一身更加正式的宗主礼服，依旧是玄黑为底，但袍身上用金线绣了日月山河的图案，袖口与衣襟处镶着暗红色的滚边，腰间玉带悬着合欢宗主令牌与一枚龙凤玉佩。他头戴白玉冠，冠下垂着12串明珠，随着步伐轻轻晃动，映着日光，流光溢彩，面容俊朗，剑眉星目。此刻神色平静，目光深邃，一步步踏着红毯走来，周身自然散发着筑基8层巅峰修士的威压，却又被收敛的恰到好处，只让人感到一种渊庭悦致的沉稳气度。这就是陆宗主，好年轻，好气派，筑基8层，我的天，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高修为的修士。惊叹声低低响起，又迅速压下。陆凡走到祠堂正殿前，在高台下止步，司仪高唱请新娘，乐声一变，更加柔美婉转。所有人的目光转向祠堂侧门，门开，沈清秋在2名沈家少女的搀扶下缓缓走出。她今日穿了一身大红嫁衣，嫁衣是仿古制的凤冠霞帔，衣身用金线绣着百鸟朝凤的图案，裙摆曳地，袖口宽大。随着她迈步的动作，衣袂飘飘，如同流云。头上戴着纯金打造的凤冠，冠上缀着珍珠、宝石、翡翠，正中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口中衔着一串红宝石流苏，垂在她额前，随着步伐轻轻摇曳。脸上覆着红纱盖头，看不清面容，但仅从那窈窕的身姿、轻盈的步伐，便能想象盖头下是怎样的角色。青秋姑娘真美啊，沈家这次真是。沈青秋走到陆凡身侧，微微垂手，司仪在唱新人就位，拜天地。陆凡与沈青秋转向南方，躬身3拜，2拜高堂，转向祠堂正殿，殿中供奉着沈家列祖列宗的牌位。2人再拜，夫妻对拜。陆凡与沈青秋相对而立，躬身对拜。红纱盖头下，沈青秋的唇角扬起幸福的弧度。礼成，司仪拖长了声音：新人入祠堂，告慰先祖。陆凡伸手轻轻握住沈青秋的手，掌心温热像贴，沈青秋指尖微微一颤，随即紧紧回握。
两人并肩踏上台阶，步入祠堂正殿。殿内香烟袅袅，正中供桌上摆着沈家历代祖先的牌位，最上方是开族老祖的画像。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手持书卷，目光睿智。陆凡与沈清秋在蒲团上跪下，对着牌位3叩首，然后起身。沈清秋从侍女手中接过3炷香，递给陆凡。陆凡接过，在长明灯上点燃，插入香炉，青烟升起，缭绕在牌位之间。沈家列祖列宗在上。沈清秋轻声开口，声音带着哽咽：“不孝孙女沈清秋，今日嫁与合欢宗宗主陆凡为道侣，愿先祖庇佑，夫君道途顺遂，沈家世代昌隆。”他说着，又要跪下。陆凡伸手扶住他：“不必再拜了。”他看向那些牌位，声音沉稳：“今日我陆凡娶沈清秋为道侣，从此沈家便是我的姻亲。只要我陆凡在1日，便会照拂沈家1日。”这话说得平淡，却重如千钧。殿外围观的沈家族人不少都已眼眶泛红，沈明远夫妇更是紧握着彼此的手，眼中泪光闪动。好了，出去吧。陆凡牵着沈清秋转身走出祠堂。殿外阳光正好洒在两人身上，大红嫁衣与玄黑礼服交映，般配得令人心折。接下来是司仪正要宣布下一项仪式，忽然祠堂大门外传来一阵骚动。怎么回事？谁来了？众人转头望去，只见大门外的天空中，一道淡金色的流光正疾驰而来，流光速度极快，转眼间便到了祠堂上空，缓缓降落。光芒散去，现出3道身影。为首的女子一袭素白长裙，长发松松挽着，只插一支碧玉簪，容颜清冷绝伦，肌肤如雪，眉目如画，正是苏云长。她身后跟着2名苏家侍女，俱是筑基修为，手中各捧一只锦盒。云长圣女，她真的来了！正妻来受妾侍茶，这下有意思了。议论声四起，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苏云长身上。陆凡也是一怔，随即眼中闪过温柔。沈清秋更是浑身一颤，红纱下的脸色瞬间白了。她虽然早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这位清冷如月的正妻真的出现在自己婚礼上时，那种扑面而来的压力还是让她呼吸一滞。苏云长落地，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陆凡与沈清秋身上。他唇角微扬，露出一抹极淡却惊艳众生的笑意，缓步走到2人面前。师娘，陆凡轻声唤道。苏云长点点头，看向沈清秋：“清秋妹妹。”沈清秋连忙屈膝行礼，声音恭敬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清秋见过云长姐姐。”红纱盖头下，她的声音微微发颤，显然紧张到了极点。苏云长伸手轻轻扶起她：“不必多礼，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该高兴才是。”他顿了顿，转向身后侍女：“把礼物拿来。”一名侍女上前打开手中锦盒，盒内铺着深紫色绒布，正中静静躺着3枚龙眼大小、通体银白如玉的丹药，丹身云纹流转，隐有霞光氤氲，正是苏家秘传的云纹培元丹。这全场哗然。云纹培元丹，苏家独有，对修复道基、提升修为有奇效，外界一枚难求，有价无市。上次陆凡闭关，苏家也不过送了3枚而已，而现在苏云长一出手，又3枚，这是倒是一点也没有厚此薄彼。清秋妹妹明日洞房，会渡1半元婴修为给夫君。苏云长声音清灵，却字字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这3枚培元丹是我送你的贺礼，服下后可助你稳固修为，补回损耗。他看着沈清秋，眼中是真挚的温柔。既是一家人，便该相互扶持。你修为稳固了，日后才能更好的辅佐夫君。沈清秋浑身巨震，红纱盖头下，泪水瞬间涌出。他本以为苏云长作为正妻，能不来为难他已是宽厚，却没想到竟会送如此贵重、如此贴心的礼物。这3枚培元丹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丹药，更是认可，是接纳，是来自正妻的善意与包容。云长姐姐，沈清秋声音哽咽，就要跪下。苏云长再次扶住他，说了不必多礼。他转向另一名侍女，侍女打开第2个锦盒，盒内是一套精致的赤金头面、凤钗、步摇、耳坠、项链、手镯，一应俱全，做工精美，每一件都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波动，显然是法器级别的首饰。这套7凤头面是我出嫁时娘亲给的嫁妆。苏云长轻声道：“今日转赠给你，愿你与夫君如凤与凰，琴瑟和鸣，白首不离。”这一套首饰价格怕是不属万枚灵石。沈清秋已泣不成声，她透过红纱看着苏云长那张清冷绝伦却温柔含笑的脸，心中的最后一丝芥蒂彻底烟消云散。清秋，谢姐姐厚赐。她深深一礼，这一次苏云长没有服，受了这一礼，才算是真正完成了正妻受妾室拜见的仪式。周围沈家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沈母紧紧攥着丈夫的手，眼泪簌簌落下，嘴里喃喃：“好，好啊，云长圣女这般大度，清秋以后不会受委屈的。”沈明远也是眼眶泛红，连连点头。围观宾客中，不少女修都露出羡慕之色。在这修仙界，妻妾相争是常事，像苏云长这般大度赠丹赠宝的正妻，实属罕见。苏家不愧是世家大族，气度非凡。沈家姑娘真是好福气，遇到这样的正妻。陆宗主也真是，2位道侣都这般出色。议论声中，苏云长退到一旁，对司仪微微颔首。司仪会议高畅，新人敬茶。
沈清秋从侍女手中接过茶盏，双手捧起，走到苏云长面前，屈膝跪下：“姐姐，请用茶。”苏云长接过茶盏，抿了一口，放下，从腕上褪下一只白玉镯，戴到沈清秋腕上。以后便是姐妹了，好好服侍夫君。清秋明白。沈清秋再拜，这才起身。仪式至此才算圆满。司仪最后唱道：“礼毕，宴开。”鼓乐声再起，更加欢快热烈。沈家仆役开始上菜，宾客纷纷入席，祠堂内外顿时热闹起来。陆凡站在两位女子中间，左手牵着苏云长，右手牵着沈清秋，看着眼前这喜庆祥和的场面，心头一片温暖。青田镇沈家沈府祠堂外的空地上，早已摆开了数十桌流水席。青石铺就的广场上，红绸装点着每一根廊柱，每一张桌案上都摆满了各色零食珍馐。灵泉酿制的白果酿在白玉壶中荡漾着琥珀色的光泽，散发着醉人的果香。烤得金黄的赤鳞鱼摆在青瓷盘中，鱼肉细嫩，隐隐有灵气流转。还有各色灵果、灵芝烹制的菜肴，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宾客们推杯换盏，笑语喧哗，一派喜庆。陆凡端坐主桌，身旁是苏云长与沈清秋，红盖头已经掀开，他薄施脂粉，眉如远山寒带，唇点朱砂，那双灵动的眼眸此刻水光潋滟，含着羞怯与幸福的微光，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再往下，宋大儿、尉迟玲珑分坐两侧，一个妩媚娇艳，一个灵动俏丽，引得席间不少男修频频侧目。主桌对面是河阳县各大家族的家主，赵家家主赵元海端起酒杯，朗声笑道：“陆宗主新婚大喜，赵某敬您一杯，愿宗主与清秋姑娘永结同心，道途共进。”他50出头，筑基后期修为，面容方正，眼神锐利，此刻笑容满面，显得颇为热情。陆凡举杯回敬赵家主客气，酒杯相碰，一饮而尽。酒是灵泉酿的白果酿，入口甘醇，灵气温和，但陆凡却在这一饮之间捕捉到赵元海眼中一闪而逝的异样，那不是羡慕，不是讨好，更像是一种审视。陆凡不动声色地放下酒杯。赵元海又笑道：“宗主年轻有为，不到1年便从筑基6层一路突破至8层巅峰，这般修行速度，放眼整个南境也是凤毛麟角。赵某佩服佩服，不过是一番漂亮的场面话，侥幸而已。”陆凡淡淡回应。赵元海身后，王家家主王重山也举杯笑道：“陆宗主过谦了，合欢宗有宗主这般天纵之才，日后定能更上一层楼。王某也敬宗主一杯。”王家主请。陆凡再次举杯，目光扫过王重山那张留着短须，看起来精明干练的脸。此人筑基中期巅峰，在河阳县算是2号人物，此刻笑容可掬，但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李家家主李振涛也来敬酒，这位最年轻的家主气度沉稳，说话滴水不漏，可陆凡总觉得他握杯的手指有些过于用力了。酒过3巡，席间气氛愈发热烈，各家家主轮番敬酒，说进宫为话，可陆凡心中的违和感却越来越重。这些人看似热情，眼神却总在不经意间交汇，仿佛在传递什么信息。更奇怪的是，他们带来的随从，那些站在各桌后方势力的修士，看似松散，实则站位暗合某种阵法。虽然这些人修为最高也不过筑基中期，构不成威胁，但这种布置不像单纯来贺喜的样子。夫君，沈清秋轻声唤道，玉手在桌下轻轻碰了碰陆凡的手背，他显然也察觉到了异常，眼中闪过一丝担忧。陆凡反手握住他微凉的手，指尖在他掌心轻轻一点，示意无妨。这时沈明远端着酒杯走过来，俯身在陆凡耳边低声道：“宗主放心，赵家那点心思，我沈家清楚。他们眼红青田镇的灵田和赤铜矿不是1天2天了，今日趁着宗主大婚，怕是想借机试探。”他顿了顿，声音更轻：“不过我沈家也不是吃素的，府内暗处埋伏了30名炼器后期子弟，3位驻基族老坐镇，外围还有合欢宗护卫警戒。赵家若是敢在沈家地盘上闹事，定叫他们有来无回。”陆凡微微颔首，心下稍安。确实，以沈家今日的准备，加上苏云长、宋大儿、尉迟玲珑，还有外面10名筑基护卫，整个河阳县的修士加起来也凑不出这么强的阵容。赵家就算有异心，也不敢真动手。正想着，苏云长轻灵的声音在另一侧响起：“夫君不必担心。”他素手执壶，为陆凡斟满一杯灵茶，动作优雅从容。“今日是你与青秋妹妹的大喜之日，只管安心洞房，外面的事由我和大儿妹妹照看。”他抬眼看向陆凡，那双秋水明眸中带着温柔的笑意，却也有筑基巅峰修士特有的自信与从容。“天塌了，有我们顶着。”宋大儿也凑过来，妩媚一笑，桃花眼里波光流转：“宗主放心，大儿虽然修为不如云长姐姐，但对付几个跳梁小丑还是绰绰有余的。”他说着，指尖轻轻拂过腰间，那里挂着一枚青铜小铃，正是陆凡归还的炼心铃。尉迟玲珑虽未说话，却也朝陆凡眨了眨眼，杏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手不自觉按了按腰间那只崭新的储物袋。陆凡看着身边这3位女子，一个清冷如月，一个妩媚如火，一个灵动如水，皆是人中龙凤，修为不俗。有他们在，确实无需多虑，那就有劳师娘和戴儿了。陆凡举杯，朝3位女子微微一笑。酒宴持续到亥时初，月上中天，清辉洒满庭院，宾客渐渐散去，赵元海等人也告辞离去。
临走时又是一番热情恭贺。可陆凡分明看到赵元海转身时与王重山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宗主，时辰不早了。沈明远上前，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青丘已在婚房等候，您也该入洞房了。陆凡点头，起身离席。苏云长、宋大儿、尉迟玲珑也起身相送。走到内院门口，苏云长停下脚步，轻声道：“夫君，春宵一刻值千金，快去吧，莫要冷落了青丘妹妹。”他说着，伸手为陆凡理了理衣襟，动作温柔自然，眼中没有丝毫醋意，只有真挚的祝福。宋大儿也笑道：“宗主可要怜香惜玉些，青丘妹妹是第一次呢。”尉迟玲珑脸颊微红，小声嘀咕：“快去吧，快去吧。”陆凡看着他们，心头涌起一股暖意。他不再多说，转身朝内院深处的婚房走去。月光如水，洒在青石小径上。婚房位于沈府最幽静的西院，是一座独立的2层小楼。此刻楼内灯火通明，窗纸上印着大红喜字。推开房门，暖香扑面来。屋内布置的喜庆而精致，红绸装点着梁柱，龙凤喜烛在岸上静静燃烧，烛光摇曳，将满室映得温暖朦胧。雕花大床上铺着大红色锦被，背面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针脚细密，栩栩如生。沈清秋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身大红嫁衣，凤冠霞帔，红纱盖头已经取下，此刻正安静地垂手坐着。听到开门声，他身子微微一颤，双手无意识地绞着衣袖，呼吸明显急促了几分。陆凡反手关上门，走到他面前：“青秋。”他轻声唤道。沈清秋抬起头，烛光映着他那张精心装扮过的脸，肌肤白的近乎透明，眉眼如画，唇瓣娇艳欲滴，此刻染上羞怯的红晕，更添几分动人的妩媚。那双灵动的眼眸里水光潋滟，含着期待、紧张、羞涩，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夫君。”他声音细如文瑞，长节轻颤，不敢直视陆凡的眼睛。陆凡伸手轻轻抚过他的脸颊，肌肤细腻微凉，触感如最上等的羊脂白玉。沈清秋浑身一颤，喉间溢出细微的阴凝，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上更深的红晕。“还记得凝香殿外那次吗？”陆凡低声问，拇指在他唇角轻轻摩挲。沈清秋呼吸一滞，随即想起那日他吻了他，吻得他浑身发软，意识模糊，最后在他怀中彻底崩溃。那些画面涌入脑海，让他耳根瞬间红透，连脖梗都染上淡粉。记得。他咬着下唇，声音发颤，眼底水光更盛。陆凡俯身凑近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激起一阵细密的战栗。他的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垂，声音压得极低，每个字都像带着钩子。“那今夜想不想再试试？”沈清秋浑身一僵，他想摇头，想说不要，可身体深处那股熟悉的燥热已经涌了上来，喉咙里像堵了什么，发不出声音。最终他咬住了下唇，垂下眼，手指乱扯着衣角，轻轻点了点头。那个细微的动作带着少女的羞涩与坦诚，让陆凡心头一热。他再不迟疑，低头吻住了她的唇。这个吻温柔而绵长，不像上次在廊下那样带着试探与挑逗，而是充满了珍惜与承诺。唇瓣柔软微凉，带着淡淡的栀子甜香。陆凡耐心地撬开她的牙关，舌尖探入，与她生涩的舌尖纠缠在一起。沈清秋轻哼一声，双手无意识地环上她的脖颈，身体渐渐放松，开始声涩的回应。陆凡的吻沿着她的唇一路向下，路过纤细的脖颈，路过精致的锁骨，路过微微敞开的衣襟边缘。他的动作很慢，很温柔，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沈清秋能感觉到他的唇在他肌肤上游走，能感觉到他温热的气息拂过每一寸敏感，更能感觉到身体深处那股陌生而汹涌的渴望正在疯狂叫嚣。和上次一样，却又不一样。上次是偷来的欢愉，带着禁忌与慌张；这次是光明正大的缠绵，带着承诺与归属。衣衫一件件滑落，大红嫁衣散开，露出里面月白色的中衣。中衣褪去，是绣着并蒂莲的肚兜，肚兜下是一手满盈的轮廓。烛光摇曳，将两人交叠的身影投在墙壁上，隐隐绰绰，暧昧迷离。陆凡的手也没有闲着，在他身上各处敏感地带熟稔地游走，带来一阵阵难以言喻的战栗。沈清秋的意识渐渐模糊，他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这一切，喉咙里一出细碎的呻吟，身体诚实地回应着他的每一次触碰。泪水再次滚落，混合着细汗，沿着酡红的脸颊滑落。不知过了多久，陆凡的吻停在他腰际，沈清秋浑身一僵，呼吸骤停。他想起了上次在廊下，他也是这样吻遍他全身，最后在关键时刻停下，让他在极致的渴望与空虚中崩溃。这一次他还会捉弄自己吗？沈清秋咬着下唇，眼中水光盈盈，既有期待又有害怕。他想要更多，想真正成为他的女人，可又害怕那种被送上云端又骤然坠落的失控感。然而陆凡却抬起了头，他看着他眼中迷离的水光，看着他咬紧下唇却依旧溢出的呻吟，看着他浑身颤抖却诚实的银河。忽然他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得逞的意味，更多的却是温柔。放心，他低头在他耳边低声说，声音沙哑而磁性，等会儿会让你上天的。沈清秋浑身剧颤，这句话比任何情话都要露骨，都要撩人，让他羞得无地自容，却又忍不住心生期待。你坏！他娇嗔着，将发烫的脸埋进他怀里。陆凡低笑一声，将他打横抱起，
走向那张铺着大红锦被的雕花大床。沈清秋双手紧紧环着他的脖颈，脸颊贴着他结实的胸膛，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男性气息。这一切都让他心安，又让他嫉妒。陆凡将他轻轻放在床上，俯身压了上去，烛光映着他俊朗的侧脸，眼中翻涌着深沉的情欲与温柔。他伸手轻轻拂开他颊边汗湿的发丝，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清秋，我要你。声音低沉却重如千钧。沈清秋眼眶一热，用力点头。夫君要我。话音未落，杀！窗外骤然传来震天的喊杀声，那声音来得突然而猛烈，如同惊雷炸响，瞬间撕碎了婚房内的旖旎与温情。紧接着是法器碰撞的尖锐声响，灵力爆发的轰鸣，还有弟子惨叫的凄厉。莫让陆凡得了沈清秋原因。一道嘶哑而癫狂的吼声穿透夜幕，如毒蛇般钻入婚房。陆凡浑身一震，猛地从情欲中惊醒。婚房内红烛摇曳，陆凡俯身，沈清秋仰面，两人以滚烫地交缠在一起。他架衣半解，月白中衣的襟口松散，露出一截莹润如玉的锁骨和若隐若现的起伏弧线。陆凡的吻正沿着他的颈侧蜿蜒而下，带着灼人的热度，每落一处便激起他身体一阵轻颤。夫君。沈清秋的声音甜腻破碎，带着情动初起的微喘。他双手无意识地攥紧了身下大红的颈背，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却又在下一刻松软，攀上陆凡结实的背脊，指尖陷入他玄黑的衣料。陆凡低低了一声，回应淹没在两人唇齿再次交缠的细响中。他的吻比方才更深更急切，像要攫取他所有的呼吸和神智。沈清秋只觉整个人都化开，意识飘忽如云端，唯有身体深处那股陌生却汹涌的渴望越来越清晰，叫嚣着想要更多填补。就在陆凡的手探向他腰间最后那层丝绦，沈清秋闭着眼，长睫颤抖，准备迎接那最重的时刻。杀！窗外震天的喊杀声如平的惊雷骤然炸响，那声音凶狠爆裂，充满血腥气，瞬间撕裂了沈府上空宁静的夜幕，也狠狠撞碎了婚房内旖旎温存的屏障。紧接着是法器与灵力剧烈碰撞的尖锐嘶鸣，是建筑物崩塌的轰然巨响，更有弟子濒死前凄厉短促的惨叫。所有声音混作一团，如同恶浪滔天，汹涌拍来。莫让陆凡得了沈清秋原因。一道嘶哑癫狂，如同砂纸摩擦朽木的吼声，裹挟着令人心悸的邪力，穿透重重阻隔，直刺婚房。陆凡浑身剧震，所有的情欲在刹那间被冰冷的警觉取代。他猛地撑起身，眼神锐利如出鞘的剑，瞬间转向声音来处的窗口，周身灵力下意识地鼓荡起来。夫君！就在他即将起身的刹那，一双微凉柔软却异常坚定的手紧紧环住了他的脖颈。沈清秋不知哪来的力气，将他用力拉回。红烛光影下，他仰着那张染满情动红晕的脸，眼中水光潋滟，羞怯未退，却迸发出一种近乎执拗的决绝。我的一半修为还没给你。他声音颤抖，却字字清晰，带着情欲蒸腾后的威压。外面有天塌下来，有云长姐姐，有戴儿姐姐顶着。继续！他怕他走，怕这半数修为白白浪费，怕这心心念念的彻底结合，怕这将自己全然交付的仪式被生生打断。陆凡眼神一致，闪过一丝挣扎。外面战况显然激烈，强敌来袭，目标直指沈清秋的原因。他身为一宗之主，岂能真的沉溺温柔乡不顾？恰在此时，苏云长轻灵却沉稳的声音透过混乱的厮杀声清晰地传来，如一道清泉注入他焦灼的心田。夫君，取得清秋要紧，不可半途而废，万事由我们顶着，莫要分心。那声音里没有丝毫慌乱，只有全然的信任与支持，仿佛一道最坚实的壁垒，为他隔开了外面的腥风血雨。沈清秋听到这声音，眼眶骤然一热，他再不犹豫，趁陆凡心神激荡的刹那，仰起头，主动吻上了他的唇。这一次不再是被动承受，他声色却勇敢地撬开他的牙关，将自己柔软的舌尖探入，与他滚烫的舌紧紧缠绕在一起。这个吻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带着将他所有羞涩、所有矜持都焚烧殆尽的炽热，也带着无声的祈求与承担。继续！此刻便是天崩地裂，也让我们先完成这场交付。陆凡喉间溢出一声压抑的低吼，最后一丝理智的弦，在师娘的话语与怀中女子滚烫的献祭般的吻中轰然崩断。他反客为主，更深更重的回吻过去，像要将他整个人吞没。一只手扣住他的后脑，另一只手终于扯开了那碍事的丝绦。窗外战局已如火如荼，沈府上空原本用于贺喜点缀的柔和灵光早已被猩红与惨绿的法术光芒取代。外围数十道黑影在夜空中纵横交错，与沈家子弟、合欢宗护卫激烈缠斗，血腥气弥漫开来，混合着灵力爆裂后的焦糊味道。院内，苏云长一袭素白长裙，静静立在洞房小楼前的庭院中央，衣袂无风自动。她周身散发着清冷月华般的光晕，筑基巅峰的修为毫不掩饰地释放开来，将试图靠近小楼的数名黑衣修士轻易震退。宋大儿站在他身侧稍后，手中紧握那枚青铜炼心灵。他一身便于行动的暗红色劲装，勾勒出饱满诱人的曲线，脸上惯有的妩媚笑意早已敛去，桃花眼中只剩下冰冷的杀意。炼心灵在他掌心微微震颤，发出低沉的嗡鸣，
灵身表面经色符文明灭，蓄势呆发。尉迟玲珑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隐在更远处的廊柱阴影中，藕荷色衣裙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他杏眼紧盯着空中某处，手按在腰间那只崭新的储物袋上，指尖微微发白，神情是从未有过的凝重。负隅顽抗，赵元海的身影出现在半空，他此刻再无白日宴席上的恭敬热情，面目狰狞，手中一杆乌黑长枪吞吐着暗红血光。交出沈清秋，或可留你沈家全尸。沈明远怒发冲冠，手持一柄青光长剑与之战在一处。赵元海，你竟敢勾结外魔，袭扰宗主大婚，我沈家与你不死不休。然而赵家此番显然有备而来，且不止一家。王重山、李振涛等人亦纷纷现身，带着族中精锐加入战团。沈家虽早有防备，但赵元海毕竟是筑基后期修为，沈家族老与数十炼器子弟拼死抵抗，也没阻住他冲到这边来。苏云长黛眉微蹙，正要出手，轰！天空最高处，仿佛一面无形巨镜骤然炸裂，恐怖的灵压如同实质的山岳轰然砸落，下方混战的人群顿时一滞，修为稍弱者更是直接口喷鲜血，踉跄跌倒。一道血红色的身影，如从九幽血海中爬出的恶鬼，撕裂夜幕，踏空而下。暗红色破烂僧袍猎猎作响，头顶9点黑紫戒疤斜光闪烁，周身翻滚着粘稠腥臭的血气，隐隐形成一朵巨大而狰狞的血色莲花虚影。来者枯瘦如柴，面容在血气中模糊扭曲，唯有一双眼睛猩红如血，瞳孔深处仿佛有无数女子痛苦扭曲的面孔在无声嘶嚎挣扎。金丹初期巅峰威压，毫无保留，笼罩全场。血莲和尚，有见识广博的沈家族老师声惊呼，声音中充满绝望。血莲和尚桀桀怪笑，声音如同夜宵啼哭，刮擦着所有人的耳膜。沈家的小丫头，跟老衲走吧，让老衲好好疼爱你，祝我神功大成。话音未落，他枯瘦如鸡爪的右手猛然探出，五指瞬间暴掌，化作一只覆盖半庭院的巨大血色手印，掌心纹路如同沟壑，翻涌着污血与怨魂的哀嚎，带着令人作呕的腥风与恐怖犀利，直直抓向那座灯火通明的2层婚房小楼。这一抓快如闪电，狠辣绝伦，分明是要连人带楼一起掳走。秃驴，休想！苏云长轻斥一声，身影化作一道素白流光，瞬间拦在血色大手之前。他双臂展开，体内真元疯狂运转，眉心一点嫣红朱砂印记骤然亮起璀璨光芒。立！一声清越激昂，仿佛穿越万古时空的凤鸣，响彻云霄。炽烈纯净的金红色光华自苏云长体内爆发，在他身后凝聚成一只栩栩如生、神圣威严的巨大凤凰虚影。凤凰双翼展开，流光溢彩的尾羽拖曳出绚烂的霞光，每一片灵羽都仿佛由最纯净的火焰与光芒凝聚而成，散发出磅礴浩然、涤荡邪祟的炽热气息。上古真凤之显，彻底激发！凤凰虚影双翼一震，无尽的金红色光焰如怒涛般涌出，狠狠撞上那只血色大手。吃吃吃！仿佛滚油泼血，污秽腥臭的血气与神圣炽烈的凤炎剧烈碰撞，消融，发出刺耳的声响，蒸腾起大团大团腥臭的白烟。血色大手去势猛地一掷，竟被那凤凰虚影硬生生挡在了半空。咦！血莲和尚猩红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被更浓烈的贪婪取代。真凤之血，还是元婴之体？天助我也！没想到此行还有如此意外收获。先将你这上好的顶颅掳住，再收拾沈家那丫头。他狂笑一声，胸前那串由9颗惨白骷髅头骨穿成的佛珠猛然亮起幽绿斜光，其中3颗骷髅头骨的眼眶中骤然喷出3道凝练如实质的血色光柱，注入那血色大手之中。血色大手微能暴掌，表面浮现出无数痛苦哀嚎的鬼脸，五指狠狠收拢，竟将凤凰虚影喷吐的光焰强行压回，甚至反过来侵蚀那晶红光芒。苏云长娇躯一颤，脸色瞬间苍白了几分，嘴角溢出一缕鲜红。他毕竟只是筑基巅峰，虽有真凤之血这等逆天传承，但修为境界的差距实在太大，面对金丹修士的全力施为，立刻显出吃力。妖僧，看灵！宋大耳娇喝一声，再不迟疑，他将炼心灵高高抛起，双手掐诀，体内阴煞之气与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灵中。叮铃铃，炼心灵凌空飞旋，瞬间长大到丈许方圆。青铜铃身金光大放，表面那些繁复玄奥的符文明亮如骄阳。灵口对准血莲和尚，一股无形无质却直指神魂的诡异波动轰然扩散。这不是物理攻击，而是针对心神牵引7情6欲的神魂秘术，尤其配合宋大儿的阴煞之体催动，威力更添数分。血莲和尚猝不及防，神魂猛地一荡，眼前幻象丛生，仿佛有无数妖娆女子缠绕而来，耳边靡靡之音不绝，体内气血竟有瞬间的躁动不稳。那血色大手的威势也为之一缓。苏云长压力骤减，凤眸寒光一闪，身后凤凰虚影长鸣再起，双翼猛震，光焰复斥，竟与那血色大手形成了短暂的僵持。哼，米粒之珠也放光华！血莲和尚很快稳住心神，眼中血光更盛，邪功运转，强行压下神魂躁动。他看出宋大耳修为不高，全凭法宝诡异，当下奋出一缕心神，屈指一弹，一道凝练的血色指锋如毒蛇出洞，直射半空中的炼心灵，意图打断施法。宋大耳咬牙，
操控炼心灵滴溜溜旋转，撒下道道金光屏障抵挡，指锋与金光碰撞，炸开团团气浪。他修为毕竟只有筑基6层，虽仗着法宝精妙暂时无虞，但也无法再对血莲和尚造成更大干扰。一时间，苏云长与宋大儿联手，勉强抵住了血莲和尚这金丹邪修，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两人完全处于下风，只能被动防守，落败只是时间问题。而下方赵元海等人见血莲和尚被缠住，气焰复炽，攻势更加疯狂。沈家与合欢宗护卫的防线岌岌可危，惨叫与崩塌声不绝于耳。婚房内，外面的厮杀声、报名声、凤鸣声、邪笑声，所有一切都变得模糊而遥远，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水幕。红烛燃烧过半，烛泪堆积如珊瑚。陆凡与沈清秋已然彻底沉入只属于彼此的颠簸而炽烈的浪潮之中。起初，那震天的喊杀还像冰冷的雨点，时不时溅落在他们滚烫的感官上，带来瞬间的紧绷与停顿。沈清秋的身体会下意识的僵硬，陆凡也会有片刻的凝滞，但很快，这停顿便被更汹涌的浪潮淹没。别听，夫君，看我！沈清秋捧住陆凡的脸，将他重新拉向自己，声音破碎，眼神迷离，却执着。只准想我，只准感觉我。他主动去迎合，去所求。那些羞涩、恐惧、对外面战火的担忧，此刻全化作了最原始、最炽烈的燃料，烧得他浑身滚烫，意识昏沉，只剩下本能的贴近、缠绕、融入。陆凡低吼一声，将他更紧地禁锢在怀中。他的吻烙遍他每一寸肌肤，像在确认，像在占有，更像在通过这极致的亲密，将外面那个冰冷残酷的世界彻底隔绝。两人再无言语，只有越来越急促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只有肌肤相亲时细密的声响，汗水交融的黏腻水声，还有沈清秋再也压抑不住的从喉咙深处溢出的甜腻呜咽，一声高过一声，破碎又勾魂，带着哭腔，带着极致的欢愉，也带着某种近乎献祭般的忘我。那声音穿透婚房的墙壁与窗棂，混杂在窗外的厮杀与报鸣中，竟形成一种诡异而魅惑的对比，仿佛这人间最极致的欢爱与最残酷的杀戮在此刻同台上演。陆凡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正一点点变得柔软如棉，又一点点蓄积着即将爆发的力量。他的神魂波动与自己的情窍产生着强烈的共鸣，识海中那条连接彼此的根须滚烫发亮，股股涌来的情念越来越澎湃。他的元婴本源正在情动的巅峰缓缓松动汇聚，准备着那最关键的一半修为的度让。他也在等待那个最佳的时刻，将这份丰厚的嫁妆彻底接纳。半空中正与苏云长、宋大儿缠斗的血莲和尚，猩红的斜眼猛然闪过一丝惊怒。他修炼的血莲欢喜禅对女子元婴气息最为敏感，就在刚才那一瞬，他清晰地感应到下方那婚房小楼内，一股精纯充满生机的筑基中期元婴正攀升到某个顶点，即将离体渡出。元婴僵尸？不，那应该是老衲的。狂怒与极致的贪婪瞬间吞噬了血莲和尚的理智，他再不保留，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狠色，猛地一把扯下胸前那串9颗骷髅头骨穿成的佛珠。燃我佛宝，血祭残魂，万鬼加持，法力无边。他厉声嘶吼，张口喷出一团粘稠无比的本命精血，淋在那串佛珠之上。呜呜！9颗骷髅头骨骤然爆发出凄厉无比的尖啸，那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成百上千道女子残魂被同时点燃，焚烧时发出的绝望哀嚎。每颗骷髅的眼眶、口鼻中都喷出浓郁如实质的漆黑怨气与血色火焰，疯狂涌入血莲和尚体内。血莲和尚的气息以恐怖的速度疯狂暴涨，枯瘦的身体如吹气般膨胀了一圈，暗红僧袍猎猎作响，周身血莲虚影凝实如针，花瓣边缘滴落着污血。他的修为竟在瞬间强行从金丹初期巅峰突破至无限接近金丹中期。给我滚开！他暴喝一声，那只血色大手猛然膨胀数倍，五指狠狠一握，轰隆！凤凰虚影悲鸣一声，金红光芒寸寸碎裂，化作漫天光点消散。苏云长如遭重击，闷哼一声，口喷鲜血，娇躯如同断线风筝般向后抛飞，重重撞在远处的假山上，碎石崩飞，尘土弥漫。几乎同时，血莲和尚另一只手虚空一抓，一只稍小的血手幻化而出，狠狠拍在炼心灵上。当！震耳欲聋的巨响，炼心灵表面的金光瞬间暗淡，哀鸣一声，灵身倒飞而出，砸入远处地面，砸出一个深坑，尘土飞扬。宋大儿与法宝心神相连，遭受反噬，俏脸煞白，嘴角溢血，踉跄后退数步，勉强以手撑地才未倒下。血莲和尚看也不看受伤的两人，猩红的眼睛死死锁定下方婚房，狂笑着俯冲而下。小美人，你的元婴，老衲收下了。血色大手再度凝聚，比之前更加庞大，凝实带着摧枯拉朽、无可阻挡的邪恶魔威，狠狠抓向那2层小楼。这一抓若是落实，别说楼中两人，便是整座小楼也会瞬间化为齑粉。不好！苏云长挣扎欲起，却牵动伤势，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宋大儿目眦欲裂，想要召回炼心灵，却力有未逮。沈明远等人更是被赵元海死死缠住，救援不及。眼看那血色巨手就要将小楼连同其中的陆凡和沈清秋一起攥碎掳走。秃驴！
休伤我师叔！一直隐在廊柱阴影中的尉迟玲珑，终于无法再隐藏。交翅声响起的同时，他藕褐色的身影已如离弦之箭般激射而出，快得在空中拉出一道残影，竟在血色大手落下前的最后一瞬，拦在了小楼之前。他双手在胸前急速结印，周身爆发出与平日炼气12层截然不同的磅礴灵力波动。那赫然是筑基后期巅峰的精纯修为。一层清亮如琉璃的半透明光柱瞬间在他身前飞出，光柱并非浑圆，而是呈现出一种锐利的剑尖形态，尖端直指拍落的血色大手。螳臂当车，自寻死路！血莲和尚狞笑，血色大手毫不留情地拍下，掌心翻涌的污血怨魂发出兴奋的尖笑。轰！血色大手狠狠砸在那琉璃建筑的尖端，预想中建筑瞬间破碎，少女香消玉殒的画面并未出现。那琉璃建筑剧烈震颤，表面金色符文疯狂闪烁明灭，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响，但竟硬生生抵住了血色大手的碾压。建筑与血手接触处爆开一圈圈混杂着金光与血色的狂暴气浪，将四周房屋和地面的青石板都掀飞震碎。尉迟玲珑娇躯巨震，脸色瞬间苍白如纸，嘴角溢出一缕鲜红，显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双脚如同定在原地，藕褐色的衣裙在狂暴气流中烈烈狂舞，那双灵动的杏眼里此刻满是倔强与冰冷的锐意，毫无退缩。咦？血莲和尚猩红的眼中闪过一丝清晰的错愕，拍落的大手竟被阻了一阻。你小小一个筑基后期，居然能挡住老衲的一击？他看得分明，这少女施展的防御光照建筑并非寻常法术，那流转的金色符文隐隐带着一种堂皇正大的凛然剑意，显然是某种极为高明的剑道防御秘术，绝非合欢宗功法。而且他对时机和力量的运用都精妙老道，远超寻常筑基修士。气罡化剑，不对，小丫头，你究竟是何人？血莲和尚惊疑不定，但随即被更浓的凶力取代。管你什么来路，给我破！他眼中血光暴涨，血色大手指间猛地用力向内一抠，咔嚓！琉璃光照的尖端终于浮现出一道清晰的裂痕，紧接着裂痕如蛛网般急速蔓延，瞬间布满整个光照。砰！建筑再也支撑不住，轰然炸裂成漫天晶莹的光点。尉迟玲珑如遭重击，闷哼一声，口中鲜血喷出，娇小的身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向后抛飞，狠狠撞在婚房小楼的廊柱上，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缓缓滑落在地。玲珑！宋大儿惊呼，强忍反噬之痛，挣扎着想要冲过去。血莲和尚看也不看受伤倒地的尉迟玲珑，猩红的眼睛死死锁定下方婚房，狂笑着再次催动血色大手。碍事的苍蝇已除，小美人，你的原因老衲收下了。血色大手再度凝聚，带着更胜几分的邪恶魔威，狠狠抓向那2层小楼。尉迟玲珑瘫软在地，气息萎靡，眼看那血色大手就要落下，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用尽最后力气抬起手臂，从腰间那只崭新储物袋中闪电般掏出一物，用力向血莲和尚掷去。那并非什么攻击法宝，而是一卷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古朴画卷。画卷仅3尺长1尺宽，非薄非纸，泛着温润如玉的月白光泽。在尉迟玲珑灵力催动下，画卷凌空悬浮，瞬间展开。画面上只有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几道寒山瘦水，意境清冷孤高，除此之外空无一物。血莲和尚先是一愣，随即嗤笑：小丫头黔驴技穷，拿符破画。他话未说完，那展开的画卷中央一片留白的虚空处，空间如同水波般剧烈荡漾起来，一点寒星骤然亮起，紧接着是无尽森寒、纯粹、凌厉到极点的剑意，如同沉睡万古的冰河骤然解冻，如同九幽之下的玄冰瞬间爆发，轰然从那画卷中倾泻而出。师傅，这个秃驴欺负我！尉迟玲珑用尽最后力气喊出这句话，身体软软向后倒去，被急忙冲上来的宋大儿勉强扶住。而空中那一点寒星来到水波处，已成了一道窈窕绝伦的身影。他自画卷空间内一步踏出，一袭月白箭袖长衫，衣料似云似雾，月色中泛极淡流光，腰间身轻丝绦悬一枚寸许银白玉剑，随他轻轻晃动的娇躯微叶。他容颜清极艳极，眉如远山寒带，目似寒星坠潭，鼻梁挺直，唇色是极淡的樱粉。青丝只用一根朴素木簪松松挽起，几缕碎发垂落颊边，衬得肌肤白得近乎透明。他凭空而立，周身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气势外放，却让下方所有厮杀的人，所有飞舞的法器，所有狂暴的灵力，都在这一瞬诡异的凝滞了一刹，仿佛时间在这一刻为他停顿。莫听雪，他甚至没有看下方任何人，包括那气势汹汹、邪威滔天的血莲和尚。只见他抬起了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如剑，对着那血色大手轻轻一点，没有声音，没有光芒，只有一道无形无质，却让所有人灵魂都在瞬间冻结的极致寒意，悄然掠过。那只遮天蔽日、魔威赫赫的血色大手，如同被最锋利的裁刀划过的薄纸，从中无声无息地裂开，继而化作最细微的血色光点，无声消散。血莲和尚脸上的狞笑骤然僵住，猩红的眼中第一次浮现出难以置信的惊骇，以及深入骨髓的恐惧。他胸前那串燃烧着残魂、给予他力量的骷髅佛珠，咔的一声轻响，9颗骷髅头骨同时浮现出一道细密的裂痕，邪光瞬间熄灭。接着
他一口心头血猛地喷出，穆听雪这才缓缓转过视线，看向血莲和尚。他的眼神清澈如冰泉，映不出任何情绪，唯有那瞳孔深处一点剑芒，亮得晶晶。滚！他只说了这一个字，声音轻灵不高，却如万载玄冰摩擦，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与漠然，仿佛眼前这金丹邪修与一只嗡嗡作响的苍蝇并无太多区别。血莲和尚如遭雷击，嘴角再次要溢出的鲜血虽被他强行咬住，但周身翻腾血气已骤然溃散，膨胀的身体也缩回原状，气息急剧跌落，脸上甚至泛起一丝不正常的金紫色。他死死盯着穆听雪，媚掉口角鲜血，眼中怨毒、恐惧不甘交织，最终却不敢再发一言，甚至连那串出现裂痕的佛珠都不敢收回，身形化作一道暗淡的血光，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头也不回的亡命遁向远空，眨眼消失不见。随着他的败逃，下方赵元海、王重山等人脸上的猖狂瞬间化为无尽的惊恐与绝望。穆听雪甚至没有再看他们一眼，他抬手一招，那卷月白画卷便自动卷起，飞回他宽大的袖中。然后他的目光掠过下方那座红烛依旧，隐隐传来强咬着破碎娇喘声的婚房小楼，月光如水，重新洒落神府庭院。只是那月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冷，都要锋利，只是落在婚房时才带着一丝莫名的羞意。婚房内红烛燃至尽头，烛火猛地一跳，沈清秋发出一声漫长颤抖，仿佛用尽所有力气的呜咽，绷紧如弓，又骤然松弛下去，瘫软如泥。陆凡紧紧拥着她，能感觉到一股精纯、磅礴、充满生机的清凉灵力，混合着他最纯粹的情念，如同决堤的春江，轰然冲入他的经脉，汇向丹田与情窍。窗外杀声渐歇，止于夜风穿过废墟的屋叶，以及一缕仿佛来自九天之上的清寒至极的剑意余韵，久久不散。沈府婚房内红烛燃尽，最后一滴烛泪凝固在烛台上，烛芯化作一缕青烟，在空气中袅袅散去。沈清秋软瘫在铺着大红锦被的雕花大床上，如墨长发凌乱的铺散在枕畔，几缕发丝被汗水浸透，贴在酡红的脸颊与雪白颈侧。他浑身酸软，连抬动手指的力气都已耗尽，仿佛全身骨骼都被抽走，只剩下一团温软的仍在微微颤抖的躯体。可那张俏丽潮红的脸上却带着无法掩饰的幸福与满足，唇瓣微微红肿，唇角上扬，勾起一抹近乎慵懒的甜得化不开的浅笑。那双灵动的眼眸此刻半睁半闭，眼波迷离似醉，眼底深处水光潋滟，情意如春潮般无声漫溢。夫君，我没力气了。他动了动唇，声音带着情事时特有的沙哑。陆凡俯身撑在他上方，玄黑衣袍早已褪去，精壮结实的胸膛上汗水晶莹，肌肉线条在残存的烛光中起伏如山峦。他低头看着他，眼中翻涌着未退的情欲，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柔。别说话。他伸手轻轻拂开他颊边汗湿的发丝，指尖在他滚烫的肌肤上流连。你躺着就好。沈清秋轻轻了一声，顺从的闭上眼，长睫如蝶翼轻颤。可就在他合眼的刹那，一股磅礴浩瀚、精纯至极的清凉灵力，如同决堤的春江，毫无预兆的自他丹田深处轰然爆发。那是他筑基中期半数元阴修为的灵力，酝酿了整整一夜，在情动巅峰时彻底松动汇聚，此刻汹涌澎湃的冲入陆凡的丹田灵海。沈清秋闷哼一声，娇躯剧烈颤抖，那股灵力离体的感觉并不痛苦，反而带着一种奇异的被彻底掏空的空虚与释放感，让他本就酸软的身体更加无力。但他咬住下唇，也不知道自己最终有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双手无意识地攥紧了身下的颈背，指节因用力过度而发白。陆凡浑身巨震，那股清凉灵力如洪流般冲入他的经脉，沿着四肢百骸奔涌，所过之处带来一阵阵舒爽至极的战栗。这不仅仅是灵力，更蕴含着沈清秋最纯粹的情念、最深沉的爱意，以及那份将身心全然交付的信任与决绝。情窍之中，那条浅碧色根须骤然爆发出璀璨光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明亮，都要粗壮。根须深深扎入情窍虚空，贪婪地汲取着那股混合着灵力与情念的磅礴，汇入情窍下方的清池。清池水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池水越发晶莹剔透，散发着令人神魂舒泰的清香。但这只是开始，更汹涌的变化发生在陆凡的丹田灵海。丹田深处原本已接近完全液化的灵力，在这股外来精华的冲击下骤然沸腾，如同滚油中泼入冷水，灵力疯狂旋转、压缩、凝实。原本银汞般沉重粘稠的液态灵力，此刻竟开始向更深处塌陷、收缩。筑基8层巅峰的壁垒，在这股内外夹击的洪流冲击下，如纸糊般碎裂。轰！陆凡体内仿佛有无形壁垒被悍然冲破。筑基9层成，但这还没完。沈清秋的元婴精华太过精纯磅礴，破开9层壁垒后，于是不减，继续推动着他的灵力向更高处冲击。9层初期、中期、后期，不过10息时间，陆凡的灵力修为便一路暴涨至筑基9层巅峰，距离那传说中的金丹之境只差最后一步。窗外天色将明未明，东方泛起鱼肚白，晨光透过窗棂洒入婚房，将屋内景象映照得清晰起来。
苏云长以勉强调息稳住伤势，此刻正站在庭院中，仰头望着那座小楼。他素白长裙上沾染了斑驳血迹，脸色依旧苍白，但那双秋水明眸中却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担忧、期待、欣慰，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怅然。宋大儿搀扶着尉迟玲珑，两人也望向小楼。尉迟玲珑伤势不轻，嘴角血迹未干，气息萎靡，可那双杏眼却亮得惊人，紧紧盯着小楼方向，仿佛能穿透墙壁，看到里面的情景。更远处，穆听雪负手而立，月白剑袖长衫在晨风中微微浮动，她容颜清冷如雪，目光平静，可若仔细看去，便能发现她眼底深处有一丝极淡的微光。所有还活着的人，沈家族人、合欢宗护卫，甚至那些被俘虏的赵家、王家修士，此刻都屏住了呼吸，目光齐刷刷聚焦在那座小楼上，因为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令人心悸的威压正从小楼内缓缓弥漫开来。那不是杀意，不是敌意，而是一种生命层次即将跃迁、天道法则为之共鸣的磅礴气息。这是苏云长瞳孔微缩，夫君要突破了。话音未落，轰隆！小楼上空，原本晴朗的晨空骤然暗了下来，大片大片的乌云不知从何处汇聚而来，层层叠叠，浓稠如墨，将整座神府上空笼罩得严严实实。乌云之中，电光隐现，雷音低沉如远古巨兽的呼吸，一声声震得大地微微颤动。更可怕的是，乌云中心，一个直径超过100丈的五彩灵气漩涡缓缓成型，漩涡疯狂旋转，将方圆数十里内的天地灵气疯狂吸纳而来，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洪流，如同天河倒旋，浩浩荡荡倾泻入小楼之中。那景象比陆凡之前任何一次突破都要壮观，都要骇人。天地异象，这是金丹雷劫的前兆。有见识广博的沈家族老师声惊呼，声音中充满震撼。陆宗主要冲击金丹境了，可他才筑基8层巅峰啊！就算得了青丘的半数元婴，顶多到9层巅峰，怎么可能直接引动金丹雷劫？除非他的积累早已足够，只差一个契机。可就算机缘已到，仓促冲击金丹，成功率……议论声中，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金丹雷劫，那是修仙路上第一道真正的天堑。多少精彩绝艳的筑基巅峰修士，倒在这道门槛前，轻则修为尽废，重则身死道消。陆凡虽天纵之姿，可毕竟刚刚突破筑基9层巅峰，根基未稳。此刻结丹时机虽然来临，但要突破，成功率恐怕不足3成。婚房内，陆凡双目紧闭，手掐法诀，周身灵力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一层淡金色的光晕在他体表流转不息。沈清秋被陆凡护在身下，他仰望着他紧绷的侧脸，眼中满是担忧与心疼。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陆凡体内的灵力已如怒涛般冲破筑基9层巅峰的桎梏，正疯狂冲击着那道横亘在仙凡之间的天堑壁垒。但那股来自天地法则的无形压迫感，还有窗外越来越盛、令人灵魂战栗的雷劫气息，让他心间都在发颤。夫君，你一定要成功！他低声喃喃，双手紧紧交握，指尖因用力而泛白。就在这时，嗡！陆凡周身流转的淡金色光晕忽然剧烈震颤起来，他眉头紧锁，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身体微微颤抖，仿佛在承受某种千钧重压。沈清秋看得分明，陆凡的灵力在冲击金丹壁垒的最后关头后继乏力了。毕竟这次突破来得太突然，虽然得了他筑基中期的半数元婴精华，灵力暴涨至筑基9层巅峰，还在往上，但根基未稳，灵力虽磅礴，却不够凝练精纯，如同潮水虽猛却难破坚堤，无法一鼓作气冲破那道天堑。若此次冲击失败，轻则修为倒退，元气大伤，重则道基受损，此生道途难料。不，绝不能！沈清秋眼中闪过决绝之色，他一咬牙，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双手在胸前掐诀，丹田深处内仅存的维系着他修为根本的另一半本命元婴灵力，被他毫不犹豫地逼出。清秋，不可！窗外，苏云长感应到那股气息，失声惊呼：沈清秋若将全部元婴渡出，修为将直接跌至炼气7初期。更可怕的是，若本源受损，日后修行之路将艰难10倍，甚至可能终生无法再回筑基之境。可沈清秋已顾不得这些，他仰头望着陆凡，眼中水光盈盈，却带着不容动摇的坚定。夫君能成为你的道侣，清秋此生无悔。话音落下，那团浅碧色、精纯到极致的本命元婴精华化作一道流光，温柔而决绝地没入陆凡丹田。轰！陆凡浑身巨震，这股精纯的元婴精华如同最后一根稻草，悍然压垮了那摇摇欲坠的金丹壁垒。丹田最深处，那滴一直静静悬浮、沉重如山的真龙之血骤然爆发出璀璨金光，龙血之中一道威严、古老，仿佛穿越洪荒太古而来的龙吟声轰然响彻陆凡识海。好！龙吟声中，真龙之血彻底激活，磅礴的真龙气息如火山喷发般涌出，与沈清秋的全部元婴精华、陆凡自身的雄浑灵力，三者疯狂交融、压缩、凝实。原本已接近完全液化的灵力，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开始向最中心一点疯狂塌缩，10倍、100倍、1000倍，灵力被压缩到极致，精纯到极致，凝实到极致，仿佛只是一瞬，又仿佛过了1000年。丹田最深处，
那一点压缩到极致的光点，骤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金色光芒。光芒之中，一颗龙眼大小、通体金黄，表面缠绕着9道栩栩如生龙形纹路的金丹，缓缓成型。龙纹金丹，传说中的极品金丹，万年难遇。金丹成型的刹那，陆凡周身气势轰然暴涨，一股属于金丹修士的生命层次彻底跃迁的磅礴威压，如同风暴般席卷开来，瞬间笼罩整个神府。庭院中，所有筑基以下修士全都双腿发软，几乎要跪倒在地。即便是苏云长这等筑基巅峰，宋大儿这等筑基后期的修士，也感到呼吸一滞，心头涌起强烈的敬畏。成了！苏云长仰头望着那座已半毁的小楼，眼中泪光闪动。夫君，结丹成功了。宋大儿也捂住了嘴，桃花眼中满是震撼与欣喜。尉迟玲珑靠在宋大儿怀中，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意。穆听雪负手而立，清冷的容颜上首次露出一丝不可置信的亚色。可就在这时，轰隆！天空中的乌云骤然沸腾，漩涡中心，一道水桶粗细、通体紫金色的恐怖雷霆撕裂长空，携着毁天灭地的威能，朝着小楼狠狠劈下。金丹雷劫来了！夫君！苏云长脸色大变，想也不想就要飞身而上，替陆凡挡下这道天雷。且慢！一只清冷如玉的手轻轻按在了他肩上。穆听雪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他身侧，微微摇头。雷劫只能他自己承受。可是苏云长心急如焚，却被穆听雪平静却不容置疑的目光止住。就在这瞬息之间，轰！紫金天雷已狠狠劈在小楼房顶，瓦片炸裂，梁柱崩碎，整座小楼的上半层竟被这一道天雷硬生生劈开。烟尘弥漫中，众人看得分明。陆凡已站起身，将虚弱的沈清秋死死护在怀中。他仰头望天，玄黑衣袍猎猎作响，周身金光大盛，竟以肉身硬扛住了这道天雷。天雷在他身上炸开，化作无数细密的电蛇游走，淬炼着他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每一缕灵力。好！陆凡体内龙纹金丹发出震天龙吟，金丹表面的9道龙纹仿佛活了过来，在雷光中游走，咆哮，疯狂吞噬着天雷中的毁灭之力，转化为最精纯的生机与灵力。第一道天雷扛住了，可天空中的乌云并未散去，反而更加浓稠。漩涡中心，第2道天雷正在凝聚，比第一道更粗、更恐怖，颜色已从紫金化为纯粹的深紫，散发着令人灵魂战栗的毁灭气息。还有第2道。苏云长脸色煞白，寻常修士结丹只有1道天雷淬体，可陆凡这龙纹金丹竟引来了第2道，这已超出了他的认知。龙纹金丹9纹天成，引3道天劫淬体，天庭古籍记载竟是真的。穆听雪的声音依旧平静，可若仔细听，便能发现那平静下隐藏的一丝凝重。轰隆！第2道深紫色天雷劈下，这一道威力是第1道的3倍。陆凡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缕鲜血，护体金光瞬间暗淡，身上玄黑衣袍炸裂，露出精壮结实，此刻却布满焦黑伤痕的胸膛。可他依旧死死护着怀中的沈清秋，将他整个笼罩在自己身下，没有让他受到半分伤害。沈清秋仰头看着他，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他想说话，想让他放开自己，可虚弱的连声音都发不出，只能紧紧抓着他的衣襟，指甲深深陷入他的皮肉。第2道天雷扛住了，可天空中的乌云竟还未散去。漩涡中心，第3道天雷正在酝酿，这一道已不再是纯粹的雷霆，而是赤红如血，表面燃烧着熊熊火焰，散发出焚尽万物、毁灭一切的恐怖气息。3道天雷，穆听雪终于微微动容。9纹龙丹，3道天劫，小师弟机缘，当真惊天。他袖中的手微微握紧，即便以他的眼界，也从未亲眼见过有人能引来3道金丹雷劫。这已不是考验，而是天道对这逆天资质的部分承认与终极淬炼。夫君！苏云长已泪流满面，想要冲上去，可身体却被穆听雪牢牢按住。这是他自己的道，只能他自己走完。穆听雪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轰隆隆！第3道赤红天雷终于劈下，这一道仿佛要将整片天地都焚烧殆尽。陆凡仰天怒吼，将怀中沈清秋护得更紧。他周身金光已暗淡到极致，可那双眼睛却亮得如同燃烧的星辰。金丹继承，何惧天威？给我！破！怒吼声中，他竟不闪不避，迎着那道赤红天雷一拳轰出。拳锋之上，龙纹金丹的力量毫无保留的爆发，9道龙纹虚影缠绕拳上，咆哮着撞向天雷。轰！惊天动地的爆炸，赤红雷光与金龙虚影狠狠碰撞，炸开一团直径超过10丈的恐怖光球。刺目的光芒让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狂暴的气浪将庭院中的碎石、断木尽数掀飞。光球之中，陆凡的身影被彻底吞没。夫君！苏云长、沈清秋、宋大儿同时失声尖叫，尉迟玲珑也瞪大了眼，呼吸骤停。所有人都死死盯着那团光球，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也许过了100年，光球缓缓消散，烟尘之中，一道挺拔的身影缓缓显现。其家族所有参与此事的男丁、禁珠一个不留。庭院中死寂一片，唯有赵元海等人绝望的哀嚎与求饶声在尘风中回荡。陆凡恍若未闻，继续道：女眷与未参与此事的旁系废去修为，划归沈家为奴，
永世不得翻身。其家族所有产业、资源、林田、矿脉尽数并入沈家与青田镇属地。从此，河阳县，他抬眼，目光如剑，扫过那些幸存的小家族家主，以沈家为尊，若有不服者，他顿了顿，声音更冷：诛其满门。话音落下，再无一人敢言，所有幸存者全都深深低头，以示臣服。陆凡不再看他们，抱着沈清秋，转身朝沈府深处上完好的院落走去。晨光洒在他挺拔的背影上，玄黑衣袍在风中微微浮动，每一步都沉稳如山，带着金丹修士独有的威压。怀中，沈清秋已沉沉睡去，唇角带着幸福的浅笑。身后，苏云长、宋大、尉迟玲珑紧随其后。就在这时，800里外，合欢宗山门祖师殿前，那株高达100丈、承载一宗气运的奇运灵树无风自动，整棵巨树的所有枝叶都在同一时刻朝向东北青田镇的方向剧烈摇曳，发出海潮般的哗哗巨响，灵光冲霄。树冠深处，历经数千年香火淬炼，从未主动脱离的9片核心金丝灵叶骤然脱离枝头，它们化作9道纯粹的金色流光，无视空间阻隔，撕开云层，穿越800里山河，朝着青田镇的方向贯空而去。未几，青田镇沈府上空，朝阳初升的天际骤然被9道金翠流光撕裂，一股浩瀚、古老、神圣的意志伴随着磅礴气运降临，让刚刚经历雷劫与邪火的天地瞬间充满了祥和与生机。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9片巴掌大小，脉络犹如纯金锻造，通体剔透宛如琉璃的翠碧灵叶，环绕着缕缕紫气，自9天缓缓飘落。它们仿佛拥有灵性，在空中略一盘旋，便锁定了陆凡。一片轻柔地落于他的眉心，融入识海，滋养刚刚经历雷劫的神魂。2片贴附在他胸膛，化作暖流汇入丹田，让那枚星辰的龙纹金丹光滑更盛，根基瞬间稳固。3片依次没入他怀中沈清秋的体内，他那因耗尽本命元婴而枯萎的丹田，如同久旱逢甘霖，开始焕发出惊人的生机，修为倒退的趋势不仅被止住，更开始缓慢回升。最后3片则悬浮于陆凡身前，静静旋转，散发着诱人的道运金光，似乎在等待他的收取。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识货之人，苏云长、宋大尔乃至被俘的赵元海等人，眼睛都瞪到了极致。金丝灵叶9片，一位幸存的沈家族老颤声呢喃，老泪纵横。奇运灵树主动赐福，跨越800里，这是祖师典籍里记载的气运共主之兆啊！天佑沈家，天佑宗主！苏云长望着那沐浴在金色光点中的陆凡，眸中异彩连连。他比旁人更清楚，这不仅仅是赐福，这是合欢宗千年气运的彻底倾斜与托付。宋达尔捂住了嘴，心中的最后一丝彷徨，在此刻被这惊天动地的认可冲击得粉碎。尉迟玲珑倚在宋达尔怀中，望着这神迹般的一幕，杏眼中眸光深邃，不知在想些什么。陆凡停下脚步，缓缓抬头，他伸出手，那最后3片金丝灵叶乖顺地落入他掌心，温润如玉，重若千钧。他握紧了叶片，感受着其中澎湃如海的气运之力与宗门香火，在遥望合欢宗的方向，仿佛看到了那株千年灵树摇曳的姿态。10年前，他对他不屑一顾，今日他跨越山河，将最大的祝福拱手奉上。陆凡嘴角终于勾起一抹平静而摄人的弧度。金丹龙纹，气运加深，这大离皇朝南境的棋局，从今日起，怕是要彻底改写了。沈家西厢进士，陆凡安顿好昏睡的沈清秋，替他掖好被角，指尖在他苍白却柔和的睡颜上轻轻停留一瞬，这才转身推门而出。门外廊下，沈明远早已躬身等候。这位沈家主衣袍破损，脸上还带着未擦净的烟熏火燎痕迹，眼中却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以及更深沉的敬畏。宗主！沈明远快步上前，声音因激动而微颤：“您出来了。”清秋他服了师娘的培元丹，正在调息。陆凡目光扫过满目疮痍的庭院，那些断壁残垣、未干的血迹在阳光中格外刺眼。伤亡如何？沈明远神色一暗，却仍条理清晰地禀报：沈家子弟战死37人，重伤62人；合欢宗护卫战死8人，伤2人；赵、王、李3家修士战死近100，俘虏53人。他顿了顿，眼中闪过痛色，随即又被难以抑制的激动取代。若非宗主临场突破，结成金丹，又与云长圣女联手大破那欢喜寺妖僧，只怕我沈家今日便要灭族了。陆凡脚步微不可察的一顿，几乎同时，跟在他身后不出近视的苏云长与宋戴尔交换了一个短暂的眼神，众人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果然，穆听雪为了保险起见，已将昨夜所有见证人关于他出手的那部分记忆抹去了。那些俘虏呢？陆凡不动声色地问。已按宗主吩咐处置。沈明远恭敬道：赵元海、王重山、李振涛3人当场诛杀，其家族参与此事的男丁尽数伏诛，女眷与旁系已废去修为，押入地牢，等候发落。这时，护卫首领自远处快步走来，单膝跪地：宗主，河阳县各家家主皆已表态，愿以沈家为尊，绝不敢再有异心。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近乎狂热的崇敬。那些家主私下议论，都说宗主天赋异禀，竟能在新婚之夜临阵突破，结成金丹，更与云长圣女联手击退金丹邪修，
此等壮举，实乃南境千年未见。陆凡沉默地听着，身后的苏云长纤长手指轻轻收拢在袖中，宋大儿竟静立于一旁，妩媚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复杂的笑意，就连倚在门边气息尚显萎靡的尉迟玲珑也抬起眼睑，杏眸深处光芒闪烁。所有人都听到了同一个事实：陆凡临阵突破金丹，与苏云长联手击退了血莲和尚。而这个事实与他们亲眼所见的那道自画卷中踏出的月白身影截然不同。知道了，陆凡终于开口，声音平静：“下去吧，好生安置伤亡子弟，抚恤从后。”是。沈明远与护卫首领躬身退下，庭院中一时只剩几人。苏云长轻轻吸了口气，穆姑娘果然将昨夜所有见证者的那部分记忆抹去了。陆凡点头，苏云长看着他，眼中涌起温柔却坚定的光。夫君，如今你已是金丹修士，有得宗门气运认可，那天剑宗的任务，你打算如何？他没等陆凡回答，继续道：遮木山苏家看中的，从来不是合欢宗，也不是天剑宗，我们看中的是你。所以，无论你是继续做合欢宗宗主，还是回归天剑宗，甚至自立门户，苏云长眼中漾开温柔却决绝的光。遮木山苏家都会跟随你。话音落下，庭院近的能听见远处伤者的呻吟，以及风吹过废墟的呜咽。陆凡看着眼前这位清冷如月的女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10年了，她不仅成了他的道侣，更代表整个苏家，将未来压在了他身上。姐姐说的对。微弱的声音从静室内传来，众人转头，只见沈清秋不知何时已扶着门框站起，她脸色依然苍白，可那双灵动的眼眸却亮得惊人。清秋！陆凡连忙上前搀住她，沈清秋顺势靠在他怀中，扬起脸，虚弱地笑了笑：“夫君不必担心，我没事。灵叶已经修复好我的身体，培元丹药力也正在化开，只是还需时间调息。”他说着，目光缓缓扫过苏云长与宋大儿，最后定格在陆凡脸上。清秋既已嫁与夫君为道侣，便是夫君的人。俗语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声音虽轻，却异常坚定。夫君若要做合欢宗宗主，清秋便做宗主的道侣；夫君若要回天剑宗，清秋便随夫君回天剑宗。夫君若要自立门户，清秋虽修为低微，却也愿为夫君打理俗务，尽一份心力。陆凡紧紧握住他的手，喉头微哽。宋大儿静静站着，水绿色纱裙在晨风中轻轻摆动。见众人目光投来，他妩媚的桃花眼微微一弯，唇角勾起一个极淡的弧度。没有言语，但那个笑容已说明了一切。情奴契约之下，他的生死荣辱本就与陆凡一体。陆凡的目光缓缓扫过眼前这3张容颜，清丽的、妩媚的、苍白却倔强的。他胸腔里那股暖流沉甸甸地化作山岳般的责任，更有一种明悟。这些女子，连同他们背后的家族，已是他在这残酷修仙界最坚实的根基。此情此意，陆凡铭记于心。他声音沉静，却带着金丹修士一言既出的重量。前路莫测，但记得你们如此相托，我必不负。说罢，他从储物袋中取出那3片金丝灵叶，灵叶静静躺在他掌心，通体剔透如琉璃，脉络如纯金锻造，在晨光下流转着淡淡的道运金光，磅礴气运如实质般在叶片表面萦绕，让周遭空气都为之凝滞。每一道目光都聚焦在他手上，那是合欢宗千年气运的精华，是奇运灵术主动赐予的神物，足以让任何修士疯狂。他首先看向苏云长，取出一片灵叶递了过去。师娘，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方才恶战，你为护我结丹，以筑基巅峰，修为硬汉金丹邪修，真凤之血几乎耗尽，神魂震荡，道基受损。他顿了顿，看着苏云长那双秋水明眸，这片灵叶蕴含宗门千年气运精华与磅礴生机，可助你稳固道基，补益本源，早日踏破金丹门槛。苏云长微微一怔，眼中漾开温柔与感动。他没有推辞，深知此刻的陆凡需要他尽快恢复并变强，才能成为他真正的助力。他双手接过灵叶，入手微温，磅礴纯净的气运之力瞬间涌入经脉，让他精神一振，苍白的脸上都恢复了几分血色。多谢夫君，他轻声应道，小心收起这份赏赐，情深意重。接着，陆凡的目光落在宋大儿身上。大儿，宋大儿娇躯一颤，桃花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与期待。陆凡又取出一片灵叶，递到他面前。方才你催动炼心灵，以筑基6层修为，强行干扰金丹邪修，神魂遭受反噬，经脉受损。他看着他妩媚的容颜，声音微沉。这片灵叶不仅可助你修复伤势，更蕴含宗门气运精华，可洗涤你阴差之体深层杂质，改善灵根资质，为你日后冲击筑基后期乃至金丹之境铺平道路。宋大儿接过灵叶，妩媚的眼中难得浮现一层水光。他用力点头，声音微哑，谢宗主，大儿定不负所望。这片灵叶不仅是对他今日之功的赏赐，更是对他体质缺陷的弥补，是对他未来的投资。这让他心中那点因情奴身份而产生的微妙不甘悄然消散。陆凡手中还剩最后一片金丝灵叶，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滞。这最后一片将给谁？沈清秋已得3片，正在恢复。苏云长、宋大儿各得1片，剩下的是给那位神秘出现的穆听雪，还是陆凡自己留下？陆凡却拿着这片灵叶走到了尉迟玲珑面前。
尉迟玲珑脸色苍白，气息萎靡。方才他以筑基后期修为强行催动秘法抵挡血莲和尚一击，伤势不轻。陆凡看着他，眼神复杂了一瞬。玲珑，陆凡开口，声音比之前柔和了些许。此番多亏你及时唤出师姐。尉迟玲珑抬起苍白的脸，杏眼看着他，抿了抿唇，没说话。陆凡将最后那片金丝灵液递到他面前，你伤势颇重，此液蕴含合欢宗千年气运精华与磅礴生机，与你疗伤有大益，更能滋养你的玲珑道体，稳固根基。尉迟玲珑愣住了，他看着眼前金光流转、气运磅礴的叶片，又看向陆凡深邃的眼睛，一时不知该不该接。气运灵液，这太贵重了，它能改进灵根品质，修补体质本源，可遇不可求，一片便足以让金丹修士心动。接着吧。陆凡的声音将他从思绪中拉回。尉迟玲珑咬了咬下唇，最终还是伸出微颤的手接过了那片灵液。入手瞬间，温润磅礴的气运之力涌入体内，让他萎靡的气息都为之一振。他抬起头看着陆凡，杏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情绪。谢小师叔，他低声说，声音微哑。陆凡微微颔首，正要说什么，苏云长却忽然开口：夫君，我那片灵液给木姑娘吧。众人看向他，苏云长指尖轻抚着尚未收起的灵液，抬眼看向陆凡，眼中满是诚挚。今日若非木姑娘及时出手，我等恐怕都已遭毒手。他击败血莲和尚，功劳最大，这片灵液理当归他。陆凡一怔，随即明白过来，苏云长这是要以自己的份额替他偿还这份人情，更是在向木听雪、向天剑宗示好。师娘有心了，师姐这份情，我日后再报答。他摇头，看向尉迟玲珑，我想和你师父聊一会。尉迟玲珑自怀中取出那卷寒山画卷，轻轻展开。师父就在里面，你自己进去吧。沈家西厢静室，寒山画卷静静悬浮，表面流转着温润如玉的月白光泽，在夕阳余晖中散发着静谧而神秘的气息。陆凡走到画卷前，深吸一口气，伸手触向画布，指尖触及的刹那，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吸力传来，眼前光影流转，空间如水波般荡漾。下一刻，他已置身于一处截然不同的天地，脚下是光洁如镜的冰面，延伸到视野尽头，倒映着纯净湛蓝的天空。远处，一座雪山巍然耸立，峰顶积雪在稀薄日光下泛着淡金色的光晕，山脊线条凌厉如剑。天空澄澈的不含一丝云彩，唯有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卷起细碎的冰晶，在空中折射出七彩光芒，如同散落的钻石。冰原空旷寂静，唯有风声与冰晶碰撞的细微声响。冰面中央矗立着一座小巧精致的竹楼，竹楼不过2层，通体由不知名的青翠玉竹搭建，竹节分明，泛着温润光泽。眼角悬挂着几串冰凌雕成的风铃，造型古朴，在寒风中相互轻碰，发出清脆如玉石相击的声响，叮咚悦耳。陆凡迈步走向竹楼，踏在冰面上，脚下传来坚实而微凉的触感，并不滑溜。寒风刮过脸颊，带着刺骨的寒意，却让他因连日激战与突破而略显躁动的心神为之一振，愈发清明。走到竹楼前，门扉虚掩，缝隙间透出暖黄的光。进来。清灵如冰泉的声音从门内传来，正是穆听雪。陆凡推门而入，竹楼内布置简洁的近乎空旷，却处处透着清雅意境。一层只有一张竹榻，一方竹案，2个蒲团，竹案由整块寒玉雕成，表面光滑如镜，摆着一套青瓷茶具，茶壶嘴正冒出袅袅白气，散发着清冽的雪茶香气，沁人心脾。四壁悬着几幅字画，笔记苍劲有力，内容皆是剑道心得与山水意境。墙角一只青玉香炉，燃着不知名的香，烟气笔直上升，致梁柱处方缓缓散开。穆听雪盘膝坐在竹榻上，依旧是一袭月白箭袖长衫，衣料似云似雾，在室内微光中泛着极淡的流光。青丝用一根朴素木簪松松挽着，几缕碎发垂落颊边，衬得肌肤白得近乎透明。他手中捧着一卷古书，书页泛黄，边缘有磨损痕迹，显然时常翻阅。见陆凡进来，他这才缓缓放下书卷，抬眸看来，那双眸子清澈如寒潭，映不出太多情绪，唯有瞳孔深处一点剑芒，亮得惊心。坐。他指了指对面的蒲团，声音平淡。陆凡一言坐下，姿态恭敬却不卑不亢。此番多谢师姐出手相助，若非穆听雪关键时刻现身，一击逼退血莲和尚，今日沈家恐怕已血流成河，他与沈清秋也难逃结束。举手之劳。穆听雪为他斟了盏茶，青瓷杯盏推至他面前，声音依旧平静无波。况且我亦不愿玲珑过早暴露。他顿了顿，抬眼看向陆凡，尉迟家将他托付于我，我须护他周全。合欢宗这潭水不浅，若被察觉，麻烦不小。陆凡点头表示理解，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汤清冽，入口微苦，回味却甘甜绵长，更有丝丝寒意顺喉而下，滋养神魂，显然不是凡品。其他人都抹去了记忆。陆凡放下茶盏，沉吟道：只是那血莲和尚，我有意放走的。故意。陆凡眼中闪过一丝亚色，以穆听雪展现出的实力，要留下血莲和尚并非难事。即便那邪修有金丹初期巅峰修为，但在穆听雪那惊天一剑面前，显然不够看。他修的邪法邪功，我虽可以灭掉他肉身，
却也没有绝对把握灭掉他神魂。穆听雪声音清冷，解释道：“血莲和尚在欢喜寺地位不低，修炼的血莲欢喜禅，以致血魂不灭的境地。若逼得他自爆金丹，燃烧残魂逃遁，反而可能引来欢喜寺更高层次的插手，与你我不利。”他看着陆凡，眸中泛起一丝深意。况且他离开前已经传音于我，愿此事就此撇过，再也不向任何人提及。欢喜寺与合欢宗本就有隐秘交易，他此番私自行动，以为寺规，更不会主动将事情闹大。陆凡闻言，心中了然。尉迟玲珑之前已将从楚萧处得来的储物带交与他看过，其中欢喜寺的交易证据确凿，看来此事穆听雪也知晓了。他选择放血莲和上一马，既是权衡利弊，也是避免过早引爆与欢喜寺的冲突，给他争取稳固金丹的时间。修仙界各大势力关系错综复杂，表面敌对，暗中却常有利益往来。欢喜寺与合欢宗同属邪道宗门，私下有交易并不奇怪。血莲和尚此次行动多半是受了裴青衣蛊惑，想私吞沈清秋的原因。如今行动失败，又被穆听雪重创，自然不愿将事情闹大，以免引来宗门责罚。师姐考虑周全。陆凡由衷道。穆听雪微微摇头，没有接话。竹楼内一时静默，唯有茶水沸腾的细响，以及楼外寒风掠过冰面低呼啸声，更衬得室内静谧。良久，陆凡才又缓缓开口，语气带着试探：“原来师姐一直在合欢宗。玲珑毕竟是尉迟家幼女，我岂能让她独自留在险境？”穆听雪继续道，声音平静无波：“多亏她从家中带来的这件空间法宝，让我得以在此处修炼，又不离她左右。”他说完，抬眼看向陆凡，眸中泛起一丝异样的光彩。“我还记得在天剑宗最后一次见你时，你尚是练气期，上次听松剑相见，也不过筑基初期。”他顿了顿，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你这卧底做的倒是滋润，不仅成了合欢宗宗主，娶了云长圣女，纳了沈家姑娘，如今更结成金丹，得宗门气运认可。这般际遇，便是天剑宗那些真传弟子也未必能有。”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调侃。陆凡微微一笑，坦然道：“运来天地皆同力而已。运来天地皆同力。”穆听雪低声重复，眼中若有所思。这气运之道确实玄妙。想当年你在众多师兄弟里并不起眼。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但陆凡明白他的意思。10年前的天剑宗，他只是无数弟子中普普通通的一个，资质不算顶尖，背景更是寻常。若不是被选中执行卧底任务，恐怕至今仍在筑基初期徘徊，最多混个外门执事，终老于宗门底层。可现在他已是金丹修士，更得合欢宗千年气运认可，身负龙纹金丹，前途无量。这其中固然有他自身的努力与机缘，元阳之体，师娘苏云长的原因，沈清秋的奉献，以及无数次生死边缘的磨砺。但气运加持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非气运所中，他可能早已死在月之恒的算计下，或是被秦望舒当作棋子随手抛弃。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穆听雪问，声音恢复清冷。陆凡沉默了片刻，这片刻间，他心念电转。飞升台的秘密，他当然要查。月之恒记忆中指向宁香殿的线索，秦望舒若隐若现的防备，都说明这个秘密非同小可。但这早已不是为了天剑宗的任务，这等关乎上界通道的逆天机缘，岂能拱手让人？天剑宗与他任务，合欢宗与他权柄，秦望舒与他扶持，这一切如今都成了他攀登大道的台阶。他早已不是任何人的棋子，而是执棋者。但这些算计，此刻不必也不能对穆听雪言明。穆听雪虽是同门师姐，更是尉迟玲珑的师傅，但终究代表天剑宗的立场，在他面前暴露太多野心，并非明智之举。于是他抬起眼时，神色已变得恰到好处的坚定。飞升台的秘密，我定会查清。月之恒留下的线索指向宁香殿，而秦望舒是关键。而要接近秦望舒，得到他的信任，单靠现在的身份还不够。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光，将那份坚定演绎得更为可信。如今我已成就金丹，或许是时候推进与他的关系了。穆听雪静静看着他，眸光深邃，仿佛要透过表象看穿他心中所想。良久，他忽然轻笑起来，那笑声很轻，如冰泉叮咚，清冷中带着几分玩味。秦望舒原因尚在，若小师弟真能得手，你这修为境界，怕是还得再上一重楼。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几分意味深长。只是那女人心思深沉，困于炼心境多年，非是一语之辈。小师弟若想将她拿下，最好还是小心谨慎些。陆凡点头，神色郑重。我明白，此事急不得，一切顺其自然吧。他需要时间稳固金丹境界，消化此番所得，也需要进一步了解秦望舒，摸清他的底线与需求。但金丹已成，气运加深，他已有了与秦望舒平等对话的资格。两人又聊了些宗门琐事，修行体悟，一壶茶渐渐见底。窗外冰原上的日透渐渐西斜，将雪峰染成一片金红，冰面倒映着漫天霞光，美得如梦似幻。陆凡起身告辞，踏出竹楼时，穆听雪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小师弟。”他回头，穆听雪依旧坐在竹榻上，月白剑绣在渐暗的光线中泛着微光。他看着他，清冷的容颜上露出一丝极淡的近乎温柔的笑意。路还长，慢慢走。短短6字，却仿佛蕴含着千言万语，是提醒，
是告诫，或许也有一丝期许。陆凡深深看了他一眼，躬身一礼，师弟谨记。转身踏入光影流转的出口。沈家庭院，夕阳西下，残破的屋舍，未清理的血迹，断裂的兵器，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凄凉。但幸存的人们已经开始收拾残局。沈家子弟在族老指挥下清理废墟，救治伤员，秩序逐渐恢复。西厢廊下，苏云长、宋代尔、尉迟玲珑三女各自寻了处相对干净的地方盘膝调息。他们手中皆握着露凡所赐的金丝灵叶，叶片在掌心散发温润金光，丝丝缕缕的气运之力与磅礴生机渗入体内，滋养着伤势。尉迟玲珑伤势恢复的慢些，他已筑基后期修为强行催动秘法抵挡血莲和尚一击，虽仗着法宝精妙与剑道秘术勉强扛住，但经脉受损，气血逆冲，脏腑皆有暗伤。此刻他脸色苍白，修复伤势时额角还渗出细密冷汗，呼吸略显急促。手中金丝灵叶金光流转，温润气息顺着手臂经脉缓缓上行，所过之处刺痛感逐渐缓解。他闭目调息片刻，忽然睁开眼，看向不远处的苏云长与宋代尔。这一看，他眼中不由闪过一丝亚色。苏云长与宋代尔和他一样受了重伤，但此刻气息平稳，脸色红润，显然恢复得极快。苏云长原本苍白的脸已恢复血色，肩头那道被血莲和尚血气侵蚀的伤口，此刻竟已愈合大半，只剩一道浅粉色疤痕，在夕阳下泛着淡淡光晕。宋代尔更是如此，他方才催动炼心灵遭受反噬，神魂震荡，嘴角溢血，可现在他气息悠长，妩媚的桃花眼中神采奕奕，哪还有半分受伤萎靡的模样？尉迟玲珑盯着两人看了好一会儿，才迟疑道：“云长姐姐，戴儿姐，你们的伤势恢复得好快。”苏云长与宋代儿闻言，皆睁开眼，对视一笑。宋代儿妩媚一笑，眼波流转，凑近尉迟玲珑耳边，压低声音道：“小丫头眼力不错，我们确实恢复得快些。不过，这都要归功于宗主。”归功于宗主？尉迟玲珑不解，他自然知道陆凡赐下金丝灵叶助他们疗伤，可灵叶才入手不久，效果再神奇，也不该如此立竿见影才对。苏云长点头，声音清灵中带着一丝温柔：“我与戴儿妹妹都是夫君的道侣，长期受他元阳龙气灌注，体质得到很大改善。”他说着，轻轻抚过自己的手腕，那里原本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是擒拿赵元海时被其法器所伤，此刻竟已愈合大半，只剩下一道浅粉色疤痕，且疤痕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化。夫君身负元阳之体，又得真龙之血淬炼，其元阳龙气至阳至纯，有滋养经脉、修复损伤之效。我们与他双修日久，体内一直存有他的元阳龙气，恢复能力自然比常人快上许多。宋大儿也拉起袖子，露出光洁如玉的手臂，你看，我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他手臂上原本有几道被法器划出的血痕，此刻已消失无踪，肌肤细腻光滑，仿佛从未受过伤。尉迟玲珑怔怔看着两人，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依旧隐隐作痛的伤口，眼中闪过复杂的光芒，惊讶、羡慕，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他想起那些在廊下偷听陆凡与宋代尔以及苏云长缠绵时的情景，想起自己每听到那些肌肤相撞的声响时，心头泛起的莫名躁动，更想起陆凡那天像看女人一样看他时，那双深邃眼眸中的复杂神色。受他龙气灌注，原来如此。他低声喃喃，声音微不可闻。就在这时，庭院中央光影流转，陆凡自寒山画卷中踏出，月白画卷在他身后自动卷起，飞回尉迟玲珑袖中。他脸色平静，眸色深邃，周身气息虽已收敛，但金丹修士特有的威压仍在不经意间流露，让院中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屏息低头。苏云长与宋代尔立刻起身，尉迟玲珑也强撑着站起。夫君、宗主，三女同时开口，目光皆投向他，带着询问与关切。陆凡微微颔首，示意无事。他走到院中，目光扫过残破的庭院，忙碌的沈家子弟，以及那些被俘虏的赵家修士，最后落在三女身上。伤势如何？他问，声音沉稳，已无大碍。苏云长轻声道：“金丝灵叶药效非凡，加上我们体质特殊，再调息一夜便可恢复7、8成。”宋大儿也点头，多谢宗主赐叶。尉迟玲珑抿了抿唇，低声道：“我也好多了。”陆凡看向他，见他脸色虽仍苍白，但气息已平稳许多，点头道：“好生调养，莫要留下暗伤。”说罢，他抬头望向合欢宗方向。800里外，奇运灵树9叶赐福的异象早已平息，但那股磅礴气运仍在他体内流转，与丹田深处那颗龙纹金丹交相辉映，时刻提醒着他已今非昔比。金丹继承，气运加深，前路虽仍有迷雾，秦望书的深不可测，飞升台的秘密，天剑宗的任务，以及欢喜寺可能的后患，但手中的筹码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厚重。秦望书、凝香殿、飞升台，这些已不再仅仅是任务或秘密，而是他野心的阶梯。他要的从来不只是完成任务，或是坐稳合欢宗宗主之位，他要的是大道，是长生，是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力量。天剑宗的任务，合欢宗的权柄，苏家的支持，沈家的归附，还有身边这些将未来压在他身上的女子，一切纠葛都将在接下来的棋局中被他一一化为己用。陆凡闭上眼，
深吸一口带着血腥与焦土气息的空气，再睁开时，眼中已是一片清明锐利。那深处藏着的是唯有他自己知晓的不容动摇的野心。传令下去，他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清晰地传遍庭院。沈家善后事宜由沈明远全权处理，赵、王、李三家产业3日内完成交割，并入沈家与青田镇属地。合欢宗护卫休整3日，3日后辰时集合。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苏云长、宋大、尉迟玲珑，3日后启程回合欢宗。青田镇、沈家，眨眼间2日过去，时值陆凡一行返回合欢宗的前夜。西厢修炼进士，窗外月上中天，清辉透过窗棂，在地面铺开一层银霜。陆凡盘膝坐于玉榻，双目微合，周身笼罩着一层极淡却凝实的金色光晕，那是金丹修士灵力外显时独有的丹晕宝光。进室内灵气氤氲，巨灵战法无声运转，将方圆数里的天地灵气徐徐吸纳而来，化作淡白色的物流缭绕在他身周。每一次吐纳，都有海量灵气被纳入体内。经合欢阴阳秘典炼化后，汇入丹田深处那颗缓缓旋转的龙纹金丹。金丹约龙眼大小，通体金黄璀璨，表面9道龙形纹路栩栩如生。随着金丹旋转缓缓游动，隐隐有低沉威严的龙吟在丹田内回荡。每旋转一圈，金丹便吞吐出磅礴灵力，转化为精纯凝练如汞的丹元，沿着经脉奔涌时，发出江河潮涌般的低沉轰鸣，淬炼着每一寸筋骨，每一滴血液。陆凡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层次已发生了本质的跃迁。筑基修士寿元不过200载，而金丹修士寿元可达500岁。500年岁月足以谋划太多事情。更难得的是，寻常修士结丹，金丹不过是灵力高度凝聚的结晶，而他的龙纹金丹却蕴含一丝真龙之力，丹元质量程度远超同阶。此刻内视己身，灵力总量比筑基巅峰时暴涨10倍不止，且精纯凝练如实质。神识覆盖范围更是从之前的数千丈扩展至方圆数里。神府内一草一木的轻颤，弟子练剑时剑锋破空的轨迹，远处青田镇百姓夜间的低语，皆如掌上观文，清晰映照心间。这便是金丹之境。陆凡心中涌起一丝慨然，10年卧底，隐忍蛰伏，多少次生死边缘徘徊，终于踏破这道天堑，从此海阔天空，再非池中之物。他心念微动，神识沉入识海深处，剑鞘之中，那柄在阴寒地牢中磨砺多年的本命剑胎，此刻已化为一枚鸽蛋大小、金光内蕴的剑丸。剑丸表面密布细如发丝的玄奥剑纹，通体流光，锋锐之气尽数敛于内里，反而更显深沉可怖。陆凡心念微动，尝试催动，剑丸轻轻一颤，骤然分化，一化10，10化100，百化千，千枚细如牛毛、金光璀璨的小剑虚影，在剑鞘虚空中悬浮排列，如星河乍现，每一柄都蕴含着足以斩破筑基修士护体灵光的灵力剑意。心念再转，千剑嗡鸣，瞬息归一，重新凝成那枚圆融剑丸。剑丸已成，日后对敌手段又多一重依仗。陆凡心中满意，神识转向琴鞘，琴鞘之内那枚琴种饱满如初绽的花苞，生机盎然。3条颜色各异的根须深深扎入虚空，连接师娘苏云长的根须清冷如月华，此刻正平稳传递着他于隔壁竟是调息的宁静心绪。连接宋大儿的根须妩媚如蔷薇，能感知到他正握着自己赐予的金丝灵液潜心修炼，气息稳步回升。连接沈清秋的根须则轻灵如和尚露珠，虽然微弱，却正在缓慢恢复，但那缕坚韧而纯粹的情意却如丝如缕，清晰可辨。而最让陆凡在意的是第4条，那根连接秦望书的暗红色根须。这根须表面密布着细密的金色纹路，另一端没入无尽的黑暗虚空，此前一直被一层坚韧浓雾阻隔，难以感知彼端。后来他晋升筑基后期，那层浓雾稍显稀薄，神识也仅能勉强向前探出数尺，如遇铜墙铁壁。可现在陆凡凝聚神识，悄然在探，神识沿着暗红根须缓缓延伸，竟轻易穿透了此前只能深入3寸的浓雾区域，继续向深处探去。1尺、2尺、3尺，浓雾越来越稀薄。就在神识即将触及彼端核心的刹那，一幅模糊的画面伴着丝丝缕缕复杂难言的情绪波动，透过根须传递而来。合欢宗凝香殿深夜，秦望书独自立于窗前，一袭身子流云长裙曳地，薄纱广袖垂落，露出银白如雪的纤细腕臂。他未晚发，如墨青丝披散肩头，在穿堂而过的夜风中微微浮动。窗外月色如水，静静洒在他那张艳绝倾城却隐现孤清的脸上。他凤目遥望的方向正是宗门深处那株高达100丈承载一宗气运的奇运灵树。自陆凡在青田镇结成金丹，剿灭赵、王、李3家，为合欢宗开疆拓土后，奇运灵树便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原本只是苍翠碧绿的庞大树冠，此刻隐隐泛着一层淡金色光晕，枝叶愈发繁茂葱茏，灵气吞吐量暴涨30%有余，连带着整个合欢宗山门的灵气浓度都悄然提升了一截。这半月来，各峰弟子修炼时突破瓶颈的案例已出现了10余起，这一切皆是陆凡带来的气运反哺。秦望书静望着，凤目中的神色复杂难明，有欣慰，有怅然，有一丝宗门大兴的期许，
还有一缕连他自己都未曾清晰察觉的，如丝线般缠绕的思念。他抬起左手，指尖无意识地在冰凉光滑的窗棂上轻轻滑动，广袖滑落，露出臂弯处那点鲜红如血的手工纱。在清冷月华的映照下，那点朱砂红的格外刺目，红的仿佛凝结了百年的寂寞与未曾宣之于口的隐秘。陆凡，他唇瓣微动，极轻地吐出2个字，声音轻得如同一声叹息，刚一出口便迅速消散在寂寥的夜风里。然而这一声轻唤却透过那条奇妙的情种根须，无比清晰地撞入了陆凡的识海。青田镇进室内，陆凡浑身一震，骤然睁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我竟能反向感知到大长老的心绪，他方才是在唤我的名字。一股混杂着惊诧与隐隐兴奋的情绪涌上心头，他强压下心潮波动，再次凝聚神识，试图顺着根须向彼端更深处探去。他要看看这位心思深沉、执掌合欢宗权柄的大长老此刻究竟是何心境。然而就在神识即将触及彼端情绪核心的刹那，嘟嘟嘟，不急不缓的敲门声自进室外传来。刹那间，那模糊的画面与萦绕的情绪波动如潮水般急速退去，根须彼端重新被骤然浓稠的雾气笼罩，隔绝了一切感知。陆凡眉头微不可察的一蹙，缓缓收敛气息，沉声道：“进来。”门被轻轻推开，沈明远躬身走入。这位沈家主今日换了一身崭新的赭色锦袍，脸上带着掩不住的振奋之色，手中捧着一叠装订整齐的账册。宗主，深夜打扰您清修，老朽实在罪过。沈明远上前几步，将账册双手奉上，语气恭敬：“这是清剿赵、王、李3家后查抄出的所有产业明细以及初步估算的年收益，请宗主过目。”陆凡接过账册，随手翻开，账册记录得极为详尽，条理分明。林田部分，赵家原有林田800亩，王家600亩，李家400亩，合计1800亩，其中上等林田300亩，中等500亩，下等1000亩。预计年产量林芽米约54万斤，聚气草、铁骨叶等各类灵植若干，折合灵石约4万5千枚。矿脉部分，赵家掌控小型赤铜矿一座，预计可开采8年，年产量矿石约50万斤，冶炼后得赤铜5万斤。王家有小型玄铁矿一座，储量虽一般，但品质上乘。李家则有一处濒临枯竭的小型灵石矿脉，每年仍能产出约2000枚下品灵石，3项合计年收益约3万8千枚灵石。商铺、符箓、丹药等产业，3家在河阳县及周边城镇共有商铺27间，符箓工坊3处，丹药铺5家，年流水预计超过10万灵石，净利约2万枚，总计年收益预估10万3千枚灵石。这还只是明面上的产业收益。沈明远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若算上那些藏在暗处的私产、未曾登记的黑地，以及从葛家密库中起获的灵石材料积累，第1年的总收入恐怕能接近15万灵石。15万灵石，即便对合欢宗这样雄踞一方的宗门而言，这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足以供养上百名筑基修士1年的修炼用度，或是购置数件威力不俗的法宝及法器。陆凡合上账册，神色依旧平静。不错，此番虽冒了天大的风险，血莲和尚来袭，几乎让沈家遭遇灭顶之灾，但收益同样惊人。整个河阳县的实际掌控权，加上每年10余万灵石的稳定收益，让他这位新任金丹修士终于有了扎扎实实的根基与底气。宗主，沈明远迟疑片刻，压低声音又道：“还有一事，赵、王、李3家未被诛杀的妻妾女眷共计87人，其中身具修为的炼气妻女修53人，凡人女子34人。”他顿了顿，小心观察着陆凡的神色。按修仙界惯例，这些女眷本该充作奴婢或发卖为炉鼎，但他们中却有几人容貌身段颇为出众，且原因尚在，不知宗主是否要先行挑选，留在身边伺候，或是送往合欢宗各店各封，用以打点关系。陆凡抬眸看了他一眼，沈明远连忙补充：“当然，此等琐事全凭宗主定夺，原因尚在。”陆凡眉梢微挑，倒是提起一丝兴趣。他如今身边道侣皆是人间绝色，对寻常女色早已不甚热衷，但原因尚在的女修，若以合欢宗秘法双修，确实能对修为有所裨益。虽然效果远不如苏云长的元婴之体或宋代尔、沈清秋那般精纯，但于今丹境的修炼而言，点滴积累亦不可小觑。都是什么修为？炼气初期21人，中期18人，后期14人。沈明远如数家珍，只是老朽已让族中女修细细探查过，这些人中并无特殊体质，也未曾修炼过保存元婴修为的秘法，价值恐怕有限。陆凡沉吟片刻，他忽然想起从楚萧储物袋中搜出的那些证据，欢喜寺与合欢宗内某些店主、长老的暗中交易，裴青衣以及那些可能牵扯其中的人，自己迟早要着手清理。届时空出的权位、地盘都需要可靠的人手去接管。沈家如今虽然忠心可见，但毕竟只是地方小卒，底蕴太浅，人才有限。你沈家如今坐拥整个河阳县，看似风光，实则危机四伏。陆凡指尖在账册封皮上轻轻敲击，声音沉稳：“此地与欢喜寺、玉女宗等宗门势力接壤，想要真正站稳脚跟，并非易事。”他抬眼，目光落在沈明远脸上：“这些女眷就都留在沈家吧，
让你族重适龄且可靠的子弟多纳几房妾室，尽快开枝散叶，壮大家族血脉与修士数量。沈家便是我的根基，族裔越盛，根基方能越稳。沈明远闻言，眼中骤然爆发出难以抑制的炽热光芒。是，宗主英明！他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深深一躬到底。沈家上下皆是宗主最忠实的仆从，老朽在此立誓，定为宗主将家族开枝散叶，发扬光大。不出10年，不5年，我沈家定要成为河阳县说一不二的第一望族，将来更要成为整个南境都排得上名号的大族。陆凡看着他这副近乎狂喜的模样，忽然淡淡一笑，语气略带玩味。我看岳父大人正当壮年，修为也至筑基初期巅峰，不妨你自己也内上几房，为沈家多添些子嗣血脉。沈明远猛地一怔，随即老脸涨红，连连摆手，神态竟有些窘迫。宗主说笑了，这煞老朽了。沈家是小族，数百年来颠沛流离，老朽平生所愿不过是壮大沈家，在河阳能有一片安稳的立足之地，不受人欺凌，已为先祖多年夙愿。他神色迅速转为郑重，语气恳切。如今托宗主洪福，沈家得掌一县之地，光耀门楣，老朽已是心满意足，此生无憾。我年岁已长，心思早不在这些事上，只盼着青丘那丫头能早日恢复修为，好生事奉宗主。将来若能再为宗主添上一儿半女，那便是沈家天大的福分，列祖列宗泉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这番话情真意切，不似作伪。陆凡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他的心思已悄然飘回那条暗红色的情种根须之上。秦望书方才那一瞬流露出的复杂难言的情绪波动，尤其是那一声若有似无的低唤，让他心中隐隐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下去吧，明日返程之事仔细安排。是，老朽告退。沈明远再次躬身，恭敬地倒退几步，这才轻轻带上进室的门。室内重归寂静，唯有窗外细微的虫鸣。陆凡闭上眼，正准备重新凝聚神识，尝试再次探查秦望书那边的情况。吱呀，门又一次被轻轻推开了，一道素白窈窕的身影端着托盘，连步轻移而入，正是苏云长。他已换下白日那身沾染了尘土与淡淡血气的衣裙，此刻指着一件月白色绣银丝兰草的长服，腰间松松系着丝绦，勾勒出纤细腰肢，长发未过多装饰，松松挽起，几缕如墨发丝垂落颈侧，衬得肌肤在室内明珠光芒下银白如雪，泛着温润光泽。夫君。苏云长走到玉榻边，将手中托盘轻放在案几上，托盘里是一只素雅的青瓷汤盅。他揭开盅盖，一股浓郁却并不腻人的药香，混合着多种灵草特有的清冽气息，立刻弥漫开来。汤色呈温润的琥珀色，表面灵气氤氲，隐有微光流转。妾身方才去厨房看了看，听说这是本地有名的药膳，唤作龙骨壮阳汤。苏云长执起玉勺，一边盛汤，一边轻声细语：以300年份的龙须草为主要，佐以10数未温补固本的灵材，文火慢炖12个时辰而成，对稳固金丹境界、滋补元阳根基颇有奇效。他将盛好的汤碗递到陆凡面前，抬眸望来，那双秋水明眸清澈依旧，此刻却漾着温柔的涟漪，眼波深处是毫不掩饰的关切。你初结金丹，境界需时间夯实，又历经连番恶战，耗损不小，须得好生调养，补益元气。来，趁热尝尝。陆凡接过温热的汤碗，汤药灵气扑鼻，药力精纯。平心而论，以他如今龙纹金丹已成，根基稳固如山的境界，这等滋补药膳效果已是有限。但看着苏云长眼中那抹纯粹的关怀，他仍是端起碗，将汤药一饮而尽。温热的药液顺喉而下，化作一股暖洋洋的舒适热流，散入四肢百骸，最终汇入丹田，被龙纹金丹悄然吸纳，却有些许滋补之效。但对他这具经过真龙之血淬炼的元阳龙体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放下汤碗时，陆凡的目光落在苏云长清丽绝伦的脸上，眸底深处一丝微不可察的光芒倏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暗夜中的电光石火，骤然划过脑海。反向感知秦望书，或许可以借由与师娘的亲密互动来试探一番他的反应。苏云长以及他此刻送来的这碗龙骨壮阳汤，或许正是开启下一步计划的一个绝佳的契机。夜已深沉，沈家西厢静室内，明珠柔和的光晕洒落一地暖黄。苏云长见陆凡饮尽汤药，唇角漾起一抹温柔笑意，伸手欲接过空碗。夫君早些歇歇，明日还要赶路回纥欢宗。话未说完，手腕却被陆凡轻轻握住，那掌心温热而有力，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道，将他整个人向后一拉。苏云长猝不及防，踉跄跌入他怀中，后背抵上他坚实温热的胸膛。他微微一怔，随即感受到腰间环上的手臂将他牢牢锁在怀中。夫君，他侧过脸，长睫轻颤，眸中掠过一丝疑惑。陆凡俯身，薄唇贴近他耳廓，温热的气息拂过敏感肌肤，声音低沉而暗哑：师娘，吻我，4个字清晰入耳。苏云长浑身一颤，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绯红，一直蔓延至颈侧。他心中先是一惊，随即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欢喜。这汤药那么快就有反应了。他声音微颤，带着几分羞怯。陆凡的唇几乎贴上他耳垂，声音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师娘，那么晚送这种汤过来，
难道不希望我有反应吗？这话直白的近乎露骨。苏云长羞得无地自容，素来清冷的脸上红云密布，连指尖都微微发烫。他下意识想反驳，可喉间却像堵了什么，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是的，他深夜亲自熬汤送来，心中难道没有半分期待吗？只是这心思被当面戳破，仍让他羞窘难当。这是青丘家。他咬唇低语，声音细若文瑞，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陆凡在他耳边轻笑一声，温热的气息拂过，激起一阵细微战栗。无妨，2个字轻描淡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苏云长最后一丝理智的弦，在这声轻笑中彻底崩断。他转过身，双手环上他的脖颈，扬起那张清丽绝伦的脸，眸中水光潋滟，情意如春潮涌动。不再犹豫，他踮起脚尖，吻上她的唇。起初是轻柔的试探，唇瓣相贴，带着他特有的幽兰香气。但很快，这吻便变得炽热，像是压抑的情动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陆凡反客为主，一手扣住他的后脑，将他更近地按向自己，另一只手从他腰间滑到背后，顺着脊背优美的曲线缓缓下滑，最后停在那处挺翘柔软的弧度上。微微用力，两人身体紧密相贴，唇齿交缠，气息交融。苏云长能感觉到他胸膛的坚实，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能感受到他逐渐苏醒的变化。他的脸颊烫得惊人，呼吸越来越急促，那股熟悉的让他心悸的燥热涌了上来，近室内温度陡然攀升。他热烈的吻沿着他的唇一路向下，路过棱角分明的下颌，路过上下滚动的喉结，路过结实宽阔的胸膛，一路向下。他的动作热烈，带着终于得偿所愿的虔诚，也带着妻子对夫君最纯粹的渴望。陆凡闭着眼，心神却已悄然沉入识海深处。情窍之中，那枚情种微微震颤，连接秦望书的暗红色根须，此刻正热得滚滚发烫。800里外，合欢宗凝香殿深处密室，秦望书盘膝坐于玉榻之上，正在运转合欢阴阳秘典的炼心篇。他凤目微合，周身笼罩着一层淡红色的光晕，那是炼心境特有的星火外显。玉榻四周刻满了繁复的阵法符文，将密室与外界彻底隔绝。忽然，他秀眉微蹙，一股奇异的感觉毫无征兆地涌上心头，那感觉如此清晰，如此真实，仿佛有一双温热的手正抚过他的腰肢，有滚烫的唇吻过他的颈侧，有沉重而熟悉的呼吸拂过他的耳廓。一声极轻的闷哼从他唇间溢出。秦望书猛地睁开眼，凤目中闪过一丝惊疑，这和以往不同，这次有一种失控的感觉。他立刻内视己身，却发现自己体内玄阴之气竟隐隐躁动，不受控制的要银河。那条连接陆凡的情种根须，此刻正传来强烈的属于情欲波动的反馈。怎么回事？秦望书咬紧下唇，试图运功压制，可那感觉一波波升起，越来越清晰汹涌。他能听到苏云长的破碎与喘息，甚至能闻到陆凡身上的清冽气息，以及那股混合着幽兰体香的旖旎气息。更要命的是，随着陆凡那边情动渐深，一缕精纯炽热的元阳龙气竟顺着情种根须逆传而来，悄然渗入他的经脉。秦望书娇躯剧颤，那缕元阳龙气虽然微弱，却至阳至纯，与他体内积郁多年的玄阴之气一触，顿时如冷水滴入滚油，激起了剧烈的反应。他感到身体深处涌起一股陌生的燥热，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理智告诉他应该切断这种感应，可身体却诚实的可怕。那缕元阳龙气正冲刷着他炼心境的瓶颈，让那道困了他多年的壁垒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也不知他坚持了多久，秦望书的凤目中开始水光迷离，那张厌绝倾城的脸上已经泛起不正常的潮红。陆凡，陆凡，他开始呢喃着这个名字，声音细碎而破碎，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沈家修炼竟是……陆凡指尖轻轻一勾，师娘月白长服的系带便松散开来，衣襟滑落，露出里面藕荷色的肚兜以及肚兜下的轮廓。他吻了上去。烛光摇曳，将两人交叠的身影投在墙壁上，隐隐绰绰，暧昧迷离。良久，他忽然想起什么，双手抵在他胸前，喘息着说：“夫君，我们回屋里。”声音破碎，带着情动未消的威压。他终究还是怕这竟是不够隐秘，怕有人察觉，怕他这云长圣女的脸面。陆凡却摇头：“就在这儿。”他低头吻了吻他汗湿的额头，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我想看师娘在这儿的样子。”苏云长浑身一颤，这种近乎暴露的带着禁忌感的亲密让他羞得无地自容，却又忍不住心生刺激。他咬着下唇，最终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将发烫的脸埋进他怀里，任由他为所欲为。他一把将他抱起，走到窗边的紫檀木榻前，俯身将他放在蒲团上，明珠光芒柔和，映着他衣衫半解、肌肤银白的模样。衣衫尽退，肢体交缠，苏云长仰躺在玉榻上，如墨常有凌乱地铺散开来，几缕发丝被汗水浸透，贴在酡红的脸颊与雪白颈侧。他双眼迷离，长睫轻颤，眼中水光潋滟，情意如春潮般无声漫溢。陆凡的吻烙遍他每一寸肌肤，像在确认，像在占有，更像在通过这极致的亲密，将外面那个冰冷残酷的世界彻底隔绝。然而，就在情动巅峰，意识即将彻底沉沦的刹那一，陆凡忽然心念微动，识海深处那根暗红色的情种根须，此刻正滚滚发烫。他悄然分出一缕神识，沿着根须缓缓延伸。果然，
根须彼端传来的反馈强烈的超乎想象。秦望舒虽然极力隐忍，却已经难以自持。他玄阴之体被逆传而来的元阳龙气刺激太大，唇间甚至溢出压抑不住的轻盈。更让陆凡心惊的是，他听到了他不停在呢喃自己的名字：宁香殿密室。秦望舒浑身香汗淋漓，他咬破了嘴唇，试图用疼痛唤醒理智，可那缕元阳龙气实在太过猛烈，炼心境的瓶颈在龙气冲刷下剧烈震动，那道困了他数十年的壁垒竟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这次如此强烈，秦望舒凤目紧闭，双手死死攥着身下的玉榻边缘。他能感觉到自己正站在一个危险的边缘，若是放任这种感应继续，他可能会彻底失手。可若是强行切断，那缕正在松动瓶颈的元阳龙气也会随之消失。该死！他低骂一声，却不知是在骂陆凡，还是在骂这不受控制的自己。最终，对突破境界的渴望压倒了对失控的恐惧。秦望舒深吸一口气，竟主动放开了对玄阴之气的压制，任由那缕元阳龙气在体内流转冲刷。轰！炼心境的瓶颈在龙气冲击下又松动了一分，他娇躯剧颤，发出一声绵长而压抑的呜咽，整个人瘫软在玉榻上，大口喘息。沈家竟是陆凡闭目内视，将秦望舒那边的一切反应尽收眼底，他心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秦望舒困于炼心境多年，急需至阳之力调和体内过剩的玄阴之气，自己如今结成龙纹金丹，元阳龙气品质远超以往，对他而言无疑是致命的诱惑。而他为了突破瓶颈，即便明知这种感应危险，也舍不得切断。也就此时，陆凡怀中的苏云长也情动至极。夫君，我……他在他唇间呢喃，声音甜腻破碎，带着情欲蒸腾后的威压。那双丘水明眸此刻迷离似醉，眼波深处水光潋滟，情意浓得化不开。师娘。陆凡带着情动的沙哑在他耳边轻唤：“现在就给师娘。”陆凡说完，吻住她的唇。这一次不再是为了试探秦望舒，而是真正的毫无保留的两人时间。窗外月色渐沉，虫鸣低微，进室内唯有细密的喘息与压抑的轻盈交织，在夜色中久久回荡。一个时辰后，苏云长蜷缩在陆凡怀中，已沉沉睡去。他脸上带着艳足的绯红，唇角噙着幸福的浅笑，长睫轻颤，呼吸平稳悠长。陆凡轻轻将他放平，拉过薄衣盖好，自己则起身披上衣袍，走到窗边。夜色正浓，远处青田镇的灯火已熄灭大半，唯有几处巡夜弟子的灯笼在黑暗中明明灭灭。他闭上眼，心神再次沉入情窍。暗红色根须笔端，秦望舒的状态清晰地反馈而来。他仍盘坐于玉榻之上，但周身淡红光晕比之前浓郁了数倍，额角汗珠滚落，浸湿了鬓发。那张艳绝倾城的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凤目紧闭，眉头紧锁，显然正承受着某种剧烈的冲击。而他体内炼心境的瓶颈正在元阳龙气的持续冲刷下一寸寸松动。他刚才还在瘫软呢，居然还借此修炼。陆凡心中暗叹，这份决断与心性确实不负他大长老之名。只是他神识顺着根须延伸，想要更清晰地感知他此刻的状态。然而就在神识即将触及笔端核心的刹那，嗡！根须笔端，秦望舒骤然睁眼。那一瞬间，两人仿佛隔着800里虚空，四目相对。秦望舒那张艳绝倾城却隐含薄怒的脸在陆凡识海中无比鲜活地浮现。他凤目含煞，朱唇微起，一字一句如冰珠落玉盘，清晰撞入陆凡心神。小子，你明天快点给我滚回来！青田镇晨光再度洒落神府时，昨夜的旖旎与试探早已沉淀。陆凡站在院中，玄黑衣袍在晨风中纹丝不动。他闭目内视，情窍深处那根暗红色的根须此刻仍残留着温热的余韵。昨晚与师娘的亲密本是为了试探秦望舒的反应，结果远超预期。秦望舒对元阳龙气的渴求，对突破境界的执着，甚至那一声无意识的呢喃：“陆凡，要我。”陆凡唇角勾起一抹几不可察的弧度。这女人表面威严深沉，内心却早已被情种悄然浸润，只是他自己不愿承认，或是不敢承认。毕竟他可是合欢宗大长老，元婴之下第一人，若与门下宗主结为道侣，传出去怕是要震动整个南境。但陆凡不在乎，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仰人鼻息、隐忍求生的卧底弟子。如今他是金丹修士，身负龙纹金丹，得宗门气运认可，河阳县基业初定，他终会有资格与秦望舒平等对话，甚至征服他。宗主！一声轻唤从身后传来，嗓音里带着特有的妩媚尾调。陆凡睁开眼，转回身，宋大儿已换回了那身便于其形的胭脂红劲装，窄袖束腰，将丰腴有致的身段勾勒得惊心动魄。长发用一根赤金簪子高高挽起，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几缕碎发落在颊边，衬得桃花眼波光流转。他这3日调息得极好，金丝灵液的磅礴药力被初步炼化，原本筑基6层巅峰的修为已隐隐触及7层门槛，气息凝实了许多，眼瞳深处都似蕴着一层莹润的光。都备妥了。他唇角弯起，目光扫过院外静候的车架与护卫，随时可以启程。陆凡看着他，忽然招了招手：“大儿，过来。”宋大儿眼波微动，一眼走近2步，仰脸看他：“宗主有什么吩咐？”陆凡稍稍轻身，
凑到他耳边，温热的呼吸拂过他敏感的耳廓，带着他特有的清冽气息，声音压得很低，几乎成了气音，却字字清晰地钻进他耳中。今日送你一桩大礼。宋大儿睫毛倏地一颤，大礼？他微微偏头，眼里漾起真实的疑惑，红唇轻启，什么大礼？陆凡直视着他那双妩媚中透着不解的眼眸，一字一句说得缓慢而清晰，让你做一族之长，一地之王。宋大儿蓦地睁大了眼，他像是没听清，又像是听清了却不敢相信，红唇微微张开，愣了好一会儿，才发出一点气音。宗主，您别吓我。吓你？陆凡低笑一声，伸手替他将颊边一缕碎发撩到耳后，指尖不经意擦过他细腻的肌肤。你如今是筑基后期，手握炼心灵，便是对上筑基巅峰也有一战之力。修为够了。他顿了顿，目光深远。最重要的是，你是我的人，而你老家所在的那片区域，恰好藏着一份机缘。我老家？宋大儿心头狠狠一震。青罗村，那个藏在山坳里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土坯房，青石板路，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爹娘是老实巴交的凡人，弟弟宋小山15岁炼气9层，妹妹宋小月也才13岁炼气8层。上次归家，他留下金银、丹药、功法，看着弟弟妹妹捧着玉简时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心里既欣慰又酸楚。他知道那点东西顶多让他们在县城谋个安稳，离真正的修真大道还差得远。那是他心底最柔软也最不敢轻易触碰的角落。这些年他省吃俭用，时不时托人捎回去些金银和低阶丹药，就是盼着家人日子能好过些。他从未想过陆凡竟连这些都知道，可转念之间，那点惊疑便化开了。他是他的情奴，生死荣辱早已系于他一身，他若真要用家人拿捏他，根本不必绕这么大圈子。况且相处这些时日，他多少摸清了陆凡的性子，对外人杀伐果断，心思深沉如海，可对自己人那份藏在冷酷表象下的护短与谋划，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温柔。听说你一直想让你弟弟妹妹在县城里安家，过上好日子。陆凡的声音将他飘远的思绪拉了回来，他语气平稳，却带着一种洞悉人心的力量。但修真这条路越往后走，需要的资源便是海量，以你如今那点供奉，供养自己修行尚且勉强，又如何支撑他们长远？宋大儿抿紧了唇，指尖无意识地攥住了衣袖，这话戳中了他心底最深的不安。他何尝不知，每次托人捎东西回去，他都暗自计算着还能省下多少零食，可筑基之后每进一步都需要海量资源，他那点积蓄杯水车薪。陆凡看着他，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近乎温和的神色，但未再说下去。这时护卫首领已大步走来，在10步外停住，躬身抱拳：宗主，车队已整顿完毕，随时可以启程。陆凡点点头，最后看了宋大儿一眼，那眼神意味深长，稍后你便知晓。说罢转身朝院外走去。宋大儿立在原地，望着他挺拔如松的背影，心头翻涌的疑惑、猜测，还有一丝隐隐的期待，交织成复杂的情绪。他深吸一口气，快步跟上。经过他身侧时，他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宋大儿永远都是宗主的人。声音很轻，却沉甸甸的，像一句镌刻在心底的誓言。沈府门前告别场面颇有些隆重，沈明远携全族老幼长揖及地，久久不起。这位家主眼中含着泪光，那泪光里混杂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对陆凡的敬畏，以及家族骤得权柄后难以抑制的激动。沈清秋裹着一件月白色绣缠枝莲纹的披风，站在父亲身侧，他气息已开始上升，但脸色仍有些苍白，显然还未完全恢复过来。陆凡已经留下丹药，让他先在家里帮忙，再恢复一段时间才回来。此刻他一双水眸凝望着陆凡，里面盛满了不舍，却强撑着扬起一抹温柔笑意。夫君，他声音轻柔，带着点虚弱的沙哑。一路平安。陆凡走到他面前，伸手替他拢了拢披风领口，动作自然，好生调养。他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等我回来。沈清秋用力点头，眼眶还是红了。陆凡不再多言，转身登上那辆宽大玄黑的车架，车帘落下，隔绝了外界的视线，也隔绝了沈清秋终于滚落的泪珠和沈明远眼中那抹越来越炽热的名为野心的光芒。启程。护卫长高喝一声，12匹天灵马扬蹄，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沉闷而富有韵律的声响。就在车队即将驶出镇口之际，萧2道刺耳的破空声自天际骤然传来。天灵马齐声长嘶，人力而起。训练有素的护卫们瞬间拔剑出鞘，寒光烁烁，迅速结成护卫阵型，将车架护在中央。护卫长一步踏前，筑基威压轰然外放，目光如电，死死锁定第一道疾驰而来的流光。流光落地，尘烟微扬，现出的身影正是凌月。只见他神色凝重，风尘仆仆，身后跟着8名同样气息精悍的护卫，个个眼中带着血丝，显然是不眠不休急赶而来。宗主。凌月单膝跪地，报全急声道：属下得悉密报，大长老已派夏玄前来护送您回宗，来者不善，恐有变故，属下特律精锐前来护驾。他话音刚落，第2道流光已撕裂空气，悍然坠地，气流激荡，吹得众人衣袍猎猎作响。
一名身着暗金色劲装、面容冷峻如铁石雕刻的中年男子，身形笔挺如枪，稳稳立于场中，落地无声，足见身法高超，正是秦望书麾下第一护卫队长夏玄。筑基后期巅峰修为，半步金丹，在合欢宗内，他是出了名的铁面无情，唯大长老之命是从。他身后12名身着统一墨黑劲装、腰悬制式常见的执法弟子肃然而立，他们面无表情，眼神冰冷，如同12尊没有生命的杀戮傀儡，散发出的森然气息让周遭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分。林队长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夏玄开口，声音平淡无波，听不出喜怒。他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林月，掠过那8名明显刚经历长途奔波的护卫，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几不可察的冷意。随即他转向玄黑车架，躬身抱拳，姿态恭敬，语气却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刻板。属下夏玄奉大长老之命，特来护送陆宗主回宗。2队人马一左一右，泾渭分明，空气骤然凝滞，无形的弦悄然绷紧。林月起身，手按剑柄，上前一步，沉声道：夏队长，宗主自有我等护卫周全，何须劳动大长老麾下精锐？更何况他目光锐利，宗主方才经历大战，又初结金丹，正需静养，如此兴师动众，怕是反而惊扰。夏玄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林月的话只是微风过耳。大长老有令，青田镇之事震动全宗，宗主安危关系一宗气运兴衰，不容有失。属下只是奉命行事，务必确保宗主一路平安，毫发无损，尽快返回宗门。他顿了顿，目光似有若无地掠过那垂落的车帘，又补充了一句，语气加重：大长老还特意叮嘱，请宗主速归，有要事相商。最后4字咬得清晰而缓慢。林月眉头紧锁，还要再争？够了！车帘内传出一道平静的声音，不高，却带着金丹修士一言既出的天然威压，瞬间盖过了场中所有杂音。帘子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掀开，陆凡一步踏出车架，玄黑袍摆微扬，他目光先落在夏玄脸上，停留片刻，那双深邃眼眸平静无波，却让夏玄心头莫名一凛，下意识地垂低了视线，避开了直接的审视。随即陆凡转向林月，语气淡然：林月，你来得正好，夏队长既是奉大长老之命前来，那便同行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林月一愣，宗主，这无妨。陆凡截断他的话，唇角甚至勾起一抹极淡的意味深长的弧度。大长老也是一片好意，况且他目光扫过夏玄身后那12名执法弟子，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几不可察的玩味。人多些，路上也热闹。林月张了张嘴，终究是将话咽了回去，抱拳沉声道：是，属下遵命。陆凡不再多言，转身回到车厢。只是在车帘落下前的那一瞬，夏玄分明看到这位年轻宗主的侧脸上那抹弧度更深了些，仿佛一切纷扰尽在掌握。启程，车队再次动了起来，只是这一次阵型变得微妙而复杂。林月的8名护卫紧紧簇拥在车架四周，目光警惕，不时扫向外围。夏玄的12名执法弟子则在外围同步行进，步履整齐划一，沉默无声，却像一道移动的黑色壁垒，既是护卫，也隐隐透着监视与押送的意味。尉迟玲珑安静地坐在车架前缘的副位，藕荷色裙摆铺开，她微微低着头，一副乖巧柔顺的模样。唯有搭在膝上的指尖，偶尔会无意识地轻轻点动，以及那双偶尔抬起扫视四周的杏眼里，会掠过一丝冰雪般的锐光。宋大儿骑着他的赤焰驹，不紧不慢地跟在车架旁侧，胭脂红的劲装在逐渐升起的日光下，耀眼得像一团火焰。他桃花眼微眯，瞥了前方夏玄挺拔冷硬的背影一眼，红唇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带着讥诮的妩媚笑意，随即收回视线，望向官道前方层叠起伏的远山带影。山风拂过，吹起他鬓边碎发，他忽然又想起陆凡贴在他耳边说的那句话：让你做一族之长，一地之王。族长、帝王。青罗村那个偏僻贫瘠，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小山村，宗主到底在谋划什么？那里除了爹娘那几间石坯房，弟弟妹妹那点微末道行，还能藏着什么了不得的机缘？难道是要把整个村子划给他？可那又有什么意义？他秀眉微蹙，指尖无意识地缠绕着缰绳，心中那团疑惑如同藤蔓箭雨，疯狂滋长缠绕，勒得他心头发紧，却又隐隐渗出一丝难以言喻的滚烫的期待。他百思不得其解。1日之后，黄昏时分，陆凡等人的车队行至合欢宗辖地金溪县境内，此地盛产一种稀有炼器材料金晶，质地坚韧，导灵性极佳，乃是合欢宗重要的财源之地。而世代掌管此地矿脉开采与经营的，正是裴家，气垫店主裴青衣的本家。宗主，前方便是金溪县城。林月在车外询问道：天色已晚，是否入城歇歇？陆凡的声音自车厢内传出，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去裴家。夏玄眉头微皱，上前一步，拱手道：宗主，大长老命您速归，此地距宗门上有400里，若是连夜赶路，明日午时前便可抵达。入城耽搁，恐怕本座自有主张。陆凡打断他，声音里带着宗主特有的沉稳威压：你跟着来便是。夏玄面色一滞，感受到那股无形的压力，只得躬身：是，属下遵命。车队驶入金溪县城，此地比青田镇繁华数倍，街道宽阔，商铺林立，
修士往来如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金属与火灵气息，那是矿脉与冶炼工坊常年运转留下的痕迹。裴家在此经营数代，府邸占据了城中心最气派的位置，高门朱户，门前2尊以金纹金铁浇铸的异兽雕像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家族的财势与根基。车队在裴府门前停下，陆凡推门下车，目光扫过那气派的府门，对夏玄道：“夏队长，带你的人将裴府围起来，许进不许出，一人也不可走漏。”夏玄面色一变：“宗主，这裴家乃宗门重要附属，无故围困，恐怕无故。”陆凡转头看他，眼神深邃如寒潭。裴清一私通外宗，证据确凿，裴家作为其本家，有无参与勾结，须得彻查。这便是故。宗主，夏玄额头渗出细汗，此事是否应先禀报大长老，由执法殿？夏玄，陆凡的声音陡然转冷，周身那股属于金丹修士的磅礴威压悄然弥漫开来。虽只针对夏玄一人，却让这位筑基后期巅峰的护卫队长瞬间感到呼吸一滞，仿佛被无形山岳压住，连体内灵力运转都滞涩了3分。难道要本座拿出宗主令牌，命令你听令行事吗？夏玄脸色发白，咬牙拱手：“属下遵命。”他再不犹豫，转身挥手，12名执法弟子带着手下迅速散开，将裴府团团围住，动作整齐划一，肃杀之气弥漫。裴府守门户未见这阵仗，早已脸色大变，一人慌忙进去通报，另一人强作镇定上前行礼，声音却止不住的发颤：“不知陆宗主驾临，有失远迎。”陆凡看也未看他，径直向府内走去。管事匆匆从内院赶来，见状心中一咯噔，连忙躬身：“家主正在正厅接待贵客，还请宗主稍后，小人这就去通禀。”“不必了。”陆凡摆手，脚步未停。管事一怔，想拦又不敢，只得小跑着跟在后面，额角冒汗。林月、宋大儿等人紧随其后，尉迟、玲珑安静地跟在队伍末尾，藕荷色裙摆在暮色中轻轻摇曳，杏眼却不着痕迹地扫视着四周。夏玄留下部分人手封锁外围，自己带着几名精锐弟子跟了进去。裴府内装饰奢华，处处可见金纹、金铁点缀的痕迹，廊柱、栏杆，甚至地砖缝隙都嵌着细碎的金色纹路，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光泽，仿佛整座府邸都是由金晶堆砌而成。穿过3进院落，还未到正厅，便听到里面传来谈笑声：“少宗主放心，这批火纹金晶的品质绝对是近年最佳，只要贵宗能提供那套熔火百炼的阵法图谱，价钱好商量。”一个略带倨傲的中年男生，正是裴家家主裴元海。随即一道声音响起，那声音清脆，却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笃定，每个字都清晰悦耳。“图谱可于，但我要先验矿脉第7层的新闻帖目。”陆凡脚步未停，直接步入正厅。主位上坐着裴元海，年约50，面白无须，穿着绣金线的墨绿锦袍，手指上戴着3枚硕大的金晶戒指。而客座之上，所有人的目光在第一眼落过去时，都忍不住多停留了几息。那是一位看起来约莫18、19岁的少女，穿着一身利落又别致的装束，外层罩着近乎透明的月白色胶销短衫，轻薄如蝉翼，衫上绣着细密的金色火焰纹路，随着她细微的动作流光隐现。内里是一袭贴身的深蓝色劲装，面料柔软却挺刮，完美勾勒出纤细单薄却玲珑有致的身段曲线。最令人一眼难忘的是她的脸，那是一张俊俏中透着娇媚的容颜，眉毛细长英气，鼻梁挺直精致，唇瓣是天然的樱粉色，不点而珠。而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像蕴藏着太阳金火的金红色眸子，瞳孔并非寻常的黑色或棕色，而是一种清澈透亮的金红色，仿佛有2轮微缩的太阳在其中静静燃烧。当她抬眼看来时，那双眼睛流光溢彩，灼灼生辉，带着一种近乎实质的温暖与炽烈，让人不敢直视太久，却又舍不得移开视线。她的额心点着一枚小巧的金色火焰纹花钿，更添几分俏丽与神秘。此刻她微微侧身，一只白皙修长的手随意搭在以扶手上，指尖有细微的金红色灵光流转，另一只手则捧着一只白玉茶盏，盏中茶水氤氲着淡金色的灵气。气宗少宗主姚卫。裴元海正笑着与少女说话，见陆凡一行人径直闯入，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与被打断的不耐，但很快掩去，起身笑道：“原来是陆宗主驾临，有失远迎，快请上座。”他语气中的敷衍几乎不加掩饰，目光在陆凡身上一扫而过，便又转向姚卫，显然更看重与气宗的交易。陆凡却未落座，他的目光在姚卫身上停留了一息。这少女的容貌气质确实令人一眼难忘，那种俊俏与娇俏交织，单薄身段却曲线分明的反差，配上那双蕴藏太阳金火的灼灼明眸，形成了一种独特而耀眼的美。但他很快收敛心神，看向裴元海，淡淡道：“裴家主好兴致。”裴元海哈哈一笑，语气随意：“陆宗主说笑了，这位是气宗姚少宗主，今日特地前来商谈金晶交易，不知陆宗主突然驾临，所谓何事？若是借宿或补给，我等会让人安排西院厢房，并备些本地特产。”话音未落，陆凡抬手吐出2个字：“拿下。”声音平静无波，却如惊雷炸响。金溪县裴家。陆凡一声令下，厅内瞬间死寂。裴元海脸上的笑容僵住，以为自己听错了。“陆宗主，你说什么？拿下他？”裴元海虽态度倨傲，但毕竟是裴家家主，掌控金晶矿脉数10年，
每年为合欢宗贡献大量收益，更是炙手可热的气垫店主裴青衣的本家族长。说拿就拿，林月只是迟疑了一瞬，便挥手拿下。他带来的8名护卫瞬间冲出，直扑裴元海。放肆！裴元海勃然大怒，筑基后期巅峰的威压轰然爆发，袖中一柄金短刃划出，寒光乍现，刃身流淌着赤红纹路，显然是以秘法淬炼过的上品法器。短刃直指冲来的护卫，他嘶声道：“陆凡，你真当我裴家是软柿子不成？我裴家为合欢宗经营金矿数10年，劳苦功高，便是长老会也得敬我3分。你竟敢无故拿人，是想引发宗门动荡吗？”无故。陆凡眼神转冷，裴青衣似通欢喜似，证据确凿，你裴家作为其本家，也需彻查，这便是故。你血口喷人！裴元海浑身巨震，眼中闪过惊骇，但嘴上依旧强硬。青衣他忠于宗门，岂会做此等事？定是你伪造证据，铲除异己。陆凡，你休想得逞！是否伪造，查过便知。陆凡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简，正是从楚萧储物袋中搜出的账本副本。灵力注入，玉简投射出几行清晰的交易记录，这是裴青衣与欢喜寺往来的部分账目。陆凡的声音在寂静的厅中回荡：“裴家主，还不束手就擒！”裴元海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当然知道儿子裴青衣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但这事若就此曝光，裴家必受牵连，顷刻间便是灭顶之灾。假的，都是假的！裴元海嘶声道，眼中闪过疯狂：“你这是构陷！陆凡，你今日敢动我，气殿绝不会善罢甘休。姚少宗主，您可要为我裴家做主啊！”他最后竟将希望寄托于旁观的姚卫身上。然而姚卫只是缓缓放下手中的白玉茶盏，抬起那金红色眸子，他的目光先在陆凡脸上停留了一瞬，那双金红色的眼睛灼灼生辉，仿佛能洞察灵力流转的轨迹。那一瞥之下，陆凡竟有种被温暖阳光拂过的感觉，不是窥探，而是一种匠人对上等材料的本能欣赏。仿佛陆凡金丹的凝练度、龙纹的脉络，都被那双太阳金火般的眸子映照出了些许轮廓。随即，他的目光转向状若疯狂的裴元海，红唇微起，却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淡然。气宗小宗，只做生意，不问私仇，此乃贵宗内务。说完，他便不再看裴元海，反而将目光重新投向陆凡。那双金红色眸子里闪过一丝极淡的兴味，那兴味很浅，转瞬即逝，但确实存在。仿佛陆凡这一身金丹修为，这一手当众发难的决断，在他眼中也成了某种可堪雕琢的良材。随即，那兴味又归于平静，如同炉火暂息。此时，裴元海眼中最后一丝希望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疯狂与绝望。那就一起死吧！他身形暴起，全身灵力疯狂注入手中金短刃，那短刃骤然爆发出刺目金光，刃身赤纹如活过来般游走，化作一道凄厉的金红色闪电，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直刺陆凡咽喉，竟是狗急跳墙，要当众刺杀宗主！宗主小心！林月厉喝，拔剑欲挡。宋戴儿袖中炼心灵已微微震颤，灵身金光隐现，下旋瞳孔收缩，手下意识的按向腰间法器，却在这一瞬间犹豫，他是该护驾还是该进关？大长老的命令是护送，可没说要替陆凡挡刀。而客座上，姚卫依旧静坐，只是搭在扶手上的指尖，那金红色火星微微亮了一分，环绕着指尖流转，那姿态像极了匠人在观摩一场锻造，专注中带着冷静。冥顽不灵。陆凡站在原地，未拔剑，甚至未移动脚步，只是抬起右手握拳，简单一拳轰出。这一拳朴实无华，没有绚烂的灵光，没有浩大的声势，但拳锋所过之处，空气发出不堪重负的低沉呜咽，隐隐有淡金色的龙纹虚影一闪而逝，那是龙纹金丹外显的异象，虽只一瞬，却让厅内所有人心头猛跳，一股令人心悸的磅礴力量含而不发，仿佛整片空间的重量都凝聚在了这一拳之中。轰！拳锋与金红色刃芒悍然相接，预想中的剧烈碰撞并未发生，那柄以坚韧的短刃，如同纸糊般寸寸碎裂，从刃尖到柄端，炸成无数细碎的金红色光点，如烟花般四散飘落，权势未减半分，狠狠印在裴元海仓促架起的双臂上。咔嚓，骨骼碎裂声清晰可闻，在死寂的厅中格外刺耳。噗！裴元海如遭远古巨兽撞击，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撞碎身后那扇以整块青玉雕琢而成的屏风。屏风碎片四溅，他重砸在墙壁上，竟嵌进去半尺有余，整面墙壁以他为中心蔓延开蛛网般的裂痕。他胸口凹陷，双臂扭曲成诡异的弧度，口中鲜血狂喷，染红了胸前锦袍，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与绝望，死盯着陆凡，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你金蛋！他嘶哑着挤出最后几个字，随即头一歪，气息断绝，死不瞑目。一拳筑基后期巅峰陨落，厅内一片死寂，落针可闻，唯有青色光点缓缓飘落，如同降下了一场碎玉与血的细雨。所有人都呆看着陆凡，看着他缓缓收拳，玄黑衣袍纤尘不染，面色平静如常，仿佛刚才不是一拳轰杀了一位筑基后期巅峰的家主，只是随手拂去了衣上尘埃。下拳的额角渗出冷汗，后背已然湿透，他这才真切感受到
眼前这位年轻宗主身上那股深不可测的恐怖气息，那不是筑基，那是货真价实的金丹威压，而且绝非出入金丹那么简单。那一拳蕴含的力量，那份举重若轻的掌控，分明是金丹初期巅峰的底蕴。林月则是狂喜，随即深深躬身，眼中满是敬畏与激动。宗主越强，他们这些追随者的前程便越光明。这一拳打碎的何止是裴元海，更是许多人心中的犹疑与摇摆。宋大儿桃花眼中异彩连连，指尖轻轻拂过袖中温润的炼心灵，心中波澜起伏。他想起陆凡在青田镇对他说的那句话，让你做一族之长，一地之王。难道宗主早就算到了这一步？裴家这块肥肉，他要交给自己。而客座上，姚卫终于有了更明显的反应，他那双蕴藏太阳金火的眸子微微睁大，金红色的瞳孔中流光流转，仿佛有2轮小太阳在其中加速旋转。他轻轻吸了一口气，很轻微，但在寂静的厅内显得格外清晰。那并非恐惧或惊讶，更像是一个顶尖匠人突然发现了一块潜力无穷的胚料时下意识的赞叹与衡量。他的目光在陆凡身上多停留了3息，眸中的金红光芒流转，仿佛在解析着什么。随即他缓缓起身，月白娇小短衫随着他的动作轻轻飘动，暖金色的马尾在脑后甩出一道利落的弧线。他看向陆凡，那双太阳金火般的眸子中的审视意味已经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欣赏的质疑。那是同等地位者之间的礼节，却比之前多了一丝鲜活的好奇。陆宗主好修为，他的声音清脆悦耳，却比之前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认可。气宗无意介入贵宗内务，今日交易之事，容后再议。告辞。语气得体，却带着气宗少宗主特有的矜持与灵动。他并未因陆凡展现的金丹修为而有多余的敬畏或热络，仿佛金丹修士在他眼中也只是一类需要特定对待的客源。但那份平静中又透出一种年轻少女特有的掩藏不住的鲜活气。他说完，对陆凡微微颔首，便带着身后2名一直沉默如影子的老者随从，径自向厅外走去。经过陆凡身侧时，他身上传来一丝极淡暖阳气息的清新体香，还有一种类似于上好法器出成时灵光内敛的独特韵味。那不是修为威压，而是一种器物真挚精纯后自然散发的清气。陆凡同样颔首回礼，目光在他背影上停留了一瞬。那一袭月白短衫与暖金马尾，在暮色渐浓的厅堂光晕中俊俏的耀眼，娇俏的生动。单薄的身段在深蓝劲装包裹下曲线分明，步伐轻盈却稳当，马尾随着步伐轻轻摆动，透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灵动。与他相比，之前见过的所有女子似乎都显得过于沉静了。那不是贬低，而是事实。苏云长清冷如月，宋黛儿妩媚如火，沈清秋灵秀如水，她们皆是人间绝色，各有风华。但姚卫不同，她像是从炼气炉中跃出的一簇灵火，是太阳金火凝聚而成的精灵，俊俏中带着娇媚，单薄中藏着韧性。她身上有种气宗弟子特有的对器物的专注与热情，却又因为那双太阳金火般的眸子，整个人都明亮鲜活起来。姚卫离去后，厅内凝滞的气氛才稍稍松动。夏玄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震撼，上前躬身，语气倒是恭敬了很多。宗主神威，属下佩服。只是裴家毕竟掌控金金矿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家主虽伏诛，但族中尚有数位筑基长老，矿场管事、护卫统领也多为其亲信。此事后续恐怕还需妥善处置，以免影响矿脉产出，动摇宗门财源。陆凡看向他，忽然道：夏队长，裴家产业暂由宋大儿接管统筹，清查账目，稳定矿场，你带执法队从旁协助，务必确保交接平稳，不生乱子。夏玄一怔，宋大儿却是瞬间明白过来，自己这是要出人头地了。他心头涌起的一股暖流与激荡，上前盈盈一礼，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眼中却已燃起灼灼光华。大儿领命，定不负宗主所托，将裴家产业清查整顿妥当，绝不让矿脉产出有半分差池。陆凡点头，目光扫过厅外渐暗的天色，又望向姚卫离去的方向，眸色深邃。拿下裴家，不仅是为清理裴青衣余党，铲除隐患，更是要亲手掌控这条重要的财脉。按照宗门惯例与潜规则，谁拿下，日后便有优先管控之权。日后矿场所出虽依旧要按比例上交宗门，但只要经营得当，这其中可操作的利润空间，以及借此培养的亲信势力，足够让他在合欢宗内的根基在后世3分。而那位惊鸿一瞥、俊娇俏丽的令人一眼难忘的气宗少宗主姚卫，陆凡收回目光，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意味深长的弧度。气宗虽是小宗，炼气之道关绝难尽，甚至在整个大黎皇朝都享有盛名。他们掌握的阵法图谱、炼气秘法、稀有材料渠道，每一样都是能让金丹修士心动的资源。更不用说姚卫本人，那太阳金火般的眸子，那暖金马尾，那单薄却曲线分明的身段，若是能得他为道侣，不仅对修为大有裨益，更能将气宗这条线牢牢握在手中，来日方长。眼下该回合欢宗了，有些账，有些人也该面对面，好好算一算，好好见一见了。他转身，玄黑衣袍划过一道沉稳的弧度。今夜在此休整，林月，你带人清理裴府，将所有裴家核心成员集中看管，
茶坊、账房、库房。宋大儿，你随下队长去矿场，先稳住局面，明日一早启程返宗。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金丹宗主一言九鼎的分量。是，众人齐声应诺，声音在暮色笼罩的裴府正厅中回荡。次日清晨，京西县裴府前院，晨雾尚未散尽，12匹天灵马已套好车架，护卫队列肃立。陆凡站在车架旁，手中托着一只绣着云纹的锦囊，赤红流光撞上护盾，炸开3团灼热火球，气浪翻涌，护盾剧烈震颤，表面浮现蛛网般裂痕。4名执法弟子闷哼倒退，嘴角溢血。而第4道、第5道流光接踵而至，角度刁钻，直取车架侧窗。就在此时，车帘无风自动，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从帘内探出，五指张开，对着那2道翅膀徐徐一握。嗡！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2道足以洞穿筑基修士护体灵光的赤红流光，竟如同撞入无形泥潭，速度骤降，最终凝滞在半空，距车窗仅3尺之遥。陆凡缓步踏出车架，玄黑衣袍在激荡气流中猎猎作响。他看也未看那2道被禁锢的翅膀，抬眼望向山涧方向。裴青衣，他声音不高，却清晰穿透数百丈距离，在山谷间回荡。既然来了，何必藏头露尾？哈哈哈！狂笑声自山涧深处传来，一道墨绿身影冲天而起，凌空而立，正是气殿殿主裴青衣。他今日未穿殿主袍服，而是一身便于行动的墨绿劲装，长发披散，眼中布满血丝，面容因愤怒与怨恨而扭曲，周身气息狂暴如火山，筑基后期巅峰的修为毫无保留的释放，竟隐隐有半步金丹的威压。陆凡，裴青衣咬牙切齿，声音嘶哑如夜宵：杀我父亲，夺我裴家基业，今日我必取你狗命，祭我裴家亡魂。他身后陆续又有6道身影浮现，3人身着气殿执事服饰，修为皆在筑基中期，另外3人则穿着黑衣，面目模糊，气息阴冷诡异，显然是裴青衣案中招揽的死士。7人对1人，且占据地利。夏玄脸色骤变，厉声道：裴青衣，你竟敢带人伏击宗主，此乃叛宗大罪，还不束手就擒？叛宗？裴青衣狞笑：他陆凡无故屠我裴家满门时，可曾想过宗门法度？今日我便替天行道，除了这残害同门的暴虐之徒。话音未落，他双手掐诀，胸前一枚赤红玉佩骤然亮起刺目光芒，焚天炎龙阵起。刹那间，以车架为中心，方圆100丈地面骤然亮起密密麻麻的赤红阵纹，炽热高温自地底升腾，空气扭曲，草木瞬间焦枯。7道粗大的火柱自阵眼冲天而起，在空中交织缠绕，竟化作一条长达10丈、鳞爪毕现的火焰巨龙，仰天咆哮，朝着陆凡当头势下。这是裴青衣压箱底的杀阵，以家族传承的火系法宝为核心，配合6名筑基修士合力催动，威力已无限接近金丹一级。宗主小心！夏玄目眦欲裂，想冲上前，却被阵法余波震得踉跄倒退。尉迟玲珑已从车中跃出，藕褐色衣裙在热浪中翻飞，他面色凝重，正要取出那卷寒山画卷。退下！陆凡只说了2个字。他抬眼望向那条咆哮扑来的火焰巨龙，神色平静得近乎漠然。然后他抬起了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如剑，对着火龙轻轻一点，没有凌厉暴涌，没有光华璀璨，只有一道淡金色的细如发丝的剑气自他指尖悄然迸发。那剑气看似微弱，却在出现的瞬间，整片天地都仿佛安静了一刹。狂风止息，火焰凝滞，连裴青衣狰狞的表情都僵在脸上。剑气无声掠过火焰巨龙，下一刻，嗤，轻响如裂帛，10丈火龙从中一分为2，断面光滑如镜，连烈焰都来不及爆散，便化作无数细碎火星飘散湮灭。剑气未停，继续向前，掠过裴青衣胸前那枚赤红玉佩，咔嚓，玉佩碎裂，灵光尽失，掠过裴青衣丹田，噗，仿佛气泡破灭的轻响。裴青衣脸上的狞笑骤然凝固，转为极致的惊骇与茫然。他低头看向自己腹部，那里没有伤口，没有血迹，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丹田气海碎了，毕生修为如开闸洪水般疯狂流逝。不可能！他嘶哑着吐出几个字，身体晃了晃，从空中直直坠落。殿主！6名手下骇然惊呼。陆凡却看也未看坠落的裴青衣，目光转向那6人，只一眼，6人如遭雷击，浑身剧颤，齐齐喷出一口鲜血，从空中跌落，气息萎靡如风中残烛。一剑破阵，废7人。落英剑中死寂一片，唯有山峰穿过崖壁的呜咽，以及裴青衣坠地后微弱的身影。陆凡收手，负手而立，玄黑衣袍纤尘不染。他抬眸望向前方一处云雾缭绕的山峰，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冰冷的弧度，继续赶路。声音平淡，却让夏玄与4名执法弟子浑身一凛，连忙躬身止。车架重新启动，碾过焦土，使出落英剑。经过裴青衣身侧时，陆凡甚至没有偏头看一眼，倒是尉迟玲珑从车窗探出半张脸，杏眼扫过地上那滩烂泥般的身影，轻轻啧了一声，车队远去。裴青衣躺在焦黑的地面上，双目空洞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丹田破碎的痛楚如潮水般淹没了他。但更痛的是绝望，数十载苦修，气垫权柄，家族荣耀，一切尽付东流。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见到沈清秋时的模样，少女穿着藕荷色弟子裙，站在阳光里，笑容清澈。若当初没有那些算计，没有那些贪婪，可惜没有如果。远处那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两道身影蓦然伫立树梢上，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一人身着灰袍，面容隐在兜帽阴影中，看不清神色；另一人则是个身材瘦削的老者，穿深青色道袍，此刻正死死盯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手指紧握成拳，指尖因过度用力而微微发白。一剑，灰袍人声音干涩，仿佛砂石摩擦。焚天炎龙阵，半步金丹的裴青衣就一剑。青衣老者喉结滚动，额角有细密的冷汗渗出。灰袍人沉默良久，缓缓吐出一口气。计划取消，此人实力远超预估，胜负难料。那裴青衣，青衣老者迟疑，已成废人，留着也是祸患。灰袍人声音转冷，灭了他神魂，让执法殿的人带回去。青衣老者点头，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淡青流光，悄无声息地掠向下方落阴涧。数息之后，瘫在地上的裴青衣忽然浑身一颤，仿佛感应到什么，艰难地转动眼珠，看向那道从天而降的身影。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见青衣老者面无表情，屈指一弹：合欢宗山门。山门在望时，日头已偏西。天灵马车驾碾过最后一段青石官道，穿过高耸的牌楼，沿着蜿蜒山道向上。沿途弟子纷纷驻足，目光复杂地投向那辆玄黑车架，敬畏、好奇、忌惮，还有几丝难以掩饰的敌意。陆凡端坐车内，闭目养神。尉迟玲珑坐在他对面，藕荷色裙摆在车厢微光中泛着柔和的色泽。他双手交叠放在膝上，看似乖巧，杏眼却不时扫过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指尖几不可察地收紧。车架外，林月和夏璇策马在前，脊背绷得笔直。这两位队长面色凝重，方才落阴涧那一剑传得比他们的行踪还快，此时已如野火般在宗内转开。金丹之威，一剑废七人，这般手段足以震慑宵小，却也必然引来反噬。宗主，车驾行至半山腰时，林月终于忍不住回身，隔着车帘低声道：“方才接到传讯，长老会诸位长老此刻已在长老殿等候。”他顿了顿，声音更沉：“看架势，是要问责。”车厢内，陆凡缓缓睁眼，眸底金光一闪而逝，归于深邃的平静。知道了。车轮继续向上，碾过落叶，发出细碎而规律的声响。长老殿，殿宇恢宏，飞檐斗拱在夕阳余晖中勾勒出深沉的黑影，仿佛一头蛰伏的巨兽。殿前广场上，数十名身着墨色劲装、腰悬执法令牌的弟子肃立，鸦雀无声。见车驾到来，无人上前，无人出声，唯有沉默如实质般压来，混合着山巅凛冽的风。车帘掀开，陆凡一步踏出，玄黑衣袍在暮色山峰中纹丝不动。他抬眼望去，长老殿正门洞开，殿内灯火通明，却映出一种异样的森冷。七道身影端坐于高台之上，身子长老袍服，胸前文章各异，代表合欢宗至高权柄。正中主位空悬，属于大长老秦望舒。此刻他尚未现身，而七位长老的目光如七柄淬炼多年的寒剑，齐齐刺向殿门外的陆凡。空气中无形的金丹威压彼此碰撞交织，将整座大殿笼罩得密不透风，空气近乎凝滞。尉迟玲珑跟在陆凡身后半步，杏眼微眯，迅速扫过那七张或苍老或阴沉的面孔。三长老厉无风，丹殿长老周清玄，行殿长老铁无情，外务长老孙不悔，皆是合欢宗真正的实权人物。平日里深居简出，非大事不出，今日却齐聚于此。林月与夏璇落后几步，额角已渗出细密冷汗。面对七位金丹联袂的威压，筑基修为如陷泥沼。陆凡却仿佛未觉，迈步踏入殿中，靴底踏过光洁如镜的青玉石板，发出清晰而孤寂的回响，一步步走向那片令人窒息的威压中心。他在殿中站定，抬眼，目光平静地迎向高台。陆宗主，开口的是行殿长老铁无情。此人面容枯瘦，眼神如鹰，声音嘶哑如铁石摩擦。裴家之事，你作何解释？没有寒暄，没有过渡，直入主题，杀气凛然。陆凡神色未变。裴元海勾结外宗，残害同门，证据确凿。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本座清理门户，整顿产业，何须解释？好一个何须解释！丹殿长老周清玄拍案而起，须发皆张。这位老者平日里以温和著称，此刻却怒不可遏。裴家掌控金锡矿30年，每年为宗门贡献30%炼器材料。裴青衣更是器殿第一炼器师，宗门半数高阶法器出自他手。他只着陆凡，手指颤抖：“你一拳打死裴元海，废了裴青衣，可曾想过后果？器殿如今群龙无首，金锡矿产量锐减，这些损失你陆凡担得起吗？”话音落下，其余几位长老目光更冷，威压又沉3分。三长老厉无风缓缓起身，他是裴青衣的师兄，金丹后期修为在宗门内仅次于秦望舒。陆宗主，厉无风声音低沉，眼神阴鸷如毒蛇。裴师弟纵有千般不是，也该由行殿审问，由长老会定夺。你身为宗主，却擅自动用私刑，屠戮宗门高层。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如冰锥砸落，此举已严重违背宗门铁律，按律当暂时剥夺宗主之权，受行殿审查。殿内死寂，若真可闻。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陆凡身上。尉迟玲珑站在殿门处，手已按在腰间储物袋上，杏眼中寒光隐现。林月立于他身侧，额角渗出冷汗，却不敢妄动。这是长老会，合欢宗真正的权力核心。7位金丹长老联袂施压，便是大长老亲至，也要掂量掂量。陆凡却笑了，很轻的笑，在死寂的大殿中格外清晰。铁律，他抬眼，目光如冷电般扫过高台，最终定格在厉无风脸上。厉长老口口声声宗门铁律，那本座倒要问问。他手腕一翻，一枚玉简出现在掌心，灵力注入，嗡，玉简投射出数行清晰的交易记录，悬浮半空，血色字迹刺目。此乃从裴青衣心腹弟子楚萧储物袋中搜出的账本副本，上面清清楚楚记载着裴青衣与欢喜寺秘密交易73次，贩卖我宗女弟子49人为炉鼎，获利0十余10万，更有大量稀有矿财、法器流入玉女宗、青云宗等宗门之手，不计其数。陆凡声音转冷，如寒风刮过殿宇。厉长老，你身为裴青衣师兄，弃殿幕后靠山，对此当真一无所知，还是说你也有一份？厉无风瞳孔骤然收缩，脸色瞬间铁青。你血口喷人，此物定是你伪造，意图构陷。伪造？陆凡冷笑，袖袍一拂，目光扫向其余长老。那这账本上记载的，经历长老之手，额外批给裴家的炼器材料，最终出现在欢喜寺的货单上，也是伪造。几位长老的脸色从最初的愤怒转为惊疑，再转为隐隐的苍白。那悬浮的账目投影，如同一面照妖镜，映得一些人眼神闪烁。铁长老，陆凡转向刑殿铁无情。刑殿案卷中关于女弟子失踪的旧案，积压了不下20起，是查不到，还是不敢查？铁无情面色阴沉，拳头在袖中握紧，却没有立刻反驳。殿内气氛诡异，威压依旧，却多了几分微妙的心虚与躁动。现在，陆凡收回玉简，目光平静，却极具压迫感地扫过全场。还有人要本座解释这清理门户之举吗？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在高台上蔓延。几位长老交换着眼神，惊疑、忌惮、恼怒交织。他们没料到，陆凡不仅实力强横，出手狠辣，竟还掌握了如此要命的实证。就在这僵持时刻，够了！清冷的女声自殿后传来，不高，却瞬间压过了所有暗流。一道红衣身影缓步走出，红云灼目，身姿摇曳，却带着千钧之重。正是秦望舒。他今日未晚发，如墨青丝披散肩头，在殿内明珠光下泛着冷冽光泽，脸上未施脂粉，容颜依旧艳绝倾城，可那双凤目中却蕴着化不开的疲惫，以及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与倦怠。他径直走向高台主位，未看任何人，都退下。淡淡3字，不容置疑。7位长老一怔，厉无风急道：“大长老，此事关乎宗门法度，岂能？”本座说了。秦望舒抬眼，目光如寒潭掠过7人，那目光中竟带着一丝罕见的厉色。退下，没有更多解释，没有安抚，只有绝对的权威和一丝压抑到极致的躁意。7位长老面色变幻，最终在秦望舒那冰冷的注视下，齐齐起身，躬身一礼，依次退出大殿。经过陆凡身侧时，厉无风深深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中的怨毒与杀意几乎凝成实质。陆凡恍若未觉，殿门缓缓合拢，偌大的凝香殿内只剩3人：秦望舒、陆凡，以及站在殿门处进退两难的尉迟玲珑。你也出去。秦望舒看向尉迟玲珑，语气淡漠。尉迟玲珑咬了咬唇，看向陆凡。陆凡微微颔首，他这才躬身退出，反手带上了殿门。吱呀，沉重的殿门合拢声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夕阳最后一缕余晖透过窗棂，在青玉石板上投下狭长的光影。秦望舒缓缓走下高台，深红裙百叶地，无声划过光洁的地面。他走到陆凡面前3步处，停下，抬眼，凤目直视他。陆宗主，他开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好大的威风！陆凡躬身，不敢，不敢。秦望舒冷笑，那笑声在空旷殿中格外刺耳。杀裴元海，夺金锡矿，当着大长老、护卫队长的面安排亲信。陆凡，你是不是觉得成了金丹，这合欢宗就由你说了算了？弟子从未如此想过。陆凡抬头迎上他的目光，弟子所做一切皆是为宗门计。裴家勾结外宗，残害同门，证据确凿，清理门户，整顿产业，本就是宗主分内之事。好一个分内之事！秦望舒凤目寒煞，袖中手微微握紧。那你可知裴家一到，弃殿半数产业将陷入混乱？你可知金锡矿每年产出关系到宗门3成的炼器材料供应？你可知他踏前一步，周身气息骤然爆发，那是半步原因的威压，虽未彻底释放，却已让整座大殿的空气为之凝滞。你这一拳打死的不只是裴元海，不只是裴青衣，更是合欢宗维持了30年的平衡。山风透过窗缝涌入，卷起他的长发与衣袂，深红长袍在风中猎猎作响，衬得他身形单薄，却又如孤峰般不可撼动。陆凡静静站着，在那磅礴气息压迫下，身形未动分毫。等他说完，他才缓缓开口：“那大长老觉得该当如何？该当徐徐图之。”秦望舒声音转厉：“该当先稳住气殿，先安抚各方的情绪，而不是像你这样仗着修为横冲直撞，把所有人都推到对立面。”陆凡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忽然笑了，很轻的笑，
却让秦望舒心头一跳。大长老，陆凡开口，声音平静：“您说的这些，弟子都懂，但弟子更懂一件事。”他踏前一步，周身气息不再掩饰，龙纹金丹的威压冲天而起，不是示威，只是展现。淡金色的丹韵宝光在他体表流转，隐隐有龙形虚影缠绕，整座大殿的灵气为之震颤，明珠光芒都暗淡了3分。有些脓疮必须一刀割开，才有愈合的可能；有些平衡必须彻底打破，才能建立新的秩序。他仰头，目光如剑，直刺秦望舒。合欢宗沉寂太久了，久到外面的人都忘了，我们曾是南境说一不二的霸主，久到连裴家这样的附庸都敢在宗主面前倨傲无礼，这样的平衡要来何用？秦望舒怔住了，他看着眼前的陆凡，看着这个1年前还需仰他鼻息、借他扶持才能上位的年轻人，此刻他却已能直视他的眼睛，说出这般狂妄却又莫名令人心悸的话。窗外山风更烈，吹得殿内烛火摇曳，光影交错。良久，秦望舒忽然笑了，不是冷笑，不是怒笑，而是一种复杂的，带着几分自嘲、几分释然的笑。好，很好，他轻声道，声音里透着说不出的疲惫。陆凡，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他转身走向窗边，深红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孤寂，仿佛承载了太多不为人知的重量。不过没什么不过的。陆凡打断他，从怀中取出那枚记载着更多名字的玉简，抛了过去。裴家人杀了就是杀了，我只杀了裴青衣，已是最温和的做法。玉简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落入秦望舒手中。他低头看去，玉简中密密麻麻记录着数十个名字，执事、店主、长老，触目惊心。你看，还有5位执事、4位店主、2位金丹长老和欢喜寺有秘密往来。陆凡声音平静，却字字千钧。这些人我都还没杀，他们才是徐徐图之的对象。秦望舒握着玉简，指尖微微发白，他没看内容，只是轻轻一握，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大殿中格外刺耳。玉简在他掌心碎裂，化作无数晶莹的粉末，从他纤细的指缝间簌簌洒落，如同细雪纷飞。他走到殿角的青铜香炉前，炉中檀香早已燃尽，只余一层薄薄的香灰。抬手将那些粉末轻轻洒向香炉，粉末在香炉上方散开，如细雪般飘落，没入香灰之中，与灰烬混为一体，再无痕迹可寻。陆凡瞳孔微缩，你……忽然，秦望舒低低地笑了起来，起初很轻，渐渐变得有些失控。那笑声癫狂凄厉，在空旷大殿中回荡，撞得梁柱嗡嗡作响。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角渗出泪光，笑得快哭了。陆凡，陆凡啊，陆凡！他转过身，脸上泪痕未干，眼中却是一片冰冷的绝望。你可知道，全部7名金丹长老，包括他们手下的店主、执事，都是叛徒？陆凡浑身一震。你说什么？我说。秦望舒踏前一步，凤目中血丝密布。3场老力无风，是欢喜寺20年前埋下的案子。丹殿周清玄收了玉女宗300万灵石，行殿铁无情，他本就是青云宗的人。外务孙不悔，内务李长风，金殿王守拙，战殿陈破军。他一个个念出名字，声音越来越冷，没有一个干净，没有一个。陆凡站在原地，如遭雷击。合欢宗已烂到了这种地步，长老会7大金丹长老全部是叛徒，那这宗门岂不是早已名存实亡？不对。他猛地抬头看向秦望舒，那大长老你……我……秦望舒惨笑，有泪悄然滑落，沿着他精致的下颌线滴落在深红衣襟上，晕开深色的痕迹。我是唯一忠心于合欢宗的人。他看着陆凡，眼中是化不开的疲惫与孤独。可你知道吗？每一天，我坐在这凝香殿里，看着那些道貌岸然的长老，听着他们满口的宗门大业，我都在想，这合欢宗还能撑多久？殿内死寂，唯有他的呼吸声粗重而破碎。窗外暮色彻底沉下，黑暗如潮水般涌入大殿，将2人身影吞没。明珠自动亮起，洒下苍白的光。就在这死寂之中，秦望舒忽然抬眸，目光如刀，直刺陆凡。这些叛徒中，也包括你。3字落下，如惊雷炸响，凝香殿更深露重。秦望舒那句包括你掷地有声，尾音却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消散在空旷大殿冰凉的空气里。他说完便闭上了眼，下颌线绷得极紧，仿佛在等待审判，又或是迎接一场同归于尽的崩塌。殿内烛火噼啪，陆凡震惊了一瞬，却没有动怒，甚至没有立刻回应。他站在原地，玄黑衣袍衬得身形挺拔如孤峰，目光却如深潭，静静映照着眼前这位权势滔天，此刻却仿佛脆弱的一触即碎的大长老。10年的卧底生涯早已将他淬炼得精于洞察人心最细微的裂纹。此刻秦望舒的状态绝非简单的摊牌或试探，那深藏在威严凤目下的是几乎要溢出来的积年累月的疲惫，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绝。他在赌他陆凡不仅仅是天剑宗的卧底，更是一个与他一样对合欢宗这片基业有所期有所图，甚至可能怀有类似野心的同行者。他用最危险的方式撕开了自己鲜血淋漓的困境，将刀柄递到了他手里。真是疯了。陆凡心底掠过一丝冰冷的评估，但紧接着
竟又升起一丝奇异的灼热。他想起了初见秦望书时，凝香殿浴池水波深处，他那让人血脉喷张的阴影；想起了前几天秦种根须笔端，他那一声压抑的“陆凡，要我”，欲望与权谋在此刻这个濒临崩溃的美人身上交织成一种令人心悸的诱惑。他向前一步，靴底摩擦青石的声响在死寂中异常清晰。秦望书睫毛微颤，依旧闭目，呼吸却悄然紊乱。他停在他面前，伸手，动作平稳，不带侵略，却有种不容置疑的意味。指尖悬停，最终轻轻落下，握住了他垂在身侧冰凉彻骨的手。那只手曾经翻覆宗门风云，弹指间决定无数人的命运，此刻却冰凉的没有一丝活气，甚至在他触碰的瞬间，几不可察的色缩了一下，像受惊的鸟雀。陆凡收拢掌心，用自己滚烫的体温包裹住那一片冰凉，元阳龙气在体内缓缓流转，透入他掌心，渡去一丝温暖。大长老，他开口，声音低沉平稳，压下心底翻腾的种种算计与欲念。此刻那些东西被一种更原始的东西暂时覆盖，那是一种对同类陷入困境的识别与同情。您累了。秦望书猛地睁眼，凤目中血丝未退，惊愕、被冒犯的怒意，更深处无法掩藏的茫然交织冲撞。他想抽手，力道却虚软的可笑。放肆，声音嘶哑，气势全无。陆凡不是放肆。陆凡稳稳握着他，目光沉静地望进他眼底。您一个人撑着一艘四面漏水的船，撑得太久了。他顿了顿，想起岳母苏夫人对他千叮万嘱的话语。苏夫人曾告诉我，一切要以气运为重，而合欢宗的气运就是我的气运。他的目光锁住他，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钉，试图定住他即将溃散的意志。这条路我一个人走不了，这艘船你一个人也开不远。陆凡看着他眼中那片荒芜的孤寂，脱口而出：秦望书。他直呼其名，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奇异的穿透力，也带混合了野心与某种悸动的复杂心绪。让我帮你，不是作为需要被你审查的宗主或卧底，而是作为同路人。同路人三个字像淬火的冰锥，狠狠凿进秦望书冰封数十年的心房。他彻底怔住，瞳孔微微放大，映着陆凡年轻却坚毅的脸庞，没有虚伪的同情，没有贪婪的急切，只有一片沉静的坦荡和一种他几乎已经遗忘的名为支持的东西。几十年了，自从师尊作画，将合欢宗这副千疮百孔的重担压在他肩上，四周便是无尽的算计与背叛。他习惯了用威严筑墙，用铁腕为甲，用深不可测的心思度量每一寸人心。孤独像凝香殿里终年不散的暖香，浸透灵魂。他也以为那就是他该有的味道。可为什么当这个他暗中观察、扶持，既戒备又隐隐期待，甚至身体已对他产生羞耻回应的男人，说出同路人三个字时，那堵高墙会崩塌的如此轻易？是因为他看穿了合欢宗的机弊，说出了他深埋心底的野望，还是因为在无尽的黑夜中独行太久，哪怕只是一点微弱的火光，他也忍不住想靠近取暖？嘣！心底那根紧绷到极限的弦终于断了。哇呀！毫无征兆，他猛地扑进陆凡怀里，发出一声崩溃的撕心裂肺的痛哭。那不是属于大长老的哭泣，甚至不是属于一个成熟女子的哭泣，那是积压了数十年，掺杂了无边恐惧、疲惫、委屈和绝望的洪流，冲垮了所有理智的堤坝。他哭得浑身发抖，双手死死攥住他背后的衣料，指甲几乎要嵌进去。滚烫的泪水汹涌而出，瞬间浸透他胸前的玄黑衣袍，灼热的湿意烫得陆凡心口一缩，温香软玉满怀。那丰腴的身体透过单薄衣料传来的触感，与记忆中浴池下的惊鸿一瞥重叠，勾起本能的燥热，却被他强行压了下去。师尊，我对不起师尊的托付。陆凡，只有我一个人苦苦撑着，我好孤独啊！语无伦次的哭诉混合着剧烈的抽噎，每一句都剥开一层他华丽威严的外壳，露出里面那个早已不堪重负、惶恐无助的灵魂内核。陆凡稳稳站着，承受着他全部的重量和崩溃，一只手仍握着他的手，另一只手环过他的背，力道沉稳的轻拍。他在暴露弱点，这是最珍贵的信任，也是最危险的时刻。他任由他哭，任由眼泪鼻涕沾染衣袍，神识却悄然外放，警戒着大殿内外任何一丝异动。许久，歇斯底里的哭声渐弱，转为压抑的抽泣，最终只剩肩膀细微的耸动。陆凡稍稍退开，低头看他，那张脸哭得一塌糊涂，眼睛红肿，鼻尖通红，脸上泪痕交错，几缕发丝被泪水粘在颊边，狼狈不堪。所有伪装卸下，只剩下最原始狼狈的脆弱，却奇异的更美了，美的惊心动魄，美的让他丹田深处那缕龙气都微微躁动。他从袖中取出素帕，动作轻柔地为他擦拭，从眉眼到下巴，细致而专注。秦望书任他动作，偶尔吸一下鼻子，像个迷失的孩子。擦到鼻下时，陆凡动作顿了顿，指尖在他鼻尖下方轻轻一抹，随即递到他眼前，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调侃：“你看你，再哭下去，妆花了不说，鼻涕都要流到嘴里了。”秦望书红肿的泪眼呆呆地看着他指尖那点可疑的水光，愣了2秒，随即整张脸长得通红，羞恼交加：“你胡说，我根本没上妆，哪有鼻涕？”他像是为了证明，猛地将脸重新埋回他胸前，用力蹭了蹭，然后抬起头，努力瞪着他。虽然眼睛红肿，
鼻头通红的样子毫无威慑力。你看，没有。陆凡默默地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哭过后愈发清亮的凤目，看着他微微嘟起的还带着泪渍的唇，看着他脸上那份毫不设防的近乎孩子气的倔强。店内明珠光芒柔和，在他脸上投下浅浅的光晕。她真的很美，不是苏云长那种清冷如月的美，不是宋大儿那种妩媚如火的美，也不是沈清秋那种灵秀如水的美，而是一种倾国倾城、艳绝人寰，却又因着罕见的脆弱与真实而愈发惊心动魄的美，像暗夜中骤然盛放的幽檀婆罗，华丽孤高，转瞬即逝，却在这一刻为他而开。就是此刻，他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拂过他眼角，拭去他鼻翼侧一点鼻涕，动作很轻，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未完全明了的真实。没有。他低声应和，目光却深邃地锁住他的眼睛。是我看错了。他的拇指最终停留在他微肿的眼睑下，温热的触感让他睫毛剧烈一颤。四目相对，店内烛火将尽，光线昏昧，唯有彼此近在咫尺的呼吸和轮廓。他脸上泪痕未干，在微弱光下闪着细碎的光，红肿的唇微微张开，毫无防备。吻他，这个念头如此强烈，夹杂着欲望、征服欲以及此刻被引动的怜惜。他没有再说话，缓缓低下头。秦望舒呼吸骤停，瞳孔放大，他身体僵硬了一瞬，却没有躲闪，甚至那红肿的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如释重负的近乎期待的微光。他的唇落下，起初只是轻柔的触碰，干燥温暖，印在他微凉柔软的唇上，带着试探，也带着不容置疑的温柔。秦望舒浑身一颤，闭上了眼睛，长睫上游挂泪珠。陆凡的吻逐渐加深，他含住她下唇，轻轻吮吸，舌尖耐心描摹她的唇形，然后撬开了她因紧张而轻颤的牙关。没有侵略性的掠夺，只有缓慢而坚定的深入，像在安抚，又像在确认彼此的存在与选择。他的滋味比想象中更令人沉溺，玄阴之体独特的馥郁气息混合着泪水的危险，冲击着他的感官。秦望舒声色的回应，僵硬的身体在他怀中软化，他的手攀上他肩头，指尖蜷缩，陌生的情潮与被理解的慰藉冲垮了最后的心房。这个吻里有卸下重担的虚弱，有对依靠的渴望，也有暗流涌动的被此刻情景暂时净化的欲念。直到他因缺氧发出细微呜咽，陆凡才缓缓退开。以后做我的道侣，他说。明香殿内烛火将尽，秦望舒仰着脸，泪痕未干的凤目望着陆凡，红肿的唇微微张开。以后做我的道侣好不好？陆凡这句话还在殿中回荡，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激起他心底层层涟漪。他怔住了，多年积压的情绪才刚刚得到宣泄，此刻他整个人都还处在一种卸下防备的茫然中。陆凡这个要求来的突然，却又像是某种必然的延续。从他扑进他怀里痛哭的那一刻起，某些界限就已经模糊了。殿内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良久，秦望舒睫毛轻颤，一滴泪从眼角滑落，混进先前干涸的泪痕里。好，一个字，轻若文瑞，却重如千钧。话音落下的瞬间，他整个人仿佛又垮塌了一分，不是崩溃，而是终于彻底放下某种沉重的包袱，将那份孤绝数10年的坚持交托了出去。陆凡眼中掠过一丝极深的光芒，他不再言语，低头再次吻住了她。这一次的吻，比方才更加绵长，更加深入。秦望舒闭上眼，声色却顺从地回应着。他的双手从攥着他衣袍，慢慢学着苏云长的样子，环上他的脖颈，指尖陷入他浓密的黑发。这个吻里有太多复杂的意味，是道侣，是孤独者终于寻到同类的慰藉，也是压抑了太久的情愫在找到出口后的汹涌。唇舌交缠间，陆凡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那幅画面：明香殿浴池，水波荡漾，雾气氤氲，玫瑰花瓣下面，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丰腴的曲线在波光中起伏，惊心动魄的阴影深深烙印在他记忆深处。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秦望舒真容时的惊鸿一瞥。此后，他虽然无数次见到师娘、宋代儿和沈清秋他们的同体，但秦望舒那天留给他的画面依然挥之不去。此刻，那幅画面与现实重叠，怀中的女子正被他拥吻，她的身体温热柔软，混合了玫瑰与她独特体香的馥郁气息，丝丝缕缕钻入他的感官，点燃他体内龙纹金丹深处最原始的躁动。他想要她，不只是情欲，更是征服，是占有，是将这位高高在上的大长老彻底拉下神坛，烙上自己独有的印记。他的吻开始向下游移，从他红肿的唇到纤细的脖颈，到精致的锁骨，一只手悄然探入他深红衣襟，掌心触碰到滑腻温热的肌肤。秦望舒浑身一颤，喉咙里溢出细碎的呜咽。他也很想要。这日子透过情种根须，他清晰地感受过陆凡是如何占有其他女人的，他也想被他占有。那些汹涌的情潮，极致的欢愉，还有他元阳龙气勃发时那种至阳至纯的炽烈，每一次感应都像烈火燎过他冰封多年的身体。玄阴之体天生渴求元阳之气，更何况陆凡身负真龙之血，龙纹金丹对他而言是致命的诱惑。他的身体诚实地回应着，腰肢无意识地贴近他，肌肤泛起诱人的绯红。可就在陆凡的手即将探入更深时，不，秦望舒猛地睁开眼，眼中水光潋滟，情欲与挣扎激烈交战。他死死抓住他作乱的手腕，
指尖因用力而发白。陆凡，他的声音破碎，带着哭腔，却又透着一股近乎绝望的坚持。暂时还不行，这样会毁了我。陆凡动作一顿，抬头看他，烛光下，秦望舒那张艳绝倾城的脸上布满潮红，凤目中情欲汹涌，却也带着深深的祈求。我积蓄一半元婴修为，待到冲击元婴的关键时刻，才能交给道侣。他喘息着，声音颤抖。那是我突破元婴最大的依仗，是我准备了多年的底牌。他望着他，眼泪又滚落下来，浑着情动的汗水沿着脸颊滑落。等到我突破元婴的那一天，才要我好不好？店内一片死寂，唯有他压抑的啜泣和他沉重的呼吸交织。陆凡看着他，带着几分宠溺。他应了一声，低头再次吻住他。这一次的吻更加温柔，却也更加深入。他将他紧紧拥入怀中，两人身体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隔着薄薄的衣料，能清晰感受到彼此滚烫的温度和悸动的心跳。他的手没有再继续侵犯，只是牢牢环着他的腰，将他更深地按向自己。秦望舒呜咽一声，彻底瘫软在他怀中，任由他予取予求。两人都是心智坚韧之辈，一个忍了10年卧底之苦，一个撑了数十年孤绝之重。此刻，在这无人的大殿，在这卸下所有伪装的黑夜，他们用这种方式确认着彼此的盟约，宣泄看压抑太久的情绪，却又死死守住最后那道底线。不知过了多久，烛火终于燃尽，最后一缕青烟袅袅升起，殿内陷入完全的黑暗，唯有窗外透进的些许月光，勾勒出两人相拥的轮廓。秦望舒瘫在陆凡怀里，浑身香汗淋漓，衣衫凌乱，呼吸急促的如同溺水之人刚刚获救。陆凡也好不到哪去，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玄黑衣袍被他的泪水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两人都达到了某种极限的满足，却又没有逾越那最后一步。黑暗中唯有彼此的心跳和喘息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良久，陆凡的呼吸渐渐平复，却感到怀中人将他搂得更紧。再抱会儿。秦望舒声音沙哑，带着情欲蒸腾后独有的慵懒与依赖。陆凡便任他搂着，手在他脊背上轻轻抚过。他能这般全然卸下防备，于他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胜利。殿内寂静，窗外月色如练，穿过高窗，在地上投出几道清冷的银斑。望舒，陆凡忽然开口。他懒懒应着，脸颊贴着他胸膛，不愿动弹。宗门里所有人都是叛徒，你为什么就唯独相信我？秦望舒静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因为奇运灵术，相信你。陆凡一怔，怎么说？奇运灵术不是普通的灵术。秦望舒的声音平静，思绪飘向远方。每一位老祖作画都留下一丝无意识残魂与之融合共生，所以它不是一棵灵树，而是一棵树和千百无意识残魂的合体，凝聚了宗门千百年来老祖们的本能意志。原来是这样。陆凡听着，心中恍然，自己连续2次得到奇运灵术9片金丝灵叶认可，这无疑是最高级别的信任了。过了片刻，他才又道：对了，那些长老，你原来是什么打算？秦望舒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只要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知晓他们的秘密，他们就还能为我们所用。几十年了，慢慢来了，只要大家没撕破脸，说不定还能撑几10年。他忽然叹了口气，语气里竟带上一丝罕见的耍赖意味。而且，反正现在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陆凡听着他这近乎无赖的语气，忍不住低笑出声。卸下所有威仪与心防的秦望舒，竟有这般小女子情态，让他心头一软。他低头寻到他的唇，应下一个温柔而肯定的吻。秦望舒先是一怔，随即脸颊微热，却没有躲闪，反而扬起脸回应了这个吻。一吻过后，陆凡才轻声开口：对我们修仙界来说，几十年也不过是一眨眼间。他顿了顿，语气转为凝重。现在比较急的问题，倒是气殿没有裴青衣，宗门里的法器炼制，还有宗门大阵的逐步恢复，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方法。秦望舒也皱起眉，这确实是个麻烦。裴青衣虽然该死，但他的炼器造诣在宗门内无人能及。气殿如今群龙无首，各长老又各有心思，恐怕会借机生事。陆凡思索片刻，忽然道：这个问题是我闹出来的，我来解决。秦望舒闻言，抬头看他，黑暗中能感觉到他目光中的关切。你不必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让我帮你，我们一起想办法。陆凡却摇了摇头，语气坚定：放心吧，我能解决的。他伸手轻轻抚过他汗湿的长发，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深意。你现在要做的是好好闭关，争取早日冲击元婴期。他顿了顿，凑近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我想早日要你。这句话说得直白而滚烫。秦望舒浑身一颤，脸颊瞬间烧红，连脖梗都染上绯色。他咬着下唇，在黑暗中瞪了他一眼，可那双凤目中却水光潋滟，情意流转。他低声应道，声音细弱文锐，却带着前所未有的柔软。然后他主动仰起脸，吻上了他的唇。这个吻温柔而绵长，不再有先前的激烈与挣扎，只有纯粹的缠绵与情意。一吻过后，秦望舒服在他胸前，轻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羞怯，却异常坚定。我也是。他顿了顿，像是终于彻底放下某种执念，将那个高高在上的自称也一同卸下。本座
妾身也想早日成为夫君真正的道侣。黑暗中，陆凡的唇角缓缓勾起一抹得逞的深沉的弧度。他搂紧怀中的女子，感受着她身体的柔软与温热，感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温存。窗外月色如水，凝香殿内，两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找到彼此，在这千疮百孔的宗门里，成了真正的同路人。翌日清晨，经过一夜长谈，陆凡踏出大长老寝宫时，合欢宗上下已传遍了他被暂停职权的消息。沿途弟子看他的眼神变得复杂，有惋惜，有幸灾乐祸，更多的则是观望。陆凡面色如常，玄黑衣袍在山峰中纹丝不动，径直朝着后山方向走去。天字号地牢，合欢宗天字号地牢入口，阴风盘旋。陆凡独自踏过青石甬道，晨光尚未驱散此处的森寒，两侧火把头下摇晃的阴影，将墙壁上暗红的污渍映得如同凝固的血。陆宗主留步，一道魁梧身影从阴影中迈出，横亘在通道中央。来人40许年纪，面如刀削，眉骨高耸，一双三角眼透着凶光，筑基后期巅峰的气息毫不掩饰地弥散开来。正是天字号地牢统领葛雄。三长老力无封坐下大弟子，他抱拳行礼，姿态恭敬，嘴角却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诮。此地乃天字号重遇，直属长老会管辖，按宗门律例，便是宗主亲至，若无长老会手令，亦不得擅入。他顿了顿，三角眼在陆凡身上扫过，语气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何况听闻陆宗主昨日已被大长老暂停职务，那更该谨言慎行，免得落人口实才是。话音落下，几名值守弟子从两侧聚拢，隐隐成合围之势，空气骤然绷紧。陆凡脚步未停，径直走到葛雄面前3步处，才抬眼看向他，那双深邃的眼眸平静无波，却让葛雄心头莫名一跳。说完了。陆凡开口，声音不高，却如冷拳击石。葛雄定了定神，挺直腰背，属下职责所在，还请陆宗主莫要为难。话音未落，陆凡翻手，一枚赤金令牌自掌心浮现，令牌通体温润，正面刻合欢宗山门图腾，背面一个古篆，秦字殷红如血。此刻其上正流转着淡淡的金丹灵压，将四周火把光芒都压得一暗。大长老令！葛雄瞳孔骤缩，失声惊呼。他身后几名弟子更是脸色煞白，下意识后退半步。陆凡持令向前一步，令牌几乎抵到葛雄鼻尖。现在可以放行了吗？葛雄喉结滚动，额角渗出冷汗。大长老令，见令如见大长老亲临，持此令者，宗门内除境的外，无处不可去。他死死盯着那枚令牌，脑中飞速转动。师父力无风明明说，大长老已对陆凡不满，已暂停其职权，可这令牌又作何解释？陆宗主既有大长老令，自可通行。葛雄咬牙侧身，让开道路，却对一名心腹弟子使了个眼色。那弟子会意，悄然后退，消失在甬道阴影中。陆凡恍若未见，拂袖踏入地牢深处，葛雄紧随其后，寸步不离。天字号地牢3层，天字狱，此地关押的皆是重犯要犯，玄铁牢笼上刻满禁锢符文，灵气被压制到近乎于无。陆凡曾被关数年，是此地熟客，很快就停在最里间牢房外。透过手臂粗的铁栏，可见一名白衣少女蜷缩在角落。她看起来约莫17、18岁，容貌清丽绝伦，即便脸上沾着污迹，长发凌乱，也掩不住那份出尘气质。此刻她抱膝而坐，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仿佛一尊失去生气的玉雕。正是林月瑶。陆凡神识扫过，心中微微一动，炼气12层，不是筑基初期。此女被擒时分明是炼气巅峰，短短月余，竟在灵气被封的牢狱中自行突破筑基，而且元婴之气纯净浑厚，未有半分亏损。开门！陆凡淡淡道。葛雄脸色难看，硬着头皮道：陆宗主，此女乃三长老亲自擒回的重犯，涉嫌窃取宗门秘典，还未经刑殿审判，按律即便是宗主也无权，本座要收她为情奴。陆凡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葛统领莫不是忘了，宗主有收任何在押女犯为情奴之专权，此乃开宗祖师所定铁律。葛雄呼吸一滞，他当然知道这条规矩，合欢宗以双修立派，历代宗主皆有收女犯为情奴之专权，以此教化敌对势力女子，亦是彰显宗主威严的手段。可这林月瑶是师父力无封盯上许久的人，原因完好的筑基女修，还是天剑宗弟子，无论做炉鼎还是练为情奴，都是极品。师父几次暗示要将此女弄到手，只是这丫头性子太烈，宁死不从，才一直关押在此，慢慢消磨她的意志。若真让陆凡收走，陆宗主，葛雄咬牙，声音压低，此女性情刚烈，多次寻死，恐怕不适合做情奴，不如让属下禀明三长老，另选几名温顺女犯供宗主挑选，本座就要她。陆凡转头看向葛雄，目光如冰刃。开门，别让本座说第3遍。葛雄额头青筋跳动，正欲再变，好大的威风！甬道尽头，一道阴冷声音传来。三长老力无风负手走来，身子长老袍在昏暗火光中泛着幽光，他身后跟着4名刑殿执事，皆是筑基后期修为，气息连成一片，将整条甬道封死。陆宗主，厉无风在牢房外站定，目光扫过陆凡手中的大长老令，眼底闪过一丝忌惮，却很快化为冷笑。即便有大长老令，有些规矩也该讲清楚。他指向牢中的林月瑶，此女乃天剑宗暗探，
潜入我宗辖地盗取秘典，证据确凿。前宗主岳之衡在位时，便已立案追查，而岳之衡死后，宗门内一直有传言。他顿了顿，盯着陆凡的眼睛，一字一句说：他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宗内还有天剑宗卧底卫青。空气凝固，几名执事悄然挪步，封住陆凡所有退路。葛雄眼底闪过喜色，师傅，这是要硬拦了。陆凡神色不变，甚至唇角还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三长老的意思是，本座是天剑宗卧底，所以要救同门。老夫可没这么说。厉无风皮笑若不笑，只是提醒陆宗主，瓜田李下，该避嫌时还得避嫌。此女关系重大，不如交由刑殿审问清楚。若她真是清白的，再交由宗主处置也不迟。话说的滴水不漏，却是铁了心不放人。陆凡沉默片刻，忽然转身面向牢笼。他隔栏看着蜷缩在角落的林月瑶，声音平静无波：林月瑶，本座给你2个选择：一，放开心神，接受情奴契约，从此侍奉本座；二，继续留在此地，等待刑殿审判。不过葛统领刚才也说了，你性情刚烈，多次寻死，本座猜你绝撑不到审判那天。话音落下，牢中少女身体猛地一颤，她缓缓抬起头，看向陆凡，那双原本空洞的眼睛里，此刻涌起剧烈的挣扎，贝齿紧咬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良久，她嘶哑开口，声音干涩如裂帛：我选择死。一字一顿，带着宁为玉碎的决绝。厉无风眼底掠过一丝得瑟，果然是个烈性子，这样更好。陆凡若强行收奴，必遭反噬；若收不成，便坐实了他别有用心。葛雄也暗自松了口气。然而，陆凡忽然抬手，指尖一点金光浮现，那金光细如发丝，却散发着一股玄妙的神魂波动，缓缓飘向牢内。与此同时，一道细微如文瑞的传音，精准送入林月瑶耳中：本座陆凡受天剑宗所托，奉命救你。情奴契约只是权宜之计，事后自会还你自由。若信我，便放开心神；若不信，今日你必死于此地。林月瑶瞳孔骤然收缩，她死死盯着陆凡，眼中闪过震惊、怀疑、挣扎，最终化为一丝孤注一掷的决然。他闭上眼，缓缓放开了神魂识海的防御，那缕金光如游鱼般没入他眉心。下一刻，嗡！林月瑶额心一痛，浮现一道血色莲花印记，一线即影。与此同时，陆凡神识海中也多了一道微弱的灵魂链接，他能清晰感知到林月瑶的位置、状态，甚至隐约能感应到她剧烈波动的情绪。情奴契约成，你！厉无风脸色骤变，一步踏前，厉声道：陆凡，你用的是血莲同心器。血莲同心器，合欢宗最霸道的情奴契约之一，比当初陆凡给宋代而下的情奴契约还要霸道得多。一旦种下，连主人都无法解除，且情奴生死皆在主人一念之间，终生无法背叛。更重要的是，此契约会在情奴额头显示莲花印记，无法作假。厉无风死死盯着林月瑶额心那枚已隐去的印记，又看向陆凡指尖尚未散尽的血色符文，脸色铁青。他本想逼陆凡作假或退让，可陆凡竟用了最狠、最真的契约。三长老不是怀疑本座别有所图吗？陆凡收回手，转身看向厉无风，语气平淡：现在可看清楚了，血莲同心器作不得假，此女既成本座情奴，便是本座私有之物。三长老还有异议？厉无风拳头在袖中攥紧，指甲几乎陷进肉里。他死死盯着陆凡，又瞥了一眼牢中面色苍白、眼神复杂的林月瑶，胸腔剧烈起伏。良久，他猛地拂袖，转身便走。好得很，陆宗主果然手段高明。声音从牙缝中挤出，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葛雄等人连忙跟上，一行人快步消失在甬道尽头。陆凡这才抬手，一道剑气斩断玄铁牢锁。出来吧。他看向牢中少女。林月瑶缓缓起身，脚步虚浮地走出牢笼。他在陆凡面前3步处停下，抬头看他，眼中情绪翻涌，最终化为深深的屈辱与不甘。他张了张嘴，似想说什么，陆凡却已转身向外走去。跟上，有些话回去再说。林月瑶咬了咬唇，终究还是迈步跟上。